仙子，我帮你拔出来。叶浪面色紧张，目光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绝美仙子。在她身前是一位妙龄仙子，她容颜绝丽，乌黑长发披肩，皮肤粉嫩，一袭黑白的衣裙尤显古意。然而再仔细看去，仙子的肩膀上竟然刺入了一根毒箭，上面诡异黑气缭绕，似乎正在蚕食少女的身体。那你轻点。仙子的声音清冷，又夹杂一丝哀求，让人忍不住产生怜惜之情。仅仅听到声音，叶浪不由打了个冷战，真是罪过啊！怎么能对仙子产生歪心思？阿弥陀佛。好了，歪心思继续。叶浪旋即伸手抓住剑尾，稍稍用力。哼！感受到肩膀上的疼痛，少女眉头紧锁，下意识地发出了几声闷哼。然而下一秒，她便意识到自己的叫声实在太瑟瑟了，随即眼中闪过一抹慌乱。她可是道宗圣女，世间绝无仅有的剑仙，怎么可以在一个凡夫俗子面前骄横不已？她生平从未有过这般窘迫。萧青雨发誓，她绝不可能再发出任何声音，否则她就是小狗。噗嗤，没忍住。叶浪突然拔出箭头，让仙子始料未及。见仙子面色不对劲，叶浪关切地问道：仙子，是不是我弄疼你了？萧青雨俏脸微红，强忍羞愤道：你拔那么快干嘛？不能慢点吗？叶浪一本正经道：我想趁伤口还没反应过来，打他个措手不及。萧青雨的额头上冒出几条黑线。仙子，你流了好多血，我帮你止血。死了。下一秒，叶浪扯下了萧青雨裙子上的一块布料，仙子好看的眼睛里透着一分茫然。你在干什么？嘿，我主要怕我的衣服上有细菌，万一感染伤口就不好了。叶浪低声解释，完全不顾少了一截裙子后，仙子会裸露出洁白纤细的玉腿。等等，我自己包扎伤口，你不要碰我，你离我远点。突然看着叶浪即将要触碰自己的身体，萧青雨变得异常抗拒起来。她挣扎着想要往后退，双手在胸前挥动，仿佛被叶浪碰一下就会发生什么大事一样。事实上也确实会发生大事，因为她中的毒不能接触到男人的气味。不过叶浪假装没听见，因为他是个穿越者，来到这个世界已经3年了。本以为能修仙，却在这世界给黑心老板砍了3年柴，至今工钱未结，没钱生活，叶浪便生出了出家为僧的想法。可谁知就在他打算出家的路上，这位仙子却落在了他的面前，砸出一个深坑。其实这位仙子叶浪还认识，道宗圣女萧青雨，美貌与实力并存，万千男人的梦中情人。不过对方是高高在上的仙子，又岂是他一个凡夫俗子能觊觎的？而此刻叶浪怀着激动的心，轻轻地撕开萧青雨肩膀附近的衣裳，顿时雪白的肌肤浮现眼帘，嗨，劲使大了，不好意思，他保证不是故意的，都是这裙子质量不好。你混蛋！萧青雨贝齿紧咬红唇，怒视着眼前男人。可下一秒，他的身体便开始燥热起来，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即将被吞没。萧青雨猛然起身，见此情形，叶浪瞪着眼睛看着这仙子，满脸的不可思议之色。这个世界的仙子报恩都这么猛吗？居然以身相许！原本抗拒的心思瞬间抛到脑后，他终于吃上肉了。你们知道一个20多岁气血方刚的男人是如何度过一个个寂寞夜晚的吗？你们当然知道，因为你们就是这么过来的。2个时辰以后，叶浪的脑海中响起了一声叮咚声。叮咚，全能简化系统激活完成，请宿主查收。这就是我日后的金手指。正想着，他突然被一股力量推翻在地，只感觉眼前白影一闪，萧青雨便已经换上了一套全新的白色裙子，瞬间又变回了那位出尘不染的仙子。清冷的目光俯视着躺在地上的叶浪，他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叶浪被他盯得心头发毛，迅速捡起地上的衣服穿好起身，试探问道：仙子，你现在的毒解了吗？萧青雨微微一愣，想起方才发生的鱼水之欢，面色变得怪异，说道：算是你救了我，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你可以提一个要求。那我能要些零食吗？叶浪不敢奢求别的，只想要点零食休闲。他心中清楚，简化系统顾名思义和简化功法之类有关，而这个世界功法共分为黄、玄、地、天、荒、洪、咒、雨以及神级功法。若是身无分文，他怎么去购买那些厉害的功法神通？听到叶浪这个要求，萧青雨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道：你想要多少？叶浪故作矜持，我可是第一次。萧青雨嘴角不由抽搐，这话说的好像他不是第一次似的。我可以多赔偿点。他脸黑道：100亿零食。叶浪脱口而出，他知道
这很有可能是自己这辈子距离飞黄腾达最近的一次。眼前的仙子可是道宗的圣女，修仙界的天骄，一定很有钱。萧青雨的美眸中透着一分茫然，你疯了？数字可能确实有点大。叶浪退而求其次，装作纠结道：那10亿灵石好了，你是道宗的仙子，不会连这点钱都掏不出来吧？要不你把我卖了？萧青雨没好气道：10亿灵石啊，这人也真敢开口要。叶浪挠了挠头，那你说多少？沉默几秒，萧青雨开口道：100万灵石，或者我收你为徒，带你回道宗修炼，你自己选一个。道宗修炼这4个字深深吸引了叶浪，他毫不犹豫点头。师父。叶浪所处的世界名为九州大陆，在这里各大仙宗王朝林立，其中就以道宗为最强，可以说进入道宗修炼是无数正道修士奋斗一生的目标。这种好事叶浪当然不会拒绝。在九州大陆，实力至上，境界由弱到强，分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合体、洞虚，以及传说中未知的境界。据叶浪所知，眼前的仙子师傅貌似就是合体境大佬。想到这，叶浪迫不及待道：师傅，我们快去道宗吧。萧青雨微微颔首，随即召唤出一把飞剑，站在最前方，扭头对叶浪道：上来吧。师傅，我听人说横渡虚空的速度才是最快的，我要是能横渡虚空，还会在这碰见你。萧青雨冷笑。叶浪紧急撤回了一个话题，并缩起了脑袋。他小心翼翼地踩在飞剑上，歪头看了眼万米高空下的山川河流，不由是下定决心，我要修炼成仙。中州凌霄山，道宗，仙气缭绕，数百只仙鹤在云端之中飞翔，宛若人间仙境。在绵延的群山之中，有着一座恢宏大气的宫殿，隐藏在仙气缭绕之中。萧青雨一袭白衣，气质温婉的宛如莲花。他将飞剑停在了宫殿门口，领着叶浪走进了大门。四周众人见到他，都是毕恭毕敬。所到之处，无论是正在修炼的弟子，还是巡查的长老，纷纷朝对方行礼，喊一句圣女好。叶浪在一旁直呼好家伙，他这师傅地位简直比3、4层楼还要高啊！很快，萧青雨和叶浪来到了道宗的中央地段，眼前一座座宫殿阁楼林立，甚是壮观。进去后，萧青雨带着叶浪7转8转，通过一层层交错的走廊，最后来到一处阁楼内。这就是你今后的住所，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待会有人带你去办理入宗手续。说完，萧青雨便消失不见。叶浪在阁楼中待了一会，果然有一个长相清纯的绿裙女子过来找叶浪了。叶师弟，我来带你办理入宗手续的。叶浪看了一眼对方，心想修仙的女人都这么漂亮吗？气质也格外出尘。叶师弟，跟我走。那名女子道。谢谢仙子。哈哈，我可不是仙子，我叫于小婉，你喊于师姐就行。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但这名叫于小婉的女子嘴巴却是笑得怎么也合不拢。接着在于小婉的安排下，叶浪成功办理了入宗手续，成为了一名道宗弟子。此外，他还去了一个房间，被一个老人在身上摸来摸去，最后又让他把手放在一根柱子上。最后看着他叹了口气，劣等灵根，圣女怎么收了这么一个徒弟？哎，哇靠，真假的？老前辈。叶浪忽然沮丧了起来。那老人立马点头，当然，而且是劣根中的劣根。世间灵根分劣根、普通、上等、优秀以及极品5等，而你的灵根差到了极点，老夫验灵根验了上千年，你是我验过最差的一个。那能修炼吗？能，但终其一生恐怕只能在炼气徘徊了。炼气境，修士中最弱的。叶浪心中有些不是滋味。验完后，叶浪便回去了。阁楼前，他看到了萧青雨已经在等自己。师父，我是劣等灵根。叶浪沮丧道。萧青雨愣了一下，随即温和笑道：没事，劣等灵根就劣等灵根，只要认真修炼就好了。接着他从怀中掏出3本功法，递给了叶浪。这3本功法，其中1本是心经，2本是外功，你先好好修炼，有不懂的就去问我。哦，叶浪也没多问，接过那3本书，分别是青莲心经、赤火焚天掌、闪转腾挪。正上方每页都写着一排红字：道宗秘法，严禁外传，违者必究。青莲心经，好牛逼的名字啊！一般小说中叫这个名字的功法都不是寻常功法，按理来说，以你的级别是不能修炼这门功法的，但谁让你师父是道宗圣女呢？萧青雨微微挺了挺胸，话中透着几分自豪。叶浪心中有些感动，刚准备拍拍马屁，脑海中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检测到羽级功法青莲心经是否花费100点能量值进行简化。萧青雨走后，叶浪立即开始研究自己的系统。系统能量点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有多少能量点？
叮咚，能量点可以简化一切事物，获取能量点的途径随机刷新。宿主的初始能量点250，检测到羽级功法青莲心经是否消耗100能量点简化，立即简化。叶浪毫不犹豫道：叮，功法简化中，简化成功。青莲心经等于喝水，难道说以后喝水就能修炼青莲心经了？这么离谱吗？青莲心诀好歹也是世间最顶级的功法，修炼起来会这么容易吗？叶浪扫了一眼木桌上的茶杯，倒了满满一杯，仰头喝了下去。修为加1，叶浪突然感觉自己体内有一股热流突然滋生，在经脉之中缓慢流转，就像泡进温泉中那么舒服。灵力，这就是修仙的那帮家伙口中的灵力。原来系统说的都是真的。叶浪差点激动得泪流满面，劣等根骨又如何？小爷喝热水照样能喝到天下无敌。咕咕咕，很快叶浪将茶壶中的水喝得干干净净，一滴不剩。修为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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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恭喜宿主机身炼气境1重。听到提示音，叶浪微微一愣，这就突破了传说中的恐怖炼气境。师姐就这么将青莲心经给他了？那可是道宗的最强功法，宗主说了，宗门内只有师姐你才有资格修炼。一处古色古香的房间中，萧青雨盘腿坐在床上，双眼紧闭，好似在入定。而他面前站着一位绿裙少女，头上插了一朵黄颜色菊花，嘟着小嘴巴，碎碎念道：女子名叫于小婉，是萧青雨以前收养的一个女孩。小婉，她毕竟是我第一个徒弟，灵根又那么差，功法要是再不好，一辈子估计就是炼气境了。萧青雨轻轻开口道。于小婉眨了眨好看的眸子，让人觉得古灵精怪的。她蹲在床前，满脸期望道：那师姐你能不能也给？不行。萧青雨立马回绝，你给我老老实实练剑道。剑有什么好练的？修炼起来境界提升那么慢，1年后你若是剑意没达到小成，你就去思过牙关禁闭吧。听到这话，于小婉俏脸上立马浮现出一抹紧张的神色，连忙摆摆小手：师姐，我真有好好修炼。那你现在在干嘛？还不快去，顺便替我指点一下他。于小婉撅起嘴巴，不情不愿道：哦。走到门口，他突然转头冲萧青雨吐了吐舌头：略，师姐最坏了。叶浪打了满满一缸水，而后搬张凳子就坐在阁楼门外，一边泡茶喝，一边打量道宗的风景，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修为加1加1加1，体内灵力充盈的感觉实在太爽了。叶浪眯着眼，又拿出另外2门神通。与青莲心经这种修行灵力的功法不同，赤火焚天掌和闪转腾挪是外功，也就是修士运用灵力对敌的神通。一门是攻击型的，一门是身法型的神通。检测到荒阶神通赤火焚天掌是否花费30能量点简化。看了一眼还剩下150能量点，叶浪没有犹豫，立即简化。简化成功。赤火焚天掌等于吃枸杞。枸杞，待会儿去找找。检测到荒阶神通闪转腾挪是否花费30能量点进行简化。简化，叶浪直接全部简化了。叮，简化成功。闪转腾挪等于走路。走路，这个好，我可是会用2条腿走路哦。叶浪端起茶杯，边喝边慢悠悠绕着阁楼开始了散步。修为加1加1，闪转腾挪熟练度加1加1。叮，恭喜宿主突破炼气2重。又突破了。叶浪不禁双手负在背后，微微颔首，露出了一副高手寂寞的神色。叮，恭喜宿主闪转腾挪入门。神通分为入门、小成、大成、圆满、出神入化5层。据说将一门神通修炼到极致，便能领悟其中之道，战力成倍增加。我现在算是迈入修行了吧？叶浪感叹了一声。你大白天做什么梦？好啊，你不好好修炼，居然散步喝茶，被我抓到了吧？把青莲心经借我看几天，不然我就向大师姐打小报告。叶浪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道娇声，他转过身去，发现是于小婉，礼貌地笑道：于师姐好。师父交代过我，青莲心经只能我一个人偷偷练，不能给其他人看。切！于小婉双手抱胸，撇了撇嘴，小气鬼。旋即他眼珠子转了一圈，露出一抹和蔼的笑容，道：那大师姐也说了，这段时间由我教你修炼，实战最能激发一个人的潜力，所以先吃我一掌。于小婉毫无征兆地冲向叶浪，对着胸膛拍出一掌。他没有动用灵力，这样哪怕打中叶浪，也不会对叶浪造成什么伤害。然而就在他即将要拍中叶浪的那一瞬间，嗖！叶浪脚下生风，从容地躲开了于小婉的攻击。于小婉没想到叶浪这么灵活，他向前冲的速度特别快，一掌落空后
重心瞬间不稳，身体摇晃了几下，眼看就要摔倒在地。哎呀呀！于小婉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距离地面越来越近，地上的石子在瞳孔中不断放大。他心想，这下丢脸丢大了。啪！下一秒，于小婉想象中的狼狈与疼痛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温暖的怀抱，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让他忍不住耸动小鼻子，又多闻了几下。缓缓抬头，对上的正是叶浪那无奈的眼神。于师姐，你真是仙人吗？怎么差点还摔倒了？叶浪问道。他的手稳稳拖住于小婉的腰，确保对方不会摔倒。于小婉眨了眨大眼睛，有些茫然地盯着叶浪。突然，他瞳孔放大，震惊地大喊了一声：“等等，你的境界是炼气2重，怎么能提升得这么快？”紧接着，于小婉沉默了。如果他刚才没有看错，眼前的这人不仅已经是炼气境2重，闪转腾挪也达到了入门境界。这才过去半天啊，这就是王长老口中的劣等灵根。见于小婉一直发呆，叶浪抬手在他眼前挥了挥道：“于师姐，你没事吧？我是刚刚突破的，这速度应该还不错吧？”他毕竟是第一次修炼，对境界的提升速度还有些模糊。半天时间提升2个小境界，叶浪心中还是有些小骄傲的，就是不知道其他人的修炼是什么样的。于小婉眼睛眨了眨，愣愣地看着叶浪：“还不错，这简直就是天才啊！”他艰难开口道：“你先等会儿，我去告诉大师姐一声。”哦。于小婉的反应让叶浪有些摸不着头脑，难道是境界提升慢了？不行，看来喝水的速度还得继续加快，水不能停。于是叶浪拎起满满的一壶茶，开始了边喝边散步。绕阁楼走了几圈后，他想了想，便走出阁楼，打算看看道宗的风景。道宗内，叶浪的出现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这人是谁啊？不知道，但怎么感觉和老大爷一样，年纪轻轻就松散懈怠，日后怎成大器？这时有弟子小声道：“我知道他，今天上午我路过王长老那儿，得知他是圣女收的徒弟，不过是劣等灵根。”什么？兄弟，你没有逗我吧？圣女收了一个劣等灵根的人当徒弟，这小子是不是走后门了？我看像，他爸难道是李刚？有些人忍不住交头接耳。而在一处宫殿门口，一个白袍老者看着懒散的叶浪经过，眼中浮现一抹异色。萧青雨会收一个劣等灵根的人当徒弟，其中会不会有猫腻？他对着身边一位黑衣青年说道：“待会儿你去试探他一番，我怀疑萧青雨是在故意隐瞒这小子的资质，他很有可能是一位绝世天才。”白袍老者仿佛已经看穿了一切，一脸蜘蛛在握的表情，呵呵冷笑：“萧青雨那小妮子骗骗其他人还可，这种雕虫小技也能瞒过我？”老者是道宗的大长老，名迹博达，与萧青雨向来不对付。是。黑衣青年点点头。傍晚，叶浪回到阁楼，他走了整整半天，喝光了16壶水。叮！恭喜宿主突破，宿主目前境界炼气境3重。叮！闪转腾挪小成。听到系统声，叶浪当即施展一下身法，想看看速度到底有多快。嗖！只见原本站在阁楼门前的他，下一秒还是站在阁楼门前。普通人看不出来什么，但叶浪自己心底清楚，这短短的1秒间，他以距离阁楼100米的大树为终点，往返了足足5趟，也就是说，他只用1秒便移动了1000米。不远处，一名黑衣青年将这一幕尽收眼底，他心神不由一阵狂震。炼气3重，闪转腾挪小成，嘶嘶，这速度简直堪比筑基了！你管这叫劣等灵根？糊弄鬼呢！黑衣青年压下心头惊讶，死死盯着叶浪。还是师傅聪明，看来我得仔细观察观察了。叶浪本想回屋睡觉，可在他转身抬头之际，看见了阁楼挂的牌匾是一片空白。他突发奇想，找来一套笔墨，盯着空白牌匾看了一会儿，有了。他挥毫泼墨，运笔如风，在牌匾上写下了3个大字：落魄楼。落魄谷中寒风吹，春秋蝉鸣少年归。荡魂山处食人泪，定仙游走魔向北。逆流河上万仙退，爱情不敌坚持泪。宿命天成命中败，仙尊悔而我不悔。这落魄楼便是我叶浪修炼的起点，总有一天我会登上世间的巅峰，领略无限风光。叶浪双手叉腰，傲然地抬起头，45度仰望天空，逼格十足地说道。黑衣青年怔怔地看着叶浪，虽然他没听懂是什么意思，但依然万分震惊，又是万仙又是魔的，最后居然敢让仙尊悔，霸气，太霸气了！这人好大的志向，绝不是泛泛之辈。不行不行，我得赶紧向师傅汇报情况。圣女宫，于小婉一直等到天黑才见到萧青雨，她急吼吼道：“大师姐，你收的那个徒弟他怎么了？”
萧青雨微微皱眉，是资质太差了吗？小婉，你耐心点教他。我教他？他都炼气2重了，而且闪转腾挪也入门了，我可教不了他。萧青雨眼中闪过一抹茫然，接着他一个闪身来到叶浪的阁楼前，推开房门走了进去。而映入眼帘的是一具肌肉轮廓分明的男人身体。此时叶浪正在脱衣服，准备换上道宗弟子的服饰。他看着突然闯进的萧青雨，嘴角不由抽了几下，默默地转过身。师傅，你闭嘴，把衣服穿好，出来见我。萧青雨低喝一声，退出了房间。不知是不是听错了，叶浪发现萧青雨说话时声音好似在微微颤抖。难道剑仙也会不好意思吗？叶浪穿好衣服后站在了萧青雨的身前，也不知道仙子师傅大半夜找他想干嘛。萧青雨打量了一眼叶浪，柳眉不着痕迹地皱了一下。只用了半天时间便是炼气3重了，这种事他从未听闻过。但如今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眼前，他就是再不相信这也是事实。难道他有什么特殊体质？萧青雨暗自想到。世间将灵根分为5等，但在极品灵根之上还有特殊体质一说。特殊体质不能以寻常标准衡量。据说道宗的第1任宗主，也就是开派祖师，便是拥有特殊体质的绝代天骄，50岁就已是洞虚境大佬，在万年以前镇压了一个时代。萧青雨现在还不敢妄下定论，想着再观察几天，于是对叶浪道：每天记得好好修炼，不可懒惰，懂吗？叶浪点点头。那师傅，我想问一句，我的修炼速度算慢吗？你觉得呢？萧青雨反问一句。我感觉有点慢，1天才破了3境。汝听人言否？要不是看叶浪一脸真诚的模样，萧青雨真怀疑对方在故意炫耀。他冷冷道：那确实有点慢，你还得更加努力一点。叶浪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接着他握紧拳头，坚定道：放心师傅，我一定会努力的。萧青雨点了点头。还有什么需要的吗？我尽量帮你找来。叶浪像是想起了什么，立马回道：哦对了师傅，我需要枸杞，越多越好。瞬间萧青雨的眼神变得怪异起来。枸杞？你要枸杞做什么？萧青雨的美眸眨了几下，心头不由疑惑起来。年纪轻轻就开始喝枸杞了，可他的上次的表现也不像不行的模样。不知想到了什么画面，萧青雨脸颊染上了一层红晕，轻抿着红唇，又低垂下了眼眉，仙子害羞依然美得不可方物。瞧见这一幕，叶浪下意识咽了一口口水，心脏砰砰直跳，全身血液仿佛都沸腾起来。师傅，你脸红的时候真好看。叶浪直言不讳地夸赞道。放肆！这一击之球打得萧青雨猝不及防，甚至耳朵根子都红了起来。若是搁以前，他一定会怒斥对方无耻之徒，敢出言轻薄于他，再加以惩戒，一剑戳死。但此刻心中却有种说不出的异样感，倒不是特别生气。像枸杞这种俗物，你直接去药店拿就好了，没其他事，我先走了。说完，萧青雨身影立即消失不见。叶浪嗅了嗅鼻子，空气之中还残留仙子的体香，闻之舒心。其实他还想问问萧青雨，现在自己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师徒？还是那个？现在我和师傅差距太大了，必须要好好修炼，说不定日后会有点机会。这么一想，叶浪像打了鸡血一般，拎着满满的一壶茶去药店拿回了20斤枸杞。定，赤火焚天掌熟练度+1+1，赤火焚天掌入门。接着叶浪又想出一个方法，将枸杞泡在水里，边喝边吃，果然效率大幅度提升。定，宿主目前境界炼气4重，赤火焚天掌小成。先前的黑衣青年来到了一处宫殿内，对殿中老者恭敬地拱手道：师傅，您猜对了，那叶浪绝不是泛泛之辈。黑衣青年的语气中透着几分敬佩。他虽然修为只有炼气3重，但闪转腾挪已然小成，而且据弟子观察，他胸怀大志，必是刻苦坚毅之人，不能小觑。大长老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呵呵，老夫的这双眼就没有看走眼的时候。赵望，明日你去试探他一番，看看他实力到底如何。是。翌日天才刚蒙蒙亮，赵望便来到了叶浪的阁楼门口，眼中带着期待。想必那位天才此刻已经起来练功了吧？胸怀大志的人肯定不会是懒散之辈，平日修行说不定比他还要刻苦。咚咚咚，他礼貌地敲了敲门，四周静寂无声，偶尔传来一声天边的鸟叫。赵望发现了不对劲，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门，房门依然紧闭，甚至都听不见房间中有丝毫的动静。不对，也不是没有动静。赵望将耳朵贴在门缝上，依稀听见了若有若无的呼噜声。挺有节奏感的。操！赵望气得咬牙，
旋即动用灵力，一掌将房门轰开。不是要让仙尊毁吗？这个点还在睡觉，这个年纪你怎么睡得着的？赵望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砰！房门的动静终于惊醒了叶浪，他扑腾一下从床上跳下来，嘴角还沾着一点未干的口水，哪位？叶浪睡眼朦胧道。赵望深吸了一口气，拱手道：在下是道宗大长老季伯达的徒弟。哦，那快进来坐坐。坐坐。没想到你还好男色，我呸，出来和小爷比试一二。听到这，叶浪立马明白过来，这是来者不善啊。叮，触发随机任务，与赵望对决，奖励100能量点。系统来任务了，正好他刚开始修炼，也想了解一下自己的实力。落魄楼外一处空地上，叶浪和赵望二人相距10米站立，这一幕引得不少弟子围观。你是炼气3重，我便将境界压至炼气3重，免得别人说我欺负你。赵望说道。你先出手吧。那我出手了，赵望兄当心了。这种好事他向来不会拒绝。旋即叶浪屏气凝神，凝聚火焰，一掌朝赵望拍去。面对掌风，赵望淡淡的瞥了一眼，丝毫提不起任何兴趣。呵呵，花里胡哨还敢？话音还未完全落下，赵望的脸色突然一变，只见那一缕掌风在空中变幻，赤焰盘旋，形成一条惊人的火龙。掌风呼啸，威力惊人。什么？赵望脸色巨变，眼中闪过一抹惊愕。他竟然在这一掌上感受到了浓浓的惊骇之色。炼气4重了，荒阶神通赤火焚天掌小成。赵望迅速解开自身的境界封印，动用筑基之力凝聚一层护罩。砰！焚天火掌轰击在身。砰！赵望倒退10几步，身前的金光护盾被轰得震颤2下，出现了一丝裂缝。叶浪眨了眨眼，拱手道：赵望兄，承让了。我。赵望看着叶浪，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怪物。我的天，这不是道宗极难修炼的荒阶神通赤火焚天掌吗？他不是劣等灵根吗？为何会赤火焚天掌？还已经小成，我苦修3年，现在连门槛都还没见到啊！这一刻，围观的众人脸色大变，眼中闪过了一抹深深震撼，心中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叶浪这一掌直接震惊众人。赵望瞪大眼睛看着叶浪手上缓缓消散的赤焰，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叶浪师弟，我承认，刚才是我狗叫了，我不该以偏概全，你确实是位天才。赵望不敢再直视叶浪，不知为何他总觉得直视叶浪他会心生自卑。他心中清楚，若不是仗着筑基的境界，叶浪刚才的那一掌足以让他重伤卧床半年。天才？不，我可不是天才。叶浪淡淡的笑道，周围的人立刻侧耳倾听，皆是想看看他会作何解释。可接下来的这一句话却是让周围的道宗弟子脸色古怪。我其实是废物。这是自嘲还是在反讽？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愣。接着叶浪下意识学着萧青雨平日的姿态，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并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若不能一步成仙，岂敢自居天才？哗！这话一出，全场顿时一片死寂。若不能一步成仙，岂敢自居天才？不少人喃喃自语，神情变幻莫测，先是疑惑，然后震惊，最后双眼熠熠生辉，充满了对叶浪的钦佩。他们当中不乏有筑基、金丹境的修士，他们也时常自诩天才，但是他们做不到一步成仙。叶浪的这句话无疑是将这些人点醒了过来，既然做不到一步成仙，就不配自称天才，也就一样，如同废物。接着叶浪继续说道，天下英雄皆如过江之鲫，何况草莽，唯有认清自己，奋勇精进，不断坚持下去，方能窥视大道。这话落下，在场众人的心中犹如遭受了重击，一个个都是愣在了原地，望向叶浪的眼神中再无一丝轻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敬佩。赵望面色激动，叶浪师弟，你的道心让我无比钦佩，师兄想向你请教一下，平时你都是怎么修炼的？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齐齐地落在了叶浪身上，还有甚者掏出了纸笔，聚精会神地等着记录。嘿嘿，这个嘛。叶浪干咳了几声，目光有些埋怨地看着赵望，这师兄也真是的，他才修炼了不到2天，你问我怎么修炼，我上哪知道去。不过好不容易才将这帮人唬住，都到了最后一刻，可不能被拆穿。于是叶浪嘴角掀起一抹微笑，淡淡的道，很简单，保持良好的心态，然后多喝热水。说完，叶浪回了房间，泡好一杯枸杞茶，接着散步去了。落魄楼前，徒留一群人独自在风中凌乱。萧青雨来到落魄楼前，打算指点一下叶浪修行，刚好看见了叶浪一掌打退赵望的一幕，
他顿时沉默了。这真的是劣等灵根吗？萧青雨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转身离开。他没有去见叶浪，而是找到了负责测验灵根的王长老。圣女，老夫可以对天发誓，我真没有测错他的灵根。他的灵根绝对是劣等中的劣等，而且体内存在大量不明的杂质，怎么可能是天才呢？王长老拍着胸脯保证道。闻言，萧青雨柳眉微皱，喃喃道：可他的境界的确是炼气4重，对神通的掌握也已是小成。听到这话的王长老一张老脸瞬间变得精彩纷呈，显得异常吃惊。什么？圣女，你没骗老夫吧？我亲眼所见，道宗不少弟子也能作证。王长老沉思了几秒，会不会是特殊体质？萧青雨点了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王长老，如果他真是特殊体质，你能测出来吗？王长老立即摇头，颇为无奈道：特殊体质恐怖如斯，老夫如何能测出来？只有用我道宗至宝天机盘才能测验出来。不过即使他是圣女你的徒弟，可他对道宗还没有丝毫的贡献，长老们是不会同意他借用的。萧青雨淡淡的点头，声音清冷，也不是没有办法。如果他能在天骄会上拔得头筹，便能向宗门提出一个要求。啥？王长老人傻了。叶浪昨天才开始修炼，而天骄会3天后就要举行了。这种话也幸亏是萧青雨说的，如果换了别人，他非但好好嘲讽上一个时辰。你丫的将牛逼都吹肿了。什么？他真是天才。道宗大长老季伯达听完赵望的汇报后惊讶了一声。赵望摇头，不，他是废物。哦，我也是废物。师父，你也是废物。季伯达胸腔的那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总之，我要向叶浪师弟看齐，认清自己，努力追上他的步伐。赵望握紧拳头道。季伯达看着赵望，满眼疑惑，又摸了摸他的额头，这也没烧啊，怎么净说胡话？算了，不管那小子了，这几天你好好准备，一定要在天骄会上拔得头筹，也让为师在其他几位长老面前长长脸。天骄会？那叶浪师弟会参加吗？赵望问道。按理来说，那小子作为萧青雨的首徒，应该是要参加的。不过，一个炼气境参加了又能怎样？赵望眼中闪过一抹惧意，有叶浪师弟在，我怕我只能第二了。听到这话，大长老直接给了他一脚，怒气不争道：你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怕他？叶浪不过是道宗第108代弟子，你是107代的，给老夫振作起来，听到了没？说完，他取出一枚金色丹药，丹药上有4道淡青色丹纹，足见其价值不菲。这是天阶破境丹，你拿去用了吧。赵望有些惊讶道：师父，这太珍贵了，徒儿未立寸功，受之有愧。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婆婆妈妈的，要是你能在天骄会上给我长脸，天阶丹药算个屁。赵望无奈，自己这师傅什么都好，就是攀比心太重，处处都想赢。尤其得知萧青雨也收了个徒弟后，无时无刻不在担忧萧青雨的徒弟把自己徒弟给比下去，徒儿必将全力以赴。定，恭喜宿主突破，宿主目前境界炼气5重。定，闪转腾挪熟练度+1+1，恭喜宿主闪转腾挪大成，又提升了。叶浪尝试施展了一下闪转腾挪，嗖的一声，他一步迈出，便是跨越了数千米。他满意一笑，以后就算打不过别人，也能跑得过。就在他嘀咕之际，忽然一道清冷悦耳的声音自身旁响起：就这点出息。话音落下，一阵香风袭来，萧青雨出现在了眼前。看到突然出现的萧青雨，叶浪不由一愣，这个女人真是够神出鬼没的，枸杞少喝点，补多了对身体也不好。突然萧青雨说了一句，叶浪看了看手中的茶杯，默默地将其背在身后。话说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最近要认真修炼，3天后你去参加天骄会。叶浪点点头。你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可以现在问我。萧青雨瞥了一眼叶浪，淡淡的道：那个，我有话直说。叶浪深吸了一口气，大声喊道：师父，我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听到此话，萧青雨心神微微一颤，心脏仿佛被一只手揪住一般，难以呼吸。这些天他努力的想要忘记那段疯狂缠绵的记忆，只当是睡觉时做的一个春梦，但没想到叶浪会在这时将话挑明说了出来。一时间萧青雨哑然，不知道该做什么回答。他沉默几秒后淡淡地道：我志在大道，无意沾染红尘，所以你只能是我徒弟。好了，你好好休息吧，我走了。说完，萧青雨头也不回的离开，消失在了叶浪的视线内。无意沾染红尘吗？那师父，你脸红什么？叶浪喃喃道。虽然心中有些失落，但他隐隐觉得
萧青雨刚才所说的话并不是真心话。时间一晃，2天过去了。圣女宫中，萧青雨听着于小婉的汇报，不由柳眉微皱。你说叶浪这2天什么都没干，只是散步和喝枸杞茶。是的，大师姐。于小婉嘿嘿一笑，心情说不出的愉悦。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一个比他还要懒的人了。下次再有谁说他修炼不努力，他就可以挺起小胸脯，理直气壮道：你看看叶浪，他比我还懒，他不好好修炼想干什么？萧青雨放在腹部的一双玉手下意识地攥在一起，难不成是我的话打击到他了，让他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想法？这可怎么办？于小婉眨了眨眼睛，好奇地看向萧青雨：师姐，你嘀咕什么呢？他才没有自暴自弃嘞，我听说他每天都要吃6顿饭，苦是一点不瘦，饭是1顿不少。行，我知道了，你下去练功吧。于小婉走后，萧青雨揉了揉眉心，这家伙跑这儿享福来了，我是不是该去激励他一下，劝他好好修炼，不能沉溺享受？不行，萧青雨，你记住，你已经下定了决心，不能再和他有什么接触。偌大的寝殿内，萧青雨一个人自言自语，精致的五官都皱在一起，绝美的脸上写满了纠结。可不管怎么说，叶浪在他心中的位置还是有些特殊。他最终没能说服自己，起身从圣女宫离开，去了叶浪的住所。我只是在尽一个师傅的职责，如果他真的不想继续修炼，那给他点零食，让他去到宗附近的村庄城镇安度余生就行了。萧青雨暗暗想到。落魄楼，叶浪喝完一杯枸杞茶后，叮，恭喜宿主突破，宿主目前境界炼气6重，叮，赤火焚天掌熟练度+1+1，赤火焚天掌大成。突破后的叶浪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这大成的掌法。他在四周看了看，发现不远处刚好有一块几十米高的巨石。他走上去，距离巨石10米处站定，旋即抬手轰出了一掌。巨大的掌印在空中显化，赤火环绕，一瞬间周围的温度都上升了10几度。砰！碎石迸溅，几十米高的巨石被叶浪一巴掌拍成了一地碎石块。不错，如果我再和赵望来一场对决，凭借这掌，哪怕他是筑基境，我也能打破他的护盾。这巨大的动静瞬间吸引了路过弟子的注意，看见这一幕，一个个目瞪口呆，下巴都快砸在了地上。好强的攻击！他的赤火焚天掌难道已经大成了？才几天时间，这不可能啊！道宗的弟子皆是用看怪物的眼神看向叶浪，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叶浪师兄，我苦练5年，却还没有入门，您能指导一下我怎么修炼赤火焚天掌吗？这时，一名弟子鼓足勇气走向叶浪，一脸紧张道：对，请叶浪师兄指点我们。周围弟子立即附和，他们都修炼了赤火焚天掌，但几年过去，却连门槛都没摸到。好啊，你们演练一遍，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叶浪极为大方道。几名弟子欣喜万分，演练起来。看完后，叶浪眉头一皱，心中暗道：他们的赤火焚天掌存在漏洞啊！几人在演练赤火焚天掌之时，露出的漏洞一模一样。这样看来，不可能是个人领悟出错，而是功法上出现了错误。叶浪师兄，你看怎么样？几人紧张兮兮道：有些漏洞，我帮你们指正一下。叶浪也不废话，当下就指出了几位弟子掌法上的错误。经过叶浪的指正后，几位弟子再次进行演练，惊喜地发现掌法的威力的确变强了许多，甚至其中一名弟子还产生感悟，摸到了赤火焚天掌入门的门槛。多谢叶浪师兄！弟子们高声喊道。他们离开落魄楼，路上开始讨论起了这件事。一开始我以为叶浪师兄是个废物，没想到他才是真正的天才。是啊，还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经过师兄的指点后，我感觉再有1年时间，我就能赤火焚天掌入门了。是啊，我觉得叶浪师兄比长老和圣女讲的都好。几人讨论间，萧青雨从大殿走了过来。他本想督促叶浪认真修炼，一来就看见几人窃窃私语，你们不去修炼，却在这里闲聊偷懒，想被责罚吗？萧青雨认定几人正在偷懒，冷冷开口道。几名弟子听到这个声音，顿时一个机灵。见过圣女。几人愁眉苦脸地转过头，对着萧青雨行礼道。因为害怕被责罚，几人慌忙解释道：圣女，我们并没有偷懒，刚才叶浪师兄指点了我们修炼，我们正在研习回味。萧青雨明显不信，偷懒就偷懒，还找借口？找就找了吧，可至少也能找个靠谱的借口啊。叶浪才修炼几天，他指点你们修炼，完呢？于是冷笑一声道：好啊，那你们说说，叶浪都教什么了？回圣女的话，叶浪师兄独具慧眼，看出我们的赤火焚天掌存在漏洞，便帮我们纠正了一番。萧青雨顿时有些迷糊了，
叶浪竟然敢叫赤火焚天掌，问题是他自己学得明白吗？你们演练一番赤火焚天掌。几名弟子点头，当着萧青雨的面，按照叶浪指点的方法重新演练了一遍。他们的掌法之中有几处似乎和赤火焚天掌稍有出入。萧青雨疑惑皱眉，但他们现在的掌法相比之前似乎更为凌厉强大，难不成是赤火焚天掌本身存在错误？萧青雨的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顿时一惊。他在心中开始推演赤火焚天掌与弟子们演练的叶浪纠正版相比较。很快，这萧青雨心中翻腾，有些说不出话来。赤火焚天掌竟然真的存在漏洞，一直练到现在，他没有发现，道宗的那些长老们也没有发现，现在却被一个只练了几天的弟子发现了。萧青雨感觉自己心中一阵恍惚，对叶浪的印象彻底发生了改变。很快，萧青雨风风火火地来到落魄楼，瞧见悠闲躺在椅子上的叶浪，仅一眼，萧青雨便看出他的境界，炼气6重。2天的时间，他又突破了一个小境界。关键是，他不是一直没修炼吗？那修为是从哪里长出来的？萧青雨心中更加确信叶浪拥有特殊体质，他是个怪物。师父，你有何事？发现萧青雨来了后，叶浪从椅子上起身，走向萧青雨。萧青雨的额头上出现几缕黑线，他总不能说看你太懒惰了，2天突破一个境界，为师督促你认真修炼吧。那太小丑了，2天突破一个小境界，放眼9州大陆都是屈指可数的绝世天才。于是萧青雨淡淡的说道：明天便是天骄会，我来提醒你，不要忘记参加。叶浪点了点头，思索一阵后道：那我拔得头筹，师父会给我奖励吗？你想要什么奖励？功法、丹药还是武器？萧青雨问道。叶浪摇摇头，接着目光灼灼地盯着萧青雨看。你不会想要我吧？萧青雨给气得脸色涨红，直接赏了叶浪一个板栗逆徒。叶浪捂住脑袋，站在原地也不说话，就一直看着萧青雨。空气安静了几秒，最后还是萧青雨先轻叹一声，开口道：你要是能拔得头筹，并在1个月内突破元婴，那我就什么？就答应你一个条件。说出这话后，萧青雨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脸蛋变得滚烫起来。此时微风轻轻吹拂而来，叶浪看着眼前萧青雨飘动的裙摆，忽然心神一动。他的视线顺着衣衫往上，可以看到一些修长的大腿，以及那衣料紧贴着丰满的丰峦，无比迷人。萧青雨看着他不规矩的视线，下意识地按住被风吹乱的裙摆，遮住自己露出的大腿。他微恼道：你在看什么？叶浪微笑道：师父真好看。萧青雨神色羞恼，刚要出言教训，叶浪便说道：等我突破元婴。萧青雨没好气道：你突破元婴，我也能一巴掌拍死你。从落魄楼离开后，萧青雨又去找了大长老，他需要把叶浪的天赋以及赤火焚天掌存在漏洞的事告诉对方。半炷香后，宗门大殿内，大长老，叶浪的天赋好像有点古怪。萧青雨的声音响起。大殿当中，大长老正在计划着明日天骄会的事情。听到萧青雨的声音之后，大长老不由从思绪中醒来。圣女，你收的徒弟是个废柴，灵根差到极致，老夫早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一遍。大长老起身，微微皱眉道：废柴？叶浪是绝世天才，他的天赋好到逆天。萧青雨掷地有声道：哈，好到逆天？老妹，你搁这吹牛逼啊？大长老愣住了。圣女，老夫可不是3岁小孩，你骗不了我。大长老看向萧青雨，他10000个不相信，叶浪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劣等灵根的废物弟子。见对方不信，萧青雨立即问道：大长老可知叶浪目前境界多少了？炼气4重呗。几天前大长老听自己弟子提到过。错，他炼气6重了，而且只用了2天时间。什么？大长老瞪大了眼睛，语气微微发颤。2天时间突破了2个境界，这真假？萧青雨又问道。前几天我让他修行赤火焚天掌，大长老可知他领悟到哪儿了吗？几天时间，领悟了。大长老咽了咽口水，难道这小子真是一个天才？入门？大长老大胆猜测道。大长老大胆的猜。萧青雨摇了摇头。小成。大长老的身体开始颤抖，感到不可思议。再大胆点。萧青雨依旧摇头。哇靠！圣女，你不要吓老夫啊！大长老不敢猜了。大成，这不可能啊！赤火焚天掌他也会，所以他知道这门神通领悟难度有多大。当初他钻研苦修600年才勉强大成，因此几天时间能入门，他都觉得是天才。
更何况大成还是几天，这哪里是天才，这是仙人转世重生吧？大长老，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刚刚我遇见几名弟子，他们向我演练了一遍叶浪指点过的掌法，你猜怎么着？怎么着？他发现了赤火焚天掌中的漏洞。萧青雨说完此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赤火焚天掌不仅大成了，还能指出神通中的漏洞。大长老彻底傻眼了，他难以想象叶浪的天赋究竟有多高。可他是劣等灵根啊，难道有特殊体质？大长老忽然道。萧青雨点了点头，道：明日天交会，如果他拔得头筹，希望大长老能准许用天机盘测一下他的体质。好，如果叶浪真像圣女说的那么逆天，老夫就准许此事。大长老心中忽然期待起来，难道说我道宗要出一个绝世天骄了？翌日清晨，叶浪按照约定来到道宗广场，没想到来晚一步，没坐了。你们说这次的天骄会谁会是第一？忽然叶浪听到旁边有几人在交谈，那还用说吗？肯定是大长老的徒弟赵望师兄啊！听说赵望师兄昨日突破，已经是筑基2重了。呵，你们的消息这么滞后吗？你们难道不知道圣女刚收的徒弟一掌打退了赵望师兄吗？你说叶浪师弟，我挺看好他的，若是他能将赤火焚天掌炼至大成，说不定能赢。听到这些话，叶浪摸了摸下巴，稳了。裁判席上，道宗12长老和圣女萧青雨已经入座，各自交谈。这时大长老站起身，朗声喊道：我宣布天交会正式开始。话音落下，便有一道身影飞向了广场中央的擂台，正是赵望。他朝四周拱手道：在下不才，愿抛砖引玉，请大家赐教。好，让我来领教一下赵望师兄的高招。请。毫无悬念，赵望轻松赢得了比试。接下来又有不少人冲上擂台与赵望比试，但结局都是赵望获胜。筑基2重的境界在这届外门弟子当中已经算极高的了，若是碰不见掌握高深神通的弟子，赵望拔的头筹就是板上钉钉。看见这一幕，好面子的大长老脸上的笑从没停下来过。各位，这是我徒弟啊！哎呀，我这徒弟也真是的，学艺不精就跑上来露脸，献丑了献丑了，我来试试。这时人群之中，一道黑影跃上擂台，来人一袭黑衣，眼神阴雾，身上也散发淡淡的阴冷之气，竟也是筑基2重。你是？赵望疑惑道。宁雄，一介无名小卒罢了。说话间，宁雄一拳轰出，迅猛如凶虎下山，霸道无比。赵望抬手使出波云掌应对，本以为能接住对方的这一拳，然而下一秒，喷虎形拳风竟然轰碎了赵望的掌印，且霸道拳风不减，将赵望直接轰下了擂台。裁判席上，大长老脸上笑意顿时消失，猛拍桌子站起，道：这他娘的是谁？他不是我道宗弟子，天阶神通黑虎拳法，这是撼天拳宗的神通。闻言，大长老当即勃然大怒，不是我道宗的弟子也敢来参加天交会？我看你是茅厕里打灯，找死！宁雄身份被拆穿，但他毫无惧色，反而冷冷笑道：道宗作为天下一大宗门，没想到门下弟子实力这么菜，未免让人失望。妈的，敢辱我道宗，老子一剑劈了他！都让开！我使臭，塞他嘴里！擂台底下一众道宗弟子纷纷愤怒出声。然而这时，天空之上突然响起一声大笑，其中蕴含磅礴的威压，震得在场弟子心神一阵恍惚。只见一个黑袍老者从天而降，稳稳落在了众人面前。季老哥，好久不见了，这是我新收的弟子，一直嫌俺们全宗弟子太弱，不够他打的。这不，得知道宗举行了天交会，我带他来见见世面。我们同为正道宗门，想必你也不会生气吧？闻言，大长老气得直咬牙，却也无可奈何。为了道宗的名声，大长老压下怒火，目光扫向擂台下的弟子，道：有谁想试试？一时间，不少弟子都低下了头。他们连赵望都打不过，又怎么打得过宁雄？看见这一幕，大长老内心莫名生出几分失落。难道我偌大的道宗，到如今真落魄至此了吗？那个，我能试试吗？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众人顺着声音看去，只见一直站在台下的叶浪慢慢走上了擂台。哦，终于有人来了。宁雄玩味地看着叶浪，发现后者才练气6重，不由得面露嘲讽，大笑道：这位师弟，你是有啥想不开的，故意上来找死的吗？你退下，这里哪有你的事？练气劲凑什么热闹？大长老脸色严肃，对叶浪道。话虽然不好听，但见叶浪能在这种时候为宗门挺身而出，他对叶浪的形象开始有所转变。虽然是劣等灵根，但有担当，有勇气，也是个好孩子。也正如此，大长老才不让叶浪上去。
这次丢人就丢人吧，至少人还活着。大不了等汉天全宗举行比试的时候，他也带个厉害点的弟子跑去砸场子。还没打过，大长老怎么知道我打不过他呢？叶浪淡淡的道。这还用比吗？实践出真知。说着，叶浪师展出大成闪转腾挪，身影如风，眨眼间便登上擂台，在宁雄10步处站定。这小子，老夫对他倒是有些欣赏起来了。大长老说道，看向叶浪的眼神中多出了一抹喜爱。继兄，那你可得快点好好欣赏，毕竟我这徒弟下手没轻没重的，一个练气6重的弟子，说不定一拳就给。哈哈哈！络腮胡老者得意大笑，眼神戏谑到这时，萧青雨慢慢站起身子，一袭白袍衬得他气质尤为清冷，仿若9天上的明月，令人莫名生畏。他目光如刀，死死盯着那络腮胡老者，声音淡漠，如见锋芒。李自牧，如果我的徒弟出了事，哪怕你是汉天全宗的大长老，我也会一剑斩了你。此言一出，李自牧的笑声戛然而止，旋即目光闪躲，不敢和萧青雨对视。嗨嗨，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会是萧圣女的徒弟，还请萧圣女放心，我这徒弟出手最懂分寸，只分胜负，绝不伤人。萧青雨没有再理他，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叶浪身上。此刻擂台之上，两人四目相对，一人面露愤怒，一人却是不以为意的脸带笑意。都这个时候了，他还笑得出来。看到了叶浪一副丝毫不将自己放在眼里的姿态，宁雄怒了，擂台下的众多弟子也愣住了。一个练气6重，一个筑基2重，这怎么打得赢？叶浪师弟糊涂啊！不管怎么说，叶浪师弟敢登场，单单这份勇气就值得赞许了。希望他能赢吧，虽然希望不大。众人虽然不认为叶浪能赢，但还是在心里为他默默加油。你先出手吧。宁雄不屑一笑，对付废物，他觉得动动手指可能就将其击败了。那我不客气了。叶浪脸上依旧挂着淡淡的笑容。在万众瞩目之下，叶浪抬起了手，摆出了一副战斗姿态，灵力孱弱，气息不定，站姿拉胯，看来你战斗经验少得可怜啊。宁雄犹如高手一般对叶浪指指点点。闻言，叶浪的双眸之中爆射出一抹金光，掌法虽然普通，但灭你足矣。一掌随即轰出，体内灵力沸腾，倾泻而出，汇于手掌，大成赤火焚天掌。只见那一缕掌风化作漫天赤焰，赤红色的光华覆盖了整个擂台。隐隐之间，在叶浪的身后还出现了一尊高大的宛如仙人般的虚影，散发玄奥而恐怖的气息。这竟是神通异象。宁雄瞳孔一缩，极度骇然。神通异象，在场所有人都坐不住了，纷纷惊呼大叫起来。唯有将荒阶以上的神通炼制大成，才有可能出现神通异象，但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荒阶神通本就奥妙无比，难以修炼，10几年苦练可能都入不了门，更别谈大成。哪怕是元婴境修士都很难掌握一门大成的荒阶神通，可他们现在却在一个练气6重的少年身上见到了。面对叶浪的这一掌，宁雄被吓得脸色惨白，他竟然在这一掌上感受到了浓浓的死亡气息。心神震慑之下，他急忙轰出一拳，堪堪入门的天阶神通黑虎拳法，赤焰瞬间将他淹没，他甚至来不及闪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浪的这一掌轰在自己的胸口上，而在掌风的冲击下，他的筑基护罩当场就被粉碎。砰！下一秒，宁雄一口鲜血吐出，身体犹如遭受到了重击一般，猛地倒飞出去，而后重重地砸在地上，砸出了一个深坑。而此刻的他胸口凹陷下去，骨头与五脏六腑都被震碎。筑基2重的宁雄被一掌秒杀。全场寂静，叶浪一掌落下，换来的却是无声的沉默。广场上，道宗的一群长老都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叶浪的背影，久久无言。赤火焚天掌，这可是连他们都没有炼制大成的荒阶神通啊！而整个道宗也只有2个人会此神通，一个是精通掌法的大长老，另一个则是道宗圣女萧青雨。一群长老看向高位上的大长老，询问式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大长老，叶浪的赤火焚天掌真大成了吗？何止大成，距离圆满也只有1步之遥。大长老双眼中迸射出一道金光，此刻他看叶浪的眼神就像是痴汉看绝世美女一般。嗨嗨，大长老是不是该宣布结果了？叶浪干咳几声说道。对，我宣布这场比试，道宗弟子叶浪获胜，汉天全宗宁雄被一招秒杀。说完话，大长老感觉自己腰杆子都直了不少，阴阳怪气对全宗大长老说道：老弟啊，不是老哥说你还得练，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就带了这样一个弟子出来呢？不过这年轻人其实也不错，倒头就睡，不错。全宗大长老脸色难看，那表情像是吃了屎一样。
他不敢继续待下去，托起宁雄后便直上云霄，离开了道宗。大长老还很欠揍的朗声喊道：“下次记得多带点弟子啊！”大长老，这次天骄会也进行不下去了，你觉得哪位弟子是第一呢？这时萧青雨淡淡的问道。自然是叶浪了。大长老犹豫几秒后说道：“我们也同意。”一旁的长老点头附和，广场上的所有弟子也大声欢呼起来，高声呼喊着叶浪的名字。毕竟叶浪展现出来的实力和天赋让人不得不服，叶浪师弟真是深藏不露，不同凡响啊！假以时日，他必定是我道宗的顶梁柱。而且我看他越看越帅了呢。师弟，你一个男的说这话不太合适吧？这一刻没人再觉得叶浪只是一个劣等灵根的废柴，在他们眼中，叶浪已经有着无限可能了，极有可能几十年后道宗会出现一位名动大陆的掌圣。听着长老弟子对他的夸赞，看到不少女弟子冲他抛媚眼，叶浪也有些小骄傲，插会儿腰，可把我牛逼坏了。那个叶浪，既然你是此次天骄会的弟子，我宣布你直接晋升内门弟子，而且你还可以向宗门提出一个要求，你现在想好了吗？他想借用一下宗门的天机盘。就在叶浪准备开口之际，萧青雨抢先替他回答道。大长老与其他几位长老交换了一下眼神，点头道：“好，这个要求我们答应了。”闻言，萧青雨领着叶浪径直走向存放天机盘的宫殿方向，一众长老紧随其后。几分钟后，一众人来到了宫殿内。大殿前方有位儒雅的老者盘腿而坐，闭目养神。老者身后是一座圆桌大的天机盘，天机盘中心摆着一颗菱形晶石，是支撑天机盘运转的能源石。看到萧青雨和长老们进来，这老者起身行礼：“圣女，几位长老，你们来我这做甚？难道是外界又出现了神秘秘境，需要老夫帮忙测算一二？赵长老，请用天机盘测验一下他的资质。”萧青雨虚抬玉手，指了指叶浪，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冰冷。赵长老对圣女这冰冷的态度也早已习惯，反正圣女对谁都这样。但秉承公事公办的原则，赵长老摇了摇头：“圣女，此事不可。天机盘启动一次需耗费不少能量，岂能为了验一个弟子的资质就启动天机盘？圣女，你直接领到老王那里，让他测验一下灵根不就好了？”萧青雨没有言语，而是扭头看向了大长老，意思是我不想说话，你来说。大长老无奈苦笑一声：“他是这次天骄会的冠军，老赵你就验一下吧。”什么？他炼气6重，天骄会冠军？赵长老面露诧异，心中极其不解。难道说我道宗的年轻一代已经废成这样了吗？那老夫就验一次吧，难不成你们怀疑他有特殊体质？说着，赵长老朝叶浪招了招手，解释道：“伸出你的左手，放在天机盘上。”按照长老的话，叶浪将手放了上去，顿时所有人都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目光都是落在了天机盘上。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天机盘只是震动一下便没了动静。长老，这是测完了吗？我是什么体质？叶浪期待地问道。赵长老猛猛地眨了眨眼睛，如果老夫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啥体质也没有。听到这话，叶浪大失所望，怎么会这样？这一变故也让所有人愣住了。萧青雨皱了皱眉头，不禁怀疑是不是自己猜错了。可若是没有特殊体质，仅仅只是劣等灵根，如何能在短短几天就修行至炼气6重？又如何能领悟大成荒阶神通？看到叶浪没有特殊体质，大长老和其他长老都是摇了摇头。圣女，拥有特殊体质的人百年难遇，你还是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了。你放心，哪怕叶浪没有特殊体质，我们也会将他当作重点弟子培养的。师父。叶浪看见萧青雨眼中的失落，内心产生了自责。萧青雨露出一抹微笑，鼓励道：“没事，还是那句话，只要刻苦修炼，一切都有可能。行了，测也测完了，你们可以走了。”然而就在这时，天机盘突然剧烈晃动起来，中央的菱形晶石大放光彩。最重要的是，光不是黄色，也不是紫色，而是5颜6色。整个大殿仿佛被披上了一层七彩霞衣，光芒照射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看到这一幕，众人面面相觑，惊骇不已。这是什么情况？刚刚晶石还没什么反应，可现在为什么又变得5颜6色了？难道天机盘坏了？还是说叶浪真有特殊体质？搞不清楚情况的众人只得将目光看向了负责测试的赵长老身上。赵长老也是瞪大了眼睛，满脸懵逼。坏是不可能坏的，你们死了这东西也不会坏，这小子一定是觉醒了什么了不得的特殊体质。老夫用了天机盘一辈子，还从未见过如此光芒，这到底是什么级别？诸位等等，容某翻书查查资料。惊骇之下的赵长老
从怀里掏出一本古籍，当着众人的面翻找起来，似乎想找到与叶浪散发光芒相对应的体质。众人屏气凝神，紧张地等着赵长老的答案，连萧青雨都是一副紧张的模样，一双玉手不知不觉间紧紧攥在一起。几分钟后，赵长老找到了记载，猛地一声尖叫，脸上写满震撼，情难自禁地惊吼了起来：“我找到了！我操，这小子竟然是这等体质！”嘶嘶，看着那一脸儒雅的赵长老，居然被惊得五官扭曲。众人面面相觑，不禁伸直了脖子。老赵淡定点，别抽过去了，快说说他是什么体质，哪怕是低级特殊体质也行啊。大长老被吊足了胃口，忍不住开口问道：“要知道，特殊体质也有低级、中级、高级之分。老纪，他可不是低级体质，难不成还能是高级体质？”我道宗又要出一个合体境强者了。当年圣女觉醒了通灵剑体，修行几百年便迈入合体之境，震慑四方。如今叶浪也是高级体质，看看以后谁还敢说我道宗年轻一代无人。大长老惊喜不已，爱才之心又一次升起。不过赵长老依旧摇头，眼神从震惊缓缓变成了凝重。不，也不是高级。大长老可曾听说过还有一种体质比高级体质还要可怕？闻言，大长老皱了皱眉，不知想到了什么，瞳孔猛然放大。你是说超越高级，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级体质？赵长老点了点头，将古籍摊开。没错，你们看，根据记载，天机盘在史上只出现了一次这种情况，那次情况便是检测到了传说中的神级体质混沌体。听到这话，大殿众人彻底不淡定了，全都震惊的大叫起来。什么？传说中的混沌体？就是那可以无限突破的特殊体质。混沌体，但凡修行中人都听说过，乃是世间最变态的特殊体质之一。普通人修炼到一定程度，都会遇到生死瓶颈，要么突破，要么老死。而混沌体不然，永远不会遇到任何瓶颈。换句话说，只要资源足够，就能无限升级。赵长老麻木的点了点头，端起古籍，一字一句的念了起来。据记载，上次出现这种体质，还是在数万年前的道宗初祖身上。你们都听说过我道宗初祖的传奇事迹吧？50岁步入洞虚，笑傲世间无敌手。没想到万年后的今天，我道宗居然又出了如此神体，真是天佑我道宗啊！赵长老感慨不已。众人听完后也是心神向往，目不转睛地盯着叶浪，他们好似看见了一颗耀眼的星星从眼前冉冉升起。叶浪双手叉腰，傲然地抬起头：“师父，我厉害吧？”萧青雨本来还挺替叶浪开心的，听到这话，再看到叶浪一脸的得瑟，顿时冷下脸来，啪嗒，直接赏了叶浪一个板栗。再厉害，我也是你师父，给我回去修炼去。天骄会议结束，有关叶浪的事迹像长了翅膀的鸟，迅速传遍整个道宗。不少弟子都是将他当作修行路上的偶像和动力，更有甚者还特意画了画像，挂在房间里，再点上几根蜡烛，摆上几碟水果，准备以后1天拜2次。离开大殿后，叶浪走在路上，脚步轻快，沿途遇到的一些弟子都在热情地向他打招呼。快看，是叶浪师兄哎！叶浪师兄好呀！叶浪师兄，你好帅啊！不少女弟子都冲着叶浪抛媚眼，声音娇滴滴的，让人听着心里很舒服。一口一个叶浪师兄，听得叶浪不由得抬头挺胸，走路都带风，他也笑着朝别人点头示好。在一声声师兄中，差点迷失自我的叶浪来到了天元殿。这里灵气充沛，不少弟子都是在这里修炼。萧青雨交给了叶浪一个任务，便是在天元殿闭关3天，突破炼气7重。本来叶浪是不想来的，让他在天元殿闭关，还不如把他扔进温泉里，喝着喝着，说不定就突破了。最好是仙子师傅沐浴过的温泉。但萧青雨上纲上线，扬言叶浪不去，就要动用师门规矩，狠狠惩戒他。叶浪只好来这装装样子，找了个地方，然后盘腿坐下，按照青莲心经的功法开始修炼。好快的灵气吸收速度，我要是有他1%的修炼速度就好了。天元殿内，不少男弟子女弟子的目光放在了叶浪身上，感受到不少的灵气进入他的体内，不少人羡慕不已，要是他们有这速度，何苦几年都突破不了一个境界？这就是叶浪师兄的实力吗？叶浪师兄恐怖如斯，不少人都是羡慕的咬碎了后槽牙。过了一会儿，叶浪睁开了眼，眉头微皱，轻喃了一声：“这速度不够快啊！”此言一出，所有人都傻眼了。这还不快啊？灵气都跟赶着投胎似的往你体内窜，还不满足？比我喝水修炼慢多了。叶浪嘟囔了一声，内心对青莲心经这门羽级功法感到很失望。青莲心经，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要是让在场众人听到叶浪的心声，怕是都要
被气吐血了。这时叶浪站起身离开了天元殿。很快叶浪又回来了，还搬来了一个高约5米的大水缸。众人都是好奇地看着他，不明白叶浪这是要做什么。难道说叶浪师兄想给我们演示一种很新奇的修炼方法吗？正当众多弟子满怀期待地等着叶浪下一步动作时，叶浪却自顾自地泡起了茶，慢悠悠地喝了起来。众人时间一晃而过，看了这么久，围观的弟子们也彻底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叶浪师兄真的很能喝水，而且喝的还是枸杞茶，需要这么补吗？我计算过，叶浪师兄喝完一杯枸杞茶最快耗时4分钟，最慢耗时10分钟，平均时间是6分钟。上厕所的频率是半个时辰一次，一次平均用时37秒。哇塞，叶浪师兄好持久啊！你不对劲。就在这时，叶浪身上的气息陡然一变，便是由炼气6重突破到了炼气7重。不少弟子看见这一幕，一个个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内心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什么？叶浪师兄突破了？他什么时候修炼了？难道说喝水真能增加修为？各位，我去试试。2个时辰后，那人黑着脸回来了。我试过了，除了尿变多、憋得慌外，没有任何用。砰！这时叶浪的身体又发出了一道声音，这炼气8重了。众人彻底傻眼了，一个下午直接突破了2个境界，还是靠喝水突破的。就想问，还有王法吗？师父交代的任务完成了，我是不是可以离开了？叶浪看了看水缸，里面还剩下一点水，还是一鼓作气突破筑基吧。叶浪继续喝起了茶。过了一会儿，叮，恭喜宿主突破，宿主目前境界炼气9重。又过了一会儿，就在叶浪喝完最后一杯茶后，他整个人的气息顿时大变，紧接着一股庞大的吸力猛地从他体内爆发，一下子天元殿不少灵气瞬间消失，皆是涌进了叶浪的体内。从炼气突破筑基需要耗费大量的灵气，在体内凝聚类似地基的灵力基台，灵力基台越牢固，实力也就越强。此刻叶浪周身灵气汇聚，犹如身披银辉，璀璨至极，犹如龙吸水般将天元殿内的灵气不断吸入。天哪，叶浪师兄吸收这么多灵气，他得铸成多大的灵力基台？这么多的灵气，还不得把叶浪师兄撑得满满的？叶浪师兄的身体真吃得消吗？不少弟子惊呼道。道宗议事大殿内，此刻萧青雨、季伯达等长老都汇聚在这里。季伯达作为大长老，率先开口道：我决定必须要倾尽宗门之力，全力培养叶浪。这话一出，众人思考几秒后，赞同的点了点头。还要提防其他势力的不轨之心，最好派长老贴身保护叶浪的安危。有人提议道。这时萧青雨淡淡的开口：这就不必了，我会保证他的安危。闻言，众人便不再多说，显然他们都知道萧青雨的实力有多么恐怖。大长老摸了摸胡须道：圣女，你要好好督促叶浪的修行，争取让他在1个月内突破筑基。我已经让他去天元殿闭关修炼了。那就好，不过也不能逼得太紧，如果1个月突破筑基有些勉强，3个月也。圣女，大长老。突然大殿外响起了一名弟子的喊声：叶浪师兄他突破筑基了。什么？听到此话，在场所有长老都震惊了。那弟子继续道：叶浪师兄已经吸光了天元殿所有的灵气，但他的筑基还没有结束。糟了！萧青雨心头一紧，连忙闪身去了天元殿。此刻天元殿中，只见无数灵气汇聚成片，源源不断地汇入了叶浪的体内。很快天元殿的灵气被榨干了，真的一滴都不剩了。一群弟子瞪大了眼睛，一脸蒙圈。天元殿内的灵气据说是通过阵法来调动的，每日凌晨自动刷新，灵气容量足以支撑上千名弟子一起修炼。而此时磅礴的灵气却被叶浪一人吸收得干干净净。我的灵力基台还能再打，可没有灵气了怎么办？这里的灵气也忒少了吧？叶浪睁开了眼睛，眉头微皱。没错，吸收了天元殿中所有的灵气，他的灵力基台还是没有筑好。听到了叶浪这句话，周围弟子一愣，愣在了原地。那可是整个天元殿的灵气啊，如此庞大，居然还不够你突破筑基。坐回去继续筑基。就在这时，一道清冷悦耳的声音响起，紧接着磅礴的灵气从四面八方出现，再次涌进了叶浪的体内。是，师父。叶浪看着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的白衣女子，不由惊愕道：集中注意力，全力筑基。说着，萧青雨伸出玉手放在了叶浪的胸口之上。霎时一股股灵气便是源源不断地冲入叶浪的体内。闻言，叶浪闭上双眼，再次借助灵气拓宽灵力基台。这家伙
就算是混沌体筑基，也用不着这么多灵气吧？萧青雨皱了皱眉，淡淡的看着眼前盘腿而坐的叶浪。轰！就在这时，萧青雨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庞大的吸力，正是从叶浪体内出现，正贪婪的吸收他释放出来的灵气。萧青雨一愣，眼中闪过了一抹惊愕，瞥了一眼叶浪，这家伙竟然还得寸进尺了，这是想榨干他？给你，都给你！萧青雨嘟囔了一句，接着合体境的强大气息全部爆发，轰！气浪瞬间传遍了整个道宗，无数弟子长老在这股强大的威压下，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目光敬畏地看向那一道倩影。这圣女竟然动用了全部力量！大长老眼中闪过了一抹惊骇，难道说叶浪筑基所需的灵气需要圣女动用全部的灵力？叶浪足足坚持了1个多时辰，期间萧青雨的灵气始终不断地输送进叶浪的体内，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是震撼不已。他们不由好奇起来，叶浪的身体到底能装下多少？大长老，你当初筑基时灵力基台有多大？二长老看向季伯达问道。哼，老夫当初也是一个100年不遇的天才，灵力基台足足有99米大。大长老冷哼一声，语气中充满了傲然。那是挺大的，不过应该不会有叶浪的大，毕竟他消耗的灵气实在太恐怖了。轰！这时四周灵气停了下来，叶浪缓缓睁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身上气势一变，赫然迈入了筑基境。师傅，我好了，你可以收回灵气了。叶浪拍了拍放在自己胸口的那只玉手，冰冷滑嫩，忍不住摸了摸。萧青雨一心只想知道叶浪到底有多大，并没注意到这家伙的小动作。你的灵力基台有多大？应该有400米大吧。叶浪内视自己的身体，回答道。什么？四周的人群听到这话，纷纷惊呼了起来，那表情就像凡人见了鬼一般震惊。400米？世间真有这么大的灵力基台吗？简直闻所未闻。若真是这样，叶浪绝对打破了九州大陆的修炼规则，创造了历史。你真有这么大？让我看看。萧青雨也有些不信，美眸中闪过一抹惊讶。旋即他将叶浪的上衣掀开，玉手触碰胸膛，神念涌入叶浪的身体，查看情况。嘶哈！感受到身体上那一抹冰冷的触感，叶浪哪里顶得住，感觉浑身难受，那里硬硬的。师傅，你的手有点凉。闭嘴！萧青雨轻喝一声，你还嫌弃上了？当神念进入后，萧青雨第一时间便被震惊了。只见一座恢宏庞大的灵力基台，安静地伫立在叶浪的体内空间中，真的有400米大。我的天，那他日后结金丹，金丹岂不是更大？萧青雨缓缓落下玉手，对众人开口道。他没说错。嘶！一时间，整个天元殿内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道凄凉气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向叶浪，内心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叶浪师兄，恐不如斯啊！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句话：麻雀啄了牛屁股，确实牛逼。这叶浪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大长老抚着胡须，哈哈大笑。这时，萧青雨那双美眸死死盯着叶浪，问道：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何突然就筑基了？叶浪挠了挠头，刚想吹嘘一下自己是多么的在努力修炼，只为不辜负师傅您的期待，要是可以还能再要点小奖励。但是这美好的幻想被一群大嘴巴弟子给破坏了。只见一群弟子大喊道：叶浪师兄资质逆天，喝水喝着就突破了。是啊，叶浪师兄就坐在这儿，啥事不干就哐哐的喝水，然后突破了，这等资质让我等佩服。哎，我要是能这样就好了，以后也不用从早到晚打坐修炼，还无法破境。听到这些话，叶浪嘴角不由抽搐了几下，内心大骂：就你话多是不是？你真是靠喝水突破的？萧青雨柳眉微皱，难以置信地问道。事已至此，叶浪只好点了点头。可天下怎么会有这种奇葩的事呢？大长老思索了几秒，沉声道：混沌体是传说中的体质，或许这就是混沌体的天赋。再什么天赋也不能喝水就突破啊！人家是天才，喝水突破怎么了？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专门为弟子叶浪凿一个大水池，供他喝水。所有人都听清楚没？还有，不准往里面撒尿。几日的时间过去，叶浪在道宗的地位直线上升，瞬间从只有劣等灵根的废物变成了冉冉升起的明日之子。特别是前几天被检测出混沌体，喝水突破筑基，筑成400米灵力基台的事，更是在道宗内传来传去，不少弟子都是成为了叶浪的忠实粉丝。落魄楼，于师姐别再喝水了，我感觉你都成水牛了。叶浪躺在椅子上晒太阳，
看着一旁的于小婉拼命往嘴里灌水，不由出声劝道：“凭什么？我不服！”于小婉双手叉腰，气呼呼地鼓起2个腮帮子，对自己不能喝水就突破感到不平。这段时间下来，叶浪与于小婉也是玩到了一起去，两人经常凑在一起聊天。至于为什么对象是于小婉，原因无他，只因于小婉是道宗弟子中最不喜欢修炼的一个，也只有他愿意陪着叶浪聊天吹牛。只不过叶浪的修为蹭蹭往上涨，已经突破了筑基3重，而于小婉一直原地踏步，修为丝毫没有长进。可这傻丫头依旧乐呵呵的，一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小婉还想让叶浪教她青莲心经，却是看见叶浪突然从椅子上蹭的一声迅速站了起来。叶浪的目光越过他的肩头望去，一个白衣玉立的身影逆光而立，站在了门口。他长发飘舞，眼神锐利，英气逼人。叶浪抚着额头，大拇指揉了揉自己的脸，心想完了，偷懒被当场抓包。萧青雨站在门口，怒气冲冲道：“叶浪，我昨天给你打了1缸水，你怎么还没喝完？”叶浪缩了缩脑袋，他现在看见水就浑身难受。自从那日喝水就突破的事被发现后，萧青雨无时无刻不在逼迫自己喝水，不喝还不行，喝不下也不行。你们可曾见过仙子拿把飞剑抵在你脖子上，逼你硬喝1大缸水的是吗？叶浪苦着脸道：“师傅，我这就喝，你别拔剑。”萧青雨看了他一眼，淡淡的道：“今天就别喝了，光提升境界也没用，神通也要熟练掌握。这几天你一直没修炼赤火焚天掌，今天就开始练吧，我陪你。”说着，萧青雨便站到了阁楼前的空地上。闻言，叶浪眨了眨眼，有抢迫喝水的前车之鉴。此刻他是万万不敢告诉萧青雨，他吃枸杞就能修炼赤火焚天掌这事。叮，触发系统随机任务，挨剑仙师傅的打。系统又有任务了，挨打还是挨师傅的打？这任务够变态的，我喜欢。用尽全力向我攻击。萧青雨说道。叶浪也不客气，闪转腾挪，赤火焚天掌，青莲之气直接上手，步伐如风，攻势如虹，强势的朝着对方攻去。他也不怕打伤萧青雨，毕竟对方的实力远高于自己。果然，萧青雨素手抬起，一道剑气弹出，便是轻松化解了叶浪所有的攻势。你赤火焚天掌已经圆满了。萧青雨美眸诧异，俏脸上浮现出一抹震惊之色。叶浪如实回道：“等等，你闪转腾挪也练到了圆满？”叶浪点了点头，萧青雨不由得暗自震惊，天哪，自己这是收了一个什么怪物徒弟？这时叶浪开口道：“师傅，不如你和我同境界比试一下，怎么样？”听到这话，萧青雨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冷笑道：“怎么，你还想打师傅？不，我只是想试试在同境界当中我的实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叶浪表示：“我只是想挨你打，来吧，我的师傅，狠狠蹂躏我吧。”好啊，那就让你见识一下你师傅的厉害。萧青雨欣然答应，他也是抱着敲打叶浪的心思，以防叶浪心气太高，不拿师傅当师傅。师傅，那你先出招吧。好。萧青雨觉得叶浪就是在故意挑衅他，如果他败了，指不定以后就会对他做什么。想到这，萧青雨当即认真了起来。他以指为剑，朝叶浪点出一道剑气，剑气纵横方圆数丈，气浪层层荡开，威力十足的同时，速度也是快到了极点。哪怕叶浪施展了大成闪转腾挪，也无法躲开，被剑气击中了胸口，跌倒在地。叮，能量点加5，目前能量点195，果然有用。叶浪心中一喜，接着迅速从地上爬起，继续和萧青雨对打了起来。萧青雨也不惯着他，使出一道又一道的犀利剑气，将叶浪一次又一次轰飞。终于在无数次挨打后，叮，任务完成。此次任务共获得能量点260，目前能量点450。看着不断上涨的能量点，叶浪乐开了花。要是以后天天能这样就好了，既能被师傅打，还能赚取能量点，爽。叶浪吐出一口气，忍不住大笑一声。而萧青雨看着喜笑颜开的叶浪，不由得沉默，自己不会把这家伙给打出病来了吧？还是说他本来就有些受虐的特殊癖好？叶浪看着眼神渐渐古怪的萧青雨，干咳了几下：“师傅别误会，我没有怪癖，不用解释，有也不丢人。可我真的没有啊，每个人都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修行了这么多年，我什么人都见过，我懂的。”萧青雨一副我见多了的样子。不，师傅你不懂。行吧，你说不懂，那为师就不懂吧。你还想挨揍吗？不了师傅，今天到此为止吧。那好，我明天再来。萧青雨看着躺在地上鼻青脸肿的叶浪，说完转身就离开了。
叶浪看着萧青雨远去的背影，摇头叹息：“好狠心的女人啊，把我弄成这样，说走就走了。”他也懒得起来了，躺在地上发起了呆。过了一会儿，叶浪忍不住喊道：“啥时候才能冲湿啊？”“你说什么？”突然，一道清冷的声音在叶浪背后响起。这声音吓得叶浪急忙从地上爬起来，心虚道：“师傅，你怎么又回来了？”“这是疗伤丹，清理一下伤口。”叶浪接过丹药闻了一下，有股淡淡的清香。叮，检测到天阶丹药疗伤丹，是否耗费20能2点简化？没想到简化系统真能简化丹药，那法宝是不是也可以？叶浪看了一眼能2点，足足有450个，他当即道：“简化，疗伤丹简化中，简化成功。疗伤丹等于糖丸。”叶浪先将手中的疗伤丹服了下去，痛楚立即少了几分，效果显著。他想着再去拿些糖丸，就在这时，耳边听见了萧青雨的声音，清冷悦耳：“伤好了。”叶浪心中微微感动，点了点头：“师傅，这丹药真好用。”闻言，萧青雨对叶浪露出了一抹笑容。在叶浪的印象中，这貌似是师傅第一次对他笑，师傅笑起来真好看。只是这抹笑意怎么越看越可怕呢？师傅，没事，我就先回去休息了。回想起自己刚才那句大逆不道的话，叶浪忽然感觉心中一颤。你刚才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萧青雨冷冷地问道。叶浪挠了挠脑袋，心中一惊，果然还是被他听到了。冲湿的想法被剑仙师傅发现，该怎么解释？在线等，挺急的。一时间，就连空气都陷入了沉默。叶浪甚至都能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一声声如肋骨。见叶浪不说话，萧青雨的笑容转瞬即逝。他忽然垂下长长的睫毛，神色有些复杂，内心产生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小子原来一直对自己心怀不轨，甚至居然还想冲他，真是个逆徒。如果换了别人，萧青雨早就一剑切他 JJ 了。但对于叶浪，他气恼之余，心中更多的是茫然与逃避，而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何。萧青雨看着叶浪，美目悠悠，轻声道：“我还记得赌约。”说完便是转身离开。叶浪望着身段勾人的师傅离开，心中突然燃起了一股劲。如果你1个月内突破元婴，我便答应你一个要求。想到这，叶浪就像打了鸡血一般，整个人都热热的。我要努力修炼。说完，叶浪给自己灌了一整壶茶，又炫了一大把枸杞。真是的，怎么越吃越热了？一晚上过去了，叶浪早早的起床，吃了几颗糖丸，昨日的伤势便彻底复原。如今赤火焚天掌已经圆满，距离出神入化境也只差吃几天枸杞的事。我得再学一门神通。想到这，叶浪当即施展闪转腾挪，朝着藏经阁掠去。整个道宗的范围极广，每一座山峰便是一座宫殿，大殿之间的距离相距甚远。对于不是金丹境的弟子来说，这段路程恐怕要耗费2-3个时辰。但叶浪不同，圆满闪转腾挪，一步便是上千米。几分钟后，便是来到藏经阁，见到了藏经阁的长老。对方认出了叶浪，极为热情地招呼道：“叶浪，你也来选取神通吗？别客气，直接上3楼。藏经阁一共有3层，越往上，功法神通的等级就越高。按理来说，外门弟子只能去第1层，内门弟子1年可以去一次2楼。至于3楼，只有凭借圣女或者长老的手令才能上去。但显然，叶浪不用遵守这些规则。听到藏经阁长老的话，周围弟子都是对叶浪投去了一抹羡慕的眼神。没办法，谁让人家是宗门的重点培养对象呢？更何况圣女还是他师傅，属于 buff 叠满了。叶浪对藏经阁长老拱了拱手，礼貌问道：“长老，我想请教一下，3楼有没有厉害的剑法神通？”这个原则上我是不能说的。再说了，有关剑道的神通，你不应该去问圣女吗？她可是大陆有名的剑仙。嗨嗨，长老，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叶浪从袖口拿出一本画册递出，他早就瞥见了长老桌子上放的颜色画册，心知这是个同道中人。正巧这些画册都是他刚穿越过来时画的，因为尺度过大，差点就被当地捕快给抓了。只一眼，藏经阁长老便连忙用袖袍遮住。叶浪，你这是做什么？给我送这些东西，要是老夫营养不良了怎么办？这是枸杞，长老记得早晚各泡一杯。叶浪又是掏出了一大把枸杞。哎，老夫真不是这种人，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3楼确实有一门羽阶的剑道神通，在最里面的架子上，名字叫天地一剑。别说是我说的哦，多谢了，长老。叶浪转身上了3楼。待叶浪走后，藏经阁长老翻开了画册，画册上是各种黑丝御姐、JK 萌妹子、泳装美女、可爱的少儿娘，一个又一个热血沸腾的故事，让藏经阁长老不由暗暗称奇。这小子好画工啊！
这笔也太真了。藏经阁长老感觉自己裤子好像动了动，于是合上画册。今天就先看到这了。叶浪上楼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书架，每个书架上只摆放了9本秘籍。叶浪上前查看，发现最低都是荒阶的功法神通。他随手拿起一本翻看起来，叮，检测到荒阶神通碧血指，是否消耗30能量点简化？不要。叶浪不断穿梭，不时拿起一本神通功法翻阅。混元无极功，红阶神通，可练出混元劲，一劲更比一劲强。玄武真诀，红阶功法极其好练，只需将自己想象成王八即可，然威力差了一点点。叶浪又翻看了几本，但都不满意，于是径直走到最里面的书架，一眼便是看到了长老口中的羽阶神通天地一剑。叶浪有些期待地翻开这本秘籍。天地一剑，修行之时如受万剑穿心之刑，攻成之后剑气一出，毁天灭地。因为杀人从来只需一剑，所以名为天地一剑。看到这，叶浪毫不犹豫道：练了，反正能简化，他也不用受刑。检测到羽阶神通天地一剑，是否花费100能量点简化？立即简化。天地一剑简化中，简化成功。天地一剑等于掰树枝。掰树枝。叶浪当即离开藏经阁，准备去找几根树枝试试。路过大门时，发现藏经阁长老已经不见了踪影，想必是去嘿嘿嘿了吧。咔嚓，一棵美人松下，叶浪捡起地上的树枝，轻轻一掰，天地一剑熟练度+1，真有用。于是，砰！只听一声巨响，几十米高的美人松直接被叶浪一掌轰倒。接着，叶浪坐在大树上，开始了掰树枝。天地一剑熟练度+1+1。宿主，求你掰慢点，我报数很累的。叶浪的这一举动迅速引起了一大批道宗弟子围观，他们在一旁窃窃私语，眼神中满是好奇。你们说，叶浪师兄这是在干什么？我猜是这树惹到了师兄，师兄正在给他凌迟处死呢。嘶嘶，众人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师兄是个狼人啊，连树都不放过。听着周围弟子的话，叶浪撇了撇嘴，没有解释什么。确实，他这行为挺像个精神病的。大傻浪，你又在干什么？这时，一道清脆的少女声音由远及近，传进了他的耳朵里。叶浪停下手上的动作，扭头看去，就见身穿碎花裙子的于小婉踩着小碎步跑到了他的跟前，眨了眨好奇的大眼睛，问道：你这是喝水喝傻了吗？于师姐，我在修炼。屁！你在发疯？于小婉哼了一声，接着咳了咳嗓子，张开红嫩的嘴唇，像是要说件大事一般。可还没等他开口，叶浪抢先道：好啊，你又在偷懒，快把青莲星诀给我看看，不然我就去告诉师姐。那语气简直和于小婉一模一样。这下于小婉更气了，举起拳头捶了叶浪肩膀一下。叶浪没有搭理他，继续掰着地上的树枝。叮！天地一剑入门。叶浪只觉体内多出了一道气流，流遍全身经脉，这就是剑气。于小婉也是练剑的，对剑气极为敏锐，他一下子便是察觉出叶浪的变化。你有剑气了。叶浪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道：我看那天地一剑的神通挺厉害的，所以练了练。什么？于小婉惊讶地捂住嘴巴，难以置信道：你练了天地一剑？你完了，那剑法可邪门了，10个人练死9个，还有1个死的不能再死，要是师姐知道了肯定要罚你。所以说在你死之前，先把青莲心经给我看看吧。于小婉伸出了白嫩的小手。叶浪本来还挺感动的，现在嘛，他只想摁住于小婉锤，信不信我锤死你？嘿嘿，开玩笑的，既然你也练剑了，那咱们比比看。于小婉眨了眨狡黠的大眼睛，笑道：若是你输了，就把青莲心经给我看看。不要，我不想和你比。叶浪转身就要离开。若是我输了，我就偷一件师姐的内衣给你。脚步停下，叶浪当即回头，一本正经道：我辈修炼当在实战之中不断精进。于小婉拔出了腰间的宝剑，剑身通体雪白，剑刃泛着寒光，一看就知道这剑不简单。天阶宝剑，雪回剑，这与于小婉所修炼的寒剑诀正好搭配了起来。叶浪手上没有剑，只好捡起地上的一根树枝迎战。于小婉率先出剑，一剑刺出，便是冻结了空气，剑气极为冰寒，仿若万丈雪山上的那一捧白雪，让人不觉浑身一颤。叶浪动用灵力护体，隔绝了这股不适，接着一剑递出，只见一抹快至极速的剑光从眼前一闪而过，划开空气，割开了漫天飞舞的雪影。两股剑气相撞在一起，只听咔嚓一声，比试结束了。氛围变得有些沉默，隐隐约约间可以听见少女那伤心欲绝的哭声。
叶浪丢掉树枝，捡起地上的8节健身碎片，递向于小婉，道：“于师姐，你贱死了，你才贱死了呢！我用的是树枝，死了也没关系的。”叶浪很是诚恳道：“赔我剑。”于小婉红着眼睛道：“我帮你拼了一下，还好碎片都在，拿胶水缝合一下，应该还能用。”于小婉低头瞅了瞅手里的碎布，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他可是立志要成为像萧青雨那样的无敌剑仙。然后他行侠仗义的时候，拿着一把用胶水缝合的剑。一想到这个画面，于小婉哭得更伤心了，鼻涕泡都流了出来。我的剑，你死得好惨啊！这一幕瞬间吸引了无数弟子前来围观。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迅速脑补出了一场大戏：黄毛少年欺负无知少女。叶浪赶紧摆手：“别哭嘛，别哭嘛，我赔还不行吗？你怎么赔？”于小婉止住哭声，抽了抽鼻子，闪烁泪光的眸子看向叶浪：“这件多少钱？10万灵石。算了，你还是哭吧。”叶浪将自己的袖袍卷起来，胳膊递到了于小婉跟前。很快，这里的动静引来了萧青雨，他远远的就看见了这一切。于小婉抱着叶浪的胳膊，呜啊呜啊的哭个不停，那哭声传出了几里开外。不知为何，萧青雨内心突然有些生气，不是因为于小婉哭了，而是于小婉居然抱着叶浪。这小妮子，不对，我怎么能这么想？萧青雨摇了摇头，赶走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走到了二人的身旁。他故作严肃道：“撒手！”于小婉缩了缩脑袋，松开了叶浪的胳膊，从地上爬起来，极为熟练地向萧青雨告状道：“师姐，他弄坏了我的剑，更可恶的是，他还不赔。”萧青雨目光落在了地上的剑身碎片上，突然他眉头一皱，有些难以置信道：“这剑上的剑气好纯粹。”听到这话，于小婉骄傲地抬起头：“师姐，都这时候了，就不要再夸我了。我没说你，这剑气是你的吗？”萧青雨看着叶浪问道。叶浪点了点头：“赤火焚天掌练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最近开始练剑了。这剑气是天地一剑的剑气，纯粹而霸道。你不要跟我说你天地一剑已经入门了。”萧青雨的呼吸都有些紊乱了。等看见叶浪点头后，他整个人都傻眼了。练了1天，你就直接入门了？什么时候练剑变得这么简单了？混沌体的天才就能这么不讲道理吗？这一刻，不仅于小婉想哭，萧青雨也想哭。看着叶浪，有些委屈。他是世人公认的剑道天才，天下剑仙，但即便这样，他也做不到1天入门。要知道，他当初练剑入门时，足足花了1年的时间，而这样已经是很妖孽的天资了。可叶浪呢？这太打击人了。师傅，我赔师姐的剑，你别生气。叶浪看着萧青雨，觉得对方一副快要哭的模样，害怕师傅要被气哭了。萧青雨深吸了一口气，平复心情：“我不想哭，我想打你。你昨天已经打我1整天了，我不管，我今天还想打。”萧青雨突然不讲理起来。从师傅口中听到这话，叶浪内心微惊，这话怎么那么像情侣间在撒娇？可他没谈过恋爱，也不知道啊。师傅，你想打就打吧。算了。萧青雨反应过来，觉出自己刚才的表现不太合适。既然我是你师傅，这件我替你赔，你不用管了，安心修炼就好。说完，萧青雨领着于小婉离开。于小婉压住激动的心，问道：“师姐，你想给我一把什么剑？”“给你剑，我给你1巴掌。”说着，萧青雨抬手往于小婉的臀上狠狠拍了一下。于小婉跳开3米远，捂住自己的屁股，委屈道：“师姐，不是你说要赔我剑的吗？”萧青雨捡起地上的树枝：“对啊，这就是我赔给你的剑。叶浪不是惹事的人，肯定是你自己把剑做没了。”“师姐你也太偏袒他了吧。”“再说。”萧青雨举起了巴掌。“不说了。”于小婉缩了缩脑袋，抱着树枝急急地跑开。萧青雨哼了一声，心情大好，脚步都变得欢快了不少，蹦蹦跳跳的。转头间却发现不远处的叶浪正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萧青雨俏脸顿时一阵发烫，连忙端起架子慢慢走路。叶浪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不由喃喃道：“师傅好可爱啊。”自从有了萧青雨的鞭策，叶浪喝茶喝得很是努力，1天喝个几吨水都是家常便饭。有几次叶浪实在喝不下了，萧青雨便掐住他的脖子，拎着茶壶硬生生往里灌，灌得满满当当的。而叶浪的境界自然也提升飞快，已是筑基9重。这一日，叶浪如往常一般努力的修行，从喝水开始。喝完1吨水后，落魄楼的天际之上滚滚雷云涌动，笼罩了万里虚空。道宗所有的长老弟子都从修炼中惊醒，抬头仰望苍穹。大长老眉头微皱，这是怎么回事？这番场景惊呆了无数道宗强者，纷纷跳目远望，
寻找雷劫之下的身影。而此刻，道宗的动静却是悄然在中州传开，无数人都是看向了天空。道宗的方向，乌云密布，雷劫化龙，盘旋在无穷的天穹之上，威势足以震慑乾坤。一时间，中州不少强者都是震惊不已。这是雷劫？莫非是道宗圣女那个剑仙在渡劫？如此强大的雷劫，难不成要突破洞虚了？瞬间，中州的强者胆战心惊，猜测风云，但无一不对这雷劫充满了敬畏。撼天拳宗大殿之中，一个国字脸中年人站在窗前，他的目光凝重，看向不远处的天空。那里是道宗的地盘，乌云遮蔽，雷龙咆哮，让他眉头紧皱了起来。道宗真是越来越强大了啊！我拳宗何时才能出头啊？此刻，伴随着道宗的雷劫异象越来越强大，这一幕被各方势力看在眼中，皆是感叹：能引发如此雷劫的，在道宗之中，恐怕也只有一人了，那便是圣女萧青雨。轮回圣地，轮回圣主傅首尔利看着道宗的方向，眼神中充满了疑惑：难道道宗要有2个洞虚强者了吗？岂不是要与我圣地平起平坐了？玄冥魔宗，魔宗之主目光凝重，他看去的方向赫然便是道宗。此刻他深感焦虑不安，道宗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得抓紧时间了。玄冥魔宗和道宗是千百年来的死对头，眼瞅着道宗的实力更上一层楼，不仅是魔宗的强者，其他势力的强者也开始了盘算。他们允许多族鼎立，但不许一家独大。只是这些强者怎么也想不到，引发雷劫的人并不是萧青雨，而是萧青雨刚收的徒弟，仅有筑基境的叶浪正在突破金丹。若是知道这一切，不知那些强者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此刻，道宗的天空已被雷劫彻底覆盖。道宗的长老也是看清了雷劫之下的人叶浪。怎么会是他？你管这叫金丹的雷劫？参数不正确啊！大长老慌了，这种程度的雷劫，别说叶浪了，就连他这个化神境都不敢接洽。好强大的雷劫，这不得把叶浪给劈得左一块右一块。看着天空中的恐怖雷劫，一众道宗长老身体忍不住颤抖，心头狂震。你们先别急，圣女去了。此话响起，众人就见一道白衣倩影越过无数雷龙，落在了叶浪身后。狂风夹杂着细雨，撩动了他如雪的衣裙。那柔软的衣裙猎猎舞动，露出了纤细而无瑕的小腿。他的衣衫将娇躯贴得很紧，峰峦起伏的曲线在风雪之中更添凌厉的风采。放心，有我。还有些担心的叶浪听到这话，内心不由放松了下来。他抬头望着漫天雷劫，貌似也不怎么可怕了。叮，检测到金丹境渡境雷劫，是否花费200个能量点简化？那呢？雷劫也能被简化。叶浪查了查自己还有330个能量点，毫不犹豫道：简化。简化雷劫中，简化成功。渡雷劫等于拍手。轰隆隆！就在这时，一道如惊雷般的轰鸣声轰然落下，接着一道粗壮的雷龙冲向了叶浪。萧青雨握紧手中的剑，刚想递出，却被叶浪阻止：师父，让我自己来。别逞强，你不行的，还是为师。话还没说完，萧青雨突然瞪大双眼，眼神中闪过了一抹震惊。只见叶浪拍了拍手，那降落一半的雷龙瞬间破灭。这是什么情况？萧青雨人傻了，这雷劫在碰瓷。轰隆隆隆，下一秒10几道雷劫猛地砸下，啪啪啪，叶浪迅速拍手，一连10几下，毫无意外，雷龙应声碎裂，化作无数碎片飘散天空。看见这一幕，道宗长老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10几条雷龙就这么没了，叶浪到底做了什么？天哪，老夫的世界观崩塌了！叶浪师兄真敌神啊！雷龙破碎后，紧接着便是紫气东来，涌进了叶浪的体内。此刻长老弟子们已经麻木了。紫气东来，天道馈赠，这可是罕见的异象啊！你们怎么不叫了？被震惊太多次，免疫了已经。死！叶浪顿觉身体暖洋洋的，不由是舒服的呻吟了一声。接着那股紫气与灵力基台融合在了一起，在叶浪的观察下，只见灵力基台慢慢变成了一个巨型金蛋，看上去足以几百米高。这便是金丹，只不过大了一点点而已。轰！这时天穹之上的雷劫消失，乌云消散，阳光再一次照耀大地。众人心中一喜，叶浪这是渡劫成功了。叮！宿主渡劫成功，目前境界金丹一重。呼！叶浪吐出了一口浊气，整个人感觉充满了精神。金丹境在外界已经算是一方小强者了，在三流宗门内完全可以担任长老职位。修士步入金丹后，不仅可以短暂的御风飞行，
还能使用金丹对敌，威力倍增。一想到以后掏出400米高金丹，把人砸成肉饼的画面，想想就让人开心。叶浪伸了一个懒腰，一脸满足。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受到了无数的目光，好像正在看着他。师傅，长老，你们这么看我干嘛？哎呀，我渡个雷劫而已，没想到你们这么关心我，让我真不好意思了。叶浪不由感动道。由于他第一次渡劫，并不知道自己刚才的雷劫有多恐怖，他还以为这是正常的雷劫。长老，弟子听到了叶浪的话，道宗众人一阵无语，内心抓狂。这么大的动静，只是渡个雷劫而已。汝听，人言否？听到叶浪的话，萧青雨无奈扶额，摇了摇头，走到了叶浪的面前。师傅你……叶浪看向萧青雨，话还没说完，便是瞧见萧青雨走来，直接伸手摸向了他的胸膛。嗨嗨，师傅你这……感受到胸膛上的冰凉触感，叶浪瞬间老脸一红，心中不由是暗想：师傅的小手好柔和啊，光是摸胸膛就已经这么舒服了，要是放在其他地方，那还得了。师傅，你这是做什么？是想奖励我吗？要不我们回屋慢慢来，旁边还有好多人呢。叶浪美美的想到。闭嘴！听到了叶浪越说越不对劲，萧青雨额头上浮现几道黑线，咬了咬银牙，立马呵斥道。闻言，叶浪老实的闭上了嘴巴。我就看看你的金丹。萧青雨淡淡的说道。接着他的玉手之上浮现一抹灵气，开始在叶浪的胸膛上涌动，慢慢渗入了体内。嘶嘶，好舒服。师傅，这是不是不太好啊？感受到胸前突然出现一抹温暖，好似是捂热的猫爪在轻挠，叶浪根本顶不住，浑身难受。然而萧青雨根本不管他的话，控制灵力探查起了金丹。只见原先的灵力基台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颗闪闪发光的金蛋。为什么说是蛋呢？因为萧青雨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金丹，以至于他看见后不由是喊道：好大。师傅，你说什么？哪里大？你的蛋？不对，是金蛋。这一刻萧青雨确实被震惊到了，也不管这句话是不是有什么歧义。周围大长老听到这话，急忙问道：圣女到底有多大？有10米吗？是啊，金丹的大小直接决定了一个人未来修行的高度，若是有10米，叶浪铁定能突破洞虚。圣女你快说啊！哎呦，急死我们了。道宗其他长老也是纷纷出言，急不可耐。不止10米，它有400米大。萧青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多少？你说多少？嘶。闻言，一众长老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一个个纷纷抬起头朝着叶浪看去。不知是不是错觉，他们好像看见了叶浪在闪闪发光，好似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光芒闪得他们眼睛疼。这一刻，所有人都被深深震惊了。400米大的金丹，他们做梦都不敢这么做，因为太不真实了。但此刻事实出现在了眼前，容不得他们不相信。老夫活了将近1000年，这种事根本闻所未闻，这简直颠覆了修炼界的常识啊！这难道就是混沌体的强大之处，无限突破？我决定了，叶浪列为道宗的第一保护对象，老夫要日夜不离，亲自守他。大长老一脸郑重道。听到这话，叶浪赶紧摆手：大长老大可不必，我有我师父保护，不会出事的。一个糟老头子整天待在自己身边，这种事光是想想，叶浪浑身就起了鸡皮疙瘩，哪有和师父形影不离来的舒服？这也行吧，有圣女保护，想必也不会出事。大长老沉吟一会儿，有些遗憾道。接着他又激动道：放心，等宗主出关，我们就向宗主提议，立你为道宗圣子。道宗目前只有一个圣女萧青雨，还没有确立圣子，主要是没有找到天资符合的人，而叶浪的天赋无疑符合这个条件。听到这话，叶浪的双眼莫名闪烁了起来。成为圣子，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和萧青雨地位平等了？那以后说不定就能结成道侣。想到这，叶浪再次打满了鸡血，道：师父，长老，修行之路漫漫，不能沉浸在短暂的成就中，我去修炼了。好，大长老欣然道。不愧是叶浪师兄，好努力啊。不行，叶浪师兄都这么努力，我怎么能懒惰？周围的弟子听到此话，瞬间被叶浪激起了斗志，一个个也是激情满满，转身回去修炼。甚至一些打算带着女伴出去嘿的弟子，也是一把推开了怀中的爱诗经，心中满是斗志。做什么嘿啊？哪有修炼来的爽？应该多学学叶浪师兄，刻苦努力上进。瞬间他们直接抛弃女伴，表示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没走远的叶浪听到这些弟子的议论，嘴角不由是抽了抽。要不是我还没将师父追到手，谁还会想修炼啊？不要女伴要修炼。
脑子有毛病！几天时间一晃而过，叶浪每天都坚持喝热水、吃枸杞、掰树枝以及满宗门瞎溜达，这不禁让众多弟子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你管这叫努力修炼？喝水能突破，你喝水，我们没意见。可你有那么多的神通，难道不需要天天勤学苦练吗？有弟子受不了了，跑到叶浪跟前，大声质问：叶浪师兄，你为什么不努力修炼？我正在努力修炼啊！谁家努力修炼是这样的？哎，今天你就看到了。我不信。那弟子一脸执拗。下一秒，叶浪果断拍出一击，出神入化的赤火焚天掌。轰！漫天火焰狂舞，火龙咆哮盘旋。这一下惊得众人目瞪口呆。什么？我没看错吧？天哪！叶浪师兄的赤火焚天掌已经出神入化了，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你眼瞎了？没看见神通异象吗？叶浪师兄原来一直都在偷偷努力啊！对此，叶浪只是笑笑，并不做解释。将一门神通修炼到出神入化的程度，便能领悟其中之道。如今叶浪已经掌握掌道，在道的加成下，这一掌哪怕是元婴境，如果被毫无防备击中，也得身受重伤。道宗议事大殿，诸位，论道大会的日子快到了。大长老开口说道：我们道宗作为正道之首，在论道大会上绝不能弱人一头，诸位快点召回在外游历的弟子，为论道大会早做准备。闻言，一众长老都是点了点头。圣女，你有什么话要讲吗？正在发呆的萧青雨听到有人冷不丁的喊自己，下意识道：就这么办。大长老，那个我去看看叶浪有没有偷懒。萧青雨随便找了个借口，赶紧离开大殿。这些天他一直心绪不宁，而原因就在叶浪身上。这家伙不知道怎么修炼的，境界酷酷的往上升。当然，作为师傅，徒弟修为提升快，这本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萧青雨却高兴不起来，相反还很惆怅。毕竟他和叶浪之间有一个赌约，如果叶浪在1个月内突破元婴，他就要无条件答应叶浪一个要求了。现在连半个月的时间都不到，而叶浪已经金丹3中了。想到这，萧青雨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死嘴，当时你答应的那么快，干什么？落魄楼。萧青雨刚走近，耳边便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接着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埋头吭哧吭哧掰树枝的人影。什么？他居然在玩树枝？虽然他不想叶浪突破元婴，但看见对方玩物丧志，不由气上心头。好啊，不好好修炼，搁这掰树枝，你3岁小孩吗？看见树枝就走不动路了？难道掰树枝能让你剑法大成吗？瞧见这一幕，萧青雨快步走到叶浪身后，拧起眉毛，娇喝道：你又在偷懒？叶浪停下手中的动作，起身回头，一脸真诚道：师傅，我在练剑。萧青雨，你唬我，这也能修炼剑道？当我没练过剑吗？萧青雨完全不信，如果掰树枝就能修炼剑道，那他这几百年的勤学苦练算什么？算他倒霉吗？萧青雨冷笑：你看为师像傻子吗？师傅，我说的是真的。藏啊，那你剑道练到何种境界了？若是止步不进，为师可要重重惩罚你了。萧青雨开口，想好好教育一下大言不惭的叶浪，只是叶浪的回答让萧青雨愣了。师傅，我最近有些懈怠，剑道才刚小成。叶浪摸了摸脑袋，有点不太好意思的说道。此话一出，萧青雨笑了，准确的说是被气笑了。如若说之前他还有点相信叶浪，觉得叶浪作为天才，修炼方法可能和常人不同，可听到几天时间剑道小成之后，萧青雨完全不信，不是一个字都不信。他就是剑道天才，可他剑道小成也耗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叶浪几天的时间就能领悟剑道小成，你当你是谁啊？绝世剑仙转世吗？萧青雨不信，完全不信。他微微眯起眼睛，不怀好意地盯着叶浪。好啊，是你先骗为师的，那就别怪为师不给你台阶下了。想了想，萧青雨也没什么好说的，直接丢出一把长剑道：你不是剑道小成了吗？来，给我演练一遍，我静静地看着你装。他就不信了，如果叶浪真的领悟了剑道小成，他当场把这把剑给吞了。战将吞，接过剑。叶浪深吸一口气，他本来剑道就是小成，自然不怕。师傅，献丑了。旋即抽出宝剑，铿锵，长剑出鞘。下一刻，叶浪的气势陡然一变，一瞬间体内剑气沸腾，如虹贯日。不远处，萧青雨倒有些惊讶，毕竟叶浪这气势看起来很唬人啊，但他还是不信叶浪剑道已经小成。吭，叶浪出剑，一剑斩向100米外的美人松。轰，
瞬间，数百米高的美人松直接被剑气轰成木屑，飘散天空。一刹那间，萧青雨彻底震惊了，他整个人傻了。天哪，这怎么可能？萧青雨红唇张大，大声惊叫了起来。他一眼就看出叶浪的剑法已经达到小成，可是这才过去几天，世界上真有如此妖孽的人吗？这不可能啊！如此恐怖的成长速度已经超越了萧青雨的认知，让他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的大脑出现短暂空白，愣愣地看着叶浪，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怪物。萧青雨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难道我是废物？见到小成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很猛，超级猛。一开始他以为叶浪在吹牛，可现在叶浪展现出来的剑道彻底震惊了萧青雨。此时此刻，萧青雨浑身发麻，我这是收了一个什么怪胎弟子啊？有一种被雷劈的感觉。几天时间见到小成，这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可偏偏还就发生在了他眼前，这就很离谱啊！叶浪将剑收回剑鞘中，看向萧青雨问道：“师傅，你信了吗？”萧青雨呆若木鸡，艰难地点了点头。他说不出话来了，宝宝心中苦啊，这家伙真是人类吗？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在做梦，但一切有显得那么真实。你接着掰吧，为师不太舒服，先走了。萧青雨硬着头皮笑道，转身快步离开。再晚几秒，他怕忍不住流下极度的眼泪。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能这么大啊？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汉天全宗，如果说道宗是正道老大的话，那汉天全宗便可称第二，不过却是万年老二。此刻，汉天全宗内，一个国字脸中年人负手而立，他的身后还有一个年轻人，眼神阴雾。宗主，弟子回来了。阴雾青年看向中年人，缓缓开口：“不错。”中年人点了点头，他看了阴雾青年一眼，道：“九一，你终于突破元婴了。”“是的，宗主。”艾九一点了点头，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汉天全宗宗主拍了拍艾九一的肩膀，满眼欣慰：“不错，不错。”九一，全宗宗主看着艾九一道：“你见过前几日道宗雷劫了吗？”艾九一点头：“见过，遮天蔽日，气息恐怖如斯，我隔得相当远，即使这样也是心惊胆战。”全宗宗主叹了口气：“道宗越来越强了。”闻言，艾九一沉默：“九一，你觉得我全宗能当上正道领袖吗？”全宗宗主突然看向艾九一，出声问道。艾九沉思一会儿后说道：“弟子觉得我全宗既有翻身的机会，又没有翻身的机会，这不是废话。”全宗宗主眉头微皱：“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艾九一不急不缓地解释道：“我全宗无法翻身，是因为和道宗之间存在底蕴差距，但是道宗的年轻一代弟子已经跨掉，这又是我全宗翻身的机会。如果我全宗能将年轻弟子都培养起来，未来必定能胜过道宗。师父，这便是徒儿的见解。”当艾九一的这些话落下后，全宗宗主眼中顿时冒出一抹金光，随即哈哈大笑：“九一，你这话与我不谋而合，道宗是时候该让位了。”“师父，你的意思是？”艾九一不由是诧异，他微微一愣，听这话的意思似乎要做什么大事情了。结，全宗宗主怪笑一声：“为了让全宗再次伟大，九一，这次论道大会，为师要你姿态强硬，狠狠将那些道宗弟子踩在脚下，好为将来争夺正道之首的位置造势，懂吗？”艾九一点了点头：“弟子明白了。”时间一晃而过，又过去3天。今日论道大会的日子，中午，叶浪醒来后先喝完了一缸水。叮，恭喜宿主突破，宿主目前境界金丹4重。接着他去往小树林，今天任务掰树枝，争取天地一剑大成。等叶浪到了后，发现已经有一些弟子在那儿等候着他。上千根砍好的树枝整齐地摆放在一边，看到叶浪来了后，道宗弟子们一个个神情激动：“叶浪师兄，你终于来了！今天我们多砍了1000根树枝，足够你掰了。”虽然他们不明白叶浪为何执着于掰树枝，但这依然不影响他们对叶浪的崇拜。人家是天才，有点怪癖怎么了？别说掰树枝了，就算叶浪喜欢掰鸡鸡，这帮弟子也肯定二话不说，直接脱下裤子。这就是死忠粉的狂热。闻言，叶浪嘴角翘起一抹微笑，旋即开启修炼模式，疯狂掰树枝。弟子当中修行剑道的弟子察觉到叶浪剑气越发强大，不由是震惊道：“不愧是叶浪师兄，一边掰树枝一边都能提升剑意，简直神了。”“哎，何止啊，你们注意到叶浪师兄境界了吗？叶浪师兄又双若灼突破了。”闻言，一群弟子都是流下羡慕嫉妒的泪水。
他们天天闭关苦修，3-5年也不能突破一个境界，而叶浪轻轻松松就能突破，这让大伙儿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每日每夜的使劲卷，最后却比不过躺平的人。果然修行是要天赋的。此时此刻，在弟子们的心中已经将叶浪奉为了神明。2个字，神了。3个字，太神了。另一边，道宗山门处，大长老领着10几位弟子在这儿等候各宗天骄到来。突然，山门之外，天边云层响动，不少天骄纷纷而来，有乘坐灵器，有自驾飞剑，还有骑豹子精的。总之，天骄数不胜数，远超往届论道大会的规模。这怎么来了这么多人？道宗的弟子们不由疑惑，接着有些头疼。这么多人来，接待起来岂不是要累死了？很快，山门外已经汇聚不少天骄弟子，聚在一起客套交谈。而就在这时，天空中一道破空之声响起，只见一个面色冷酷的白发少年，竟然是横踏虚空而来。这是看到那少年，不少天骄倒吸了一口凉气。横踏虚空，这可是动虚境才拥有的力量啊！他是谁？很快有人识破了对方的身份，他是虚空宗的弟子真空虚，他舒展的正是虚空宗的不传绝学羽阶神通虚空漫步。看样子真空虚是将虚空漫步炼制了小成，才能够以金丹境的修为短暂的横渡虚空。羽阶神通小成，牛逼！据说真空虚才50多岁，正是闯荡的好年纪，我敢打赌他日后的成就肯定不低。一群天骄都是羡慕不已的看着那从天而降的白发男子。轰！天空中忽然又有一道强横的气息出现，只见一名眼神阴雾的男子乘风而来，身上散发浓烈的权意，咄咄逼人。唯有元婴境修士方可随心所欲的御空飞行，对方的境界显而易见。元婴，一众天骄脸色微变，心中不由充满了敬畏汉天拳宗宗主的弟子艾九一。不到100岁的元婴，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据说他在外出历练的时候，曾凭借小成的羽阶神通汉天神拳，以金丹9重的修为强杀了一名元婴境的大妖。不少天骄闻言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站这么久了，饭一口没吃，光吸凉气就吸饱了。艾九一，真空虚的目光落在艾九一的身上，眼神中充满了战斗欲望。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艾九一和他之间有些羁绊。道宗弟子听到这些夸赞的话，心中那是万分不认可，喃喃道：什么天才，和我们叶浪师兄一比，简直啥也不是。没错，叶浪师兄说过，不能一步成仙的人都是废物。我们是废物，他们也是废物。真搞不懂，都是废物有什么好骄傲的？就这时，忽然潺潺水流声响起，由远及近，仿若银河之水倾泻人间。谁流水了？能不能把腿闭紧点？这水量真是有些大。听到这水声，众多天骄心头疑惑，大长老则暗暗震惊，看出了对方来历。没想到连忘川圣地的人都来了。要知道，圣地向来不入世俗，只守着自己的洞天福地，一心潜修。再者，这忘川圣地不是寻常圣地，在诸多圣地之中排名靠前。忘川圣地居然会派人来参加此次论道大会，这实在让人吃惊。是忘川圣女！天哪，我竟然看到了我第2个女神！这时，众多天骄发现了异常，一个个激动地看向天空。只见一朵青莲横空而来，青莲之上站着一位身穿白裙的女子，而且她没有穿鞋。从如同珍珠般可爱的脚趾，到白皙纤巧的脚丫，再到白里透红的脚背，无不让人迷恋。再往上是匀称的小腿，以及毫无赘肉的大腿，露出的大腿宛如羊脂般洁白，完美的比高超的 P 图还要过分。少女柳眉微黛而不失娇美，让人忍不住想欺负她一番。瓜子小脸，挺翘的琼鼻，樱唇饱满，仿佛咬一口就能榨出汁水来。仅仅是看少女一眼，便是让人忍不住的打开浏览器，准备起飞。忘川圣女竟然亲自来了，不少天骄暗自震惊。这一次的论道大会，真的仅仅只有论道吗？一时间，众人都是猜想起来。天空之中，青莲缓缓降落，落在众人的面前。紧接着，忘川圣女迈动莲步，从青莲之上走出，瞬间，一股独特的幽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这时，一众天骄近距离欣赏忘川圣女的美貌，心中无不充满了惊艳与仰慕。忘川圣女真是美丽啊，和道宗的那位女剑仙相比，简直不分上下。我要是有这么漂亮的道侣就好了。各位，刚才小弟掐指一算，貌似我和忘川圣女之间有一根姻缘红线。我呸！你下贱，你就是馋人家的身子。面对众人的小声议论，忘川圣女始终不发一言。
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他脸色淡然，仿佛任何事都无法影响他的心态。微微对着那青莲一招手，青莲化作一束流光，钻进了他的体内。瞧见这一幕，众人不由是暗暗吃惊。这青莲竟然是荒阶至宝，也只有荒阶至宝才能与主人意念合一，藏于体内开辟的小空间。做完这一切，忘川圣女缓步而行，在众人仰望的目光中来到了大长老的身前。季长老，小女代表忘川圣地前来论道。忘川圣女微微点头，对大长老说道：貌似我道宗没邀请你。大长老愣了一下，但很快又改口道：没事，来者是客。忘川圣女，请进。毕竟人家都走到山门了，总不能赶人走吧？这要传出去，我道宗身为天下大宗的名声何在？想到这，大长老朝身旁弟子使了一个眼色，带诸位天骄前往论道台，顺便沿路再欣赏一下道宗的风景。他则是转身快步离开，打算先将这件事告知萧青羽一声。进入道宗后，一群天骄都是昂首挺胸，鼻孔朝天，有些鼻毛还露出一截，反正全是一副天下第一的模样。在他们看来，道宗的那些普通弟子一定会投来敬畏崇拜的目光。然而很遗憾的是，一些路过的道宗弟子仅仅是看了一眼后便失去了兴致，甚至还有弟子喃喃道：又来了一群废物。这让一群天骄目瞪口呆，彻底傻眼。他们身为各宗天骄，居然被人骂了废物，语气还这么的鄙夷。顿时不少天骄气上心头，拉住那带路的弟子质问道：喂，你们道宗的弟子这么没礼貌吗？居然骂我们是废物。我们是废物，那你们是什么？那带路弟子一脸诚恳道：我们也是废物啊。不是，哥们你。不少天骄纷纷语塞了。旋即那带路弟子问道：你们能一步成仙吗？这不是废话吗？我们当然不能。那就对了，你们不能，我们也不能，所以我们当然都是废物了。这话一出，全场的天骄都是一怔，这他妈是哪个人才想出来的逻辑？无耻，简直无耻至极。这不摆明我是废物，我骄傲吗？这话是谁说的？不少天骄咬牙切齿问道。当然是我道宗的叶浪师兄。道宗弟子自豪道。接着他便说起了叶浪的事迹。当天骄们听到叶浪喝水就突破后，整个人都妈了，这简直不是人啊！就连真空虚、艾九一和忘川圣女这三位天骄都对叶浪有了一些好奇，他们为何从来没听说过道宗有这么一个妖孽弟子？不过也有许多人表示怀疑，喝水能突破修为，那天下第一不该是水公牛吗？突然一群天骄路过了美人松树林，看到有一大群弟子在那里静静站着，嘴中念念有词，而弟子们的中央还有一个风神俊朗、帅气逼人的少年，正坐在石头上掰树枝，阳光洒在少年的肩头上，众人竟然觉得他帅出了天际。那到底有多帅呢？只比传说中的读者差一点。他是谁？出台费是多少？不少有龙阳之好的天骄纷纷出言询问。带路的道宗弟子嘴角微微一抽，先是与这些人保持了安全距离，这才解释道：他就是叶浪师兄。什么？就是他靠喝水喝成金丹的？听到这话，一群天骄脸色不由一变，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此刻这一群天骄心中感觉不可思议，的确是金丹四重不假，而且看上去年纪不过20出头。我去，不会是真的吧？今天可真是让我大刀拉屁股，开大眼了。不过他为何在掰树枝？看上去好智障啊！听到有人在侮辱叶浪，道宗弟子们一脸不悦道：不懂别瞎逼逼，叶浪师兄正在修炼剑道，马上就要大成了。一群天骄懵逼了，掰树枝，修炼剑道，要不要这么离谱？是你们道宗疯了，还是我们疯了？这时艾九一冷哼一声，装神弄鬼。他若是喝水能突破修为，那我们苦练的意义在哪里？还掰树枝修炼剑道？你不如让他回去睡觉做梦，梦里什么都有。这种无稽之谈居然也有人相信，真是搞笑。艾九一身为汉天全宗的弟子，本来就对道宗怀有敌意，现在见所有人都关注叶浪，自己却被冷落在一边，顿感不忿，开口嘲讽起来。其余人没有说话，但心中对艾九一的话很是认可。闻言，道宗弟子心头不悦，但也懒得和他们争辩。既然你们不信，那我带你们去论道台吧。就在一众天骄即将离开之际，突然背后传来了一声惊呼：好强大的剑气啊！我的天哪！叶浪师兄，你剑道大成了！围观叶浪掰树枝的一群弟子感受到叶浪散发出来的剑气，都是瞪大了眼睛，震惊大喊起来。看到这一幕，一群天骄顿时愣住了，眼中闪过一抹错愕。不是吧？其中有修炼剑道的天骄
赶紧闭目感知了下。下一秒，他猛然睁开双眼，呼吸仿佛都变得困难起来。他的剑道真大成了，而且无比扎实，剑气之纯粹，比我师父还要牛逼。嘶嘶，此话一出，所有天骄都震惊地倒吸了一口口凉气，而艾九一脸色难看，感觉被狠狠地打脸了一般。哼，招笑！他一挥袖袍，直接是气愤地朝前方走去。道宗弟子们嘴角掀起一抹微笑，领路的弟子说道：“诸位，时间差不多了，跟我去论道台吧。”好好，我们走。一群天骄点头，心里的震惊丝毫未减。这也太神奇了！忘川圣女美眸看了眼掰树枝的叶浪，掀起了一抹惊艳的笑容，轻声的喃道：“这男人似乎有点意思呢。”一群天骄走后，叶浪也掰完了所有树枝，起身伸了个懒腰。天地一剑大成，哪怕对镇元阴境也未尝没有一战之力。他看着远去的那群人，向一旁弟子问道：“那些人就是从各宗来的天骄？”那弟子点了点头。叶浪也是想起了今天是论道大会的日子，能被称为天骄，想必都是一群真正的天才。不行，我得去看看，向他们好好学习学习。想到这，叶浪施展闪转腾挪，朝着论道台赶去。啥？叶浪师兄居然要向他们学习？叶浪师兄就是谦虚，吾辈楷模啊！道宗论道台，一座雕刻阵法的巨大石台坐立在一片宽阔的空地上，石台四周有不少座位，已经是座无虚席。萧青雨和道宗长老们也坐在其中。圣女，这次论道大会来了不少人，人数简直是过去的好几倍。我粗看了下，500人是有的。来了这么多人，道宗长老们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不由是微微震惊，但也很是欣喜。来的天骄越多，说明这些天骄背后的势力都想和道宗交好。我道宗又支棱起来了。大长老微微颔首，还有忘川圣女也来了。什么？圣帝也派人来了，还派了圣女？闻言，一群长老震惊，就连萧青雨都是不由眯起了眼睛。一直以来，圣帝势力都是大陆最神秘的存在，他们从不插手宗门间的利益争斗，但凡是得罪圣帝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结果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失踪。虽然道宗是正道之首，但整体的实力也只能勉强和三流圣地相比。而忘川圣地在一众圣地当中是排名前5的存在，这也是忘川圣女来参见论道大会，所有人都很惊讶的原因。同时心中也有些小慌张，不请自来会是什么好事吗？不用怕。萧青雨看了一眼长老们，淡淡道：“宗主出关在即，如果真突破了那个境界，圣地势力便不足为虑。”圣女说的是。一群长老纷纷点头。道宗宗主的实力在九州大陆那是响当当的，只要道宗宗主还在，道宗就不可能出事，更何况还有萧青雨这位合体境的剑仙圣女。想到这，一群长老立即放下心来。很快，时辰已到，诸位安静。大长老自座位飘向高空之上，看向一众天骄，朗声喊道：“化神境强者！”好强大的气息啊！一群天骄都是敬畏地看着大长老。化神境强者在许多二流宗门之中已经是宗主级别的存在了。大长老也不废话，看向一众天骄道：“我宣布，论道大会现在开始。”随着话音落下，一群天骄兴奋无比，他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向道宗的弟子们请教学习的。于是，一些2、3流宗门的天骄纷纷开始向道宗弟子请教修炼的心得。论道台十分宽阔，足以容得下上100人共同进行论道。方式有很多，有口述，有实战演练。这位道宗的师兄，我苦修枪道几10年，发现最近到了瓶颈期，想请教一下该如何打破。这个吗？我说白了，我白说了，你认真修炼就好了。砰！不远处有几人直接开始对决，以武会友，在战斗之中寻找突破的契机。论道大会有序进行着，看到不管是文斗还是武斗，获胜的基本上都是道宗的弟子。一众长老顿时露出了一抹微笑，大长老更是将腰杆子挺直，双手负在背后，摆出一副无敌是多么寂寞的模样。获胜的弟子当中有不少都是他教出来的弟子，他感觉自己的脸正在闪闪发光。老纪，你咋了？一旁长老不解地问道。大长老哼了一声，什么老纪？请教老夫，金牌导师。就这时，论道台的边缘突然爆发出一阵强大气息，紧接着就见一道身影嗖的一声飞出了论道台。那人正是大长老的得意高徒王安，在道宗年轻一代中算是翘楚级别的人物，金丹9重，擅长剑道，攻杀之力惊人，可为何会被人打飞了？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落在了他的对手身上。汉天拳宗艾91。见状，大长老脸色一变，
赶紧来到王安身前，将他倒下的身体扶住。王安落地之后，脸色已经变得一片惨白，嘴角血流四溢，脸部因为剧痛而扭曲着。大长老怒目看向艾九一，铁青着脸怒喝：“论到只为切磋，点到即止，你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手？”艾九一神色平常，有理有据道：“切磋是没错，但刀剑无眼，拳脚难收，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切磋中受伤不是很正常。再说，我也没想到，你们道宗修为最高的弟子才金丹境，还这么不抗揍。我不过随意轰出一拳，他就又吐血，又飞出去，这能赖我吗？”哈哈，艾师兄说的太对了，我们全宗师兄弟切磋之时，断手断脚那都是常有的事，这才叫真正的切磋。真没想到道宗的弟子这么娇贵，连下手中一点都不行，难怪这么不济。照我说啊，艾师兄已经留情了，不然以艾师兄小成的撼天神拳，足以一拳轰杀那个废物。哈哈，撼天拳宗的弟子发出阵阵的嘲笑声，他们是奉了命令来的，自然也不怕得罪道宗。而且这是论道大会，他们也不信道宗的长老敢对他们出手。你们！大长老气得吹胡子瞪眼，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群人。但如果这么做，那他道宗就会名声扫地。论道台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默默退到两边。道宗弟子们怒目看着艾九一，拳头紧握，却不敢上前。他们的实力根本不是艾九一的对手，其余宗门的天骄也不敢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下说话。他们既不敢得罪道宗，也不敢得罪撼天拳宗。虚空宗的真空虚嘴角冷冷一笑，道宗的弟子真是够怂的。忘川圣女神色平常，根本看不出任何的情绪。然而就在这压抑的气氛下，一道戏谑的声音响起，瞬间引得众人侧目看去。好一个刀剑无情，拳脚难收啊！说话的人正是漫步而来的叶浪，他走上论道台，站在了艾九一的面前。叶浪盯着这个恶意伤害自己同门师兄的人，一脸严肃道：“我这个人很少生气，但我现在很想揍你一顿。你最好提前喊人帮你准备好疗伤丹药，不然死了后变成鬼也别来找我。叶浪，快退下，你不是他的对手，不要逞强。”大长老一脸紧张地看着论坛上的叶浪，其他道宗的长老和弟子们也是满眼担忧，害怕叶浪遭遇不测。这一次我们道宗认栽，你赢了，行了吧？大长老铁青着脸，语气不甘道：“叶浪乃是道宗的未来，所以绝对不能出任何事，哪怕自己丢了面子，也不能让他有任何闪失。这可不行，大家都看到了，是他自己站上来的，正好我也想和这位师弟切磋切磋呢。”艾九一微眯着双眼，不怀好意地打量叶浪，这小子想必是道宗重点培养的弟子，既然这样，那更不能让这人好好活着了。他今日来本就是为了在天下各宗前给道宗一个下马威，能有机会让道宗下不来台，他自然要好好把握。不用管他，快下来。这时萧青羽红唇微张，开口说道，声音依旧清冷，不过眉宇间却是一片忧虑。叶浪的境界只有金丹4重，哪怕他赤火焚天掌炼至出神入化，也不可能是一个元婴的对手。师父，这个人我必须要揍，你们就不要管了。叶浪站在论道台上一动不动，眼神不善地看着艾九一。他是真的生气了。平日里王安师兄对自己照顾颇多，经常给自己讲一些修炼界的见闻和修炼心得，而且自己修炼的那个水池就是王安师兄帮忙凿出来的。现在王安师兄被人恶意重伤，他必须要站出来。叶浪师弟要小心啊，他太厉害了。王安捂着胸口，声音痛苦道。叶浪的话让艾九一一愣，然后如听到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样，不由狂笑起来。哈哈哈哈！莫非你以为自己能打败我？哈哈哈！就凭你！哈哈哈！艾九一的笑声放肆而刺耳，但却没有一个人觉得他狂妄。众人虽然欣赏叶浪的勇气，但根本不信叶浪能打败一个元婴境强者。艾九一笑了老半天，才一脸蔑视道：“你这个年纪能突破金丹，天赋确实很强，可惜你遇到了我。看在你脑子不正常的份上，我给你个优待怎么样？”艾九一缓缓伸出了5根手指，在叶浪面前晃了晃，5招，只要你能和我接手超过5招，这次论道切磋就算你赢，怎么样？哈哈，九一师兄，你真是太看得起他了。撼天拳宗的弟子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自论道开始就一直一言不发的忘川圣女，在这时终于有了些许动容。她默默看着叶浪那在艾九一的嘲讽和狂笑下却始终没有任何变化的眼神，心中微微吃惊。这个男人不简单啊，你嘴里的屎喷完了吗？叶浪冷冷的开口。找死的东西，我会一颗颗将你的牙给拔下来。艾九一的面色阴沉下来。就这时叶浪忽然动了起来，左手前伸，直线抓向艾九一的脖颈。呵呵，
怎么连个神通都没有吗？艾九一的笑更加讥讽。当叶浪的胳膊距离他面目仅有1尺距离时，他右手闪电般伸出，骤然抓向叶浪的手腕。一丝阴笑在艾九一的嘴角浮现，就在他准备折断叶浪手腕的时候，他的手却传来空荡荡的感觉，狠狠地抓了空。而叶浪的身影也在这时诡异般地来到了他的侧身。与此同时，一股呼啸而来的劲风扑打在他的脸上。艾九一发懵之下，哪里还做得出反应？啪！一个无比响亮的耳光声响彻了论道台的每个角落，每个人都听到清清楚楚。艾九一整个人直接被打得悬空飞起，凌空旋转了整整2圈半，才重重落下。这一巴掌，叶浪用尽了全力，他甩了甩微微发麻的手掌，淡淡的道：“第一招。”这狠狠的一巴掌，不仅将艾九一打懵了，也将在场所有人都打懵了。他们本以为会看到叶浪被艾九一暴虐的画面，可不曾想，仅仅一个照面，艾九一就被叶浪一巴掌抽飞了出去，而且巴掌抽得异常响亮。所有天骄全部愣住，道宗的长老弟子也集体瞠目，一时间脑子直接宕机。这时，人群中传出了一道道难以置信的声音：“好快的身法！这小子刚才的动作我都没看清，速度绝了！天哪，这是已经将闪转腾挪修炼到了出神入化顶级身法！”听到这些话，一群天骄瞬间震惊，眼睛瞪得老大，口中喃喃：“太不可思议了！”在他们看来，将一门荒阶神通炼至出神入化之境，至少也得耗费100年之久。回想起刚才叶浪的动作，先是诡异的躲开艾九一的攻击，接着又奇迹般的瞬移至艾九一的侧面，整个过程不足2秒半。真空虚表示：“老子虚空漫步都做不到这么快。”好，叶浪，你真是让老夫刮目相看。哈哈哈！原先憋了一肚子火的道宗长老们，此刻浑身上下说不出的舒坦。叶浪的这一耳光，扇得他们全身舒爽，简直爽到飞起，比洞房的那几秒都要来得爽。艾九一狼狈不堪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右半张脸已经高高鼓起，红得像猴屁股一样。刚刚还在大笑嘲讽叶浪，但转眼就被人当众扇了一耳光。艾九一可以说是这辈子都没有受过这种屈辱，他目光怨毒地盯着叶浪，强忍心中不忿和脸上剧痛，装作云淡风轻道：“不错，刚才我故意卖你一个破绽，看来你还是有些实力的。”闻言，叶浪一脸真诚地问道：“那你能把左半边脸伸过来，再让我抽一巴掌吗？”你找死！被戳中痛处，艾九一彻底暴怒，一声怒吼，双拳抬起，轰向了叶浪。撼天神拳！轰！此刻，一股极其强横的拳意笼罩四方。这一拳霸道冷绝，拳芒足有数丈，轰碎地表，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叶浪涌去。叶浪，你小心！萧青雨下意识地惊喊道。他闪身来到论道台边缘，一双雪白的玉手紧紧握住腰间的剑，眼神担忧地看着叶浪，随时准备出手。道宗长老和弟子们心脏也同时提起，毕竟艾九一的境界摆在那里，刚才那一招很可能是他大意了，现在艾九一暴怒，叶浪还能对付得了吗？给我去死！艾九一目露凶光，刚才的屈辱让他对叶浪起了杀心，但他不敢真在道宗内杀人。不过他自信这一拳足以让叶浪终身残废。巨大的威势之下，叶浪仿佛已经被压制得不能动弹。然而就在拳芒轰至身前的那一刹那，叶浪低喝一声，体内灵气运转，集中于双手之上，猛然抬掌轰出一击，赤火焚天掌。只见一束耀眼红光将叶浪笼罩在内，散发着不可侵犯之意。而叶浪的身后，一尊巨型虚影浮现，随叶浪一同轰出一掌。砰！掌风硬碰拳芒，爆发强大的冲击力，四方地面开裂，尘土飞扬。那强横的拳芒竟被叶浪一掌拍灭。神妈！艾九一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他身体微微前倾，想看清尘土之内的情形。而在这时，一股凌厉的劲风从他左侧袭来，直奔他的左脸帕。又是一声响到不能再响的耳光声在论道台上响起。艾九一的身体再度飞起，在空中华丽地转了5圈，然后下巴着地，狠狠地摔了个狗吃屎，一张左脸也是高高肿起，渗出血丝。艾师兄果然有种，居然敢用脸硬接我2耳光，在下佩服佩服。叶浪在自己的手背轻轻吹了口气，一脸调侃道。在场所有人全部眼睛瞪大，心中齐刷刷出现2个字：牛逼。如果说第一次是艾九一大意了，来不及闪，那这一次就不能用大意来解释，只能是实力。叶浪的实力至少与艾九一相当，甚至还要强于艾九一。嘶嘶，想到这些，一众天骄无比骇然，心中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明明只有金丹4重，却能与元婴境一较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我们和他比，算得了什么？他骂我废物，我都感觉是在夸我。
叶浪，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偶像了。而被艾九一恶意重伤的王安亲眼瞧见这一幕，整个人猛地跳起，兴奋到都忘记身上的疼痛，整张脸激动得通红，口中大喊：浪爷，尿性！哎妈呀，看得可爽死我了！小安快躺下，你还有伤在身。正在为王安疗伤的大长老听到这话，将王安重新扶住，不过他的嘴角也是难以控制的上扬，大笑的嘲讽道：叶浪的掌法真是妙极了，老夫练了一辈子掌法，也比不上叶浪的掌法精妙。你们自己看看，那艾九一的两边脸是不是一样红，是不是一样肿？那叫一个对称，简直是件艺术品啊！没想到叶浪的掌法已经精妙到了这种地步，对力度、位置、角度的把控如此到位。他打的不仅仅是耳光，更是在向我们展示一门艺术，我愿称之为耳光艺术。听懂？掌声！大长老特意动用了扩声的手段，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些话，不由是捧腹大笑，就连一直保持中立的忘川圣女都忍不住轻笑出声，将一旁的天骄迷得找不到北。噗嗤！而艾九一听到这些话，一口鲜血直接从嘴里喷了出来，他眼中闪过一抹憋屈，被活生生气到吐血。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此时艾九一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宛若一只癫狂的野兽，接二连三的丢脸已经让他对叶浪恨之入骨。我要你死！他释放出了自己的元婴，一只约50厘米高，全身散发金光的小人。见此一幕，众人不由都是一惊。这是五行元婴中的金元婴。传言刀剑不入，水火不侵，有金元婴的辅助，艾九一撼天神拳的威力至少能提升3倍。叶浪危险了啊！艾九一一阵声嘶力竭的咆哮，撼天神拳，给我轰！叶浪，小心啊！萧青雨心中紧张起来，惊喊道。随着艾九一挥拳轰出，那只金元婴也是轰出一拳，两股拳意融合在一起，疯狂的笼罩向叶浪全身。叶浪没有退让，但也没有继续使用赤火焚天掌。从刚才的交手中，叶浪已经摸清了赤火焚天掌的上限，威力和方才的撼天神拳相当。毕竟荒阶神通和羽阶神通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此时再使用赤火焚天掌，肯定是接不住有元婴加持的这一击撼天神拳。于是叶浪伸手招来了王安吊在论道台上的那把剑。剑一入手，叶浪整个人的气势陡然一变，原先的含蓄内敛变得锋芒毕露，眼神之中更是透着一股凌厉肃杀。周围的人不由是心中一震，他们看向叶浪，好像看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柄剑。天地一剑！叶浪轻声道。话落，如潮的剑气自他身上喷薄，化成一条笔直的细线，嗖的一声穿透了那强横拳芒，过程干净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轰隆！只听一声巨响，艾九一的金元婴直接被剑气贯穿。啊！艾九一整个人麻痹在原地，所有的灵力一瞬间消失无踪，全身气息大乱。就在这一刻，叶浪欺身而上，一掌狠狠拍在了他胸口的位置上。咔嚓！艾九一的胸骨直接断裂，整个人如风中落叶般飞了出去，倒飞之中狂吐鲜血，然后重重地摔出了论道台，全身抽搐不止，再也无法站起来。这一刻，一群人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向了叶浪。艾九一被秒了，这剑气恐怖如斯啊！这不是最难修炼的羽阶神通天地一剑吗？他到底是什么怪物？荒阶神通出神入化也就罢了，竟然连天地一剑都修炼到了大成。艾九一和他比，才是真的废物啊！噗嗤！听到众人的话，艾九一全身发颤，却只吐了一口鲜血，就两眼一翻，脑袋一歪，直接昏死了过去。也不知道是伤昏的，还是被气昏的。九一师兄！撼天拳宗的弟子全部大惊，2个弟子连忙上前，将艾九一倒地的身体扶起来。其中一人抬头怒视叶浪，喝问道：论道切磋，你竟然下这么狠的手！要是九一师兄的元婴有什么闪失，我们全宗绝不会放过你。呵呵，叶浪冷冷一笑，眼神中充满了厌恶。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不是你们说的刀剑无眼，拳脚难收吗？切磋时难免出现意外，断手断脚都是正常不过的事。再说，我也没想到你们全宗弟子这么不抗揍，连我一剑都接不住。你们不怪艾九一弱，反而来指责我，真是搞笑啊！叶浪将当初艾九一恶意重伤王安的话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犹如一击响亮的耳光，重重扇在了撼天拳宗所有弟子的脸上。叶浪的这番话说的道宗弟子内心无比爽快。王安的伤势稳定下来，他站起身子，看着比他还要惨上10000倍的艾九一，只觉得这辈子没这么痛快过，对叶浪更是感激到了极点。若是没有叶浪在，或许他这辈子都没办法出这口恶气。
而大长老面色红润，整个人都精神焕发了起来，看向叶浪的眼神中充满了欣慰与得意。这小子要是我的徒弟该多好啊！就连萧青雨也是被叶浪的那一剑给狠狠震惊了一番。这才过去多少天，剑道竟然大成了，这等天赋，哪怕是他这位剑仙也无法与之相比。听到叶浪的讽刺，全宗天骄们的脸哪里还挂得住，心里更是怒火中烧。其中一人站起身，向着大长老怒声道：你们道宗仗势欺人，我回去就将这件事告诉宗主，他老人家一定会替我们主持公道，替我们报仇。哈哈，大长老还未开口说话，叶浪却是先大笑了起来。我真是低估了你们的脸皮，明明是你们全宗先恶意伤人，然后对我道宗弟子冷嘲热讽，那时候怎么不见你站出来主持公道，现在被打了，感觉到疼了，才想起公道二字，真是可笑。大长老本想展示一下骂功，但听到叶浪这么能说，他不由是安静闭麦，内心暗暗称奇，好小子啊！你全宗的弟子没想到叶浪的口舌如此厉害，字字占理，实在让他无言反驳。爽，实在太爽了！看着全宗的天骄集体吃瘪，道宗的弟子们心里舒爽的都快飞了起来。哼，我不屑和你辩论，等我告知宗主，一切自有结果。憋了好半天，那名肌肉壮硕的全宗天骄才脸红气喘的憋出了这句话。闻言，叶浪更是不屑一笑，继续稳定输出，指着那肌肉男道：连说话都说不明白，你是把脑子练成肱二头肌了吗？你个二货，站着没钢高，坐着比钢粗的，我建议你也别练拳了，改练铁头功吧，好歹还能发挥点脑袋的作用，不然就只是个摆设了。这一番话下来，气得全宗天骄们脸色铁青，牙齿险些都咬碎了。他人身攻击我，那壮硕的全宗天骄更是被骂得浑身发抖。你给我等着！全宗天骄们发现这么多人都骂不过叶浪一个人，便想着撂下狠话，先离开再说。而就在全宗的人想要离开之际，叶浪突然拉长声音说道：慢，我让你们走了吗？此话一出，周围的道宗弟子立刻将那伙全宗天骄团团围住。说你们呢？我叶浪师兄让你们走了吗？今天你们不让叶浪师兄骂爽，我看你们谁敢走！说着，上百名道宗弟子便是释放出气势，封住了所有退路。嗨，那个叶浪啊，让他们走吧。眼见局势紧张起来，大长老这时出来打圆场道：毕竟在论道大会上私自扣押他宗弟子，传出去对道宗的名望大有损失。叶浪转头对大长老笑呵呵道：大长老别误会，我没有不让他们走，只是我刚才听见全宗的师兄说，他们全宗平日里切磋断手断脚都是常有的事，我感到好奇，想见识一下，顺便也学习学习，这不就是举办论道大会的意义吗？接着叶浪又话锋一转，对全宗天骄道：我道宗让你们免费参加论道大会，你们一点表示没有就想走，这符合礼尚往来的道理吗？全宗天骄们被叶浪这话气得肝疼，脸色涨红道：我们大老远跑来，没喝你们道宗一滴水，没吃你们道宗一口饭，我们之间有什么礼尚往来？叶浪双手叉腰，头一扬，脚往地上一踩，理直气壮地回道：你们吸了我道宗那么多空气，不要钱吗？踩了我道宗的土地这么久，难道不要钱吗？听到这话，全宗天骄心中犹如遭受了重击，胸口憋着一股气。他们憋屈啊，这摆明了敲诈勒索啊！你不如直接明抢算了，无耻！从来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噗！一口鲜血直接从一名全宗弟子的嘴里喷了出来，他眼中闪过一抹憋屈，直接被叶浪气得急火攻心，气到吐血。哎呀，你们现在还污染了我道宗的环境，还得再加一笔！叶浪指着地面的血迹，戏谑地说道。噗！又有几名全宗天骄撑不住，气得吐血。叶浪师兄太牛逼了，短短几句话便是能让这么多人吐血，屌爆了啊！道宗的男弟子们一个个都是眼神崇拜地看着叶浪，女弟子们则是一脸爱慕，已经在打听叶浪的生辰八字了。而萧青雨的眉头却是不着痕迹地皱了皱。你们若是不听我讲道理，那我也略懂一些拳脚，不如我们切磋切磋。叶浪冷冷道。没有办法，全宗的天骄只能憋着气开始相互切磋。叶浪在旁摆出了一副认真学习的模样，边看边道：这也不激烈啊，断手断脚呢，难不成全宗的师兄们故意藏拙，害怕我们学到精华？太自私了吧！啊！终于全宗的一位天骄实在忍受不了了，索性自断一臂，愤恨地看着叶浪。够了吧！叶浪满脸钦佩，竖起大拇指道：不愧是全宗师兄，就是狠，小弟服了，我们走。全宗天骄们咬着牙，抬起昏死的艾九一，一瘸一拐地朝山门走去。其余各宗的天骄看着全宗天骄们狼狈的背影，
不由是产生了一阵寒意，同时内心下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永远都不能得罪叶浪这家伙，简直就是魔鬼啊！看上去人畜无害，呆头呆脑的，事实上却是一个催命的阎王爷。虚空中的真空虚内心一阵庆幸，还好自己没先出头，不然倒霉的就是自己了。他这次前来参加论道大会，也是奉了宗门的命令来探探道宗的虚实。道宗作为正道宗门之首，虽然风光无限，但是也被各方死死盯住，稍有变化就会被群狼分食。不管是正道宗门还是魔道宗门，在和道宗交好的同时，也都巴不得这座大厦崩塌。也正因如此，道宗弟子向来格外团结，长老们也极为重视弟子的培养，为的就是未来能足以应付一切宗门的挑衅。有了全宗天骄作死的例子，接下来的论道大会，各宗都是完美秉承着平等、友善、互帮、互助的理论进行论道。就连倨傲的真空虚也老老实实的收起了傲气，认真的向道宗的弟子和长老求教。不得不说，道宗长老们的业务水平确实高。各宗天骄有很多问题，自家宗门解决不了，但道宗长老仅仅几句话就能将其点破。而叶浪见论道大会开始有序进行，便是坐回位置上，掏出随身携带的水壶，喝起了枸杞茶。他的赤火焚天掌已修炼圆满，按理来说不需要再吃枸杞了，但叶浪早喝习惯了，一天不喝就浑身难受，还是枸杞泡茶，越喝越有味。这时萧青雨突然走到了他的面前，脸上带着一股清冷之气，语气也很冰冷，跟我来。叶浪微微一愣，疑惑师父怎么会是这种语气？他刚帮道宗出了口恶气，不应该是夸他几句，或者给点奖励吗？为何是一副要惩罚他的样子？叶浪摇了摇头，跟上了萧青雨。在论道台的不远处有一处小树林，萧青雨往前走了一会儿，便停下了步伐，转过身看着叶浪，严声道：你可知错？我错了。叶浪的眉头拧在一起，师父，我哪里错了？萧青雨板着脸道：你方才在论道台上，为何要咄咄逼人？听到这，叶浪眉头越陷越深，沉声道：师父，你是指我不该对艾九一下那么重的手？萧青雨微微摇头，当然不是，是他先恶意伤人，你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件事为师还是很认可你的。那还能是什么事？叶浪被萧青雨整糊涂了。这时萧青雨摆出了一副师父要教育你的模样，双手叉腰，沉声问道：你逼全宗弟子自断手脚，这等仗势欺人的做法和魔道有何不同？叶浪，你刚才的心性太差了，得理不饶人，丝毫没有一点正道该有的样子。萧青雨故意将话说得很重，目的就是为了敲打叶浪，一来是防止叶浪因为天赋太高而变得自负，这是修炼的大忌；二来也是为了保护叶浪，须知秀目立于林，风必摧之，太过锋芒毕露，总会惹上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烦。萧青雨总归是修炼了数百年的剑仙，自然见过不少天才陨落的事，他害怕叶浪以后会落得这种结局，所以他今天必须要好好管束一下叶浪，顺便再树立一下他作为师父的至高威严。那么等叶浪突破元婴后，他就肯定不敢提太过分的条件。萧青雨的心思总是这么的深，别看萧青雨平日对叶浪和和气气的，冷起脸来那气势也不是盖的，还真把叶浪给唬得一愣一愣的。叶浪低着头嘟囔道：师父，我错了。错哪儿了？师父说我错哪儿了，那我就错哪儿了。原本听到叶浪主动认错，萧青雨心中一阵欣喜，但下一秒就听到这么敷衍的回答，萧青雨眉头一皱：你这是不服啊？我服啊。叶浪抬起头直视萧青雨的眼睛，一脸真诚道：下次别人欺负我，我保证不还手。你……萧青雨气得瞪眼，师父要是还不满意，那我就主动把脸伸过去给他们打。谁让师父不让我还手呢？你个逆徒！听着叶浪话中的阴阳怪气，萧青雨的胸脯被气得忽上忽下，好不壮观。他气哼哼道：我什么时候让你不还手了？我只是在告诉你，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嘿，你故意和我过不去是不是？萧青雨突然伸手一把揪住了叶浪的耳朵，到底你是师父还是我是师父？师父，疼，当然你是，松手啊。那你听师父话吗？我听，顶嘴吗？不顶了。萧青雨这才放过了叶浪的耳朵。叶浪的耳朵已经有些发红了，他赶紧揉了揉，接着手搓了搓鼻子。咦，上面竟然有师父的体香。萧青雨瞥了一眼叶浪，淡淡的问道：你知道为师为什么能成为剑仙吗？因为师父天赋超绝。错，那就是因为师父刻苦练剑。又错，总不能是因为运气好吧？大错特错。萧青雨想也不想道。叶浪面色古怪：师父，你故意的吧？
除了这几点外，还能有什么原因？怎么没有？为师今天就告诉你一个修炼心得。萧青雨一脸高深，师傅你快说，我听着呢。一个字，狗。叶浪眼中透着一股茫然，师傅，你今天吃错药了？很难想象这句话是从一个高冷剑仙的口中说出来的。师傅居然要他狗，这对吗？萧青雨不理会叶浪眼中的异样，自顾自地继续道，其实师傅以前骗了你。骗我什么了？我骗你说我刚修炼时天赋超绝，其实那是假的，我是最笨的那一个。萧青雨脸颊发烫，有些不好意思道，那时候我还没觉醒通灵剑体，练剑也总是比别人慢慢拍，所以他们都喊我贱呆子。闻言，叶浪恍然道，那我懂了。师傅，接下来的剧情是不是你受到了刺激，开始化耻辱为动力，开始每天刻苦练剑？扬言末期少女穷，是要打脸所有人？并不是。萧青雨的脸颊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事实上，当时为师被他们气到了，所以决定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趴一会，天天睡懒觉，1年到头也不练剑了。什么？师傅你？叶浪少有的被震惊呆了。萧青雨吐了吐舌头，尽显俏皮，怎么？为师就不能放松放松吗？然后呢？这一放松就是100年过去了，合着您在坑里躺了100年是吧？我请问师傅你是怎么当上的剑仙？闭嘴，接下来才是重点，不许打断我。萧青雨好似陷入了回忆中，那时候为了不让道宗势力变强，外界有许多宗门暗地里都极力扼杀道宗的天骄弟子，和我同一期的弟子基本上都被暗杀了。这么说，师傅你也是历尽千辛万苦才活到了现在啊？当然不是。萧青雨的语气颇为自豪，我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压根没人来暗杀我。也对，毕竟谁没事暗杀一个躺平的废物呢？叶浪不由吐槽了一句，换来的却是萧青雨一个重重的板栗。小屁孩，你懂什么？正因如此，宗门只能将所有资源都给了我，然后我意外觉醒了通灵剑体，从此走上人生巅峰，成为一代剑仙。所以我说了这么多，你明白为师苦心了吗？叶浪当即回道，只要苟得住，总有出头日。咦，不错不错，这悟性可以啊。萧青雨一脸满意道，师傅放心，以后我肯定不会再做这种锋芒毕露的事了，我要低调到所有人都拿我当空气。萧青雨连连点头称赞，好好好，不过也不能太狗了，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你刚才在台上打脸全宗天骄，那霸气侧漏的样子还是蛮帅的，被师傅夸了，嘻嘻。叶浪眼睛一亮，嘿嘿笑道，那师傅是不是应该给我点奖励呢？你想要什么？嗨嗨，师傅你有没有不穿的内衣？滚！色胚子！虽然没得到师傅的贴身衣物，但知道了师傅年轻时候也是个狗货。叶浪心情顿时畅快起来，比上爱九一那几个巴掌还要来得痛快。自己是懒货，而师傅是狗货，这么一想，叶浪瞬间就觉得他和萧青雨真是天底下最般配的一对。回到落魄楼，叶浪继续开始了刻苦修炼，喝水修为加1+1+1。叮！恭喜宿主突破，宿主目前修为金丹5重。距离元婴又近了一步。不远处，几名想请教叶浪的弟子看见这一幕，心中顿时一阵狂震。叶浪师兄又双若灼突破了。其中有一名弟子痛哭流涕，抽鼻子道，我已经被困在炼气境9重整整3年了，每天苦修都无法突破，叶浪师兄却只要喝水就突破。呜，我好想体验一把当天才的感觉啊。这就是天才吗？听到又有人喊自己天才，叶浪想起萧青雨的叮嘱，当即驳斥道，你们不要喊我天才，我是废物。弟子们啊，对，您是废物，我们废物不如。道宗北面，一座形似五指泉的山峰巍峨耸立，而汉天玄宗便是立于此处，整座山峰都是汉天玄宗所有。黄昏已过，夜幕初降，这时一阵急躁的喊叫声打破了全宗的安宁。闪开，都闪开，艾师兄受伤了，马上去通知宗主和药店的长老过来，快啊！几名分别断手断脚的弟子合力抬着艾91，如发疯一般冲进了全宗大殿。不多时，全宗宗主和药店长老匆忙赶来。几名从道宗返回的全宗天骄一见到全宗宗主，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悲怆喊道，全主替我们报仇啊！看着一群弟子浑身是血，2个人加在一起才能凑齐一双胳膊一双腿。全宗宗主和全宗长老大惊失色，再看到昏死的艾91，全宗宗主立刻如一头发怒的雄狮般咆哮，谁？这是谁干的？是道宗。那弟子声音颤抖道，论到大会上，艾师兄和一名道宗弟子切磋，被对方下了死手。艾师兄他，你放屁！
全宗宗主红着眼睛怒吼：“道宗那些废物弟子，哪怕一起上都不可能伤得了九一。宗主你理智一点，还是先让老夫看看九一的伤。”药店长老劝道：“理智？你让我怎么理智？九一元婴被毁，全身骨骼断裂，灵力尽失，他已经成一个废人了。”全宗宗主眼睛死死瞪大，怒声咆哮道：“什么？”药店长老顿时大惊失色：“九一被废了？天杀的，是哪个畜生下这么重的手？”全宗宗主死死攥紧拳头，咬牙切齿道：“你看看还能不能挽救一下？你们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一字不差的全都告诉给老夫。”道宗议事大殿，12长老和圣女萧青雨坐在位子上，而另一边忘川圣女正喝着茶，面带笑意。忘川圣女，你来参加论道大会，却不论道，这是为何？如果忘川圣女还有其他事，不妨直接说出来。大长老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困惑。大长老，我奉圣主的命令，想借贵宗至宝天机盘一用。忘川圣女礼貌道：“天机盘？这可不行，道宗有规定，天机盘不得借给外宗。”大长老皱眉道：“天机盘可是道宗的镇宗之宝，虽然品阶不明，但从未有人见过比天机盘还厉害的法宝，上可测算天机，下可推演万物，同时还能无副作用的短暂的提升修士一个大境界的实力。也正是因为天机盘的存在，道宗的地位才能如此稳固。不过天机盘也有缺陷，那就是使用次数有限，因为催动一次天机盘只能借助天机盘中央灵形晶石的力量，而灵形晶石在九州大陆范围内根本无法找到第二枚，也就是说天机盘用一次就少一次。根据看守天机盘的赵长老推测，灵形晶石剩余的能量最多只够天机盘使用4次，而不久前测试夜浪体质已经用过了1次，如今天机盘只能再使用3次。所以当听到忘川圣女的请求后，大长老不假思索直接拒绝道：“忘川圣女，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闻言，忘川圣女皱了皱眉：“大长老，这件事既是帮我，也是在帮你们道宗。”“哦，此话怎讲？你们道宗最近是不是出了一个叫刘青衣的叛徒？”“是，那个畜生偷取了我道宗不少机密神通，别让老夫抓到他，否则……”大长老眼中迸发出杀意。其实他是玄冥魔宗派来的卧底，而他不只偷了你们道宗的情报，连我忘川圣地的不传功法也被他盗走。我请求借用天机盘，就是为了找出他的藏身之地。萧青雨突然冷冷一笑：“找他还用得着天机盘？只要他敢露面，我一剑斩了他。你们先别急，我还有一个情报。”忘川圣女见仍然没有说服道宗长老，于是直接扔出了底牌。刘青衣曾经是道天魔尊的弟子，道天魔尊临终前将生平盗来的财宝全部藏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只有刘青衣知道，也只有他才能打开。如果道宗愿意和忘川圣地合作，找到宝藏后，我只要里面的一个宝物，其余的全归道宗，这样如何？听完这番话，一众长老都是瞪大了双眼，面面相觑。道天魔尊的宝藏，这可是修行界公认的顶级宝库，宝库里面藏了无数绝世神通以及数不尽的灵石法宝，毫不夸张地说，道天魔尊的宝藏足以和道宗的宗门宝库媲美。大长老深吸了一口气，看向萧青雨，萧青雨点了点头：“好，老夫就问一句，忘川圣女刚说的话，能否代表忘川圣地？”“自然能，那就合作愉快。”大长老脸上露出一抹笑意。而就在这时，大殿外突然传来轰的一声震响，随之一声震天般的愤怒咆哮从远处传来：“马上把夜浪交出来，否则老夫今日就踏破道宗！”听到远处的动静，萧青雨目光一凝，眉头低沉，从位置上站起来，飞出了大殿。该来的总归还是会来的。他早料到全宗不会善罢甘休，但没想到全宗宗主来得如此迅速，连1天都等不下去。夜浪也是听到有人喊他名字，立马反应过来，全宗来找他兴师问罪了。他刚出了破楼，耳边便是响起萧青雨的一句剑识传音：“老实待在房间里，看为师替你摆平。”到宗山门口，此时已是黑夜，但到处灯火通明，气氛剑拔弩张。全宗宗主亲自前来，身后跟着10几位全宗长老以及上百个全宗弟子，怒气腾腾，杀气凛然。这些皆是全宗的精锐。负责看守山门的道宗弟子已经是满头大汗，战战兢兢地堵在门口，大气不敢喘一下。全宗宗主并没有收敛气息，合体巅峰的威压直接是震碎了道宗山门。萧青雨带着道宗长老赶到，大老远便冷喝道：“全宗宗主，你是想和我道宗开战吗？”萧青雨，立刻交出夜浪，我就此作罢，否则老夫今天就要试试你这位剑仙的剑到底有没有传言中那么神。全宗宗主黑着脸道，他以为态度强硬些，
足以将这个只有300多岁的小丫头吓一跳。但让她失望的是，听到她的话，萧青雨面色平常，丝毫不见波澜，反而语气冷冷道：“那你便来试试。”萧青雨唤出了自己的佩剑，是一把通体雪白，而剑尖点染着一抹鲜红的剑。剑一现世，周遭的温度仿佛都下降了几十度，杀气之强，直让众人背脊发凉。全宗宗主突然心中犯怵，面色阴沉道：“我来是为了一个公道。你道宗弟子恶意重伤我徒弟的原因，让我爱徒修为尽失，一生尽毁。这等血海深仇，纵然将那叶浪千刀万剐，老夫也犹不解恨。”哦，你说这是啊？萧青雨露出了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这事当时我在场，就是论到大会的正常切磋，没什么问题，全宗宗主不必为此大动肝火。至于下手是否重了些，当时各宗弟子都在场，听得一清二楚，刀剑无眼，拳脚难收。这话可是你全宗弟子说的。切磋嘛，总归要受点伤。全宗宗主，你说是不是？这番话，萧青雨说的字字铿锵，义正言辞。全宗宗主脸色铁青，怒吼咆哮道：“放屁！元婴都碎了，你管这叫小伤？要么教人，要么老夫真要出手了。纵然拼了老夫这条命，我也要让残害我爱徒的凶手付出血的代价。”萧青雨的面色依旧平静如水，淡淡的道：“手脚在你自己身上，你想动手就快点，不想就滚开。”你，全宗宗主瞪大双眼，好似有些难以置信。不是，你这么霸道的吗？瞧见萧青雨这副姿态，全宗宗主反而不敢动手了。万一真打不过怎么办？据说这位年轻剑仙境界虽然只有合体境，但却能力战动虚而不败。可话说到这份上了，再不出手，面子也会扫地。全宗宗主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局面，只能瞪着双眼，恶狠狠地看着萧青雨。看样子你是不敢出手了，那就请全宗宗主带人回去，早点洗洗睡吧。萧青雨的语气中带了一丝丝不屑。狂妄！今天老夫就略微出手，替你们道宗宗主教训一下你这丫头。全宗宗主身上的衣袍猛然鼓起，一股庞大的气场骤然爆发，让他周围的空间都出现了扭曲变形。磅礴的权意如一张遮天大网，照向萧青雨和他身后的几名道宗长老。他一手青霜，一手紫雷，如肋骨般当头灌下四天怒神法。这正是撼天神拳圆满的神通异象。不过如此。萧青雨淡淡一笑，接着朝向天地递出一剑。霎时天地无声，甚至连一丝丝剑气都没有出现。然就是这平平无奇的一剑，却让全宗宗主面色骇然。下一秒，他的一切气势都泯然于天地，而全宗宗主的身影一路倒退，竟然如时光倒流一般，回到了最初的位置上。全宗宗主怒目圆睁，死死盯着漫不经心的萧青雨，内心骇然无比，他居然莫名其妙就输了。萧青雨的剑法名动天下，却极少有人真正见过。据说是和时间有关，甚至掌握了一点光阴的秘密。大多数人都以为是夸大其词，但是这一剑似乎成了最好的证明。这是何等奇妙的剑法啊！世间绝无仅有。一剑过后，所有人都是沉默，有一拳宗长老小声道：“要不我们回去吧。”此时此刻，任谁都看出来，全宗宗主的实力和萧青雨相比，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远处观战的叶浪在见识到萧青雨这一剑后，也是不由双眼瞪大，咽了咽口水，道：“我师父还真是剑仙啊！”短暂沉默后，萧青雨缓缓开口：“还想再试试吗？”“不必了。”全宗宗主内心慌的一批，但表面还是拿出架子道：“剑法有点东西，刚才那下勉强算是和老夫打了个平手。”闻言，萧青雨忍不住鄙夷地看了一眼他，然后转身离开了此处。“你给老夫记住，这事不算完。”全宗宗主对着萧青雨的背影吼道。说实话，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连全宗的长老弟子都快没眼看了。不过这也怪不得全宗宗主失去风度，他的确被萧青雨不屑的模样给气到了。今日老夫状态不佳，我们走。慢着！就这时，叶浪突然从人群中窜了出来，手指了指被毁坏的山门，道：“麻烦走之前把门给赔了。道宗山门都是用上好陨石打造而成，维修费高达50万灵石。全宗主，请问你带够灵石了吗？”“欺人太甚！老子给你个蛋，但老子也不给你！你妈嘞个！”全宗宗主彻底失去了理智。嗖！天边飞来一剑，稳稳落在了全宗宗主的面前，寒光凌冽。“嗨嗨，那个啥，给宗门传音，让他们送钱来。”全宗苏醒过来的艾九一浑身无法动弹地躺在床上，一脸生无可恋地望着天花板。药店长老坐在一旁为他敷药疗伤。突然，药店长老怀中的传音石响了起来：“啥？你们？哎，好吧，
我派弟子过去。听到动静，艾九一死气沉沉的脸上多出一分期待。宗主成功了吗？长老，替我告诉宗主一声，把那小畜生活着带回来，我要将他千刀万剐。九一你先别激动，宗主让我送50万临时过去，把他们赎回来。看样子是吃亏了。噗嗤！听到此话，艾九一猛然喷出一口鲜血，再次昏死了过去。九一，你醒醒啊！修行界的消息传播非常快。第二日中午，修行界日报便将昨天发生的事报道出来。红色大标题醒目：什么？全宗天骄艾九一竟成废人一个。标注：本报道由道宗大力资助。无敌。继萧剑仙之后，道宗再添一绝世天骄。标注：本报道由道宗大力资助。震惊！全宗宗主不远千里，竟怒修道宗山门。注意，中州局势恐将发生质的变化，道宗和全宗疑似结成攻守同盟。看见这则修行界新闻，刚醒来的艾九一又是被气昏了过去。全宗宗主扔下手中的报道，叹了口气，对身后长老问道：投林家了吗？已经投了，宗主。那就好，昨晚的事就当是施舍道宗一次，我们为他们修山门，一定要让报道凸显出我全宗的大度。钱不是问题，面子不能丢。另一边，道宗和忘川圣女达成合作后，大长老立刻让人再次激活天机盘。老赵，开始吧，推演出刘青衣那个叛徒的位置。赵长老点了点头，旋即释放出一股灵力，注入天机盘中。下一秒，只听嗡的一声，天机盘缓缓转动起来，中央的菱形晶石射出一抹光亮，投影在了前方的墙壁上。没错，还是3D 立体的画面。几秒过后，刘青衣的藏身之处在画面中被标注出来。众人凑近一看，立马惊呼道：什么？那叛徒居然就躲在金元城里？灯下黑，真是灯下黑啊！大长老扶了扶额，一脸痛心疾首。因为金元城不仅是道宗管辖的城池，而且距道宗特别近，不足5000里。赵长老心疼地看着又小了一圈的菱形晶石，现在天机盘只能使用2次了。葛老子的，要是道天魔尊宝库里没啥好宝贝，老夫非要将那刘青衣给点了天灯。大长老气得骂了一句娘。金元城中肯定还有玄冥魔宗的秘密据点，趁此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萧青羽目光中射出一抹寒意，刘青衣我亲自去抓。第二天一早，道宗的弟子秘密前往金元城，萧青羽和叶浪也在其中。路上，叶浪面露不解：师父，抓个化神境的叛徒而已，用得上你亲自去吗？萧青羽摇摇头道：刘青衣擅长伪装和逃跑，不是那么好抓的。再者，那刘青衣害我不浅，我必须要亲手砍下他的脑袋，然后当球踢。叶浪眨了眨眼，脸色不由露出几分好奇，问道：这么苦大仇深，师父，他哪里得罪你了？和我说说，身为你的好徒儿，此仇我替师父报。萧青羽叹了口气：怎么说呢？若是没有他，我也不会遇见你。叶浪一拍脑门，恍然大悟，原来是我和师父的月老啊！啪嗒，此话一出，叶浪毫不意外地挨了一下萧青羽的板栗。别胡说，我是你师父。叶浪嘿嘿笑道：嘿嘿，师父，我已经快金丹6重了，时间还剩半个月哦。萧青羽闷哼一声，没有回话。其实叶浪的心思他也知道一些，整天待在火堆旁，又怎么感受不到火焰的温度？但是这位剑仙对小小的男人貌似有些抗拒，在他眼中20多岁的叶浪就像没断奶的小屁孩那般小，难不成自己还要给他喂奶？一想到这些画面，萧青羽不由加快步伐，和叶浪保持距离。太羞耻了！金元城，为了不打草惊蛇，道宗弟子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分批进了城，然后找到一个旅店住下。萧青羽整理一番后，对叶浪叮嘱道：在这儿待好，等我回来。为师感应到城中藏着不少魔修，我去看看。师父小心啊！哼，无需多言，能伤到为师的人现在还没出生呢。萧青羽极为自信道。听到这话的叶浪眨了眨眼，内心暗暗反驳道：吹牛，我不就伤了师父你吗？不仅见血了，还把你弄得嗯啊的叫。萧青羽走后没多久，叶浪无事可干，便让小二准备好一缸茶，他要开始修炼了。这时身穿黑衣的王安喊住叶浪：叶浪师弟，第一次来金元城，想不想出去逛逛？王安师兄，你的伤还没好，怎么也跟来了？一些小伤，没什么大碍。王安笑道：再说了，这次行动由圣女出马，我们这些弟子最多打个辅助，也不会有什么危险。闻言，叶浪摸着下巴想了想，忽然道：师兄，我想起了一件事。何事？报仇讨债。叶浪至今还记得
他穿越过来的地点就是金元城。当时为了吃口饭，他卖身给一个地主砍柴3年，结果一个钢板都没赚到，白白被人压榨了3年。曾经叶浪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斧头，但是残酷的现实告诉他，勤劳换不来斧头，甚至连自己砍的柴都保不住。一想到这事，叶浪就气得直咬牙，怒气满满。王安缩了缩脑袋，师弟，你这模样好吓人，那人得欠了你多少钱啊？倒是没欠多少，就是让我很憋屈。叶浪握紧拳头，回忆起那至暗的3年。小爷天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替他砍柴挑水，他1毛钱不给就算了，反过来还说我倒欠他100零食，还不清我就得一直无偿给他砍柴，这是为什么？他说他给了我斧头，又给了我天天砍柴的锻炼机会，我应该给他零食才对。听到这话，王安也怒了。须知按照九州大陆的货币换算汇率，1块零食就等同于俗世中的10万两白银。无耻之徒！师弟，走，师兄替你一剑劈了他。金元城黑虎帮宽敞的大厅内，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坐在椅子上，手上捧着一个算盘，嘴里喃喃道：今天又进账300两白银，哈哈哈。他名为张虎，原本是某个3流宗门的杂役弟子，由于资质太差，年过50还没突破炼气4重，最终被扫地出门。不得已之下，回到金元城，仗着自己炼气3重的小修为，当起了一方地主。炼气3重的修为在修行界不算什么，但放在世俗却是妥妥的一方高手。老爷，该给下人们发月俸了。这时一旁的管家提醒道：发月俸？他们给我干活是他们的荣幸，我没要他们钱就不错了，还想要月俸？做梦！有一个下人的女儿得了重病，急等用钱。得重病那就去死呗，让他再生一个，老子没钱。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名护卫冲进来，战战兢兢道：老爷，门口来了2名修士，指名道姓要见你。修士！闻言，张虎心中咯噔一下，眼皮一阵狂跳，他心中莫名感到几分不安。你可知他们是何境界？不知道，但看上去都挺年轻，还很有礼貌。呼，那还好。张虎松了一口气，看样子只是2个色厉内荏的愣头青，最多炼气1、2重的境界。原因很简单，如果对方真是厉害的修士，根本不可能这么客气，早直接闯进来，一脚踢爆他的狗头了。召集所有人马，随老子去会会他们。黑虎帮大门口，叶浪抬头看向大门上方的牌匾，旋即手指一弹，咔嚓，木质牌匾应声坠落，摔了个粉碎。张虎，你个臭扒皮，滚出来受死！3年前我无力保护我的一切，3年后的今日，我已功成名就，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脑海里刹那间闪过108种龙王归来，闪亮登场的剧情。叶浪昂首挺胸迈进了大门，刚踏进大门，就有一声暴喝响起：赶来老子的黑虎帮撒野，活腻歪了！话音落地，几十个凶神恶煞的壮汉从庭院中涌了出来，为首的人正是张虎，脖子上戴个大金项链，一副土地主的模样。哟呵，原来是你小子啊！看见叶浪后，张虎彻底松了一口气，心中不屑之意升腾。特么的，就一个砍柴工，装什么大尾巴狼，吓老子一跳！原来你还记得我。叶浪略感意外，毕竟砍柴工有几百个人，他也就见过张虎几面，没想到对方居然还能认出自己。张虎阴恻恻笑道：叶浪嘛，你比喻还能干，一个顶3个，老子对你印象很深啊。这半个多月躲哪儿去了？言下之意是为了试探叶浪这些天是不是找到了大背景，如果背后真有人撑腰，他还会忌惮几分，否则结。躲哪儿去了？叶浪嗤笑一声，语气轻蔑的道：你浪爷现在是道宗的内门弟子，还是剑仙圣女的首徒？道宗弟子，剑仙的徒弟，就凭你！听到这话，张虎先是一愣，接着笑得前仰后翻，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样。臭小子，编故事也要编靠谱一点嘛！我还说我是道宗宗主呢。给你个认罪的机会，立马去给我砍500公斤的木材，否则砍，我砍你个软蛋子！听到砍柴2字，叶浪气得大吼，直接上前一把揪住张虎的衣领，啪！接着一道清脆的耳光声在庭院中响起，张虎的2个黄金门牙应声飞了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哎呦，我的牙啊！小子，你找死！张虎表情狰狞，小弟们都看着呢，自己怎么能出丑？他堂堂炼气3重的大修士，还搞不定叶浪这个小小的普通人了，所以强忍着剧痛，一拳砸了过去。他自信这一拳足以将叶浪打得半死不活。砰！
这一拳被叶浪稳稳地接在手中，用力一捏，哎呦，疼疼疼疼！张虎嗷嗷叫着，疼得面目扭曲，开始怀疑人生。老子是炼气3重的大修士啊，这小子的力气怎么比自己还要大？除非他是……你是炼气4重？惊恐万分的表情，井底之蛙。叶浪不屑一笑，抓着张虎的拳头，转身将他按趴在地上。叶浪跨坐在他身上，右边一拳，砰！嗷嗷！左边一拳，砰！嗷嗷！爽了！张扒皮，迎接砍柴工的愤怒铁拳吧！叶浪落拳如雨，砰砰嗷嗷的声音不绝于耳。看着惨叫不断的张虎，心中乐开了花，就像吃了炫迈，根本停不下来。用拳头打不过瘾，叶浪抬起43码的大脚，对着张虎的脸砰砰砰的就是一顿暴踹。哎，用脚踢貌似比用拳头砸感觉更爽了啊！张虎彻底怕了，脸色煞白，对叶浪疯狂求饶：“浪爷饶命，饶命啊！你再踹下去，我真要被你踹死了！”废话，不踹你能死吗？张虎惨叫哀嚎：“我不想死啊！如果我死了，我那30多房小妾该怎么办？你更该死了！别杀我，我只是没发工钱，罪不至死。我有钱，我把欠你的工钱都补给你。浪爷，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保证以后按时发月俸。”叶浪眨了眨眼，掰着手指头数道：“我1个月的月俸是10零食，1年就是360块，3年就是3万块零食，4舍5入就是10万零食。你给吧，给了我就放你一马。浪爷，你他妈比我会当土匪啊！”张虎顿时傻了，目光呆滞且震惊地看着一本正经算账的叶浪。他要有10万零食，还至于在这金元城中当恶霸吗？下一秒，他猛地站起身子，夺路狂逃，速度之快，眨眼间竟直接冲到门口。老子的逃跑速度天下无双，有种你追我腮！叶浪随意弹出一指，轰！伴随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狂暴的剑气四散横扫，张虎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顷刻间化作血雾。什么？他竟是金丹大佬！这是张虎生前最想说的一句话。解决完张虎后，叶浪心中爽快到了极点，他被压迫3年的仇终于得报了。果然还是修仙有用啊！这时王安命令黑虎帮的人将张虎藏的钱全搬出来，整整16个大箱子，每一箱子里都放满白银，加起来有上百万两白银。叶浪粗略估算一下这个世界的物价，一个馒头等于1文钱，1两白银等于1000文，100万两白银就等于10亿，放在前世就是10个小目标啊！师弟，你这钱要吗？不要都给我呗！王安看着白花花的银子，眼冒金光。叶浪无所谓的挥了挥手，白银对我无用，师兄你想要就拿走吧。好师弟，以后师兄罩你。接着王安对黑虎帮的下人道：“他欠了你们多少月俸，自己去箱子拿，但不许多拿，否则……”哼哼。听到这话，下人们本来怕得要死，瞬间兴奋起来。他们对着叶浪和王安拜了起来，然后兴高采烈地去数钱。两位仙人，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张虎的管家拿到钱后没有直接走，而是来到叶浪身前，面带犹豫道：“你尽管说。”管家眼神惊恐：“我知道张虎最近认识一个大修士，据说实力强到可怕。你们杀了张虎，那修士说不定会来找你们麻烦。你们还是快些离开金元城。那修士是不是姓刘？”叶浪突然开口问道。“对对对，仙人你怎么知道的？莫非仙人还会算命？”听完管家的话，叶浪和王安对视一眼，默契地点了下头。管家，带我们去张虎的房间。好好，你们跟我来。房间内，张虎是个真正的大暴发户，对黄金的热爱简直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他的房间中每一个摆件全是金子打造而成的，金床、金桌、金杯，甚至连茅坑都是黄金造的。看着这些闪闪发光的黄金，叶浪顿时觉得刚才让张虎死得太轻松了，这得压榨多少人才能换到这么多的黄金？叶浪忍不住骂道：“连茅坑都是黄金，咋的？他用金马桶就不会便秘了吗？”“是啊，我真想把黄金从他屁眼里塞进去。”王安也不忿地说了一句。然后二人开始在房间中细细搜找起来。“师弟，你看这是什么？”忽然王安抽掉墙上的一块砖，从里面找到了一个羊皮卷，递给叶浪道：“师兄，藏这么深你都能找到？”叶浪不由是吃惊道：“瞎，我家3代捕快，抄家这事我熟得很。羊皮卷上有修士留下的痕迹，快看看是什么。”闻言，叶浪将羊皮卷铺在桌上，是一幅有特殊标记的地图，在距离金元城50里外的麒麟山脉处被标注了一个红色五角星。王安突然激动起来：“师弟，你说
这会不会是藏宝图？道天魔尊的宝藏就藏在麒麟山脉？有这个可能，我回去和我师父说一声。师弟，不如我们直接去。叶浪不解地看了一眼王安，问道：为何？师弟，我也不瞒你了，在来之前，大长老偷偷嘱托了我一句，让我赶在所有人的前面找到宝藏。原因也很简单，这次行动忘川圣女也在，如果和忘川圣女一起找到宝藏，那宝藏就要和她一起分了。虽然忘川圣女说只要其中一个宝物，但自古财宝动人心，万一她反悔了呢？所以我们先将宝藏拿走，然后再把她要的宝物送给她，我道宗就可以大发一笔横财了。听完王安的分析，叶浪不由是暗叹一声，姜还是老的辣啊。于是叶浪和王安悄悄地出了金元城，直奔麒麟山脉而去。不过路上倒是发生了一件让叶浪吃惊的事。原先王安朝他要那些白银，他还以为王安是喜欢财宝，但事实上王安离开黑虎帮后，便是直接将所有白银撒得满地都是，甚至还动用手段将一包包白银从窗户口扔进了普通人家。100两白银足够一家人吃喝2-3年了。王安师兄还挺善良。很快叶浪二人赶到了麒麟山脉，入山口的大树上贴了一个告示：麒麟山脉没有麒麟，只有大蛇，切勿进入。王安看着告示，不屑冷哼道：大蛇，老子可是斩过金丹9重大蟒的男人，区区蚯蚓何足挂齿。师弟，我们进去。叶浪和王安都是金丹境，他们根本不把大蛇当回事。二人继续前行，一路上确实遇到了不少大蛇，对普通人来说，这些蛇难以应付，一旦被缠上，基本就是一个死。但对叶浪来说，毫无威胁。王安貌似很喜欢斩蛇，一剑斩出，将一条10几米长的巨蟒劈成2半，整个过程轻松无比。哈，还有谁？小爷全劈了。王安笑着看向叶浪道，但却发现叶浪看着他的身后，眼神逐渐凝重起来。师弟，你怎么了？王安不解。接着他注意到身后传来一阵簌簌的声音，一片阴影将他笼罩。他转身看去，也顿时被镇住了。妖蟒，一头他从未见过的黑色巨蟒正在他的身后，体长足有30米，有4-5个成年人加起来那么粗。黑色的鳞片上带着白色的条纹，一双暗黄色的蛇瞳透着阴冷。此刻这头妖蟒抬着上半身，庞大的身躯好似乌云般遮住了王安头顶的阳光。王安下意识咽了一口口水，随即闪身暴退。有没有搞错？就这片小山脉居然还有半不原因的妖兽。王安闪身暴退的瞬间，这妖蟒也张开深渊巨口，朝着王安原先所在的位置狠狠撞去。但由于王安躲得及时，并没有被打中，巨大的脑袋砸在了地上，碎石飞溅，直接是砸出了一个大大的深坑，一下子没有击中目标。妖蟒起身晃了晃脑袋，似乎被砸得有些头晕。师兄，你没事吧？要不你歇会儿，让我来。叶浪看着略显狼狈的王安说道。不用，师兄我能行，这妖物要不了多久就能化形了，到时候就能出去滥杀无辜。今天无论如何，我必须要斩了他。王安摇了摇头，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大义凛然的神色，让人肃然起敬。他手中的灵剑一抖，顿时有蓝色的剑芒闪烁了起来，他一马当先，直接朝着那妖蟒冲了过去，大喝了一声：妖孽！安爷在此，还敢造次！说着，他手中的灵剑顿时便要射出一道剑气出去。然而让叶浪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还不等王安手中的灵剑射出剑气，当即便有一条巨大蛇尾朝着他身上撞了过来。叶浪眼睁睁地看着王安身形飞起，从他头顶一掠而过，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还是脸朝地。叶浪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很疼，这是能感同身受的。不过说好的降妖除魔呢？闹呢？哎呦，我的老妖啊，师弟快过来扶我一把。王安瘫坐在地上，不停地吸着凉气。见状，叶浪将他搀扶了起来。不得不说，王安师兄的身体素质不是一般的好，特别抗揍。不久前的伤还没好，现在又挨了妖蟒一尾巴，居然还能不死。被叶浪搀扶起来的王安，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不由得有些尴尬道：嗨嗨，刚才大意了，没有闪，放心，这次肯定没问题。说着，王安再次提着灵剑，一瘸一拐地朝着妖蟒走去。师兄，你行不行啊？不行我来吧。叶浪有些担心地看向他道：男人哪有说不行的，不行也得行。王安神色一肃，猛然跃向了妖蟒的脑袋上空，握住灵剑，运足灵力，当头劈下。铿锵，灵剑砍在妖蟒的鳞片上，先是迸射出一串火花，然后响起金属碰撞的声音。王安不由是瞪大了双眼，这妖蟒的鳞片竟然这么坚硬，金丹9重的一击居然还破不开对方的防御。妖蟒似乎被王安激怒了，嘶吼一声，身躯抬起，王安连忙往后退。可旁边猛地一股劲风袭来，
一条蛇尾已经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身上，啪，又是将他抽飞出去10几米外。师兄，嗨，师弟，师兄不行了。见状，叶浪只好自己出手。这还是他第一次面对妖兽。九州大陆是存在妖族的，据说那些有大神通的妖兽都藏匿在10万大山之中。妖兽达到元婴境便可以化形，光从外表看上去与人毫无两样。此刻面前的妖蟒显然已经快突破元婴，即将化形。而妖兽一旦化形，便能开始修炼神通，实力倍增，远超同境界的人族修士。叶浪不敢大意，起手就是一击赤火焚天掌，猛然轰向妖蟒的脑袋。在他身后，隐隐有一尊红色仙人虚影浮现，正是赤火焚天掌出神入化的神通异象。轰！在异象的加持下，这一掌的威力强大到可怕，掌印如风，火龙咆哮，其散发出的灼热气息，直接是让周围的温度都上升了10几度。砰！巨大的力量轰在妖蟒的脑袋上，将它砸飞出去。妖蟒坚硬的鳞片上出现了一丝丝黑炭颜色，空气中还弥漫烧焦的肉香味。王安嗅了嗅鼻子，忍不住道：真香啊，要是再撒点孜然就更好了。妖蟒盘起身子，他死死盯着叶浪，不敢再随意进攻。眼前的猎物与他以往遇到的猎物完全不一样。大畜生，不敢了吗？叶浪看着妖蟒，冷笑一声，闪转腾挪施展，速度快的化作一道残影，来到妖蟒身前，又是一掌拍出。砰！赤火焚天掌轰在了妖蟒的7寸位置上，蛇腹顿时凹陷下去。妖蟒吃痛，仰天嘶吼，在原地疯狂翻滚，庞大的蛇尾四处狂舞，四周的树木纷纷被撞断。妖蟒，你身上的血腥味如此之重，不知吃掉了多少人，今天你浪爷就替天行道，收了你。叶浪的眼神一阴，一股冰冷的杀气瞬间释放。妖蟒虽然还未化形，但已通灵智，此刻他蛇身一冷，如同骤然间坠入了九幽地狱。他扭动庞大的身躯，朝旁边的密林快速逃遁，同时妖蟒还疯狂吐着蛇信子，发出呲呲呲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给什么人报信。师弟，他在摇人，快弄死他！王安听通了蛇语，对着叶浪大喊了一声。放心，他跑不掉。话音未落，叶浪便是跃向空中，整个人来了一个360度大旋转，极其帅气。旋即双掌朝下，对着妖蟒的脑袋猛然轰出一掌。这一幕直接是看呆了王安，他控制不住大喊道：卧槽，从天而降的掌法！砰！神掌落下，妖蟒的脑袋直接被轰出了一个大窟窿，血如泉涌，其中还流出了不少红红绿绿的不明液体。最终妖蟒倒在地上，彻底没了生机。见叶浪如此轻松就灭杀了半步元婴的妖兽，王安不由是肃然起敬，眼中流露出一抹钦佩。若是他一个人遇见这妖蟒，恐怕要鏖战数天才能将其斩杀。叶浪居然3掌就将其轰杀了，而且还是以绝对优势。这个男人很恐怖。师兄，请收起你的目光，我对男人没兴趣。叶浪看见王安直勾勾地望着自己，甚至还流下了口水，心中不禁感到害怕。嗨，王安尴尬地笑了笑，随即收起一脸的吃相，然后跳到妖蟒前，手起剑落，便是将妖蟒的腹部剖开。嘿嘿，师弟你有福了，半步元婴的妖丹可是难得的好东西。王安在妖蟒的腹中一阵摸索，掏出一颗婴儿拳头大小的碧绿色妖丹。这妖丹和夜明珠一样，还发着淡淡荧光。王安手里捧着妖丹，耐心对叶浪解释道：师弟，这妖丹也分品级，白色妖丹最次，绿色妖丹中等，金色妖丹为最高，又称金色传说。可别小看这妖丹，对我们修士来说，这可是大补之物，不仅能提升修为，还能制成丹药。就这一枚妖丹放在拍卖会上，至少10万灵石起步。妖蟒是你杀的，这妖丹你拿去吧。叶浪也不矫情，接过妖丹。叮，检测到中等妖丹，是否花费100能量点简化？这妖丹也能简化，而且还要100能量点，和羽阶神通一样。叶浪查了查自己的能量点，还剩130能量点，犹豫了下，叶浪道：简化。叮，简化成功。中等妖丹等于腰子。叶浪脑门闪过一排大问号，这系统简化出来的东西怎么越来越不太对劲了呢？简化完后，叶浪张嘴强忍着妖丹上的血腥味，将妖丹一口吞进了肚子里。哦哦！顿时一股腥味直冲天灵盖，让他差点呕了出来。那滋味让叶浪的面目都扭曲了。水！叶浪立即掏出随身携带的水壶，仰天大灌了几口，但那浓重的腥味还是让他整张脸都黑了下来。可紧接着，从腹部开始有一股无比澎湃的热气滋生而出，涌向4肢百骸，让他浑身燥热难耐。蛇性本淫，妖蟒的妖丹自然有极强的催情功效，
可荒郊野岭的，他面前除了王安这个大男人外，就只剩妖蟒的尸体了。总不能……此时，王安也察觉出了不对劲，往后连退数步，害怕道：“师弟，你有啥事，师兄都能帮你，除了击剑不行。师兄你……”叶浪的脸越来越红。嗨嗨，师弟你自己保重，师兄去帮你望风。他将妖蟒的尸体踢到了叶浪的面前，应该是母的。说完，王安立即闪身消失，不敢再待下去。不行，我要忍住，我不是阿三。叶浪脸色涨红，大口喘息着，背后早已被汗水打湿。该死，这妖丹的作用怎会如此之强？就在这时，突然天空之上传来了一阵强烈的灵气波动，好似有人在打架。隐隐约约间，叶浪好像听到了一声男人的怒吼：“你们居然杀了我的爱宠，我要你们死！刘青衣，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这声音好熟悉，是师傅。叶浪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天空打出一道剑气。师傅应该能识别出这是他的剑气。几秒过后，就在叶浪的意识快要模糊之际，他忽然嗅到了一股熟悉的香味，他再也忍不住了，犹如饿虎扑食般冲了上去。你个逆徒！叶浪好像做了一个春梦，梦中师傅让他轻点，仙子绝美的脸庞扭曲在一起，柳眉微皱，美眸含怨。师傅，我累了，要不你来动。啪嗒，伴随一声闷响，叶浪脑门疼得发麻，一下子是从梦中惊醒了过来。他环顾四周，发现不知何时已经回到了旅店。叶浪赶紧摸了摸身上的衣服，发现还完好如初，内心不由是松了一口气。醒了。这时萧青雨突然从门后面走了进来，看着叶浪，语气冷淡地问道：“师傅，是你带我回来的？”叶浪缩了缩脑袋问道。不知是不是错觉，他看着萧青雨那双明亮的眸子，总觉得很是幽怨，赶紧移开了目光，再加上做了大逆不道的春梦，这让他根本不敢和萧青雨对视。我追杀刘青衣时，正好碰到了你。妖丹的力量很强大，必须要丹药中和后才能吞服，下次记得不要直接服用。是，师傅。叶浪从床上跳下来，两脚刚一着地，突然膝盖发软，险些摔在了地上。这他妈是什么情况？我都虚成这样了吗？叶浪表示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做手艺人了，为什么会这样？师傅，你遇见我时，我应该没做奇怪的事吧？叶浪一脸不安地问道。比如？就是我应该没对妖蟒的尸体干什么是吧？萧青雨脑门一黑，没好气道：变态，滚出去！师傅，你快告诉我啊！我现在慌得很。哎，你先出去，我先沐浴更衣。萧青雨的语气有些不自然。闻言，叶浪这才注意到萧青雨的衣服很怪，感觉不是很合身，就像是从路上某个陌生人的身上随手扒过来的一样。还不出去？见叶浪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萧青雨生怕被他看出猫腻，立即俏脸一冷，冷声喝道：哦，师傅现在的心情好像很糟。叶浪也不敢多待，便是推开门往外走。突然他回头问道：师傅，你的尺寸是多少？萧青雨古怪地看了叶浪一眼：你问这做什么？当然是给你买衣服啊。师傅，你的衣服一点也不合身，看起来还很土。不用，我自己去买。师傅，你追杀刘青衣一天了，需要好好休息，这种小事就交给徒儿我吧。放心吧师傅，徒儿绝对没有其他歪心思。叶浪大义凛然道，毫无杂念的双眼定定地看着萧青雨，写满纯洁。这……萧青雨迟疑了一下，随即将尺寸告诉给了叶浪。叶浪估摸了一下，哇塞，师傅的身材这么有料吗？虽说他和萧青雨之间发生过关系，但那次叶浪是被动的，而且萧青雨只脱了裤子，上半衣裹得严严实实，隔着布料，哪怕摸起来也不舒服。师傅，你稍等，我去就回。叶浪关上门，出了房间，到了楼下，看见有不少道宗弟子聚在一起闲聊。玄冥魔宗的弟子真是个个畜生，居然在地牢中囚禁了上百个15、16岁的少女。是啊，扫荡的时候我还看见了满地的婴儿尸骨，那帮人真是畜生。不过好在据点被端掉了，还抓了10几个魔宗弟子，就是让刘青衣跑了。一道宗弟子略带惋惜道。这时他们看见叶浪下楼，立马起身，满脸恭敬道：叶浪师兄好。叶浪点了点头，接着方才的话头问道：玄冥魔宗的据点已经被灭了吗？全灭了，有圣女带路，玄冥魔宗根本不堪一击，敢在我道宗范围内私建窝点，真是不知死活。那你们看见王安师兄了吗？叶浪扫视一圈人群，发现没有王安的影子，难道他还在麒麟山脉？众弟子面面相觑，皆是摇了摇头。王安师兄，我们都没看见。好吧。了解完情况后，叶浪便是出门去替萧青雨买衣服了。不久后，
叶浪便买回了衣服。他先在门外敲了敲：“师傅，我要进来了。”萧青雨的声音传出来，软软的，似乎是有些害羞。叶浪推开房门进去，隔着一个屏风看到正在沐浴的萧青雨的背影，朦胧而又令人向往。只一眼，他不禁来了一点感觉。不行，我现在闯进去，肯定会被师傅拍飞的，此事不能急。叶浪暗自告诫道。接着，他将衣服挂在屏风上：“师傅，衣服我放这儿了。”萧青雨看了一眼屏风上的衣服，款式和自己之前穿的差不多，都是白色，风格偏清冷的。不过，这家伙怎么连内衣都买来了？看着白色的小棉短裤，萧青雨脸色忍不住红了起来。房间内，叶浪看着萧青雨从屏风内伸出一只洁白光滑的玉臂，慢慢拿走了衣服。那完美如玉的臂弯上还残留几滴水珠，哒哒的往下滑落，滴在了地板上。嗨，师傅，不好意思，我感觉又来了。耳边听着哗哗哗的水声，再看着这一幕，叶浪不由是想象了起来。突然，他脑海中闪过了一些残缺的片段。奇怪了，我明明没有见过师傅的上半身，为什么能想象的如此真实，甚至还知道手感？真是奇怪。你嘀咕什么呢？萧青雨的声音从屏风后传出。没什么。叶浪迅速低下头，不敢搭话。总不能说一句：“师傅，你刚刚在我脑子里，老惨了吧？你和王安去麒麟山脉干嘛？你斩杀的那条妖蟒，貌似还是刘青衣特意豢养的妖宠。”闻言，叶浪简单的将张虎以及藏宝图的事说了一遍。道天魔尊的宝藏在麒麟山脉，真是聪明，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难怪一直找不到。那师傅，我们要去吗？当然要去。萧青雨从浴桶中走出，透过屏风，叶浪看到对方那前凸后翘的窈窕身材，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脏砰砰直跳。好棒！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夸张的腰臀比？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后，萧青雨穿戴整齐地走出屏风。叶浪偷偷看了几眼，然后不舍得移开目光。师傅，衣服还合身吗？挺不错的。萧青雨点了点头。叶浪，你知道剑修最厉害的是什么吗？应该是攻杀之力，这只是其一。其二，剑修的感知力也远超普通修士。这房间里就我们两人，你的心脏跳动声太明显了。萧青雨的意思是，你偷看为师洗澡的事，为师全都清楚。叶浪尴尬地笑了笑，但随即一想，既然师傅知道他在偷窥，为什么却不阻止？这说明了什么？对方默许了啊！想到这，叶浪心中忍不住偷笑，可面上还是装作认错。师傅，下次我一定不偷看，因为我要光明正大的看。萧青雨看着叶浪的眼神，就知道对方只是在装样子而已，但不知为何，他内心竟是没有太多抗拒。难道是因为自己早就和对方结合，身子都给了对方，这被看了几眼又算得了什么？萧青雨不明白，但却知道自己和叶浪的关系一开始就超越了师徒的范畴。师傅，我也要去洗澡了。叶浪伸了一个懒腰，走进了屏风后面。叮，宿主触发随机任务，用仙子师傅的洗澡水洗澡。系统的声音在此刻响了起来。洗澡水。走到屏风后，叶浪看着那浴桶内还有余温的热水，陷入了沉思。然后，叶浪脱光衣服跳进了浴桶之中。到处都是师傅的体香。叮，成功享受仙子师傅的洗澡水，获得200能量点。宿主目前能量点230。叶浪不由是舒爽的眯起眼睛，呼出了一口气。你！萧青雨看见这一幕，气恼无比，忍不住跺了跺脚。这家伙真是一个变态。旋即，他又想到了一个更糟的情况：叶浪不会去喝他的洗澡水吧？结合叶浪平日的做法，萧青雨越想越觉得很有可能。他当即喝道：“出去，自己再开一间房。”师傅，我不嫌弃你。萧青雨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你真不要脸，还敢嫌弃我？”下一秒，叶浪便是举起浴桶，被萧青雨拿剑赶出了房间。临走前，叶浪缩着脑袋冲萧青雨说道：“师傅，我已经金丹6重了，言下之意，我快元婴了，你快些洗干净等我。”听到这话，萧青雨只觉心中被插了一把剑，顿时拔凉拔凉的。他又双弱镯突破了。叶浪吞服了一枚中等级别的妖蟒妖丹，妖丹中蕴含的磅礴力量，直接是让他捅破了那层膜，一举晋级金丹6重。待叶浪走后，萧青雨坐在床上，神情复杂，时不时的长吁短叹，一脸生无可恋。这可咋办啊？他已经可以断定，叶浪突破元婴后提出的条件一定是他。当初萧青雨答应赌约，只是想激励一下叶浪，根本不认为叶浪能在1个月内突破元婴，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可谁能想到，这家伙真是个万年不遇的天才。
突破就和喝水一样简单。再想到今天发生的事，不由又是一阵心烦意乱。他又睡了叶浪一次，不过对方好像不知道，只以为还是个梦。萧青雨双手托腮，陷入了沉思。日后他该怎么和叶浪相处呢？唉，我有一个点子。突然，萧青雨的双眼中燃起了兴奋的火苗，大大的灯泡在头顶赫然点亮。此刻，萧青雨双手抱胸，脸上充满了得意之色。哼哼，一个不过20多岁的小东西，难不成还能难住本剑仙？只在心中暗暗记下小本本，待本剑仙略微出手，便让你心服口服。想着，萧青雨悄咪咪地溜出旅店，开始筹备了起来。泡完澡，叶浪便是下楼打算吃点东西。这时，有一个裹着树叶的男人慌慌张张地冲进旅店。什么人？负责放风的道宗弟子顿时警惕起来，掏出了武器。小六子，我是王安啊。王安师兄。不是，你怎么成这样了？听到动静，道宗弟子立刻围向王安，眼睛中皆是不解。哎，别提了，谁能施舍我一件衣服，太丢人了。王安一脸悲痛。叶浪也凑了过来，好奇问道：王安师兄，我醒来后就没看见你人，你去哪里了？王安看了一眼叶浪，嘴唇蠕动几下，看上去有些欲言又止。师弟，没想到你还是个把妹高手，师兄我算是服了。这事不说也罢，我们去吃饭，师兄给你多点几个腰子补补。王安接过一旁弟子送来的衣服，然后一把勾住叶浪的肩膀，就要往外走。师兄，你还没说你去哪儿？走走走，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王安打断了叶浪的询问，总不能说他被萧青雨圣女给一巴掌拍晕，等醒来后天都黑了，然后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也被扒了下去，只剩下一个短裤外加几片树叶。很快，叶浪和王安便是找到一家饭馆，选了一处位置坐下。瞧见二人的装扮，小二立刻笑脸相迎，问道：两位仙人，想吃些什么？给我师弟整俩大腰子补补。王安拍着叶浪的肩膀说道。小二点了点头，仙人想吃什么腰子？羊腰子、猪腰子各来4个，不，要6个，给我师弟补身体。另外再来2碗虎鞭汤和牛鞭汤。听到这话，那小二忍不住道：仙人吃的挺补啊，您真讲究。没办法，我家师弟今天战斗了一天，身子有些虚。王安嘿嘿笑道。也不知道王安是不是故意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声嚷嚷，生怕别人不知道叶浪此刻很虚。而叶浪看到隔壁桌的3个姑娘正用一种坏坏的笑容看着他，那一刻他真是尴尬的想打个老鼠洞钻进去。王安师兄，我记住你了，你以后千万别落我手里。不过腰子还是很需要的。关于虚这一点，王安确实没说错，叶浪也能感觉出自己的腰背有些酸软，仿佛被什么东西掏空了身体。难道是因为做了春梦，还是下午时候吞服妖蟒的妖丹后因此产生了副作用？此事叶浪不太清楚。等腰子上来后，王安将所有的腰子都推到了叶浪的面前，坏笑道：师弟慢慢吃，师兄绝对不和你抢。哼！叶浪没好气地白了一眼王安，然后大口吃了起来，同时还不忘解释一句：我不是因为虚才吃，而是为了修炼。别忘了，他将价值不菲的中等妖丹简化成了腰子，换言之，他吃一个腰子就等同于吃了一个中等妖丹，还不会有任何副作用。定，开始简化。羊腰子等于赤焰羊腰丹，猪腰子等于五花腰猪腰丹。于是乎，叶浪吃着吃着，浑身气息一变，竟直接迈入了金丹7重。王安惊呆了，刚塞进嘴里的牛肉片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一双眼瞪得大大的，就像是铜铃一般。他难以置信道：师弟，你是人吗？吃几个腰子你都能突破，你让我们这些人还怎么活？叶浪故作不解，眨了眨单纯的眼睛，我不知道啊，可能是腰子的问题吧。闻言，王安当即猛拍桌子喊道：老板，给我来10个腰子。不，直接把你们店里所有的腰子都给我端上来。啥？师兄，你这么补，小心 JJ 爆炸啊。叶浪吃了一惊。放心，我没有这种调。很快，王安看着满桌子的羊腰子和猪腰子分别有几10个，他埋头大吃了起来，一口一个将嘴巴塞得满满的。半个时辰过去，怎么会这样？我为什么没有突破？吃完所有腰子的王安浑身热得发烫，头上冒起白烟，可他除了口干舌燥某处不适外，并没有任何修为要突破的迹象。为什么会这样啊？一样的腰子我吃怎么就没用？王安不甘地大喊了一声，看着一脸笑意的叶浪，心中不由掀起了惊涛骇浪，眼神之中更是充满了羡慕嫉妒恨。哈基浪，你这家伙真是绝世天才嘛！就在叶浪和王安享受腰子的美味时，不远处的路口有一位手拎茶壶的白衣女子默默注视着他们。那女子
正是萧青雨。看见叶浪吃腰子，吃着吃着又突破了一个境界，萧青雨彻底破防了。这还有人管吗？天理都去哪里了？深吸了一口气，萧青雨从怀中取出一包刚刚配好的泻药，全部撒进了茶壶之中。这就是他想出的点子，让叶浪疯狂窜稀，让他半个月出不了茅厕，看他还怎么喝水，怎么突破。本剑仙真是一个天才，连萧青雨自己都极为佩服自己的智慧。人怎么能聪明到他这种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本来他只打算放半包，毕竟这泻药是他专门调制而出的，威力巨大，能让人一泻千里，崩屁如打雷。但方才看见叶浪突破境界，真是一点道理都不讲，他果断放了整整一包。不能再心软了，徒儿，别管为师心狠手辣，要怪只能怪你太过妖孽了。下一秒，萧青雨拎着茶壶走到叶浪的面前，笑盈盈道：我的乖徒儿，来，该喝水了。正喝着虎鞭汤的叶浪突然被这一幕吓懵了。师傅，你给武大郎喂药啊？他看着浑浊且冒泡的茶，双手不由是一颤。接着他一脸悲伤地看着萧青雨道：师傅，是徒儿活着耽误你飞升了吗？别瞎说大实话，先喝了它。萧青雨眉眼弯弯，声音也软软的，就是脸上的笑容有一种说不出的损和奸诈，就像是狼外婆哄骗小红帽开门那般。叶浪眼皮狂跳，这壶茶他是万万不敢喝，于是撒腿就跑。原来他成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竟然是自己的师傅，可他一个金丹境的修士，如何能从萧青雨的魔爪中逃走？小小金丹，可笑可笑。萧青雨甚至都不屑去追叶浪，只是打了个响指，独特的剑意涌动而出，叶浪的身影便是一路倒退，仿佛被人按下了后退键。师傅，你太过分了！叶浪大喊，表示抗议。潘金莲要死武大郎的时候还知道装装样子，把药伪装成正常的模样，而你呢，演都不演了。就这茶，路边的狗都下不去嘴，怎么说话呢？师傅会害你。再说了，这茶我看着挺正常啊。萧青雨瞥了一眼手中已经开始泛绿冒泡的茶，脸不红心不跳道：你……叶浪捂住胸口，一脸悲愤。难道我叶浪的生命就要到此结束了吗？可恶啊！我还没实现我的理想，我还没完成我的事业，我还有诗和远方去追求。我……行啦，你有完没完？听着叶浪说着做作的话，萧青雨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娇喝道：让你喝个毒茶，你磨磨唧唧的。师傅，能不喝吗？叶浪缩了缩脑袋，不行，要么你自己喝，要么为师灌你嘴里。师傅，要是你嘴对嘴灌，那我也不是不能接受。叶浪摸了摸下巴，突然说道。萧青雨整个人一愣，眉头微皱道：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嘴对嘴灌。萧青雨冷笑，丰满的胸脯好一阵起伏。逆徒，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居然敢提这么过分的要求。嘿嘿，师傅，下午我们做的事不是更过分吗？叶浪眨了眨眼说道。萧青雨顿时语塞，精致的俏脸上浮现出一抹复杂的神情，红唇微张，声音沙哑道：你都知道了。叶浪重重的点了点头，唏嘘道：本来我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个春梦，但这个春梦也未免太真实了，居然能让我腰膝酸软。我好歹也是做过不少春梦的男人，这一点实在太反常了，万一就是春梦的后作用呢？萧青雨道：是啊，仅靠这点我的确不敢确定，因为当时我确实没有一点意识，什么也没记住。不过当王安师兄裹着树叶回来后，我就全知道了。毕竟王安师兄的暗示实在太明显了，左一个腰子右一个腰子的，我要是再反应不过来，可真是蠢到家了。原来是这样啊！萧青雨低喃了一声，接着他转过头望向还未走远的王安，指尖一弹，嗖！顿时一道剑气射出，砰！剑气轰击在身，王安师兄右双弱着被打飞了。真是多嘴！萧青雨冷哼一声，漂亮的眼睛中闪过一抹不满。师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时叶浪收起了脸上的笑容，一脸严肃道：什么事？说。得到了萧青雨的肯定后，叶浪问出了心底的话：师傅，当初我们萍水相逢，还发生了那种事，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呢？这样的话，你既不用承担我们之间的因果，也不用担心我们的事会暴露。明明杀了我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而你却认我当徒弟，带我回道宗修炼。其实我不是很理解。叶浪每说一句话，萧青雨就沉默一分，最后一句话出口时，萧青雨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这位剑仙居然在叶浪的问题下内心感到了迷茫。是啊，他为什么不杀了叶浪呢？于他而言，这种做法是最合适的处理方法。
他是剑仙，杀一个凡人也不会有人敢说什么。可他当初为什么不杀呢？为什么？你说句话啊！耳边传来催命魔音，叫我师傅。师傅，你说句话啊！别吵，我在思考。得嘞。叶浪安静了下来。终于，萧青雨叹了口气，似乎想清楚了自己当初的想法，严肃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不能杀你。虽然杀了你也没人会知道，但我骗不了我自己，更骗不了我的剑心。我绝不向弱者拔剑，这便是我的剑心。原本是因为这个，叶浪点了点头。当然也不全是。萧青雨顿了顿，继续道：毕竟是我夺了你的清白，自然需要对你负责，不能和你结为道侣，那就只能收你为徒，护你一生平安了。叶浪摸了摸鼻子，咂舌道：这话不应该我说吗？哼，在我看来，男人的清白也是清白，和女人一样，男人睡女人要负责，女人睡男人也要负责。萧青雨这话听得叶浪一愣，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夸道：师傅，你这思想觉悟真高啊，可比那些女拳师强多了。女拳师？拳师我见过不少，还真没见过厉害的女拳师。萧青雨以为是修炼拳法的女修，极为自信道：反正不过是谁，都不是我的一剑之敌。师傅，尿性！叶浪突然激动起来，握住了萧青雨的手，接着微微一晃，咔嚓！萧青雨一直拎在手上的毒茶，便是被叶浪晃掉在了地上，摔得四分五裂。你故意的！萧青雨脸色冷淡了下来。叶浪连连摆手：不小心。你觉得我会信吗？啪嗒！萧青雨直接给了叶浪一个板栗，然后双手叉腰，气哼哼地离开。看着那道倩影，叶浪心中不由松了一口气，总算是将那毒茶给毁了，也不枉他一通瞎掰胡扯，将嘴唇都说得干燥起皮。这师傅真是一点不让他省心，有些损点子全往他身上整。不过师傅真是越来越可爱了呀。叶浪的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深夜，叶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腰子吃多了，在寂寞的夜晚火气好难压住啊。话说师傅这个点睡了吗？想到这，叶浪悄咪咪下床，慢慢朝萧青雨的房间走去。叶浪趴在窗子上，看着房间中那通过烛火照在窗户上似乎正在脱衣服的倩影，心中激动不已。一来就是这么刺激的画面吗？但马上房间中的倩影立马就停下了动作。师傅，你继续卸甲，逆徒，滚回自己房间去。听到萧青雨的娇斥，叶浪撇了撇嘴，看看自己的师傅怎么了，小气，再偷看打断你的三条腿。随着萧青雨的话语响起，整个房间瞬间被剑气给封印。叶浪，算你狠。萧青雨，总有一天我会好好教育你的。叶浪心中愤愤不平。次日，叶浪伸着腰走出房间，他想去叫萧青雨，却发现对方早就起来了，正坐在楼下一个靠窗的位置上，桌上还摆了早饭。叶浪下楼坐在他的对面，直接吃了起来。师傅真好，还给我也点了早饭，这包子味道真不错，点多了而已。萧青雨淡淡的说道：这碗筷也碰巧叫多了一份是吧？你谎言被拆穿，萧青雨的脸颊微红，面子有些挂不住，随即起身道：不吃就算了，我们去麒麟山脉。哎，师傅等等我啊！叶浪吐掉嘴里的包子，看着急匆匆离开的萧青雨，摇了摇头。师傅这么经不起斗吗？不就昨晚偷看了你换衣服吗？很快，二人来到麒麟山脉。山中树木茂盛，密林遮日。吼吼！就在这时，一道低沉的嘶吼声忽然从他们的耳边传来。叶浪猛然看向那处，他看到了一群人正在围攻一只妖兽。那是一头通体赤红、头有犄角、浑身覆盖一层坚硬鳞片的异兽——火麒麟。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但麒麟山中真有麒麟。而围攻火麒麟的那伙人，正是他们一直苦苦找寻的叛徒刘青衣。看见这一幕，叶浪眼中闪过一抹惊喜。师傅，他们在那里。看见了，走，灭了他们。萧青雨按住叶浪的肩膀，嗖的一声出现在战场中央。这一刻，他的气息毫不掩饰，合体境巅峰。这股强大气息一出现，火麒麟和刘青衣都是心头狂震，脸上浮现一抹深深的恐惧之色。旋即，双方停手，转身就跑。尤其是刘青衣跑的那叫一个果断，恨不得四驱启动，整个过程没有一丝停顿，丝滑至极。想跑，跑得掉吗？萧青雨冷冷一笑，接着两根纤细的玉指合拢，朝向天空轻轻一点，轰！顿时，无穷的剑气从四面八方如漫卷西风一般迅猛袭来，纵横交错下，刹那间便是化作一个牢笼，封锁这方天地。糟了，这次逃不掉了。刘青衣心知逃走的几率渺茫，索性背水一战。他面目狰狞，
扭头低吼：“萧青雨，你不给我留活路，那老子就和你拼了！”他挥手握住一把黑色长刀，刀身上透着一股戾气，寒光凌厉，看上去品阶不低。荒阶法宝独狼刃。萧青雨脸色不屑，在我眼里就是破铜烂铁。你去解决那3个魔宗修士，他们太弱了，为师懒得出手。萧青雨对叶浪说了句，然后操控剑气杀向了刘青衣。说是杀，不如说是玩弄，因为他一剑就能斩杀对方。而叶浪看着那3名魔宗修士，嘴角不由一抽。师傅，一个元婴3重，2个金丹巅峰，你说他们弱？我才金丹7重啊！没事，为师相信你。萧青雨的声音轻飘飘地传入他的耳朵中。这时魔宗的3名修士也看向叶浪，一个个眼中迸射出浓浓的杀意，狞笑道：“这小子是萧青雨的徒弟，抓了他，说不定能威胁萧青雨放了我们，这是个活命的机会。”没错，上，先废了他再说。道宗小子，束手就擒吧。听到这话，叶浪心中冷笑，他是金丹7重不假，但也不是你们这群炮灰能比的。废了我，你们也不打听打听小爷我是谁？道宗的最强天骄，冉冉升起的星星。叶浪朝他们勾了勾手指，淡淡的笑道：“有种，你们过来啊！”什么？还敢挑衅？玄冥魔宗的修士冷哼一声：“找死的东西！”其中一名金丹境的中年人率先出手，手握一把长剑，直线般的刺向叶浪的脖子。不知死活的东西，记住废女人的名字，老子叫魏虎。看老子一剑挑杀你！哈哈！魏虎话还没说完，轰！一道赤焰沸腾的掌印已经划破空气呼啸而来，轰在了他的胸膛之上。砰！下一刻，强大的掌风瞬间轰碎他的胸口，将他连人带剑一起轰飞了出去。魏虎还未来得及反应，便被叶浪一掌轰杀，断了呼吸。临死前，他满眼震惊和不甘，至死都没想明白自己金丹巅峰的修为为什么会被叶浪一掌拍死。这还有天理吗？你再强也不能开挂呀！这一幕发生的太快，不过几个呼吸间，另外2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僵在了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他们呆呆地愣住不动，看着倒在血泊中的魏虎，先是疑惑，转瞬脸上布满惊骇之色，难以置信地大吼道：“魏虎他死了，被他一掌就这么拍死了，这怎么可能？一个金丹7重怎么可能一掌杀死金丹巅峰的修士？”剩余的2人无比惊恐，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们看向叶浪的目光中再无一丝轻视，相反如临大敌。这小子战力有古怪，一起上！元婴老者大吼一声，旋即运足灵力，一拳朝着叶浪轰去。玄冥魔宗的荒阶神通腐蚀魔拳，拳风带有极强的腐蚀性和剧毒，一旦被击中，身体立刻就会瘫软无力，丧失战斗力。没有任何犹豫，叶浪施展闪转腾挪，轻松躲开攻击。接着瞬移来到老者的背后，一击赤火焚天掌猛然轰出，灼热气浪冲天。砰！老者的元婴护罩当即4分5裂，被叶浪这一掌轰退10几步，五脏六腑激荡，一口陈年老血哇的一声吐了出来。但顾不上擦拭，他声音颤抖道：“赤火焚天掌出神入化，这怎么可能？”元婴老者的瞳孔急剧收缩，满脸的难以置信。他完全无法想象，一个年仅20岁的少年竟然能将荒阶神通练到出神入化之境，这简直违背了世间的修行规律，让他产生了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若非胸口传来一阵剧痛，他真会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实在太让人震撼了。而反观他，活了几百年，却才将腐蚀魔拳练至小成，迟迟无法突破大成境。一时间，他对叶浪羡慕嫉妒到了极点。他酸呐，他恨呐，为什么天才不是我啊？元婴老者眼中杀意大增，一拳接一拳轰出，大吼道：“给我死来！”老者宛若癫狂了一般，一拳接着一拳轰向叶浪，四周树木皆被摧毁。而叶浪凭借顶级身法，轻松地躲开老者的攻击。他还故意使了个坏，特意站在玄冥魔宗弟子的面前，在老者轰出一拳后，在极限朝旁边躲开。而那名弟子没有他的反应和速度，直接被老者一拳打成了一滩血水。见状，叶浪不禁眉头微皱，这老头怎么跟见了杀父仇人一样？小子，老夫看你这下怎么躲！突然，老者发出一声低吼，将自己的元婴释放出来。墨蓝色的小人，大约10厘米高，站在他的肩头之上。这是5行元婴中的水元婴。随着水元婴出现，周围20丈的空间内瞬间弥漫起了黑色水雾，同时还出现一股威压，死死将叶浪锁定。他的移动速度大幅度下降，这就是元婴老怪的手段吗？叶浪看向老者，微微皱眉。在叶浪的认知中，元婴的作用极大，不仅可以提升修士的实力，
那些高品阶的元婴甚至还能爆发出异能，例如就像五行元婴可以控制金木水火土5种元素，像更高级的风元婴、雷元婴，威力更是强大到无法想象。轰！这时老者面目扭曲，狞笑间轰出一拳，在元婴的加持下，这一拳的威力足足提升了3倍。尖锐的破空声响起，刺人耳膜，巨大的拳印携带浓浓的毒雾，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叶浪袭来。叶浪神情一凝，毫不退避，大喝道：你有元婴，小爷我有金丹，可曾见过400米大的金丹？轰隆隆，巨大金丹从叶浪的体内空间出现，霎时老者感觉天黑了。他抬头望去，脸上的神情扭曲到了极点，惊恐、震惊、骇然、难以置信，一对眼珠子更是瞪了出来。这他妈是金丹！看着叶浪这颗宛若一座小山般的金丹，老者控制不住大吼出声，唾沫星子都飞了出来，因为这实在是太震撼了。如此巨大的金丹，老者别说见过，就连听都没听过，这完全颠覆了九州大陆的修炼准则。砰！金丹朝着老者直直的砸下，恐怖的威压几乎将四周的空间压得扭曲变形。老者的攻击一瞬间崩溃，那元婴威压更是如薄纸般被无情撕裂。他终于反应过来什么，声音沙哑且颤抖：救命！轰隆，金丹落下，发出了一声巨响，地面顿时凹陷一大片，强烈的震感传出10几里远，尘土飞扬，碎石飞溅，那老者直接被砸成了肉饼。然而下一秒，一丢丢大的水元婴从坑里爬出来，迈开小短腿，疯狂朝远处逃窜。这是元婴的又一大优点，元婴不灭，修士便可借助天才地宝实现复活重生。嗖！叶浪想也没想，点出一道剑气，将那元婴直接轰碎。一旁和刘青衣战斗的萧青雨其实一直都在关注叶浪，他见叶浪释放出金丹，心头不由一紧。要知道金丹可是很脆弱的，一旦金丹受损，境界就无法再往上提升半分。而正当他准备分出一道剑气帮叶浪斩杀魔宗长老时，便见识到了叶浪金丹的威力，一下子就砸死了对方。他直接被惊呆了，美眸之中闪过一抹震惊之色，水润的红唇微张，神情极度震惊。这金丹也太超标了吧！按萧青雨的估计，叶浪的金丹威力至少与荒阶至宝相当，这实在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刘青衣也被吓到了，望向叶浪的表情上出现了浓浓的恐惧和震撼之色。此子只是金丹境就已经有如此恐怖的战力，将来等他突破元婴，突破化神，岂不是天下无敌了？叶浪将金丹收回，满意的点了点头，以后看谁不爽就拿金丹砸死他。就这时，他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席卷而来，叶浪下意识的施展闪转腾挪，身影一晃，急速后退。砰！只听一声震天巨响，他原先站的位置直接被砸出了一个深坑，深坑旁熊熊烈火燃烧。火麒麟！叶浪吞咽了一下口水，凝视着眼前这头散发滔天煞气的异兽，不敢大意。而火麒麟那金色的眸子盯着叶浪，双眼似有怒火燃烧，张开大嘴朝着叶浪吐出一口火焰。靠！还会喷火！叶浪身影一晃，来到火麒麟的身侧，一掌直接轰了出去，轰在对方的脑袋上。但火麒麟只是晃动了一下，根本没受任何伤害。他的强横防御力根本不是叶浪所能打破的。一击不成功，叶浪果断后退。他明白，凭他目前的力量，根本不是火麒麟的对手，所以他要发动大招了。师傅，该你了！叶浪朝看戏的萧青雨喊了一声，直接请剑仙登场。哼！萧青雨冷哼了一声，模样傲娇。只见他并拢双指，朝刘青衣轻轻一指，剑气在刘青衣的胸膛炸开，直接贯穿了对方的身体。化神境强者被他一剑斩杀。接着萧青雨又对火麒麟弹出一指，那坚不可摧的鳞片在萧青雨的剑气面前就像一堆烂泥，直接被轰得粉碎，露出了鲜红的血肉。这是叶浪第2次看萧青雨出手，他内心不由得惊讶，对自己师傅的实力再一次有了清晰的认知。3个字：强爆了！吼！火麒麟倒在了地上，发出一声惨叫，粗壮的四肢疯狂抽搐，一副快要死了的模样。他目光怨毒地看着不远处的叶浪，突然他张开巨嘴，一道快至无影的血箭毫无预兆地射出，直接是射在了叶浪的脸上，还有嘴里。他顿时感觉脸部一阵灼热的痛楚，就好像被岩浆浇灌了一般。叮！检测到火麒麟精血，宿主是否花费500能量点进行简化？简化？简化个锤子哦！宿主你没钱？奶奶的，没钱你提醒个屁！叶浪脑袋一阵眩晕，晕倒在地，而他脸上的麒麟血犹如水滴入土壤般，渐渐浸入了他的血肉。看见这一幕，
萧青雨直接一掌轰碎了火麒麟的脑袋。接着他望向地上的叶浪，脸上出现一抹慌乱和自责。叶浪，乖徒儿，醒醒啊！萧青雨连忙抱起叶浪查看一番，发现对方只是晕了过去，心中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麒麟山脉山洞内，萧青雨抱着叶浪，将其缓缓放在地上，仔细查看起对方的伤势，但却发现对方并无伤势，只是体内多了一股狂躁的气息，正在疯狂地蔓延。就在他抱着叶浪来到山洞的这段时间，叶浪的体温已经上升到极为夸张的地步了。他刚才抱着对方，仿佛在抱着一个火炉，他很怀疑叶浪会自己烫死自己。火麒麟的精血乃是世间至阳之物，他吸进去了那么多，根本消化不了。萧青雨柳眉微皱，立马想明白了叶浪这种情况的原因。热，好热！叶浪在昏迷中一语：不行，再这样下去，这家伙的五脏六腑都会被高温烧毁，必须尽快缓解才行。哎，你这徒弟真是让我操碎了心。萧青雨暗暗摇头，他将叶浪的衣服脱掉，放在冰冷的地面上，旋即冰冷软乎的玉手按住叶浪的胸口，然后催动灵力，源源不断传输进叶浪的体内，替他化解麒麟血。处在昏迷状态下的叶浪本来感觉自己掉进了火山中，燥热无比，痛苦难忍，但接着便感觉一阵冰冷的气息靠近，如万年冰山上的那一捧白雪，令他舒爽无比。但这还不够，他祈求更多的凉气，于是身体的本能促使他朝着凉气的来源蹭去。别动！看着脑袋朝他胸脯乱拱的叶浪，萧青雨皱了皱眉，但叶浪却是没听到。这次是真没听到，他做出这一举动完全出自本能。叶浪紧紧抱住萧青雨，疯狂吸收萧青雨身上的冰冷之气。你这家伙到底是醒着的还是昏迷的？萧青雨气得暗暗咬紧银牙，却也无法将叶浪推开，因为他一旦推开叶浪，没了他灵气进行中和，麒麟精血瞬间就能让叶浪高温自焚。罢了，算我上辈子欠你的。萧青雨无奈叹了一口气，接着缓缓脱去身上的裙子，露出白皙如玉的上半身，然后他将叶浪抱在怀中，通过大面积身体接触向叶浪传输灵力。在萧青雨的怀中，叶浪脸上的痛苦之色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安稳的平和，甚至嘴角还勾起了一抹微笑。见状，萧青雨松了一口气，看来安全了。他刚想推开叶浪，可他动作刚开始，叶浪就不乐意了，眉头微皱，双手紧紧箍住他的腰，就是不松手，整张脸更是深埋在一片柔软之上。你这混蛋！感受到叶浪的鼻息在自己的胸前吹来吹去，痒得他面红耳赤。萧青雨推了推叶浪，发现根本推不动，算了，反正他也无意识。萧青雨索性放弃，任由叶浪像个猪一样拱来拱去，真是气死本剑仙了。2个时辰过去了，昏迷的叶浪缓缓睁开了双眼。这次他又做了一个梦，但不是春梦。他梦到自己在岩浆里蹦迪，嘴里大喊着要切克闹，然后天上落下一朵软软的白云，云朵还夹杂着淡淡的清香。叶浪的头一靠上就舍不得再下来，不过这云也有些不听话，老想着推开他。他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云勉强抓住。真是奇怪的梦啊！睁开双眼的叶浪看着眼前白白的一片，不由得又闭上了双眼，嘴里喃喃道看来还在做梦。这时一缕幽香钻进叶浪的鼻子，让他彻底清醒了过来。不对劲，哪里来的香味？而且这香味好熟悉啊，是师傅独有的体香。等等，自己现在好像躺在了师傅的怀里。叶浪想着，手却是不老实的在萧青雨的身上摸了起来。很舒服呢，你手再动一下，我就让你下半辈子当太监。萧青雨几乎是咬着牙说出了这句话。过分！叶浪停下动作，内心暗道：糟糕，被发现了。他不敢睁眼，一直不说话，假装自己还没醒。啪嗒！萧青雨气得发笑，重重的给了叶浪后脑勺一个板栗，然后将对方一脚踢开，起身穿衣服。此时叶浪猛地睁开双眼，眼珠子都要瞪出来的那种。师傅穿衣服绝不能错过，再看我挖你眼珠子！萧青雨羞恼地瞪了叶浪一眼，气得跺脚，然后迅速转过身，背对着叶浪穿上了裙子。嘿嘿，师傅真是冰肌玉骨，世间最美的女人。萧青雨冷笑：省省吧，我对这些话可没什么感觉。叶浪摸了摸鼻子，尴尬的咳了咳。也对，像师傅这样的绝世美人，恭维的话恐怕耳朵都已经听出老茧了吧。其实并没有，像这些话只有你对我说过。叶浪不由一愣，我堂堂剑仙，你觉得谁敢对我说这种话呢？萧青雨极为傲娇道。不对，我记得以前魔宗有个人好像也说过。然后呢？叶浪问道。
萧青雨抬手比量了一下叶浪的身高，若有所思道：“他现在的坟头草应该和你一样高。”叶浪见叶浪沉默，萧青雨故作凶狠道：“所以说，你这家伙以后给我注意点，小心为师一剑斩了你。”嗨嗨，叶浪缩了缩脑袋，扯开话题道：“师傅，我感觉体内有一团火在燃烧，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是麒麟精血。萧青雨沉思几秒后回答道：“麒麟精血对修士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你算是因祸得福了。接下来你突破元婴时，便可以融合麒麟精血，炼化出火元婴。”叶浪眨了眨眼，那火元婴强吗？5行元婴算是中等元婴，自然比那些普通元婴强多了。再者，若是你能炼化出火元婴，日后突破化神的几率就会大大提升。不对，你本来就能突破化神。话说到一半，萧青雨忽然反应过来，眼前这家伙可是万年不遇的混沌体。火元婴虽然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元婴，但对叶浪来说却是极低的要求。不行，以你的资质，必须要炼化出更强的元婴。萧青雨一脸严肃道：“比5行元婴更强，那不就是一种元婴了？”在叶浪的认知中，元婴分为普通、中级、高级，其中普通元婴没有任何属性，大多数修士的元婴都是普通元婴。中级元婴就是5行元婴，具备了金木水火土其中的一个属性。高级元婴则是像雷元婴、风元婴之类的具有特殊属性的元婴。不，你的见识还是太少了。萧青雨的语气有些傲然，今天为师就让你开开眼界。说着，萧青雨心神一动，便是放出了他自己的元婴。这是剑元婴。叶浪瞳孔微缩，看着突然出现的3寸小人，不由惊呼道：“这是一只通体晶莹剔透，浑身散发恐怖剑气的元婴。光是站在他面前，叶浪都能感受到那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厉害吧？”萧青雨双手环胸，微微颔首，得意道：“为师的剑元婴比那些高级元婴还要高级。师傅，这是什么品级？”“这是道婴。”经过萧青雨一番解释，叶浪摸着下巴，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在高级元婴之上，还有一种被称为道婴的强大元婴，它需要修士对道有足够深的感悟，才能将其炼化。萧青雨的剑元婴就是他将剑道领悟极致后炼化而出的。再比如叶浪，他如今掌握了身法道和掌道，所以他可以炼化掌道元婴或者身法道元婴。师傅，那能不能炼化含有2种道的元婴呢？叶浪将心中的疑惑问出。可以。萧青雨点了点头，以前就有人炼化过双道元婴，威力更加强大，那炼化几10个甚至上百个道婴呢？听到叶浪的话，萧青雨不由瞪大了眸子，觉得这问题实在太幼稚了。你脑子被驴踢了？想领悟一种道，少说也要花费几百年，而且还不一定能掌握。你还想掌握上百个道，炼化100道元婴，这怎么可能？再者，金丹境的寿命最多300年，300年的时间，哪怕再聪明的天才，也最多掌握双道。萧青雨的话令叶浪沉默，接着他摸了摸鼻子，露出思索的表情。自己完全可以掌握上100种道，但恐怕要花费很长时间。难道要等掌握100道后再突破元婴吗？萧青雨自然不知叶浪心中所想，只当叶浪有些太相信自己的天赋了，居然连100道元婴这种事都敢想，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过若是让萧青雨得知叶浪想在几年间就掌握100道，恐怕会更加震惊吧，因为这是修炼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完完全全颠覆了修炼界的常识。别想太多，你现在可以炼化出双道元婴，已经是超越了99%的人了。好吧，叶浪叹了口气，双道元婴听起来也不错，我也不贪心了。对了，师傅，那头火麒麟的尸体你扔哪里去了？在洞口。走出山洞，叶浪便是看到一具无头的火麒麟尸体。值得注意的是，火麒麟的脑袋都被轰没了，而头上的2个角却完整的保存了下来，2根火红的犄角深深插进火麒麟脖子上的伤口中。这一异常没有逃过叶浪的眼睛，他直接将麒麟之角抽了出来。师傅，我猜这就是打开宝库的钥匙，我们去找道天魔尊宝藏。麒麟山脉绵延数千里，范围极大，换作普通修士，哪怕搜索1个月也很难搜遍全山，但对萧青雨这位剑仙来说却是轻轻松松。1个时辰后，萧青雨便通过剑石锁定了目标，那是一条小溪的上流，溪水顺着悬崖落下，形成了一道壮阔的瀑布。叶浪抬头看了许久，发现了问题所在，明明没有源头，那溪水从哪里流出来的？灵气化水。萧青雨说道，在密闭的空间中，如果存放了大量灵石，而灵气无法溢散，便会浓郁液化，形成灵水。你再看看这条小溪中的鱼，一个个肥得像猪，胖的都游不动了，全因溪水中蕴含了丰富的灵气。说着，
萧青羽脸上便是浮现出一抹激动之色，他伸手轻轻点出一道剑气，那源源流淌的溪流顿时朝两边分开，没了溪流的遮掩，悬崖瀑布的全貌出现在了叶浪和萧青羽的视线中。叶浪眼中猛然射出一抹金光，瀑布内有山洞。师傅，我先进洞看看情况，你跟在我屁股后面就好了。这个洞水很多，师傅你小心点进来，别搞得全身都是水。叶浪交代了一声，灵力护住自己，猛然一跃朝瀑布闯去。萧青羽跟在他后面，很快也进到了瀑布内。洞内又是一番别样的天地，根本不狭窄，反而很开阔。进来的时候毫不费力，而洞中一扇紧紧关闭的石门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石门上还有一个造型奇特的凹洞。萧青羽眼前一亮，石门上的小洞想必就是钥匙孔了，这形状不就是火麒麟的犄角吗？叶浪，快打开石门。好。叶浪拿出麒麟犄角，小心翼翼地上前将犄角插进那凹洞之中，第一下没对进去。叶浪于是往麒麟角上沾了点水，又往凹洞旁抹了点水渍，充当润滑剂。噗嗤，随着一声闷响，麒麟角成功深插了进去，接着慢慢研磨转动。轰，咔嚓咔嚓，仿佛齿轮转动的声音在石门中传出，厚重的石门渐渐朝着两边打开，灰尘被震落，叶浪和萧青羽忍不住退后两步。石门打开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漆黑的甬道。萧青羽施展了一个小手段，一团柔和的火焰出现在甬道前，照亮四周，领着二人前行。为了以防有陷阱，萧青羽走在最前面，叶浪跟在他屁股后面。走了20-30丈后，二人通过甬道来到了一个宽阔的洞天，而在火光的照耀下，四周有一口口棺材映入眼帘。萧青羽柳眉微皱，抬手打出一道攻击，将不远处的一口棺材震碎哗啦啦。下一秒，无数块灵石从棺材中哗哗流淌到地面，二人的呼吸变得有些沉重起来。棺材中存放的不会都是灵石吧？我没感应到危险，先把所有棺材掀开看看。萧青羽感知一下后说道。叶浪点了点头，上前将一个棺材打开，棺材里满满当当的都是灵石。这不是普通的棺材，而是类似储物袋的棺材，看似面积不大，实则里面的空间大得可怕。这一个棺材中足以装下上100万灵石。这一刻就连萧青羽都不淡定了，一个棺材中就装了100万灵石，放眼看去足足有上百个棺材，那岂不是有上亿灵石了？叶浪将其他棺材一一打开后，除了灵石外，还有丹药、灵草、法宝、神通功法，每一个都价值不菲。发了，发了！叶浪吞咽着口水，脸上还有些不可置信，仿佛就像做梦一样。突然间成了亿万富翁，还真是有些不习惯啊！你发个屁，这些全得上交宗门。萧青羽的话无异于当头给叶浪泼了一盆冷水，心中的兴奋感顿时减了一大半。不过萧青羽接下来的话又让叶浪兴奋起来，你挑几件喜欢的宝贝，算是宗门给你的奖励了。嘿嘿，多谢师傅。叶浪早就看上了一件宝贝，是一把墨黑长剑。他并不清楚这把剑是什么品级，但单独放在棺材中，怎么想也不是凡物。叶浪拿起这把剑，向萧青羽请教道：“师傅，你知道这剑的来历吗？”闻言，萧青羽瞥了一眼后，那平静的脸上瞬间出现了震惊之色。这是邪剑龙魂，传闻它是轮回圣地首席铸剑师亲手铸造而成，剑身融入了一条洞虚境妖龙的妖丹以及其未散的魂魄，能轻而易举地斩破洞虚境下的防御。倾注灵力挥舞时，还能隐隐听见龙吟之声，是一柄当之无愧的羽阶至宝。听到这话，叶浪的内心被狠狠震惊了一下。羽阶至宝在九州大陆中已经是最顶级的法宝了，像道宗这样的顶级宗门都没有羽阶至宝，只有2件骤阶至宝，还都是宗门世代相传下来的。叶浪不由再次打量了一番手中的龙魂，这把龙魂剑剑长3尺7寸，通体黑色，但却不是颜料中的黑色，而是一种怪异的墨玉黑色。剑身光滑如镜，但细看之下，表面覆盖细密的龙鳞纹，剑脊处嵌有9枚逆鳞状凸起，就如同一块龙脊骨。拿在手中，可以清晰感受到剑身上释放着一股让人胆寒的戾气，而这就是大陆绝无仅有的羽阶至宝。师傅，这件我要了。叶浪盯着龙魂剑，缓缓地说道。萧青羽微微点了点头，又不放心地叮嘱道：“一定要藏好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拿出来使用。记住，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羽阶至宝的诱惑力太大了，足以让无数人疯狂，那些圣地也会出手抢夺。再者，这把剑原先属于轮回圣地，要是让他们知道剑在你手上，他们一定会对你出手。”听完萧青羽的话，叶浪也彻底明白这把剑到底有多招人惦记。不过叶浪却并不害怕，相反的，他内心还兴奋了起来。既然这么多人想要邪剑龙魂，
那恰恰说明了剑的价值巨大，是独一无二的至宝。而这至宝现在在他手中。叶浪正美滋滋地想着，突然耳边响起了萧青雨又一次惊讶的声音。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本泛黄的功法，俏脸上浮现浓浓的震惊之色。师傅，你可是剑仙哎，不要一看见宝物就大惊小怪的，丢不丢分？你看看我手中拿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羽阶至宝，依然面不改色。叶浪拍了拍自己的胸脯，颇为的意道。这时萧青雨忽然转过头看向他，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传说中的神级功法道阴神诀。正常情况下，修士突破元婴后领悟的道便无法再融进道阴之中，然而有了它，哪怕元婴尽后，修士也可以继续合道，不断增强道阴的力量。你口中的百道元婴或许真的能实现，你的运气真是太好了。萧青雨极其羡慕地看着叶浪，同时暗恨自己怎么就没有叶浪的这种鸿运。虽然道阴神诀号称神级功法，但只有元婴境以下才能修炼，突破元婴后便无法再修炼，这也是萧青雨羡慕嫉妒的原因。手中握着世间最顶级的功法，却练不了，他快被气死了。听完萧青雨的话，叶浪也很难再保持淡定，大吼了一声：卧槽！你操什么？快拿去看看，你能不能领悟再说。萧青雨将道阴神诀递向叶浪，他的担心不无道理。神级功法之所以称为神级功法，不仅效果逆天，同样的修炼难度也难如登天。叶浪小心地接过秘籍，翻看查看起来。本作混沌老祖，该逆天神功是本老祖耗尽毕生智慧，一人所创，称得上天下无双。嚯，好响亮的名头！叶浪怀着激动的心情继续看下去。本作怒海真君混沌老祖写的功法，错误太多，本作已修改，效果更猛，大家放心修炼。我勒个天，还有大佬贴心纠错。叶浪满意的看向下一行，本作逆天邪神，上面两个都是废物，写的什么玩意？误人子弟，本作已改。叶浪发现了不对劲，目光迅速扫过这一页。好家伙，全是大佬的本作开头，然后怒斥上一个修改者是废物。简单看下来，这本功法至少已经被20位大佬给改过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经历过20个版本的功法。叶浪颤颤巍巍地看向下一页，真别再改了，本作都是废物。叶浪只觉两眼一黑，心中哀嚎，这真的能练吗？接着他看见本作2字就直接忽略往下看，此处省略1万字。终于，本作道宗宗主李长生，别他妈瞎鸡巴改了，又菜又爱玩的废物，改得明白吗？你们，老子差点练得走火入魔。此版本经我修改，已是最新版本，放心修炼，保证无毒。再嘱托一句，后面的人别他妈改了。目光看向下一页，还好没有再出现本作开头，确实没人再改了。不过一道又一道浓厚的墨水将功法上写的字统统遮盖住，墨水是5颜6色的，黑字遮红字，黑字又被白漆抹掉，上面写了绿颜色的字。这些大佬还真是不服输啊。接下来的13页，唯一没有被涂抹的就只剩最后一句话：练成此功可和百道元婴。很好，一句没有什么用的废话。叶浪想着翻看下一页，总不能下一页也是废话吧。而下一页确实没有废话，因为已经没有下一页了，这一页就是最后一页。妈的，这练个毛线啊！叮，检测到神级功法道阴神诀是否花费200能量点简化，叶浪的心情这才平和了一些。幸好他有系统，简化，毫不犹豫道：叮，简化成功。道阴神诀等于拼图，宿主目前能量点30。拼图，叶浪眨了眨眼，想起金源城中就有一家专门卖儿童拼图的小商店，儿童拼图应该不难吧？瞧见叶浪一直不说话，眉头时皱时松，萧青雨不由好奇地凑到他旁边，目光扫过道阴神诀，立刻惊呼道：这是人能看懂的。师傅，徒儿已经领悟了。萧青雨一脸担忧：徒儿，咱不能练啊，功法都成这死样子了，说不定练着练着就走火入魔了，到那时为师救不了你。嘿嘿，师傅放心，我还没完成和师傅的约定，肯定死不了。叶浪嘿嘿一笑。萧青雨脸色微沉，警告道：你突破后最好别提什么过分的要求。此刻的他已经对叶浪1个月内突破元婴这事不再抱有任何怀疑了。叶浪得意地挑了挑眉，那就不劳师傅操心了。啪嗒，萧青雨气得跺脚，抬手就给了他一个板栗。逆徒，回去喊王安过来，将这些宝藏秘密带回道宗，我在这里守着。哦。叶浪片刻不停留，直奔金元城而去。虽然萧青雨的储物袋足够装下宝藏中的上亿灵石和丹药，但其中的一些珍贵灵草却无法收入储物袋中。
那些100年甚至1000年以上的灵草都是种在棺材之中，一旦摘去就会损坏药性，只能用特殊的灵草袋才能移走很快。叶浪回到旅店，一进屋就看见了王安和忘川圣女，而现场的气氛有些沉默。王安师兄一脸茫然，忘川圣女则是紧锁眉头，显得很是气愤。哎，师弟，你总算是回来了。对了，你抓住刘青衣了吗？他说出宝藏藏在哪里了吗？王安偷偷朝着叶浪挤眉弄眼。叶浪立刻反应过来，故作懊悔道：这刘青衣是个汉子，我都切他一半 JJ 了，这家伙还死活不肯说。王安跟着叹息道：哎，刘青衣就是这样的人。那师弟，我听说师兄是用刑的高手，不如师兄你去试试看。叶浪也挤眉弄眼。王安当即会意，得意大笑：哈哈，我王安啥都不行，用刑逼供第一人，就算是哑巴我都有办法让他开口说话。师弟，那你陪一下忘川圣女，我去就回，去就回。说着，王安带着几名道宗弟子匆匆离开。见状，嗅到一丝不对劲的忘川圣女连忙想要跟上一起去。叶浪稍稍横移，直接是将他挡在了门口，笑着插混打磕道：哎呀，忘川圣女，你果然如传言那般美丽，就像是仙女下凡，就比我师父差了那么一丢丢。你们是不是已经找到宝藏了？忘川圣女皱眉不悦问道：什么宝藏？叶浪有些狡黠地笑了起来，眸光流连在忘川圣女完美无瑕的雪颜上，笑嘻嘻道：等王安师兄撬开刘青衣的嘴，自然就能知道宝藏在哪里了。忘川圣女不要这么心急嘛，你让开。忘川圣女气愤地瞪着叶浪，明明说好了我们一起找到天魔尊的宝藏，找到后我只要其中一件宝物，现在你们道宗这么做就不怕我圣地？不等他说完，叶浪直接开口打断道：圣女，那你想要什么宝物呢？不妨直接说出来，听你的口气，看来已经得手宝藏了呀。忘川圣女冷笑：谁说的？反正我没说。叶浪两手一摊，表示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这副无赖模样可把忘川圣女气得不轻，他一撇方唇：我又不是言而无信的人，你们何必？圣女，我们道宗是讲道理的，你想要的宝物肯定会给你，哪怕再珍贵，答应你的事我们也绝不反悔。那好，我要邪剑龙魂。忘川圣女板起脸道。闻言，叶浪嘴角不由是一抽，接着他假装疑惑地看向忘川圣女，语气中充满了浓浓的不解：圣女，请问一下，什么是邪剑龙魂？是可以吃的吗？我吃你个头啊！你面对装傻充愣的叶浪，忘川圣女实在忍不下去了，直接摊牌道：我承认我确实有不好的心思，但你们也不能瞒着我偷偷打开宝藏，什么好处也不给我和圣地吧。叶浪继续笑眯眯道：光明磊落的忘川圣女会有什么不好的心思呢？不妨让我猜猜看。忘川圣女双臂环胸，长长的睫毛轻轻眨动，一脸轻视道：哦，让我听听看，当代道宗最妖孽的弟子能猜出我到底想干什么吗？叶浪直视对方的眼睛，嘴角上翘，忘川圣女的心思还是蛮好猜的。你想要的不是邪剑龙魂，而是想进入道天魔尊的宝库，可你为什么这么执着的想要进去呢？有我师父这位大剑仙在，你一个元婴境进去了，又能掀起多大风浪？难不成还敢公然抢宝？所以我猜你身上应该带了一个空间法宝，而这件法宝还很高级，或者说是很特殊，既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所有宝物收入囊中，并且事后还无法被人察觉，对吧？哪怕最后我们发现宝藏凭空消失了，也不会怀疑到你的头上，就算怀疑了也找不出证据。你一开始想的就是拿走所有宝藏，至于只要其中一个宝物这话，只是你的一个伪装。忘川圣女，我猜的对不对？叶浪每说一句话，忘川圣女的面色便阴沉一分，到了最后更是眼神无比凝重地看着叶浪，粉嫩的方唇张开，一脸的不可思议。看你这表情，我就知道我猜对了。叶浪嘿嘿一笑：是又如何？忘川圣女将脑袋瞥向一边，仿佛不敢和叶浪对视。叶浪脸上笑容更甚，继续道：其实我还有一个猜测，忘川圣女想听吗？说。那我说了，忘川圣女可别生气。你说你是奉了忘川圣地的命令来找我道宗合作寻宝，关于这事我有些好奇。忘川圣地既然知道道天魔尊宝藏的事，就不可能不知道道天魔尊宝藏的重要性。这么一个人人垂涎3尺的大宝藏，忘川圣地就派了你一个元婴境，连几个化神境长老都不愿派出来，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忘川圣女反驳道：我圣地行事向来低调，有什么问题吗？是行事低调，还是忘川圣地压根就不知道这事呢？这时叶浪突然提高了嗓音，大喝道：忘川圣女别装了，你是魔宗的卧底！轰隆，
叶浪的这一惊天之语，直接吓得忘川圣女脸色一阵苍白，脑袋更是空白一片，以至于她都忘记了反驳。而瞧见这一幕，叶浪心中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你是怎么知道的？忘川圣女声音有些颤抖。嘿嘿，被我炸出来了吧？叶浪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以前不知道，但现在真知道了。你，忘川圣女手指着叶浪，胸脯被气得疯狂起伏。还是那句话，圣女，你的一切行为都太可疑了。任何一个势力在得知道天魔尊宝藏后，都不可能只派一个元婴境的修士，更何况还是在两个没有任何交集的宗门合作下。你们圣地真不怕黑吃黑吗？而想要解释这一点，原因就只能有一个：忘川圣地并不知道这件事，那圣女是怎么知道的呢？还能清楚地知道宝藏中有邪剑龙魂，除了道天魔尊的弟子外，我想不出还会有其他人了。哦，对了，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特殊空间法宝，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所有宝物，这听起来和道天魔尊的手法很像啊。叶浪说完这些话后，便是往后退了几步，与忘川圣女保持着距离，随时准备出手。如今他有邪剑龙魂在手，哪怕对上元阴境二重也丝毫不虚。不过忘川圣女貌似并不打算对叶浪动手，而是忽然变得羞涩起来，俏脸上多出一抹红晕，娇滴滴道：叶浪师兄，只要你替奴家保守这个秘密，奴家就满足你一切条件。多变态都行哦，多变态都行呢。忘川圣女声音酥酥，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妩媚，仿佛有一只毛茸茸的猫爪在轻轻挠你的胸膛。叶浪当即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是，你居然想对我使用美人计，真是搞笑。谁不知道我叶浪不仅长得帅，还一身正。叶浪心中的正气二字还未说完，忘川圣女突然抱住叶浪，抬起头，用小猫般软糯的眸子看向叶浪。骤然间，叶浪感觉自己的心跳慢了半拍。完犊子了，这女人怎么能长得如此清纯，清纯中又透着淡淡的妩媚，尤其是那双桃花眼，长长的睫毛轻轻眨动，仿佛就要醉了人心。不同于萧青雨的高冷强势，这女人自然散发而出的鬓白娇柔，让人恨不得捧在手心，生怕她受一点伤害。啪！叶浪在心中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冷静，这是假象，他在迷惑你。叶浪，不要忘了你的一身正气。啪嗒，推开忘川圣女，然后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叶浪平复好自己的内心，可是眼睛一睁开，就见忘川圣女小手缩在胸前，脸颊微红，含首低眉，轻轻咬着薄唇，那娇羞可人的模样，好似一把利刃，深深刺进了叶浪的心脏。虽然知道她是演的，但这个女人也太会了吧！那种小女人的羞怯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真的，叶浪觉得忘川圣女生在这个时代真的可惜了。他觉得这女人应该去自己的家乡，去争夺奥斯卡影后这一殊荣。叶浪师兄何故死死盯着人家？忘川圣女柔声道，声音纯媚，故意低着头，装作不敢和叶浪对视。实际上，此时的忘川圣女内心早已不屑一笑。果然，男人就是男人。虽然这是自己第一次勾引男人，但不需要任何技巧，就能让这家伙神魂颠倒了，再加把劲，便能彻底拿下他，让他做自己的裙下之臣。结！叶浪师兄忘川圣女媚音再起。忘川圣女，你真是毫无廉耻，快从我视线中消失，不要脏了我的眼。这时叶浪突然厉声呵斥。哎，这让忘川圣女愣了一下。不是，你刚刚看我眼睛都看直了，现在气氛逐渐暧昧，你竟然让我消失，你还是不是一个男人啊？叶浪师兄，请等一下。忘川圣女拉住叶浪的手掌，晶莹的贝齿轻轻咬着浅薄的红唇，长长的睫毛轻轻眨动，娇媚动人。我想你不要想了。叶浪甩开她的手腕，一本正经，极为严肃，甚至带着训斥的声音。你很美，但是再美的事物，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具枯骨，我对你没有任何兴趣。你要是再敢纠缠我，我就剥光你的衣服，将你扔到大街上去。你，我什么我？听到了没有？叶浪又是一声厉喝。听到了。被叶浪呵斥，忘川圣女吓得娇躯发颤，脸色都惨白了几分。哼！叶浪死死掐住自己的大腿，极力克制自己不去看他，转身回了房间。进屋后，房门关上，叶浪这才稍稍松了口气，大腿都被掐出了淤青。好险，差一点就没把持住。要是自己真放松警惕，沉溺在忘川圣女的温柔乡中，那他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果然，还是无忌他娘说的对，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房间外，忘川圣女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双明亮的眸子中透出一股茫然无措。想起刚才叶浪训斥她的话，这是自己第一次被一个男人呵斥，可不知为何，忘川圣女的心跳
突然加快了几分。要是能一直被骂，感觉也挺不错的呢。忘川圣女咬着樱唇，被自己内心深处这个大胆的念头给吓到了。天哪，我怎么能这么想？犹豫再三，忘川圣女决定再去骚扰一波叶浪，说不定又能被骂了。此刻，房间中，叶浪盘腿坐在床上，手中拿着几块拼图，嘴中喃喃道：没想到儿童拼图的难度竟然这么大，费了好大劲，叶浪才勉强将一幅画拼好。叮，道音神诀熟练度加10，叶浪对道的感悟深刻了一分。就在他准备拿出第2幅拼图时，房门突兀的被人敲响，咚咚咚。下一秒，只见一名少女穿着开叉旗袍一般的裙长，迈着莲步走了进来。叶浪师兄，这是我为你泡的茶。忘川圣女颔首低眉，红润的双膝微微弯曲，身段婀娜，缓缓地递过手中的茶。我听说叶浪师兄喜欢喝枸杞茶，所以我特意挑选了10年年份的枸杞。叶浪双眼瞪大，脸上出现茫然的神情。这是低俗美人计不成，改成白月光美人计了。忘川圣女，你还真是执着啊！尤其是这件衣服，看上去着实让人热血沸腾。忘川圣女见叶浪不说话，只一味地看着他的腿。忘川圣女脸颊微红，贝齿轻咬着红唇，像是明白了什么。忘川圣女做事就要将裙摆更往上撩去，大腿根部一抹白色若隐若现。等下，你想干嘛？反应过来的叶浪及时抓住他的手腕，强自镇定又极其严肃道：都说了，我对你不感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你还非往我怀中送，你是不是贱啊？哼，被骂了。忘川圣女呼吸瞬间急促了起来，这种感觉好奇妙啊，她以前从未体验过。兴奋之余，忘川圣女又期盼叶浪能继续骂下去，最好骂得再狠一点。忘川圣女，我希望你能自重，我叶浪是绝不会被你美色迷惑的。现在请你离开我的房间。我不想走。忘川圣女弱弱道，用那可怜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叶浪。行，你不走，那我走。叶浪彻底招架不住了，起身离开。他能忍住1次，忍住2次，但第3次万一忍不住了怎么办？正如被删除了无数次的浏览器，你总会在某个深夜再偷偷地下回来。叶浪师兄，你别走，我已经改过自新了，我只是想背你。忘川圣女脚步飞快，一路紧追叶浪，想大声说出自己的心声。然而就在这时，砰！天空之中忽然传来一道闪耀的烟花，叶浪第一时间就被吸引目光。大白天放烟花，哪个傻缺脑子烧坏了？这多浪费啊！听到这话，追来的忘川圣女眼中立即浮现一抹兴奋，暗暗在心中记下小本本：白天发烟花就能被叶浪师兄骂了，这年头傻子真是多。但是看清烟花绽放的景象时，叶浪的脸色却瞬间大变。我去，这不是我道宗的求救信号吗？那个方向是麒麟山脉。糟了，王安师兄他们出事了。想到这，叶浪立刻火速朝着烟花燃放的方向赶去，也顾不上身后死死黏住他的忘川圣女了。吼吼吼！通往麒麟山脉的路上突然多出上千头妖兽，一个个红着双眼，愤怒嘶吼着。砰！王安一剑劈飞一头金丹境的妖狼，面色凝重。该死，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妖兽啊！这时，一名道宗弟子被妖熊一巴掌拍断了腿，倒在地上，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王安见状，迅速飞身上前，运足灵力，一剑削去那妖兽的头颅。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几分，这是灵力透支的前兆。周围的妖兽实在太多，哪怕没有元婴境的大妖，光凭筑基和金丹的妖兽也能活活耗死他们。大伙儿撑住，我已经发射了求救信号，不管叶浪师弟还是圣女看见，都会赶来的。现在只要撑住就行了。王安深吸了一口气，旋即再次调动体内那所剩无几的灵力，与妖兽厮杀起来。王安握剑的手在微微发颤，脸色苍白得看不见一丝血色，身上出现多处爪痕，鲜血流满全身。在他脚边躺着无数妖兽的尸体。吼吼！妖兽似乎瞧出面前的修士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怒吼着冲上前去，看样子是想将其撕碎分食。难道我王安真要死在这里了吗？王安喃喃低语道。面对妖兽的攻击，他没有选择躲避，不是不想，而是他没有力气了。就在他绝望闭眼之际，忽的，原本平静的风声突然变得迅猛起来，同样的天边云层暴动，而且除此之外，一道人影更是踏云而来，冲进妖兽群之中。显然，这群嗜血的妖兽无法阻拦那个人的降临。人未至，但凌厉的剑气已笼罩全场。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目睹这神灵般的一幕。浩荡剑气直斩妖兽，轰！只听一声声炸裂般的巨响，
妖兽的身体霎时四分五裂，化作血雾，地面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深深的沟壑。仅一瞬，上百头妖兽葬身剑下。吼吼吼！妖兽们目露惶恐，粗硬的毛发炸裂，警惕且畏惧地看着不断靠近的那道人影。他们在这个男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本能的恐惧，他们停止了攻击，锋利的爪子不安地摩擦地面，低吼声不断。看见这一幕，本已绝望的道宗弟子眼中立刻燃起希望，兴奋得浑身颤抖，激动大吼道：“是叶浪师兄！叶浪师兄来了！好帅的一剑！叶浪师兄牛逼！”道宗弟子仰天大吼：“我们有救了！”跟在叶浪后面的忘川圣女看着叶浪的一指之威如此巨大，内心也不由激动起来，心想这一指如果抽在他的屁股上，那该有多爽啊！不对，是有多痛啊！王安心中松了一口气，脸色缓和下来。师弟，你来得太及时了。王安师兄，你带着弟子去找我师父，这里的妖兽由我来解决。叶浪看向那群妖兽说道。王安刚想点头，但他目光一转，看到忘川圣女也想跟他一起走，顿时心生警惕，道：忘川圣女，你来得正好，快替我们拦住这些妖兽，我去逼供刘青衣，问出宝葬下落后，一定告诉圣女。忘川圣女，我像大冤种吗？王安师兄，他都知道了。哦，知道了呀。王安脸色一阵变化，随即将叶浪拉到跟前，悄悄道：师弟，可不能让这女人跟着我们去宝库。师兄说的有道理，但她一直跟着我，我也甩不掉。师兄你去和她说吧，不管她想使用什么阴谋诡计，我们都接着。叶浪沉声道：好，我现在就和她说，给她脸了。她要是赶不走，大不了和她硬碰硬。王安目光一狠，转身走到忘川圣女的面前，突然笑道：忘川圣女，请问你想干什么呀？能不能不要再跟着我们了？此话一出口，叶浪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震惊的就好像五雷轰顶。刚才是哪个王八蛋气势汹汹地说要和人家硬刚的，这一转身的功夫，接着就怂了。尼玛的！叶浪真是服了他了。王安回到叶浪旁边，小声道：师弟，这女人太漂亮了，我下不去口。哎，师兄，我对你很失望。叶浪摇头叹息，目光看向忘川圣女。圣女，你到底想干嘛？信不信我将你的秘密公之于众？那个时候你就彻底完蛋了。闻言，忘川圣女脸色纠结，沉默几秒后道：我可以回去，但你必须要将道阴神诀给我。成交。这次叶浪没有任何犹豫，那功法已经被改成那死样子了，你如果还能领悟，也算你牛逼。那好，你们走吧，这里的妖兽我替你们解决。忘川圣女将目光放在那群伺机而动的兽群身上，道：妖兽不会无缘无故发动大规模攻击，你们是不是杀了他们的首领，将他们彻底激怒了？听到这话，叶浪瞬间想到那头火麒麟，八成是因为火麒麟死了，麒麟山脉的妖兽才成群结队的出来，想要给他们的首领报仇。原来是这样，呵呵。叶浪冷冷一笑，既然如此，那就送他们去地下陪他们首领吧。说完，叶浪抬手操控着地上的一片片落叶，旋即一指弹出。看到叶浪的动作，王安等人一愣，眼中闪过一抹错愕。叶浪师兄，这是要做什么？树叶难道能杀人吗？所有人的目光充满不解。可就在这时，随着嗖嗖嗖的破空声响起，那一片片树叶宛如一道道锋利的剑刃，刹那间，最前方的妖兽瞬间被切割成了无数片。卧槽！叶浪师兄这是怎么做到的？看到这一幕，一群道宗弟子都是睁大了眼睛，瞳孔中充满了深深的震撼。叶浪师兄弹指间便斩杀了妖兽，帅啊！嗖嗖嗖，又是一阵落叶飞出的声音，数百头妖兽眨眼间斩杀干净。好强！王安咽了咽口水，虽然他也是金丹境修士，甚至还比叶浪高2个小境界，但是他知道，他做不到像叶浪这样如此轻松地将上百头妖兽斩杀殆尽。好可怕的剑道领悟！忘川圣女也被叶浪震惊了。叶浪对于剑气的掌控已然到了一种令人望而却步的地位。同时，忘川圣女心中不由兴奋起来，暗暗想到，如果这些树叶抽在她身上，那该多好啊！走吧。叶浪弹了弹身上的灰尘。王安等人从震惊中缓过神来，连忙跟上了叶浪的脚步。而就在众人离开后不久，一个黑袍红面的男人凭空出现在了妖兽尸体中央。好狠的人族修士，不仅杀害了麒麟皇子，还如此肆意地屠戮我族妖兽，真是该死！道宗剑仙，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强。叶浪将众人领到瀑布处，并将情况告知王安，然后自己留在外面看住忘川圣女。毕竟这女人的真实身份
可是到天魔尊的弟子，谁知道他会什么逆天的偷盗手段？叶浪瞪起双眼，死死盯着对方，不让忘川圣女做出任何奇怪的举动。忘川圣女神情怪异，将2只玉手举过头顶，无奈道：叶浪师兄，我说了我不偷，你为干嘛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叶浪撇了撇嘴，仍然一副警惕模样。这次我真没说谎，你替我保守身份秘密，我只要道阴神诀。忘川圣女信誓旦旦道。听到他这话，叶浪皱了皱眉头，一脸疑惑道：道阴神诀只能元阴境以下才能修炼，你已经是元阴了，要道阴神诀又有何用？叶浪师兄不是很会猜吗？不妨再猜猜看。忘川圣女眨了眨灵动的眼睛，尽显俏皮道：懒得猜。瀑布山洞内，萧青雨看见浑身是伤的王安，不由愕然吃惊道：你这是怎么了？圣女，来的路上我们遭遇了妖兽围攻。王安一边向萧青雨说着刚才的受潮，一边拿出灵草袋收取棺材中的珍贵灵草。那叶浪呢？他人怎么样了？萧青雨俏脸上闪过一抹慌张，急忙问道：叶浪师弟没事，他一剑就斩了所有妖兽，帅我一脸。王安满脸崇拜道：那还好。萧青雨心中松了一口气，同时暗怪自己太大意了，居然忘记了这洞中还存在一个隔绝大阵。他待在山洞中，根本感知不到外界发生的事，否则受潮那么大的动静，萧青雨不可能察觉不到。他对王安吩咐一声，命他将所有宝藏全都收走，自己则离开山洞。回到外界，瞧见叶浪身上毫无伤势，萧青雨这才彻底放下心。师父，你用这种眼神看我干嘛？难道几个时辰不见，太想念徒儿了吗？叶浪看着直勾勾盯着他看的萧青雨，不由笑着调侃道：我是怕你死路上。萧青雨白了他一眼，随即看向忘川圣女道：圣女，宝藏我们已经找到了，你想要什么至宝，直接和我说吧，我拿给你。麻烦萧剑仙了，我要道阴神诀。忘川圣女恭敬道：原来是那个呀，给你。萧青雨一点都不犹豫，直接将那本功法递给了忘川圣女。多谢剑仙。咦，忘川圣女到了生谢后，便是迫不及待地翻开功法查阅，但下一秒，她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激动的神色也变成了茫然。忘川圣女小心翼翼地问道：萧剑仙，你确定是这本吗？确定啊，上面不还写着字了吗？萧青雨极为肯定道。忘川圣女低头看着秘籍，整个人仿佛都被石化了，那表情简直和叶浪第一次看见时一模一样。萧青雨神色自若，假装看不见忘川圣女的异样，说道：这本功法很棒，我相信凭忘川圣女的智慧，一定能轻松领悟的。加油，我帮你个蛋啊！忘川圣女差点就要骂娘了，她深吸了一口气，压住怒火：萧剑仙，我要重新换一个宝物，我要宝藏中的邪剑龙魂。不行，你已经看过道阴神诀了。萧青雨想也不想，直接拒绝道：萧剑仙，你觉得这功法变成如今这副样子，这世上还有谁能学会吗？我要它有何用？忘川圣女略带委屈的低吼道，她的心态直接是被修改过无数版本的道阴神诀整崩溃了。谁说没有人能学会？我徒儿就领悟了啊！萧青雨指着叶浪反驳道：我这徒儿笨成这样都能领悟，圣女你回去后好好研究一下，相信也一定能领悟。好了，我们回去吧。瞧见王安从瀑布中飞出，萧青雨也不给忘川圣女说话的机会，直接下令返回金元城。忘川圣女气鼓鼓地跟在众人身后，游到河边晒太阳的乌龟都挨了他好几脚。道天魔尊不愧是一代神偷，他留下的宝藏足足用了100个储物袋，这才勉强装下。因为宝藏太过珍贵，萧青雨特意在每个储物袋上都留下了一道剑气，并将它们全部放在身旁，一刻也不离开，只等明早返回道宗。夜幕渐深，金元城中陷入了沉静，而叶浪的房间却是灯火通明。透过窗户，隐约能看见一个人影正坐在桌前，细心摆弄着什么。呼，终于又拼好一个了。叶浪伸了个懒腰，看着桌上的拼图，觉得要长脑子了。定，道阴神诀熟练度+10，还得继续努力，争取今晚道阴神诀入门。叶浪给自己鼓足了劲。就在此时，房门咚咚咚的响了起来。叶浪以为是萧青雨，直接将门打开，走进来的却是忘川圣女。叶浪微微一愣，眼中闪过一抹疑惑，随即又想到忘川圣女白天的妩媚诱惑，不由是警惕起来。忘川圣女，我劝你还是省省吧。我叶浪一身正气，就算你半夜脱光了爬上我的床，我也绝不会碰你一下。叶浪大义凛然道。闻言，忘川圣女撇了撇嘴：你真领悟了道阴神诀吗？当然。那你能教我吗？忘川圣女语气突然软了下来，明亮的眸子
更是用祈求的目光看着叶浪，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教不了，你自己领悟去吧。叶浪摆手道。见叶浪拒绝，忘川圣女贝齿咬着樱唇，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缓缓说道：我可以拿百变橡树和你交换。听到此话，叶浪眼中猛然射出一抹金光。要知道，百变橡树乃是道天魔尊的成名绝学，不过说白了就是易容术，但这易容术却强得可怕。据说将百变橡树炼制大成，就能骗过洞虚境强者的探查，甚至能以假乱真。也正因如此，在九州大陆，百变橡树被众多人推崇为世间第一奇功。叶浪极力按捺激动的心情，问道：百变橡树早已失传，圣女是怎么得到的？我师尊是道天魔尊，我自然知道。怎么？叶浪师兄看上去很有兴趣啊。呵呵，世间第一奇功，我当然有兴趣。叶浪淡淡的笑道：不如这样吧，明早你来我房间，我将道阴神诀的领悟抄一份给你，你将百变橡树给我，如何？成交。叶浪满意的点了点头，爽快。那忘川圣女明早再来吧，我还要修炼。忘川圣女站在门口踌躇不前，看向叶浪欲言又止。怎么了？忘川圣女还有何事？叶浪不解道。那个，你能骂我几句吗？叶浪眼神怪异的看着对方，随后轻声试探道：快滚。忘川圣女摇了摇头，要凶一点。你他妈给我滚。叶浪吼道。忘川圣女捂住自己的胸口，内心一阵兴奋。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忘川圣女离开后，叶浪继续同拼图斗智斗勇。终于临近晨曦时分，定道阴神诀入门。叶浪的大脑中瞬间出现对道阴更清晰深刻的感悟认知。他伸了个懒腰，旋即脱掉衣服，把自己扔到床上，小眯一会儿。大约1个时辰过去了，叶浪被房门的咚咚咚声吵醒，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而就当叶浪睁开双眼之时，突然房门被打开，忘川圣女拿着一本秘籍走了进来。只穿着一条裤衩的叶浪心神一紧，差一点就要拉起被子遮住身体，但转念一想，这样实在太狼狈，于是叶浪大大方方地起身穿起了衣服。忘川圣女下意识看了一眼，脸颊不由飞过一片绯红，心痒无比。想起昨晚忘川圣女的变态要求，叶浪当即严声呵斥：没有我的允许，以后不许进来。被叶浪训斥，忘川圣女乖乖地低着头。再次听到叶浪训斥的声音，忘川圣女的心头再次一颤，那种难以言说的快感再次涌来，好爽，好想再被他狠狠训斥。百变橡树带来了吗？叶浪穿好衣服，淡定道：带来了，那道阴神诀，等我一会儿，我将我的领悟写给你，你照着练就好了。叶浪拿出纸笔，将道阴神诀入门的感悟一字不差地写下来。这就是了。叶浪递给忘川圣女，忘川圣女接过一看，美眸之中顿时闪过一抹震惊之色。你已经入门了？叶浪摆了摆手，潇洒道：对啊，我觉得也没有多难吧。嘶嘶，忘川圣女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被叶浪的天赋给深深震惊了。仅用了1天的时间，就能将神级功法炼制入门，叶浪直接刷新了忘川圣女的认知。叶浪师兄果然如传闻中那般妖孽。忘川圣女久久瞠目道：一般般了，等你道阴神诀入门后，记得来找我，我再给你小成的修炼方法。听到这，忘川圣女眼眸中浮现一抹兴奋之色。这样一来，她就可以继续找叶浪，也能继续被对方训斥。她还可以借着请教功法的由头，故意装作不懂，让叶浪狠狠训斥她。光是想想，就让忘川圣女兴奋的心脏砰砰直跳，差点晕厥过去。忘川圣女心中的想法，叶浪自然不知道。他接过百变橡树翻看起来，定检测到羽阶神通百变橡树是否花费100能量点简化，简化，定宿主能量点不足，简化失败。操你！叶浪内心不由暗骂一句，给系统狠狠比了一个中指。这时忘川圣女突然靠近叶浪几步，俏脸羞涩道：叶浪师兄，你对我真没有一点兴趣吗？哈！叶浪微微一愣，不解地看向对方。今天忘川圣女穿着的是一袭束腰白裙，上绣蝴蝶花纹，裙摆微短，刚好没及膝盖，小脚穿着一双水仙古典的绣鞋，一双白色的过膝长袜紧紧包裹住少女修长圆润的玉腿。说真的，看见这副装扮，叶浪很难移开目光。你怎么知道我好这口？嗨嗨，圣女容貌绝丽，气质不俗，就像天上仙女下凡，谁看见圣女会没有兴趣呢？忘川圣女的大眼睛闪闪发光，一脸期盼地问道：那叶浪师兄对我对你没兴趣。忘川圣女不满地撅起樱唇，幽怨地看了眼叶浪，随即离开了房间。
清晨，叶浪简单吃了些包子，便跟在萧青雨后面返回道宗。路上，叶浪见萧青雨一直不说话，弯弯的眉头时不时皱在一起，不由得疑惑问道：“师傅，你有什么心事吗？”萧青雨淡淡的嗯了一声：“今早起来，我心绪非常不宁，总感觉会出什么事情。”闻言，叶浪眼神一凛，到了萧青雨这种级别，一般不会出现预感，但只要有预感，大多都会实现，不会无的放矢。既然如此，那我们加快速度，快点赶路。”叶浪说道。“算了，我直接动用飞剑了。”那种不安感越来越强了。萧青雨神色一凛，当即挥手换出一把飞剑：“你去喊王安他们过来。”轰！话还没说完，前方山谷之中突然响起一声惊天巨响，紧接着一抹耀眼光亮在电光火石之间朝着道宗弟子冲来。救命！走在最前方的几名道宗弟子顿时被这一幕吓傻眼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躲开！萧青雨厉声呵斥，随即握住飞剑狠狠砍向那道攻击。砰！两种威压互相撞击，瞬间将此地夷为平地。道宗弟子承受不住这种攻击，被余威掀翻在地，震飞了数十米。远庆幸的是，命保住了。这时，萧青雨跃向高空，眼神凝重地看着山谷方向，喝道：“玄冥老魔，出来！”哈哈，不愧是剑仙啊！老夫蓄力那么久的一击杀招，竟然被剑仙轻描淡写接住了，佩服！从山谷中走出一位白袍老者，精神矍铄，尤其是他的那双眼睛，看着比青年人还要神采奕奕。此人便是玄冥魔宗的宗主魏阴阳。萧剑仙，听说你得到了道天魔尊的宝藏，见者有份，你可不能独吞啊！魏阴阳桀桀一笑。闻言，萧青雨知晓对方的来意，面色顿时一沉：“就凭你，还不够资格。”旋即，他递出一剑，嗖！瞬间，天地仿佛暗淡下来，一缕极为耀眼的剑光划破苍穹，时间仿佛凝滞，朝着魏阴阳狠狠斩去。面对此剑，魏阴阳脸色一变，内心极为震撼。好强！他立即双掌推出，强横的魔气涌现，化作遮天巨掌轰向萧青雨的剑气，正是玄冥魔宗的羽阶神通万魔大手印。砰砰，魔掌与剑气相互撞击在一起，爆发出惊天威势，整座山谷都被铲平。这一恐怖攻击震撼了在场所有人。一击过后，萧青雨站在空中不动如山，反观魏阴阳却是连退3步，气息紊乱了些许。高下立判，剑仙就是剑仙，虽然老夫和你境界相同，但你这一手出神入化的剑法却是压得老夫抬不起头来。魏阴阳有些感叹道：“剑修果然都是怪物啊，你到底还有什么阴谋诡计，直接使出来吧。”一击得手后，萧青雨并没有松下一口气，相反他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魏阴阳既然敢在这里设伏，就说明对方一定有吃下自己的把握。他的后手会是什么？萧青雨正思考着，背后忽然传来一阵凉气，犹如九幽恶魔朝他伸出了魔爪。萧青雨几乎来不及思考，完全是凭借身体的本能，使出了那日对阵全宗宗主的神奇一剑。时光回溯，也就在萧青雨剑招使出来的同一刻，他的背后突然闪出了一道虚影，正握紧双拳朝他轰去。那强大的拳威甚至将空间都震碎，真不敢想象这一拳如果轰在萧青雨的后背上会造成多大的伤害。那突然出现的人影一路后退，回到了起点。妖族！萧青雨感应到对方身上的妖气，不由吃惊道：“在下妖族护法铁拳豹，特来试试剑仙的剑。”那黑袍人冷冷笑道：“一位合体境大妖，战力远超同境界的人族修士，更别说旁边还有一位魔宗宗主虎视眈眈。如果这两人同时出手，萧青雨便要以1敌2，纵然他战力再高，也很难招架得住。叶浪，你们先走，我替你们挡住，一定要将宝藏带回道宗。”萧青雨将装着所有储物袋的包裹扔给叶浪，甚至还将飞剑给了他自己，则是要赤手空拳迎战2位合体巅峰境强者。萧青雨的剑乃是一件骤阶至宝，与他心神相连。萧青雨下达指令后，飞剑立刻腾空而起，托起叶浪和王安等人，化作流星直飞道宗。见状，魔宗宗主魏阴阳和妖族护法铁拳豹同时出手，两股巨大的威压想要拦截高空中的飞剑。这时，萧青雨双指并拢，朝向2人各射出一道灵力剑气。剑气太过霸道，2人纵然是合体境强者，也不敢轻视，急忙轰出一击应对。先解决这个女人，再去追他们。魔宗宗主当即说道：“好。”于是妖族护法和魔宗宗主一前一后使出全部力量，前后夹击萧青雨。高空之上，飞剑急速飞过。王安一脸担忧，催促道：“快点，快点啊！我们要快点回到宗搬救兵。”叶浪站在飞剑的尾端，神色变化不定。定，触发随机任务。
师傅有难，徒儿怎能独自逃跑？选择一，义字当头，回去救师，奖励500能量点。选择二，利益至上，重新换个师傅，奖励100能量点。不用你说，我也不会丢下师傅逃命。叶浪眼神一凛，旋即将储物袋扔给王安。王安师兄，我回去帮师傅，你带着宝藏返回道宗。说完，便是纵身一跃，从飞剑之上跳下。凭借出神入化的闪转腾挪，叶浪哪怕没有突破元婴，也能短暂的御空而行。嗖嗖，他的身影快到了极致，眨眼间化做一个黑点，消失在天际。萧剑仙，你真是让我钦佩，在没有佩剑的情况下，却能和我们僵持到现在，真是不简单。妖族护法由衷的称赞道，不过手上的攻势却丝毫不减，更加凌厉。砰！萧青羽躲闪不及，被拳芒击中左肩，身体瞬间失衡，朝后方倒去。他喉咙冒出一股腥味，一口鲜血淤积在胸腔，让他很是难受。面对2位合体境的围攻，萧青羽显得有些招架无力。杀了你，也算给麒麟皇子报了仇，我就能回去复命了。铁拳豹说出了埋伏萧青羽的原因，紧接着便开始蓄力，准备一拳轰杀这位人族剑仙。匆匆赶来的叶浪看见这一幕，立即愤怒大吼：我操你妈！接着施展闪转腾挪，冲向了他们。瞬间，魔宗宗主和铁拳豹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当他们看见是一个小小金丹修士，不由是面露不屑。这小子也杀了不少妖兽，我来了结他。铁拳豹盯着叶浪，目光中闪过了一抹杀意。叶浪，你回来干什么？萧青羽凄厉地呼喊着。他没有料到，在最后关头，叶浪为了救他会主动跑回来送死。在此之前，他从来不会想到，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人愿意在他遭受生命之危时，用自己的生命来挽救他。但叶浪这个捡回来的徒弟，却让他的心神深颤，让他泪如雨下，也让他知道，原来在这个世上，真的会有一个人愿意为了他而去死。只是他知道的有些晚了，因为这个人在他知道的那一刻，马上就要被人一拳轰成灰烬了。一个小小的金丹境，绝无可能从合体境大妖的手中活下来。萧青羽内心悲痛，泪水渐渐模糊了双眼，他已经几百年未曾流过眼泪了。然而就在这时，狂奔的叶浪突然止步，在距离铁拳豹20米的位置停下。接着只听他大喝一声：无敌大金丹！轰隆隆，巨大阴影遮蔽天空，400米大的金丹横空而出，迅猛且急速地撞向铁拳豹。什么？铁拳豹的双眼之中闪过浓浓的震惊之色，哪怕是他这位妖族护法，也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金丹，以至于他在看见叶浪金丹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叶浪赶回来，甚至敢冲向铁拳豹，绝不是绝望愤怒下的无脑之举，而是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一丝活下去的机会。金丹轰然砸下，宛若流星，那可怕的气息直接让铁拳豹都是一怔。铁拳豹只能将蓄力攻杀的一拳轰向金丹。咔嚓，闪闪发光的金丹瞬间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缝，仿佛下一刻就要破碎一地。但是接住了铁拳豹一击，金丹受损，叶浪当即遭受反噬，吐出了一大口鲜血，但他依然强撑着身体，因为就在金丹撞击的那一刻，在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情况下，叶浪已悄然无声地来到了铁拳豹的近处。既然金丹的攻击伤不了合体境大妖，那他还可以。叶浪左手一抬，那把被奉为羽阶至宝的邪剑龙魂被叶浪拿在手中，旋即灌注全身灵力，积攒多时的剑气狠狠地斩向铁拳豹。羽阶至宝的威力是什么概念？叶浪知道的并不是很清楚，但在辽阔的九州大陆中，所有类型的羽阶至宝加起来也不过几件，其威力自然超强。据说哪怕没有修为的人拿着羽阶至宝，也能轻易地破开化神境的防御，更何况是见到大成的叶浪。噗嗤啊！邪剑龙魂斩在铁拳豹的肩膀处，凄厉的惨叫声从叶浪耳边传来。铁拳豹的合体境护罩瞬间破碎，露出了宽厚的肩膀，整条左臂被邪剑龙魂齐齐斩下，远远飞了出去。小畜生，我弄死你！反应过来后的铁拳豹红着眼睛仰天怒吼，一脚踢向了叶浪。虽然没有动用任何神通，但合体境的愤怒一击也足以踢爆一个金丹修士的身体。不过对此叶浪早有准备，在他砍下铁拳豹的一臂后，便是立刻全力施展闪转腾挪，朝萧青羽的方向掠去。砰！铁拳豹的那一脚踢爆了叶浪留下的残影，他的速度怎么能这么快？愤怒之余，铁拳豹又是被叶浪的身法给震惊了一番，这是金丹能拥有的速度吗？师傅，剑给你！借助那爆炸的推力，叶浪反而是直接被轰飞到了萧青羽的面前。落地的那一瞬间，叶浪直接将剑扔给了萧青羽。你先疗伤，为师替你报仇。
萧青羽手中紧握着龙魂，本想挥出一击绝杀之剑，然而令他费解的是，邪剑龙魂到了他的手中，却是立刻剧烈的震颤起来，一股戾气释放，不愿被他使用。该死，我堂堂剑仙，难道还不够资格用你吗？萧青羽低吼一声，轰轰！就在此时，魔宗宗主和铁拳豹的攻击已迅猛杀至，只能这样了。面临这种情况，萧青羽没有多余的思考空间，他眼中闪过一抹决绝，背起夜浪后，便是朝身前递出一剑，剑斩虚空。瞬间，大片空间化作碎片，漆黑虚空那强大的吞噬力，直接是将距离最近的萧青羽和夜浪卷了进去。他们疯了！夜浪和萧青羽就这么遁入虚空，魔宗宗主和铁拳豹根本始料未及。等他们硬生生停下身影时，虚空已经开始闭合了。疯了，真是疯了！合体境就敢开辟虚空，这无异于找死。魔宗宗主看向那闭合的虚空，眼中充满了畏惧。他们掉入虚空，肯定死定了。先别管他们，那小子的剑有古怪，老子的伤口怎么痊愈不了？铁拳豹捂住流着黑血的伤口，一脸痛苦道：我魔宗有一事，你随我回去看看吧。耗费了那么长时间，魔宗宗主也不指望能追上那些逃走的道宗弟子。好，我们快去，我感觉这伤口正在疯狂扩散。铁拳豹心中越来越紧张，也放弃了追杀道宗弟子的念头，跟在魔宗宗主身后飞向了玄冥魔宗。虚空是充满危险的地方，只有突破洞虚境才能横渡虚空，否则其他人被卷入虚空，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不过萧青羽敢强行撕裂虚空，自然也有他自己的依仗。世人皆知萧青羽的剑法和时间有关，但时间和空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萧青羽的剑法和空间也有极大的关系，邪剑龙魂不愿受他驱使，他便无法同时对抗两位合体巅峰。如果不借助虚空逃遁，他们一定会死在铁拳豹的手中，但若逃入虚空，却是有很大几率活下去。师父，夜浪睁开眼，耳边传来嗖嗖的风声，刺得耳膜剧痛，却是看不清四周的景象。他能感觉到他的身体正在急速下坠，仿佛坠入了无底洞一般，没有终点。抱紧我，为师带你活着离开。萧青羽那坚决的声音在死亡笼罩下的虚空中响起，带着淡淡的温柔，仿如山冬下的一抹暖阳。夜浪嘴角微微翘起，用力抱住萧青羽柔软而温和的娇躯，那种美好的触感让他不由觉得就这么一直下落也不是不行，什么也不用干，什么也不用想，只是安静的等待尽头到来。萧青羽没有像夜浪这么洒脱，他一直闭着双眸，柳眉微皱，好似正在极力感知什么。突然他激动地大喊了一声：空间节点！我感知到了空间节点，夜浪，我们能从虚空活着出去了。哦，这都死不了。夜浪吃惊的声音响起，然后便是惹得萧青羽一击白眼。当然虚空之中谁也看不见谁，你就这么想死吗？话说我不是让你走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回来？萧青羽感知到的空间节点距离他们还有一段距离，必须还得再下坠一会儿，萧青羽才有机会破开空间节点，从无边的虚空中离开，回到外界。趁此机会，萧青羽不由好奇地问道，他想知道夜浪为什么要来救他。能活着谁想死啊？夜浪淡淡地笑道，至于为什么要回来吗？嘿嘿，当然是因为我放不下我那傻乎乎的师傅了。我不傻。萧青羽冷言道。夜浪笑着点头，是啊，不过说自己不傻的人其实都挺傻的，不像我遇见人就和人家说其实我是个大傻子哦。噗嗤。听到这话，萧青羽忍不住笑出了声，笑的甚至他都快忘记正处在险境之中。师傅，你笑声真好听，笑容也超美，可惜这里一片漆黑，我无缘看见你的笑脸了。夜浪略带遗憾道。萧青羽挑了挑眉，带着几分期待问道，话说你是不是喜欢我？我去，师傅，你不会现在才知道吧？夜浪惊叫一声，分贝极高的声音却是转瞬被虚空吞没。以前我单纯觉得你好色，只是觊觎为师的美貌，没想到你是真的。哎，我该怎么和一个只有20几岁的小屁孩相处呢？萧青羽叹了口气，语气却是十分挪于，似乎在故意取笑夜浪。真爱无关年龄，在我眼里，师傅永远都是18岁的小姑娘。这话其实夜浪真没说错，合体境修士的寿元足足有3、4千年之久，300岁的萧青羽的确相当于俗世中的18岁少女，花开正艳。抱紧我。突然萧青羽严肃了起来，语气也跟着严厉，透着一股剑仙的霸道。此刻他们在虚空中所处的位置已经快要接近空间节点，而夜浪不仅抱紧了萧青羽，还特意把头深埋进去，芳香扑鼻。开！随着萧青羽一声呐喊，一股庞大无比的力量
忽然从萧青羽体内疯狂而出，那是一种足以驾驭空间的力量。萧青羽凝眉瞪眼，眼神瞬间变得无比清醒，将这些力量毫无保留的全部轰向了空间节点。咔嚓，随着虚空之中响起一道清脆的巨响，一束足以刺瞎双眼的耀眼白光陡然从空间节点中迸发而出，接着一股股强大的吸力产生，将叶浪和萧青羽二人给吸了进去。呼呼，风声贯耳，身体正在急速下坠。察觉出不对劲，叶浪睁开双眼，发现已经离开了虚空。此刻他们正在从数万米的高空之上急速地往下坠落，底下是一片山峰绵延环绕的巨大山脉，这他妈要是硬生生砸下去，不得摔成英雄碎片啊！叶浪心中暗惊，刚想喊萧青羽带他御空飞行，却发现自己的剑仙师傅已经昏迷在了他的怀中，接连使出一道道惊天剑招，已经让他精疲力尽。金丹啊金丹，你可要撑住啊！叶浪神色一凛，如今他金丹受损，继续强行催动很容易引爆金丹，但此刻已别无他法。嗖，叶浪施展闪转腾挪，拦腰抱住萧青羽，御空而行。顿时如同下方被什么东西拖住了一样，他和萧青羽的坠落速度越来越慢。金丹一边漏气，一边为叶浪提供灵力，而金丹上的裂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展，随时都有爆炸的风险。叶浪的额头已经渗出了冷汗，但他依旧死死咬着牙，忍着剧痛控制好坠落的速度。幸运的是，叶浪的金丹很给力，哪怕裂缝丛生也很硬挺的没有爆炸。在距离地面10米的位置，叶浪撤去了灵力，这样的高度已根本不可能造成任何损伤，但叶浪还是将自己的背部朝下，死死护住萧青羽的身体。下一秒，二人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叶浪缓了一口气，然后起身蹲在萧青羽的身旁，轻轻呼唤着对方：师傅师傅师傅，你不会死了吧？呼喊没有得到回应，叶浪内心猛地一沉，急忙伸手去试萧青羽的鼻息。还有气。就在这时，在叶浪担忧的目光下，他看见了萧青羽缓缓睁开了眼睛，玉手抬起拍掉了叶浪在他鼻子上的手指，似乎在告诉他老娘还活得好好的，你才死了呢。萧青羽慢慢坐起身子，放心，我没一点事，就是灵力透支了，我休养一阵子就好。倒是你金丹坏成了这鬼样子，别说继续修炼了，能不能保证金丹修为都是个问题。萧青羽眉头紧锁，目光担忧地看着叶浪。叶浪却笑了笑，声音有些深情道：为了救师傅，金丹又算什么？哪怕是付出我的生命，我也绝不会犹豫一下。你别瞎说。萧青羽气地捶了一下叶浪的肩头，娇嗔道：别整天把死挂在嘴边。叶浪笑道：打个比方嘛。打比方也不行。那我以后不说了。师傅，如果我真无法修炼，你会离开我吗？叶浪的话让萧青羽一怔，他神色渐渐严肃，主动握住叶浪的手道：我会照顾你一辈子，哪怕你无法修炼，但只要还有我在，就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师傅。叶浪心中顿时有一种暖流缓缓流过，从心田流遍全身，他不由将萧青羽抱紧在怀中，不愿分开。她明明是道宗圣女，却对他柔得如同暖风清水，不仅收他为徒，还屡屡救他脱离险境，现在甚至还提出要照顾他的下半生。这也让叶浪感到内疚，心中已经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他都要修复金丹，绝不能当一个废物拖累萧青羽。好了好了，师傅照顾徒弟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快松开我。萧青羽抬手轻轻拍了拍叶浪的后背，说道。如此亲密的接触，这令萧青羽的脸颊不由微微发烫，心脏逐渐加快跳动。师傅，干嘛？听见叶浪呼喊自己，萧青羽下意识抬起埋在胸口的脑袋，想看看对方想干什么，但下一秒他的嘴唇忽然一热。萧青羽瞪大眼睛，脑袋一下子空白。他怎么敢？叶浪低下头托起萧青羽的下巴，嘿嘿，我就敢。萧青羽猛然从酥酥麻麻的感觉中反应过来，他秀眉一扬，迅速抬膝顶了叶浪一下。叶浪当即倒抽一口凉气，松开手，捂着肚子，面容扭曲起来。你不要装了，我都没用力。萧青羽脚步慌张的后退几步，撩起耳角的碎发，哼哼道：再说是你先动手的，可我动的是嘴啊。别说了，师傅，我感觉要碎了。叶浪脸皮一扯，手指了指小腹，露出一个极其痛苦的表情。啥碎了？萧青羽两眼有些茫然，但很快他眨了眨眼睛，低头看向叶浪捂住的地方。1秒后，他一脸羞愤地抬起头，又没忍住狠狠踩了他2脚。下流！师傅，你不要想赖，如果落下毛病，你必须要对我下半生负责。叶浪大喊道。谁让你亲我的，居然还想伸舌头？萧青羽脸红扑扑道。
谁亲嘴不伸舌头啊？叶浪义正言辞反驳。再说，你也不能踢我蛋吧？万一踢出事了怎么办？他必须要替小兄弟找回一个公道。哎呀，我不是故意的，你用词能不能文明点？不说蛋，那还能说什么？叶浪反问。萧青雨一时语塞，他怎么知道？他又没有。叶浪心中气得很，索性坐在了地上揉了起来。那个真的很疼吗？好歹也是金丹境了。萧青雨内心不忍，红着脸问道。不然呢？师傅，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对男人来说，再高的境界又有什么用？叶浪没好气道。萧青雨沉默无言，他忽然想起，貌似所有炼体修士弱点都在下面，更别说叶浪了。想到这，他捏了捏手指，犹豫道：真会留下病根吗？那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叶浪面色一喜。真的师傅，要不你帮我按一按吧。萧青雨愣了几秒，骤然反应过来，这家伙又在变着法子调戏他。我淫魔，碎了也是你活该。萧青雨气得说话结巴，转身快步往前走。自己好心好意替他着想，他倒好，满脑子都想占自己便宜，死性不改的逆徒。见状，叶浪立马从地上爬起来，看着师傅窈窕的背影，嘿嘿嘿地笑了起来。他很快追上萧青雨，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师傅，这是哪里啊？别问我，我不知道。萧青雨冷着脸，心中还在生气。叶浪戳了戳萧青雨的胳膊，笑道：师傅，消消气，我开玩笑的。再有下次，为师就将你逐出师门。萧青雨双手抱胸，气哼哼道：知道了，下次不保证。逐我出师门？师傅你舍得吗？叶浪内心发笑，随后忍不住问道：师傅，这到底是哪里？我还能不能出去修复金丹了？闻言，萧青雨脚步一顿，金丹受损，时间拖得越久，治疗成功的希望就越渺茫。如果叶浪因此而断送修行之路，那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心安。这里很奇怪。萧青雨望向四周，皱了皱眉。此刻他们身处一片山脉腹地，高山古树苍翠，遮蔽视野。远处时不时传来妖兽咆哮的嘶吼声。我的感知力竟被一股不明力量压制了。那我们能飞出去吗？我试试。萧青雨轻点脚尖，飞向高空。而就在他离开地面快要1000米时，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一道淡蓝色的护罩。阵法，这山脉之中竟然存在阵法，而且品级不低。落地后，萧青雨面色凝重，出事了，我们貌似被传送到了一个神秘地界。那往前走走看吧。只能先这样了。而二人走了没一会儿，突然树丛中传来一道稚嫩的声音：救命！有人能救救我吗？闻声，叶浪立即锁定位置，赶了过去。劈开四周树丛后，只见在一个捕兽陷阱中，有一位年仅7、8岁的小男孩，正瞪大眼睛，放声大喊：大哥哥，大姐姐，你们能救救我吗？萧青雨面露不忍，轻轻点出一道灵气，将男孩托举出了陷阱。小朋友，你现在没事了。他语气柔和道：你是住在这山里吗？你能告诉姐姐这里是哪儿吗？他的话刚问完，那男孩却直接跪在了萧青雨的面前，用他那稚嫩的声音凄惨地哭道：大姐姐，你们是仙人吗？那你救救我们村子吧，山外面全是坏人，他们要杀光我们。看见男孩跪下，萧青雨微微一怔，然后动用灵力将他扶起，声音柔和道：别急，慢慢说。你村子在哪里？小男孩的模样只有7、8岁，但是小脸上却有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倔强。他指着大山深处道：大姐姐，我们住在大山的尽头，可几天前突然来了一伙人，他们说我们是怪物，要抓我们回去研究。幸好有鬼三老爷在，上次吓退了他们，但他们刚才趁我们外出打猎时对我们下手，我亲眼看见我叔叔被他们砍成了无数块，然后装进一个个瓶子里，我跑得快，才从他们手中跑了出来。男孩惊恐的回忆发生在他身上的残酷经历，眼中泪光闪烁。萧青雨摸了摸他的头，微微笑道：不用怕，能带姐姐去你们村子吗？小男孩的眼中立马闪现惊喜的光芒，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用力点头：大姐姐大哥哥，你们跟我来。路上，男孩说他叫李阳，他爹是李家村的村长，他们从出生开始便一直住在荒山中，世世代代绝不离开，也从未接触过外面的人。同样的，他们也没见过这片荒山进来过外人。直到几天前，一群自称是毒蟒门的人闯了进来，扬言要将他们全抓回去。听着李阳的话，叶浪心中不由来了一些好奇。李阳他们的村子中应该都是一群普通人，修行者为什么要抓他们呢？叶浪问了李阳这个问题，但李阳直摇头，说他也不清楚。很快，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几人的视线瞬间开阔。
群山环绕下的一片小平原，一个小村庄安静地坐落在此。村口，一大群人手持斧头、锄头的中年人正聚在那里，脸上写满了愤怒，大声嚷嚷报仇。爹爹！李阳在呼喊中奔向了为首的那个中年男人。听到孩子的声音，那男人一下子转过头，愣愣地看着飞扑过来的李阳，几乎以为在做梦。直到李阳扑进他的怀中，那男人才激动得全身颤抖，泪流满面。是大哥哥和大姐姐救下了我。李阳指着叶浪和萧青雨，小脸通红，十分激动且崇拜道：爹爹，他们是仙人，而且漂亮大姐姐还答应我们要替我们赶走那些坏人。闻言，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转移到了叶浪和萧青雨身上。李村长上前一步，对着萧青雨深深鞠了一躬，一脸真诚道：多谢仙人，多谢仙人。不用谢，举手之劳。萧青雨客套道：我想请问一下李村长，这里是何地界？李村长微微一怔，然后局促地挠了挠头，小心翼翼地回道：仙人，我只知道这山的名字叫大荒山。男人小心谨慎的模样甚至显得卑微，生怕自己说的话惹恼了萧青雨。不过萧青雨却对这些并不在意，也从不会随意地残害世俗中人。听完李村长的话，萧青雨眉头微微皱起，喃喃道：大荒山这名字我怎么从没听过？你当然没听过，因为这是块被遗忘的地界。倒是你们，一个合体巅峰的剑仙，一个金丹破碎的小白脸，是怎么进来的？难道结界已经彻底失效了吗？就这时，突然一道低沉的声音在人群之后响起。萧青雨和叶浪瞬间脸色一变，有高手！李家村的众人自动让开一条路，接着一个灰袍老者慢慢出现在叶浪的视线之中。鬼三老爷好！众人恭敬地对老者行礼，眼中充满了浓浓的敬畏。萧青雨深深地看了眼对方，悄悄对叶浪道：这老头不简单，我感知不到他的境界。说什么悄悄话呢？你当然感知不到我的境界了，因为老夫根本就没一点修为。被称为鬼三老爷的老者耳朵尖得和兔子一般，听到萧青雨的话，立刻扯着嗓子喊道。叶浪眨了眨眼，拱手道：鬼三老爷好，听你刚才的语气，似乎知道这是哪里。当然了，青虎洲吗？青虎洲位于中州的东面，灵气匮乏，修行者极少，修行一道落后。而这里大多数修行者不是土匪，就是类似雇佣兵性质的杀手，连一个正儿八经的宗门都没有。但医师众多，医道繁荣。鬼三老爷问道：你们是哪个宗门的弟子？叶浪哈哈笑道：这位是我的师傅萧青雨，而我是道宗当代最妖孽的弟子，未来的道宗圣子，说不定也是未来的道宗之主叶浪。鬼三老爷，萧青雨，道宗弟子吗？鬼三老爷眼中闪过一抹金光，转头对李家村的人道：你们有救了。接着他看向萧青雨说道：想必你听过老夫的名号鬼仙鬼三爷。鬼仙。萧青雨沉思了几秒，突然瞳孔放大，难以置信地看向老者：你就是九州大陆公认的医道泰斗，那个鬼仙？是老夫。这村子与我之间存在大因果，老夫要保护好他们。我们做个交易，老夫治好这小子的金丹，而你这位合体境巅峰的强者就当李家村的保护神，保护他们不受外界伤害。好好好！萧青雨一连说了3个好，足见他心情有多么激动，也足以说明面前这老者的地位有多高。叶浪戳了戳萧青雨的胳膊，问道：师傅，这老者的医术很厉害吗？当然。萧青雨极为郑重道：鬼仙毫无修为，可你知道他今年有多少岁了吗？看上去60、70岁。如果我没记错，鬼仙已经活了5000多年了。嘶嘶！听到这话，叶浪不由心中一阵暗惊，5000多岁，堪比洞虚境寿元了啊！鬼三爷毫无修为，却能活这么久，那只能说明一个原因：对方的医术已经登峰造极，足以让人的寿命延长1000年。鬼三爷摆了摆手道：活得久也未必是好事。小子，把你的金丹放出来，老夫给你治治。闻言，叶浪找了一块平地，然后将那破碎不堪的巨大金丹释放出来。金丹一出现，整个地面仿佛都震颤了几下。鬼三爷本想展示一下自己惊天地泣鬼神的医术，好让萧青雨和叶浪知道他的厉害。然而但他看见叶浪的金丹后，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极度震惊的大吼道：这踏马是金丹还是大金蛋啊？老夫活了5000多年，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大的金丹。你小子是什么怪物啊？叶浪挠了挠头，嗨嗨，也就大了一点。鬼三爷，您开始吧，别客气，我这金丹还是蛮抗揍的。我他妈拿什么治？这么大的金丹，就算你把我骨头拆了装上去，那也不够啊。鬼三爷看着叶浪，一脸震惊，这事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不行不行，这小子的金丹，老夫还真不一定能治好。鬼三爷，刚才我们可都说好了，
你治不好的话，那我可就……萧青雨皱起眉头，不满道：“虽然这样子做显得很无耻，但是如果连这位大陆公认的鬼仙都无法治好叶浪的金丹，那天底下更无人可治了。而为了叶浪，萧青雨也顾不上原则了。”鬼三爷叹了口气，道：“不是我治不了，而是难治。这金丹实在太大，光靠我一人根本不行，除非这小子能学会我的医术，我外治，他自治，两者结合才有可能。”叶浪眨了眨眼，立刻拱手抱拳：“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啥？鬼三爷傻眼了。萧青雨的嘴角狠狠抽了一下：“鬼师傅，你可以将医术传给我了吗？”叶浪眼泛金光，搓了搓手。鬼三爷道：“嗨嗨，可以是可以，但学医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耐力和决心。基本上，只要你有学好医道的决心，以后干什么都能成功。但是，没有几百年的锤炼，你很难入门。”鬼三爷的话说得很委婉，潜台词的意思是：“小伙子，你不太行哟。”萧青雨红唇微张，手指着叶浪，极其自信道：“鬼三爷，他很聪明，天赋极高，他能学会。”鬼三爷的医术高到可怕，无数人抢破头皮，争着想要拜入他的门下。但鬼仙从未收过一个徒弟，如果叶浪能得到鬼仙真传，那这次真是因祸得福了。鬼三爷面露犹豫，在叶浪面前反复走动，没有吱声。见状，萧青雨猛地叉腰：“保护村子的事。”鬼三爷立刻答应：“老夫也是时候收个徒弟了。这样，你们先在村子里住下，我每天教这小子一点东西，能不能学会就看他自己了。”村子里有不少空置的房屋，从李村长口中得知，全村只有100多口人。对于叶浪和萧青雨，村子里的人纷纷表示了善意，送来床铺、被子以及食物。就连前几天刚捕获的400斤的野猪，这个本该是全村人的共享的口料，也全部送给了萧青雨和叶浪，这让萧青雨更加不好意思了。叶浪记住房屋位置后道：“师傅，我去找鬼三爷了。据说鬼仙的脾气很古怪，你多注意一些。”萧青雨叮嘱了一声。鬼三爷的住所靠近河边，叶浪赶到时，对方已经盘腿坐在地上等他了。在鬼三爷的面前放着一大堆灵草，他指着那些奇异灵草道：“学医，先从识别草药开始，你看看认识多少？”叶浪低头看着眼前的灵草灵药，挠了挠头：“嗨嗨，我一个都不认识。鬼师傅，你不如直接给我一本绝世秘籍，我保证3天内入门。”叶浪笑着道。岂料鬼三爷却是不屑一笑：“呵呵，老夫自创的鬼仙医诀，修炼难度不亚于羽阶功法，你小子真是吹牛不打草稿。3天入门，给你100年的时间，你都摸不到门槛。给我认真学，这是虎尾草，这是赤枫叶。”鬼三爷拿起一株株灵草，向叶浪介绍道。叶浪叹了口气，只好硬着头皮一一记了下来。日落之后，叶浪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到了房屋，坐在院子里和村里儿童聊天的萧青雨瞬间眼神一亮，起身迎了上去：“你终于回来了，忙了一天辛苦了吧？我给你准备了一缸水，你快去喝。”不知为何，叶浪居然有一种居家温柔妻子迎接下班老公的错觉。今天学会了多少啊？更像了，认识了几百种灵草，这么厉害啊！萧青雨捏着小拳头对叶浪大夸道，情绪价值满满。叶浪嘴角掀起一抹弧度，心中像吃了蜜般甜滋滋的。他掏出2块糖果：“师傅，这是李家村自己做的麦芽糖，我吃了1块，感觉蛮甜的，你尝尝。”说完，叶浪走到院子中的水缸，舀了一瓢水，吨吨吨地喝了一气，而修为却没有任何增强。看来，在金丹受损的情况下，修为是不会有任何提升了。萧青雨看着叶浪喝水，自己坐在椅子上，解开手里的油纸包，捏了1块麦芽糖放进嘴里，随即脸上露出微笑。确实挺甜的。一连3天过去了，鬼三爷只是教叶浪识别灵草，丝毫不教任何有关医术方面的知识，更不将那秘籍拿出来。叶浪只得靠自己去学习领悟。或许叶浪在医道方面确实有惊人的天赋，不管是什么草药，仅仅听鬼三爷说一遍，他便能牢牢记住。哪怕在数百种相似的灵草中，叶浪也能准确地找出鬼三爷要的任何一种灵草。叶浪的记忆力和观察力不由是让鬼三爷暗暗吃惊，这小子是挺聪明的。这下鬼三爷真起了收徒的心思。这日，鬼三爷随手拿来一株灵草，考验叶浪道：“这是什么？”蛤蟆草，性属阴寒，具有清热泻火的功能，与金花搭配，可以炼制黄阶丹药、清凉解毒丸，驱除体内湿毒。那这个呢？鬼三爷又拿起一株黄颜色灵草，蛇头草，性属半阴半阳，与炼气劲牛腰的牛鞭搭配，可炼制黄阶丹药、大日丸，具有延长男性时长的功效。鬼三爷满意的点了点头，显然叶浪全说对了。蛇头草除了炼制大日丸以外，还能炼制什么？
叶浪想了想，回答道：“将蛇头草榨出汁水，浇在筑基境虎妖的虎边上，可致男性不举，并且金枪不倒。”不错不错，鬼三爷呵呵笑道：“看来你确实掌握了，连这些偏门的方子都能记住，其他想必早已了熟于心了。”听到这话，叶浪心中一喜，急忙道：“鬼师傅，你是不是打算将鬼仙一诀传给我了？你想屁呢？”鬼三爷躺回椅子上，指了指那株蛇头草：“你可知它的年份是多少？”叶浪瞅了一会儿，旋即试探道：“不超过100年。”废话，这要你说，那就是80年。错，是84年多3个月多27天。鬼三爷悠悠说道：“等你识别灵草能达到这种地步，就可以参悟鬼仙一诀了。”这糟老头子坏得很。叶浪终于忍无可忍，怒声道：“老东西，你故意的是不是？小畜生，你说什么？老杂毛，闭嘴！”鬼三爷被气得吹胡子瞪眼，撸起袖子准备豁出老命和叶浪拼了。就在这一老一小掐架之时，突然村口传来一阵激烈的灵力波动，接着便有一道暴力的声音响彻村子：“一群贱种，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跑！”这声音，莫非是那个毒蟒门的人来了？村子的入口是2座山壁夹成的峡谷，此刻这个唯一通道被数百名大汉团团包围，他们一个个眼冒凶光，身上释放嗜血的气息，戏谑地看着前方恐惧的人群：“各位仙人，求求你们放过村子吧！我们不是怪物，我们世世代代住在这里，从没做过任何坏事。”李村长站在人群最前面，声音颤抖，悲怆地大声喊道：“普通人？哪个普通人能活300年？哪个普通的村子能拥有雨季阵法保护？有人出大价钱要抓你们回去研究，今天就算那什么鬼三老爷在也没有用。”随着一声狠厉的声音响起，毒蟒门的人群中，一个光头男人走了出来，他的头顶纹着一条黑色骷髅蛇，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蒙面人，身上释放着强大无比的气息。光头男对蒙面人很是恭敬道：“大人，那鬼三老爷有些棘手，他知道我们所有人的境界，我却感知不到他是什么修为，想来是一个高手，还请您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抓了他们，那鬼三老爷我去对付。”蒙面男人的语气透着不耐烦：“好好抓人，一个也别放走。”光头男当即挥手对毒蟒门的人下令道。瞬间，上百位满脸横肉的大汉舞动武器，狞笑地冲进了李家村。一些儿童被这一幕吓得缩在母亲的怀中，哇哇大哭。男人们则是握住锄头，打算和修行者拼命。李阳被吓得小脸惨白，但脑子却比所有人冷静，趁着混乱，飞快地跑去叶浪和萧青雨居住的房间。而男孩刚跑没多久，一位白衣女子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李阳稚嫩的声音透着兴奋：“大姐姐！”萧青雨先摸了摸他的头，然后下一秒便是出现在了村口，挡在了李家村众人的前方。几乎是萧青雨出现的瞬间，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是难以控制的落在他的身上。这一大帮男人哪里见过如萧青雨这般绝美的女人，哈喇子顿时流了出来。那光头男眼中露出淫邪的光芒，兴奋喊道：“谁都不许弄伤这娘们，我要拿她当压寨夫人！”蠢货！这时蒙面人低声骂了一句，愤怒地震开光头男。蒙面人与这些雇佣兵修士不同，显然是出身大宗门的人，眼界和见识要高得多。他一眼就看出，像萧青雨这般气质不俗的女人，必定出自大宗门，绝非普通人。蒙面人礼貌拱手道：“敢问道有何门何派，可否不插手此事？”萧青雨懒得说话，只是弯曲手指弹出一剑，嗖，剑气凌厉，速度更是快到了无法捕捉的地步。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最前方的那10几个毒蟒门修士直接被轰成了血雾。看见这一幕，蒙面人大惊失色，瞳孔之中闪过一抹深深的震惊。合体剑修，女人，你是道宗圣女？那个剑仙，他惊恐大吼道，但接着马上又恢复了镇定。萧青雨的确让他很忌惮，但远并没有让他怕到逃跑的地步，可见这蒙面人背后的势力有多么强大。蒙面人对萧青雨拱手，语气威胁道：“萧圣女，还请你不要插手，否则恐有无端之祸。我奉的可是轮回圣地的命令，轮回圣地，圣地之首，底蕴和实力都远在道宗之上。”听到这话，萧青雨高冷的面容上出现了一丝波动。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更加猖狂的声音响起：“哈哈哈，圣地算个屁！”随着一阵狂笑声响起，叶浪和鬼三爷慢慢悠悠地走来。这一老一小都是一副风轻云淡，外加超级不屑的模样。叶浪露出猖狂和讥讽的笑容，放声大笑道：“你以为我们只有一位道宗剑仙吗？我身边这位鬼三老爷才是真正的绝世大能，洞虚境巅峰。”但只见
天地众生灰飞烟灭。他放个屁，能将万丈高山崩裂，撒泡尿就能创造汪洋大海。在我鬼三老爷面前，全天下的人尽是无能鼠辈。叶浪将鬼三爷推到前面，满眼惊心，一脸崇拜道，将这位毫无修为的医道鬼仙硬生生夸成了堪比开天辟地的盘古大神。什么？蒙面人心中骇然，掀起了惊天骇浪。还有洞虚境的大能。对于叶浪的话，蒙面人深信不疑，因为他就是合体境6重的高手，洞虚境以下的修为他都能探知到1、2，而他却感知不到鬼三爷身上一点气息，这足以证明鬼三爷的修为高到可怕，远在他之上。更何况连道宗剑仙都出现在了此地，再出现一个洞虚大佬也不是没有可能。而面对一位洞虚境巅峰的大能，任何圣地都不敢轻易招惹。蒙面人早已满头大汗，声音颤抖，多多，有打扰了。说完，他转身就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却不料叶浪喊住了他，冷冷笑道，站住，鬼三老爷让你走了吗？闻言，蒙面人瞬间不敢再动一步，他已经被叶浪的那一番话给彻底吓住了。洞虚境大佬想捏死他，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鬼三老爷，您说该怎么处置他们？演戏演全套，叶浪极为恭敬地对鬼三爷问道。鬼三爷哪知道该怎么办，只得道，你看着办。好。叶浪重重点头，然后跳到蒙面人的旁边，上去就是一巴掌。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众人都是一怔，难以置信地看向叶浪。尤其是独蟒门的修士，看见他们老大的老大被人扇耳光，那表情就像见了鬼一般震惊。你他妈找！蒙面人眼中冒起怒火，抬手想灭杀叶浪，但下一秒想到对方是洞虚境大佬的人，蒙面人的手又不甘地放了下去，老老实实挨了这一巴掌。见状，叶浪心中更加笃定对方不敢还手，于是又往对方左脸扇了一巴掌。啪！叶浪一脸挑衅道，怎么，你不服？小爷告诉你，你敢有一丝不服，鬼三老爷当场就灭了你。蒙面人死死咬着牙，我不敢，我只是怕伤了您的手。叶浪表面继续不屑，内心早就笑开了花。爽！连山河体境强者2个耳光，对方还不敢还手，实在是太爽了。叶浪此举并不是为了嘚瑟，而是他知道只有疯狂嚣张才能让所有人相信鬼三爷是真正的洞虚境大佬，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这个村子。扇完后，叶浪又摸了摸蒙面人的脸，装作心疼道，很疼吧？不疼，我还能再挨几巴掌。蒙面人不知道叶浪又想搞什么花样，惶恐地回道。这时叶浪突然摇头叹息，其实我也不想扇你，但若不扇你，你就没命了。蒙面人彻底懵了，难不成你扇我耳光是为了救我，我还得感谢你？叶浪指着村子道，你觉得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才能让一村子的人都拥有长生的力量呢？不知，真是一群井底之蛙，毫无见识，连荒古家族的后裔都敢招惹，快回去告诉你的主子，说他已经大难临头了。荒古家族的后裔？蒙面人先是一怔，停顿几秒后，忽然面露惊容，惊恐大吼，他们是荒古家族的后裔。蒙面人的双腿控制不住的发颤，足见他此刻到底有多么恐惧。叶浪的心中顿时打起鼓来，我靠，难道这个世界还真有荒古家族的存在？我就随便瞎诌了一下小说中的设定啊。叶浪只好装作淡定道，看来你听说过，既然这样，那你就应该知道你们闯了多大的祸。知道。叶浪继续叹息道，知道就好，他们不但是荒古家族的后裔，他们的老祖还尚在人世，洞虚境巅峰的鬼三爷只配当个看门人。你能想象到老祖的力量有多可怕吗？至少也在洞虚之上。蒙面人惊叹道，哟，还挺上道啊。叶浪拍了拍蒙面人的肩膀，无奈道，所以你们圣地怕是完蛋了，快回去准备后事吧。说罢，叶浪转身离开。就这时，蒙面人突然死死拉住叶浪的胳膊，也顾不得面子，颤声喊道，小哥，救命啊！我们要是知道这村子是荒古家族的后裔，打死我们也不敢冒犯。你相信我啊，我们真不知道。我相信有什么用？老祖相信才有用。叶浪甩开了蒙面人的胳膊，走到一半，叶浪忽然回头道，除非你能证明这一切和你无关，那独蟒门到底奉了谁的命令呢？叶浪这一句话瞬间让蒙面人反应了过来，接着他看向独蟒门的众人，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杀意。你们这帮畜生竟敢冒犯荒古家族，老夫今天就替天行道，灭了你们。说完，蒙面人的身上威压翻涌，将独蟒门一众人瞬间灭杀。
毒蟒们的修士甚至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身体便转瞬化为血雾。他们万万没想到，背后指使他们的蒙面人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斩杀他们。从中能看出蒙面人对叶浪的话深信不疑，他对荒古家族又是多么恐惧。而李家村的村民看见叶浪仅凭3言2语就能让一群人自相残杀，化解危机，此刻他们看向叶浪的眼神中无不充满了敬畏，内心疯狂大吼：叶浪仙人真是太牛逼了！萧青雨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带着惊讶和欣喜，也没想到叶浪会用这种方法解决李家村危机。鬼三爷的心头更是认定叶浪以后就是他的徒弟了。令他不得不承认，这小子真是聪明。将毒蟒们灭杀后，蒙面人极为感激地冲着叶浪鞠躬：小兄弟，多谢指点。老夫轮回圣地大长老欧阳海，日后需要帮忙尽管开口。那个，老夫就先行告退了，以后绝不再来打扰。说完，慕容海匆匆离去。慕容长老，一路小心啊！叶浪挥手送别道，心中彻底松了一口气。经此一事，短时间内李家村不会再有灭顶之灾。多谢仙人救命！李村长感激得满脸涕泪，直接跪在叶浪面前磕头谢恩。叶浪扶起对方，笑道：村长，答应的事我自然会办到，我可不像某个姓鬼的老头。哎，不说也罢。此话叶浪在暗嘲鬼三爷小心，死活不将那本鬼仙医诀拿出来。鬼三爷气得瞪眼：臭小子，你什么意思？信不信老夫一巴掌把你屎都打出来？你他妈真以为自己是洞虚大佬了？叶浪猛然推他一把，差点将鬼三爷推倒在地。见状，萧青雨急忙制止叶浪道：鬼仙是你师父，你怎么能这么无礼？鬼三爷您别生气，叶浪平常还是很乖巧听话的。听到萧青雨的话，鬼三爷脸上写满了不信。乖巧懂事，你要不看看自己在说什么？哼，早知道他们这么好骗，老夫还需要你们吗？鬼三爷内心不忿。这时叶浪缓缓说道：没有我和师父，你以为那慕容海会相信你是洞虚强者，李家村是荒古家族吗？慕容海一个合体境强者，他的智商会低吗？会是一个连小孩都不如的白痴吗？叶浪的骗计可以说是层层递进，一步步击溃了慕容海的怀疑，最后让他深信不疑。哼！鬼三爷冷哼了一声，冲叶浪招了招手：臭小子，跟我来！你不是想学老夫的真本事吗？我今天开始教你，你学不会可别赖我。见鬼三爷终于愿意教自己医道，叶浪内心一阵欣喜，迅速跟了上去。鬼三爷回到房间后，从尿壶中拿出一本虫洞密布的秘籍，递给叶浪。看见这一幕，叶浪嘴角疯狂抽搐，不敢去接。上面不就有些老夫的尿吗？这有啥可怕的？鬼三爷戏谑道。叶浪白了这坏老头一眼，伸手接过，他可不信这上面有尿。鬼师傅，终于舍得给我了，给你又能怎样？你学得会吗？鬼三爷双手背在身后，一脸傲气。别说是你，就算是那些所谓的医道大师，也不可能领悟老夫的毕生所学。鬼三爷对自己的医道水平极为自信，而他将鬼仙医诀给叶浪，就是想挫一挫叶浪的锐气。等叶浪一字看不懂，舔着脸来向他请教时，鬼三爷就可以狠狠调教叶浪，找回失去的面子。想到这，鬼三爷的一张老脸控制不住地笑开了花。他心中已经想好无数种折磨叶浪的法子了。然而叶浪只是扫了一眼秘籍，便是转身离开。我先回去研究一晚上，明天再来。哼，给你100年你也领悟不了。叮，检测到不明等级功法鬼仙医诀，是否花费200能量点简化？简化。叶浪毫不犹豫道。叮，正在简化中，简化成功。鬼仙医诀等于摸灵草，还剩下330能量点。叶浪又掏出百变相术进行简化。叮，检测到羽阶神通百变相术，是否花费100能量点简化？简化。叮，简化成功。百变相术等于捏脸，宿主目前能量点230。捏脸。叶浪试探性地捏了一下自己的脸，百变相术熟练度+1。他用力捏了一下自己的脸，百变相术熟练度+2。不知道摸别人的脸行不行？叶浪想到。接着他又拿出一株蛇头草放在手中抹撒，从上撸到下，再从下往上撸，使劲撸，狠狠地撸，打死都要撸。鬼仙医诀领悟+1+1。2个时辰过去了。叮，鬼仙医诀入门。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叶浪的脑海之中顿时出现了一大堆医道领悟，包罗万象。他低头看了眼手中的蛇头草，仅仅一眼便直接看出了对方的具体年份：56年多3个月多14天。同时他体内多出了一丝丝暖流，不同于灵力。叶浪小心翼翼地将这股暖流引向受损的金丹。下一秒，
金丹上的裂缝缩小了几分。叶浪兴奋不已，旋即加快手中的动作。就在这时，叶浪，修炼也别太辛苦了，劳逸结合很重要啊。门被推开，穿着白裙子的萧青雨俏丽地站在门口，映入眼帘的却是背对他的叶浪，两只手放在下面，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萧青雨张大嘴巴，一脸的不可思议，恍然间明白了什么，俏脸唰的一下红了起来，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早点睡觉，很伤身体的。萧青雨羞得跺脚，娇喝道：啥叫很伤身体？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是不是以为我在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啊？我真的只是在修炼啊。还没等叶浪开口解释，萧青雨已经羞红着脸跑开。轮回圣地，金碧辉煌的宫殿内，一位中年人坐在正位上，不怒自威，正是轮回圣主。听完欧阳海的话后，轮回圣主的眉头不着痕迹一皱，沉声问道：荒古家族，你确定？圣主，关于此事，老夫万分肯定，我敢拿命发誓，绝无半点虚假。这次若不是有个小兄弟暗中指点我，我恐怕就回不来了。那小兄弟是个好人啊。欧阳海信誓旦旦提到叶浪之时，话语之中充满了感激，毕竟像这种好人真不多了。轮回圣主手只轻轻敲击宝座扶把，语气微微凝重，连道宗都牵扯了进来，看来那村庄的确有不凡之处，这下该怎么办？父亲，这有何难？我去道宗试探一下，正好也去会会最近声名大噪的那个叶浪。这时，一名华服男子走进宫殿，不屑地笑道：我倒想见识一下，那人有何能力，居然被人吹成了当代第一天骄。轮回圣主点了点头：好，那你准备一下，带为父去道宗看看，顺便打探一下道宗宗主何时出关，又能否突破那个境界。遵命。大荒山李家村清晨，心情大好的叶浪出门就遇到了萧青雨。师父，昨晚的事。萧青雨瞥了一眼叶浪，脸色极其不自然，嗔道：晚上还是要早点休息，多注意身体，肾精是人体的精华，流失太多不利你修行。说完转身就走了。叶浪欲哭无泪：师父啊，你听徒儿解释啊，我真不是这种人，哥不当机长已经很多年了。抄了一条小路，叶浪来到鬼三爷房屋门口，喊道：鬼师父，给我一些灵草。小子，一夜过去了，将老夫毕生所学研究清楚了吗？不懂就直说啊，看在你是老夫半个徒弟的份上，只要你跪下求我几句，老夫就指点你一下。哈哈，鬼三爷从房间中走出，双手叉腰，仰头大笑道：为了等这一刻，昨晚他激动的一宿没睡。他捻了下胡须，走到老爷椅前，准备坐下让叶浪替他捶腿。然而这时叶浪的声音响起：啧，鬼师父，没想到你这还有300年的舌头草，这个就给我吧。哟，这个是457年的冰霜叶炼制寒冰丹的关键材料，也给我吧。几百年的药材都当个宝，一点世面都。鬼三爷嘲讽的话还没说完，突然他脸色一变，眼睛瞪得像铜铃，迅速转头看向叶浪，难以置信地问道：你能识别出药材的年份了？这怎么可能？等等，你体内拥有一气了。这下鬼三爷彻底无法淡定了，他猛然窜到叶浪面前，握住叶浪的手腕，感受到叶浪体内那一缕熟悉的气体，惊得目瞪口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鬼三爷宛若疯魔一般，嘴里大声狂喊，被叶浪直接震惊的失去理智。诡异仙诀是我耗尽毕生精血所创，领悟难度之大，那是超级大，比羽阶功法还要难。你一夜入门了？鬼三爷看着叶浪的目光中充满了惊骇、震惊、无法理解以及深深的挫败感。叶浪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安慰道：鬼师父，不要伤心了，这本功法还是很有难度的，确实比羽阶功法要难许多。羽阶功法简化只需要100能量点，而简化诡异仙诀居然要200能量点，这足以说明这门功法极其可怕。鬼三爷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整张脸皱在一起，大吼道：你一夜就领悟了？这他妈算有什么难度？怎么没有难度？羽阶功法我1个时辰就领悟了，按照时间推算，1夜4个时辰。叶浪掰着手指头细细数道：哇，鬼师父，你的功法至少比羽阶功法难上4倍。鬼三爷，叶浪本想安慰一下老人家，但不知道是不是方法用错了，他直接被鬼三爷拿扫把赶出了房间。鬼三爷还撂下了狠话，不许叶浪再进他屋一步。叶浪也不是甘愿吃亏的人，临走前将院子里的灵草全部打包带走，连地里的杂草都给拔走了。萧青雨见叶浪今天刚去没多久就回来，大眼睛眨了眨，问道：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师父别提了，那老头将我臭骂了一顿，
以后不让我再去找他了。叶浪走到水缸，舀了一瓢水，喝下肚子，随后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修为重新恢复了增长。虽然和之前相比，增长速度极其缓慢，但这说明了他的金丹正在恢复中。师傅，师傅，我的金丹！旋即，叶浪转头想告诉萧青雨这个好消息，却发现萧青雨人已经不见。此刻，萧青雨一个闪身，直接来到鬼三爷的小院中，砰！然后怒气冲冲的一掌轰碎房门。老东西，开门！老娘是不是给你脸了？敢骂我徒弟，还敢撵他滚！你信不信我拆了你这破院子？萧青雨掐腰怒骂。鬼三爷黑着脸走出来，看见一地的房门碎片，咬着牙道：萧剑仙，你过分了。哼！萧青雨傲气的一撇头，质问道：为什么不教叶浪了？我们帮你解决了李家村的事，你现在却出尔反尔，你真以为本剑仙好欺负吗？信不信我一剑？他都学会了，我还教什么？你让我怎么教？你说啊，你说啊！鬼三爷大声怒吼。萧青雨先是一怔，明亮的眸子眨了眨，随后试探性问道：你是说他已经掌握了一道？那小子已经入门，一夜入门。老夫卧槽了！鬼三爷爆了句粗口，他已经记不得自己多久没有说过脏话了。这次他真被叶浪的天赋整破防了。萧青雨咂巴几下小嘴，内心顿时升起一股自豪感。你看，我就说吧，我徒弟很聪明的。嘻嘻嘻。萧青雨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扬，笑出了令人陶醉的声音。哼！鬼三爷则很不爽。那鬼三爷，你现在可以帮叶浪修复金丹了吗？萧青雨面带期待地问道。鬼三爷点点头，可以是可以，但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案。哦，什么方案？那小子的体内是不是有火麒麟的精血？没错，不过那只是化神境的麒麟精血，应该没什么大用处。萧青雨道。不，老夫检查过，那滴麒麟精血血脉极其高贵纯正，如果老夫没猜错，那头火麒麟乃是麒麟皇室的一员。就算他是，那对叶浪有什么好处吗？闻言，鬼三爷摸了摸胡须，脸上恢复了几分得意。换做别人，自然不知道如何用，但老夫是何许人也？九州大陆鬼仙，老夫知道一门换血秘法，能将人的血脉与妖的血脉相融，进而提升人的潜能，突破桎梏。有那滴火麒麟精血，老夫就能让叶浪拥有完整的火麒麟血脉，而他以后便能万火不侵，免疫一切火系神通。听到鬼三爷的话，萧青雨的美眸中不由是闪过一抹惊讶。叶浪本身天赋超绝，又是混沌体，现如今再加上火麒麟血脉，嘶嘶，这天底下今后还会有谁能和叶浪相比？想到这，萧青雨立即对鬼三爷极为恭敬道：鬼仙的手段真是通天彻地，小女子佩服佩服。其实呢，刚才我是见鬼仙的房门坏了，所以想帮忙修门，没有其他意思。这话你自己信吗？瞧见萧青雨变脸如翻书，鬼三爷嘴角狠狠一抽，心中了然一切。果然，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把那小子喊来吧。好脸！萧青雨一双大眼睛弯了弯，两腮荡漾着浅浅的梨涡，欢天喜地的回去找叶浪了。很快，叶浪跟在萧青雨后面来到鬼三爷的小院，得知鬼三爷能让他拥有麒麟血脉，叶浪不由暗恨今早把事做绝了。看见鬼三爷正往外搬水缸，叶浪小跑着过去，接过水缸道：亲爱的鬼师傅您歇着，这种粗活我来做就行。鬼三爷鄙夷的哼了一声：放血？我的血需要多少？叶浪微微一怔：不多，3斤就好了。叶浪嘴角抽搐了一下，虽说施点血对修士影响不大，但上来就是3斤，也太吓人了。毕竟3斤血是叶浪体内将近1/3的血量。你别不乐意，3斤血只是开始，接下来的5天每天都要放3斤血。如果你不愿意，那就走吧。鬼三爷一脸无所谓说道。思索片刻后，叶浪微微颔首：3斤就3斤。抽血过程很简单，叶浪坐在椅子上，然后感觉有一根针突然扎进自己的胳膊，体内的血就源源不断的流出去了。渐渐的，叶浪感觉手脚开始发凉，脑袋昏昏长长，这正是失血过多的前兆。哪怕是修士，失血过多也会出现异状。不过好在此时抽血结束，叶浪从椅子站起来的时候，脚步都有些虚浮。萧青雨在一旁搀扶着他，一阵嘘寒问暖：乖徒儿放心，为师给你准备了大补汤，一顿就全补回来了。叶浪心中感动，刚想让萧青雨帮他整几个腰子，耳边却听见鬼三爷的声音：他这5天什么都不能吃，只能喝兽血。大荒山中野兽遍地，你每天喂他3斤鹿血。萧青雨小声嘀咕：那我大补汤不是白煮了，好东西不能浪费，
给老夫送来，我替这小子解决。听到这话，叶浪心中不爽，老家伙，那玩意儿都不行了，你还补个蛋啊？萧青雨将大补汤送给了鬼三爷，又去大荒山深处捕获了3只小鹿。他先是用剑气割破小鹿喉咙，慢慢放血，待血放尽，鹿肉便送给李家村的众人。叶浪，过来喝血了。萧青雨端来一盆新鲜鹿血，放在叶浪的面前。看着眼前还冒热气的鹿血，叶浪喉咙蠕动几下，面露犹豫，很难下口。想成仙，先发疯。一口喝完，气血壮。萧青雨捏着小拳头，为叶浪加油鼓气，不顾一切把仙成。拼一次，仙3代，拼命才能不失败。师傅，你搞传销啊？叶浪端起木盆，嘴角疯狂抽搐。萧青雨还是捏着拳头，缩着脑袋在一旁小声摇旗呐喊。今天修炼不努力，人皇翻里做兄弟。叶浪两眼一闭，硬着头皮咕噜噜地将鹿血喝尽。接下来几天，除了让叶浪喝鹿血外，鬼三爷为了找回面子，还硬拉着叶浪教他医道。鬼三爷开始玩真的了。叶浪一夜医道入门，这样的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以至于晚上睡不着觉，一个人静静地仰望星空，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他决心必须要在叶浪面前扳回一局，好好装个逼。经过一晚上的精心筹备，这日鬼三爷信心满满地找到叶浪，笑道：今日老夫给你上最后一课，鬼师傅不必麻烦，我按照医道医诀自学就好了。不，书上说的都是气，而老夫要教你的是道。你说说看，你理解中的医道是什么样子的？你以为的医道极致又是什么样子的？鬼三爷笑容灿烂，他只等叶浪说完，然后他强势反驳，完成一次华丽的装逼。小东西，老夫活了几千年，还治不了你了。脑海中刹那间闪过上百种龙王歪嘴的画面，鬼三爷这才压住上扬的嘴角，等着叶浪的回答。何为医道？医道的极致。叶浪微微一愣，思索片刻后，叶浪说道：鬼师傅，我觉得医道就是一门救人的道法。至于医道的极致吗？应该是长天地命脉，断生死无常，哪怕全身只剩下一滴血，也能不死不灭，滴血重生，这才是医道的极致。鬼师傅，不知我说的对不对？在听到叶浪这番话后，鬼三爷整个人都愣住了。长天地命脉，断生死无常，还滴血重生，这，你他妈这么会吹牛逼的吗？纵然是修炼医道数千年，鬼仙也从没有想到过这句话。滴血重生，这不就是不死之身吗？这是多么可怕的境界啊！嘶，鬼三爷倒吸了一口凉气，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确认过脑子，这是他这辈子都无法想到的一句话。鬼师傅，你怎么不说话了？叶浪再次开口问道。声音响起，让鬼三爷回过神来。他嘴唇蠕动几下，想反驳叶浪，却发现根本张不开嘴。叶浪的这番话实在太牛了，让他无从反驳。鬼三爷冷哼道：你小子竟会吹牛，此等无敌境界，天下有谁能达到？闻言，叶浪摇头轻笑道：鬼师傅，你的思想太保守了。什么？你还教育上我了？而不等鬼三爷说话，叶浪继续开口道：很多东西不是不可能，而是自己做不到，所以才觉得不可能。但天下之大，天骄辈出，自己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就做不到。鬼三爷又被惊到了，大脑懵懵的。叶浪的这番话让他不由深感佩服。鬼师傅，你慢慢琢磨吧，我去喝鹿血了。叶浪走后，鬼三爷沉思良久，忽然他猛地一跺脚，大骂道：叶浪，我认你仙人，你他妈拐着弯骂老夫是不是？鬼三爷琢磨出味了，这话翻译过来不就是你不行，那是你垃圾，不代表我不行。今夜不出意外，鬼三爷又网易云上了。连续5天，叶浪一边放血一边喝鹿血。不得不提一句，鹿血的确是男人的大补之物。5天下来，叶浪非但不觉得身体虚弱，反而神采奕奕，这让叶浪倍感煎熬，盯着萧青雨的背影，眼神越发炽热，好想把师傅摁在下面。虽然有些大逆不道，但体验过2次后，叶浪实在有些食髓知味了。最后1天，叶浪放完血后，鬼三爷神情郑重：差不多了，该融合血脉了。这5天的放血和补鹿血，你现在体内的血已经和麒麟精血开始融合，你且将金丹释放出来，闻言，叶浪照做。下一秒，轰！巨大金丹凭空出现，直接将鬼三爷的小院砸烂。这个我不是故意的。叶浪缩了缩脑袋。鬼三爷气得肝疼，但此刻融合血脉才是关键，也顾不上骂娘。只见鬼三爷甩出数百根银针，精准地扎满叶浪全身。叶浪不敢乱动，他认出鬼三爷施展的
正是鬼仙一诀中的鬼仙银针术。通过银针锁住人体经脉，继而操控人体的一切物质，包括五脏六腑、灵气、血液。这门神奇针法，叶浪也会，不过只能达到入门的程度，远不及鬼三爷精深。几秒过后，叶浪突然感觉小腹部分传来强烈的灼热感，好似有一团烈火正在燃烧。老夫已将麒麟精血逼到了你的丹田处，你现在操控一气追赶麒麟精血，让麒麟精血在你体内逃窜，游遍12经络和8大奇经。叶浪立刻催动那团一气，按照鬼三爷的话，操控一气扑向麒麟精血。而这个过程十分痛苦。火麒麟乃是天下最强的火属性妖兽，它的精血充满了强大的火系元素。此刻，麒麟精血正在叶浪体内疯狂释放火系元素。瞬间，叶浪额头上渗满冷汗，全身止不住颤抖，整个人仿佛置身在上万度的火炉中，被无尽的烈火灼热。尤其是麒麟精血游走过的经脉，更是被火焰灼烧的萎缩变形。这种痛犹如抽筋拔骨。忍住啊！只要融合成功，你将拥有世界上最高贵的麒麟血脉，你日后就能登上世界之巅。笑傲世间，鬼三爷瞧出叶浪眼神开始涣散，沉声低吼为他鼓劲。这话鬼三爷并没有夸大其词，麒麟血脉本身就极为强大，再经过他的亲自改造，其潜力早已超过了真正的麒麟血脉，早已达到了一种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叶浪，撑住啊！萧青雨在一旁捏紧拳头，不断的加油鼓气。额头青筋暴起，太阳穴突突的跳动，剧烈的疼痛感甚至开始让肌肉抽搐。叶浪正在忍受前所未有的痛苦，但这痛苦却是乾隆出渊前的洗礼，是挣脱枷锁的咆哮。吼！伴随叶浪发出的一声怒吼，麒麟精血彻底与他相融，一条世间最完美的麒麟血脉诞生。它的主人不是返祖的麒麟，而是叶浪。就在麒麟血脉形成的那一刹那，叶浪的金丹也发生了巨变，所有的裂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同时，一道恐怖的火焰从金丹上开始燃烧。火炼金丹。看见这一幕，萧青雨立马想到了一个修行界的传说。据说，在普通金丹之上，还存在一个更高等级的金丹——神金丹。而想要获到神金丹，必须先要让金丹经受世间最毒的烈火灼烧。千锤百炼已成钢，而神金丹的力量超乎人的想象，其防御堪比羽阶至宝，洞虚境强者都无法轻易打破。的确是神金丹，这小子因祸得福了。金丹破而后立，宛若凤凰浴火重生，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如今他的资质已经无人可比了。鬼三爷一脸震惊道：洞虚境对他而言只是2-3年的事，甚至老夫觉得他还可以飞升上界。听到鬼三爷的话，萧青雨美眸瞪大，眼中闪过一抹金色。鬼三爷虽然毫无修为，但论其眼界却是远超他一大截。他没想到这位大陆鬼仙对叶浪竟然会有如此高的评价。萧青雨难以置信地问道：鬼仙，你说的话可是真的？鬼三爷微微颔首，语气极为肯定：当然，老夫的这双眼从未看错过人。啧啧，你这男人找得好啊！瞬间，萧青雨脸颊红了起来，嗔怪道：他是我徒弟。呵呵，还是师徒恋。鬼三爷调侃一笑，接着他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这小子金丹好了，你们也该出去了。临行前，老夫提醒你们几句，出去后不要提及老夫的存在，也不要泄露任何关于这村子的事，懂了吗？萧青雨点了点头，答应道：鬼仙前辈放心，我和叶浪一定守口如瓶。如果轮回圣地贼心不死，继续来扰，我一定拼尽全力护住李家村。多谢了。鬼三爷微微一叹：哎，这次要不是有你们在，老夫还真护不住这村子。这村子是一位前辈托付给我的，老夫要替他守好。就这时，叶浪缓缓睁开双眼，气息一变，赫然是金丹9重。这些天的沉淀厚积薄发，在金丹恢复的那一刻，积攒的大量修为迎来爆发。师傅，我貌似感应到了雷劫。叶浪抬头看向天空道：你要突破元婴了。萧青雨既惊又喜，1个月内从毫无修为到突破元婴，这修炼速度若非亲眼所见，他根本不敢相信。不如就在这突破吧，这里的灵气比外界浓郁不少。鬼三爷道。见萧青雨也点头，叶浪直接放开气息，终于不再压制。轰隆隆，几秒过后，乌云密布，雷劫聚集，其威势震烁八方。整个大荒山的上空雷龙鸣响，天地为之色变，天地异象，乌云蔽日。一时间，青虎洲的无数修士纷纷抬头，目露震惊之色。这是什么情况？我青虎洲的修士还能引发如此恐怖的雷劫？轰！
这时天地震动，天空之中一道惊雷之声响起，响彻了整个青虎州。卧槽，这雷劫太可怕了，难不成是某位洞虚境大佬飞升了？可我青虎州哪来的大佬？一群元婴化神境的修士瑟瑟发抖地看着天空的雷云，心中本能地出现了一抹恐惧。那恐怖的雷劫仅仅只是露出一丝峥嵘，都让他们害怕不已。大荒山外围，一道身影从虚空之中走出，他抬头看着这漫天雷劫，不由心头狂震。此等雷劫，除了仙人外，还有谁能做到？这人正是轮回圣主。这些天他一直心系李家村，犹豫再三后，决定亲自前来查看一番，想看看欧阳海的话是否属实。此刻看着天空恐怖的雷劫，轮回圣主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雷劫散发的威压，让他这位真正的洞虚大佬都是害怕不已。轮回圣主觉得这是荒古家族的老祖对他的一种警告。想到这，他当即朝天拱手，惶恐不安道：仙人恕罪，我无意打扰，这就离开。轮回圣主彻底不敢对李家村抱有觊觎之心，临走时内心还十分畏惧，暗暗想到，不愧是仙人，自己已经收敛了所有气息，却还是瞒不过仙人。他自认为领会了仙人的意思，再有下次，这道雷劫便要轰灭你的轮回圣地。只是轮回圣主万万想不到，引发这恐怖雷劫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叶浪。而这雷劫也不过是叶浪突破元婴的雷劫。雷劫酝酿已成，随时都会降下劫雷。萧青雨在一旁严阵以待，不敢有丝毫大意。叶浪的金丹雷劫就已经那么恐怖了，如今元婴境的雷劫又会恐怖到何等地步，真让人不敢想象。而相较萧青雨的凝重不安，叶浪显得很轻松，脸上带着淡淡的浅笑。他抬头静静地观望天穹。轰隆隆，就在此时，龙形雷劫劈下，啪！叶浪立即拍了拍手，上一秒还狰狞恐怖的雷龙瞬时破灭，消散在半空之中。又是这样，萧青雨面色大变，剧烈动容，眼眸中闪过深深的震惊之色。他怎么也想不通，叶浪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这令人望而生畏的雷劫，在他面前为什么会如此脆弱不堪？真是让人匪夷所思。鬼三爷也傻眼了，嘴巴大张，下巴差点砸到地上。这合理吗？叶浪一连拍了12个巴掌，终于扛下所有雷劫。雷劫，靠腰，碰到了个开挂的，这他妈怎么劈？天空中消散的雷龙能量缓缓汇聚在一起，然后涌进叶浪体内，进入金丹之中。嗡！这时金丹发生异变，圆滚滚的金丹慢慢显化人形。元婴，心神沉浸在体内空间中的叶浪看见这一幕，心中不由激动大喊：浪爷我成了！他见识过艾九一和玄冥魔宗长老的元婴，都小得可怜，哪像他这么大，足足有400米高，如果放出来简直堪比法天象地。叶浪，你元婴你好了吗？可是道婴，萧青雨一脸期待地问道。师父，等我一会儿，待我将领悟的道融合进去。叶浪摒弃心中杂念，开始运转道婴神诀，旋即将掌道、身法道全部融进元婴之中。至于剑道和医道，他打算等彻底精通后再慢慢融入元婴之中。随着掌道和身法道融入元婴中，那400高的元婴气息猛然增强，散发强烈的掌意和身法之意。叶浪隐隐感觉，他如果全力轰出一击赤火焚天掌，威力说不定连化神境都能重伤。也就是说，他此刻的战力足以跨越一个大境界对敌，无敌了。但这还不是让他最兴奋的地方。他1个月突破元婴，完成了和萧青雨的赌约。那么接下来结。叶浪心神从体内空间退了出来，看向萧青雨说道：师父，我突破元婴了。这一句话包含太多意思，意味着他打赌赌输了，他要无条件答应叶浪一个要求。萧青雨像是雕塑一般，一眼不眨地立在原地，紧张地屏住呼吸，一颗心脏砰砰直跳。他会提什么要求？会不会虐待我？还是说这个逆徒要自己的身子？一时间异样的情绪在心中肆意蔓延。萧青雨脸红起来，下意识的不敢去看叶浪，低头摆弄衣裙。见萧青雨不说话，叶浪哼哼道：师父，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的良心真过得去吗？难道不会痛吗？为了完成约定，我天天刻苦修炼，一日不敢懈怠。这话你认真的？你什么时候有认真修炼过？好了，萧青雨一脸羞恼，他不自然的伸手捋了一下耳边碎发，目光看向远处，小声道：我说话算话，你提一个条件吧，但不许太过分，否则我事后饶不了你。不许太过分。叶浪摸着下巴想，
天天给师傅扎针，这要求应该不算过分吧？嗨嗨，师傅，要不今晚你来我房间，咱们细聊一下。瞧见鬼三爷耳朵竖起，一副八卦模样，叶浪咳了咳，说道。萧青雨微微颔首，内心紧张得来不及思考，软糯糯的嗯了一声。深夜，萧青雨如约而至，站在叶浪的房间门口，犹豫再三，最后轻轻敲响房门。一想到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事，不知何时萧青雨脸上竟泛起红霞，平静百年的心跳也不知何时竟微微加快了一些。叶浪打开房门，正巧看见了这一幕。剑仙低头脸红，娇羞的像是新婚夜的小媳妇。叶浪正在了原地，呆呆地看向萧青雨，越发觉得师傅美得不可方物。萧青雨深吸一口气，缓缓抬头，看见叶浪挡在门口，有些无奈道：你要是不想让我进屋，那我就回去了。不，师傅，我发现你今晚特别好看。接着叶浪让开身子，萧青雨走进屋中坐下，抿了抿嘴唇，恢复到之前古波不惊的样子。那你看够了吗？哪能看够呢？叶浪嘿嘿一笑，坐在萧青雨的面前，笑着对他道：讲真的，师傅冷着脸的时候好看，笑起来更好看。师傅你应该多笑笑。萧青雨翻了个白眼，他当然知道自己有多好看，光是九州大陆想和他结为道侣的都能排满一个中州。想到这，萧青雨摇了摇头，以后就要便宜这家伙了。还好他也不是心性邪恶之辈，要不然他真是欲哭无泪。叶浪见他翻白眼，继续笑着说道：师傅，以前我真没想到能有一个你这么漂亮善良的师傅，我估摸着我上辈子也没拯救过世界啊，命运真是神奇。萧青雨听他这么说，轻哼一声说道：能有我这样的师傅，你就偷着乐吧，我一直都在乐。不过师傅，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还能更进一步。我一直都在乐。不过师傅，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还能更进一步。终于要说到正题了吗？萧青雨正襟危坐，一双桃花眸紧紧盯着叶浪，滑嫩的玉手忘记该放在何处，死死抓住裙摆。叶浪嘴唇微张，有些激动道：师傅，我的条件是你能当我道侣吗？果然是这个条件。萧青雨早就猜到了叶浪的想法，所以并没有显得很惊讶。我是你师傅，没关系的，白天当师傅，晚上当道侣。叶浪嘿嘿笑道：真不错，还能自带角色扮演。闻言，萧青雨贝齿咬着银牙，气哼哼道：你就是馋我的身子。叶浪一脸真诚：对啊，像师傅这么美丽的女人，我要是不馋师傅身子，倒显得我不解风情了。同时这也是对师傅的一种侮辱。听叶浪说的这么坦诚，萧青雨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心中想好的许多话此时都说不出口。不过他对叶浪并不反感，特别是叶浪愿意舍命救他，更是让他大为感动。但是突然多了一个道侣，让萧青雨这位从未有过恋爱经验的剑仙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他猛然起身，低着头往外走，容为师想想。师傅。这时叶浪站起身，突然搂着萧青雨的腰，以最轻柔的动作抱着她的柔软身体，看着她脸上的红霞和美眸中的紧张，感受着她身体传来的微微颤抖感。叶浪觉得也许是自己太着急了，忽略了萧青雨的想法。师傅，要是你没准备好，我们可以试着相处一段时间。以道侣的身份，而不是师徒，怎么样？看着近在咫尺的叶浪，他的笑容真诚而又温和，萧青雨心脏不由砰砰跳动。耳边响起叶浪体贴的话语，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很温暖的弧度，眼神中出现欣喜与安心。这样的话倒是可以试试。萧青雨点了点头，小声道：第一次被男人搂着腰紧紧地抱住，他的心里却生不出丝毫的排斥感，反而全身紧绷的神经完全的松弛了下来，心中莫名出现一抹难以言说的感觉，甜甜的，痒痒的，心中像是有一只猫爪刺挠的难受，让他不由自主的伸手轻轻的也搂住了叶浪的腰。师傅，要不今晚就别走了吧？叶浪在萧青雨的耳边吹风。不行，萧青雨拒绝道，我想抱着师傅睡觉，我保证不乱动。看着叶浪恳求的目光，萧青雨歪头想了想，小声道：那好吧。萧青雨脱下绣鞋和袜子，在叶浪旁边坐下。叶浪低头偷偷看着他盘腿坐着的那两只光滑的脚丫子，脚趾头偶尔会动两下，有些可爱。察觉到他的目光，萧青雨稍稍扯了扯自己的裤脚，但裙摆有些短，下面长一点，上面就短一点，无论如何都会露出一截可爱的脚趾头。他的视线好像有温度，萧青雨感到不自在。你不要太变态。萧青雨轻哼一声，给了叶浪一个板栗。叶浪摸着脑袋，移开目光，问道：师傅，我们明天返回道宗？返回道宗，然后去找玄冥魔宗算账。萧青雨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当日魔宗宗主与妖族勾结一起，
害得他不得不铤而走险进入虚空。这笔账，萧青雨始终记在心中。闻言，叶浪点了点头，对于魔宗和那铁拳豹也是恨之入骨。当时真的差点命悬一线。如果可以，他打算亲手解决对方。那我们明天回去。好师傅，现在时候不早了，咱们睡觉吧。叶浪嘿嘿一笑，靠近萧青雨，将手放在了他的香肩之上。顿时一阵阵清香刺激他的鼻腔。当叶浪的手落下之时，萧青雨的身子猛地一颤，他咬了咬银牙，你不许对我做那男女之事，我还没准备好。叶浪不由有些失望，不过很快萧青雨的下一句话瞬间让他激动不已。不过你还是可以抱着我睡的，但一定要老实。此话让叶浪心中的火苗瞬间升起。叶浪眼睛顿时猛地一亮，直接是抱起剑仙师傅，一个翻滚躺到了床上，烛火一熄，被窝一盖。今夜注定是个不眠夜。翌日，当叶浪醒来时，身边早已没了那道倩影，只有一缕余香留在被窝之中。想起昨天晚上，他的嘴角就忍不住上扬，心中一阵满足。虽然没能深入进行到底，但是师傅的便宜他可是该占的全都占了，正好弥补了前2次手感缺失的遗憾。不得不说，师傅的身材真是超好啊。叶浪感慨了一声，接着起身收拾东西。等出了门，才发现萧青雨已经在等着他了。把邪剑龙魂给我，我们御剑回去。萧青雨将手递向叶浪。对了，再给我你的几滴血。这些天萧青雨想明白了，当初为什么叶浪能使用龙魂，而他无法使用邪剑龙魂，原因就在于叶浪体内存在高贵的麒麟精血，让龙魂误以为叶浪是妖族皇室。哦，叶浪将剑垫给萧青雨，又咬破手指，往萧青雨掌心滴了几滴血。得知叶浪和萧青雨今天就将离开，李家村的村民都来送行，每个人的眼中都充满了不舍。花了不少时间，叶浪和萧青雨与每个村民握手告别，然后驾驶飞剑离开了大荒山。村民们仰望天空，直到他们的身影在视线中完全消失，依然久久没有离去。鬼三爷，大哥哥和大姐姐还会回来吗？年幼的李阳恋恋不舍地问道。鬼三爷摸了摸他的脑袋，缓缓颔首，老夫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或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到他的。真的吗？李阳眼眸一亮，脸上写满了期待。是真的。鬼三爷笑了笑，他是我见过天赋最妖孽的人，等再见到他时，或许他已经站在了大陆的巅峰，到那时说不定他还能解开你们身上的诅咒。李家村的村民世代无法修炼，寿命却有300年之久，鬼三爷称其为诅咒。高空之上，师傅，从这里回到宗大概要多久？萧青雨估算了一会儿，说道，青虎洲在中州的东面，按照我们当前的速度，至少也需要5天5夜。我们不急着赶路，边走边看看风景吧，正好也让你长长见识。傍晚，天渐渐暗下来，在一处城池中，萧青雨控制飞剑落下，然后同叶浪找到了一家小旅店，旅店中静悄悄的，几乎看不见有人住店。萧青雨道，掌柜，开2间房。闻声，掌柜刚准备点头拿钥匙，突然一道银光闪过他的眼角，他的眼睛瞬间瞪大。卧槽，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叶浪站在萧青雨的后面，双手抱胸，一锭纹银就夹在胳膊肘中，对着掌柜微微一笑。旅店掌柜瞬间激动起来，经营了大半辈子的旅店，他哪里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旅店老板故作犹豫，对萧青雨说道，这位客人，真是抱歉，现在旅店就只剩下1间单人房了。只剩1间房？萧青雨微微一怔，转头看了看冷清的四周，可你这店也不像客多的样子。掌柜一本正经道，天这么晚了，客人们当然不会出来，都在房间中休息。叶浪一脸为难，师傅，出门在外不比在家，还是将就一下吧。想到昨晚叶浪的所作所为，萧青雨的心跳一下子加快，小脸严肃，1间房也可以，但你今晚不许乱来。我不乱来。叶浪笑着答应。今晚我不乱来，那明晚呢？后晚呢？5天时间呢？正所谓1回生2回熟，3回4回啊。师傅，迟早是要被我扎针的。姐，2位贵客，请随我来。那掌柜立刻殷勤地领着叶浪和萧青雨去了房间。趁萧青雨不注意，叶浪手指一弹，将那枚50两的纹银弹到了掌柜的手中。那掌柜立刻眉开眼笑，出去时还乐颠颠地帮忙将房门关好。他见过大方的人，但像叶浪这般一出手就是50两银子的大款，还是头一次见。客房比较小，摆设也很简单，但总体上还算干净，尤其是那张床特别大，足够睡下2个人。师傅，你想睡里面还是睡外面？里面吧。萧青雨走进房间后就显得心不在焉，秀美的脸颊上出现一团红晕。你不许再像昨晚那样对我动手动脚，
摸来摸去的，否则我就揍你。叶浪眨了眨眼，笑着问道：师傅，难道你不喜欢吗？萧青雨低着头，脸颊更加红润，嘟起嘴巴，略带委屈道：可你摸我的时候，我感觉很难受。难受？哪里难受？萧青雨睡里面，叶浪躺在床的外面，中间放了一个枕头。你不许超过这个枕头，否则的话，为师定要叫你好看。萧青雨怕叶浪色心不死，一脸严肃的道，拿出了师傅的威严。但他脸上那警告的神色，让叶浪感觉不到任何威慑，反而让他觉得可爱的过分。师傅，那如果你半夜翻过来怎么办？我是躲呢，还是不躲呢？叶浪面带笑意道。萧青雨冷哼一声，那是不可能的，我睡觉向来老老实实。那好吧，不过我睡觉可能不太老实哦。叶浪弹出一道灵力，熄灭烛火，房间内瞬间一片漆黑。安静的房间中很快响起了叶浪轻轻的鼾声。萧青雨扭头瞥了他一眼，随后侧过身子，闭上了双眸。黑暗之中，萧青雨虽然紧闭双眼，却久久无法入睡，心脏抑制不住地跳动着，让他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就在这时，黑暗之中，一只手掌忽然摸到了他纤细的腰肢。萧青雨一惊，很快确认了手掌的来源。他歪头看向熟睡中的叶浪，只见他气息平和，睡颜安逸，似乎已经进入深度睡眠。可这手是怎么忽然直接放在了他的腰间？应该只是无意之举吧。萧青雨心中松了一口气。叶浪碰到他的那一刹那，他的小心脏跟着扑通剧烈跳动了一下，吓了他一跳。萧青雨刚放松下来，叶浪的一只脚紧接着就跨在了他的身上，手臂抱着他的腰间也跟紧了一些。萧青雨忍不住娇嗔地瞪了一眼睡着的叶浪，这家伙睡姿怎么这么差？不过萧青雨却是发现自己心中只是紧张，没有一丝和叶浪肢体接触的排斥。算了，就让他搂着睡吧，只要他手不再乱摸就好了。想着想着，萧青雨渐渐也睡了过去。睡梦之中，他隐隐觉得自己逐渐沉浸在一个温暖的怀抱中，这种温暖让他控制不住地想要靠近，深深迷恋其中。翌日，萧青雨醒来时，窗外射进来的光线已很强烈。当他的目光向上移动后，一下子看见了叶浪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师傅，我手臂麻了。萧青雨脸颊霎时羞红一片，低着头不敢去看叶浪。此刻他的脑袋正枕在叶浪的左臂上，而他的双臂紧紧环抱在叶浪的腰间，鼓鼓的胸脯压在叶浪的上半身上，修长的玉腿缠在他的大腿之上，整个人与他贴合的毫无缝隙。萧青雨整个人如触电般从叶浪身上弹开，慌乱地整理衣服和碎发，心跳加速，脸颊烫得好似火炉。一觉睡醒后，怎么还变成他抱住叶浪了？师傅，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睡觉老老实实呀。叶浪开始活动自己的左臂，淡淡的笑道：我没有。萧青雨有些无措的回答，然后迅速起身下床。别躺了，该上路了。哦。夜幕降临，他们第二次找旅店时，这家旅店也只剩一间房。叶浪和萧青雨只好继续无奈的同住一间屋。赶了一天的路，萧青雨忍不住洗了个澡，然后安安静静的躺到床上，看着浑身香喷喷的师傅，叶浪瞬间瞪大了眼睛。他紧跟着也去洗澡，重点洗了某件武器，保持干净，然后没有武装的就爬上床。等等，你衣服呢？萧青雨有些脸红，眼神慌乱的扫了一眼叶浪，眼睛一下子变大了。哎呀，不能看，太羞人了。叶浪嘿嘿一笑，天气太热了，旋即钻进萧青雨的被窝中，软香在怀，叶浪不由心中痒痒的。于是趁着萧青雨愣神之际，叶浪覆盖在他身上，悄悄地解除他的武装。但萧青雨很警觉，发现后立刻伸手紧紧拉着裙子，像小猫一般轻唤了一声不要。只不过这话在叶浪的耳中听起来完全就是相反的，于是连哄带骗，软硬兼施，折腾了半个时辰后，终于解除了萧青雨的武装。叶浪心满意足地把他覆盖住。萧青雨微微皱眉，你怜惜我一点啊。师傅，放轻松。能别叫我师傅吗？为什么？反正就别叫吗？叶浪笑了，知道这是萧青雨觉得两人的身份太别扭。师傅和徒弟，刺激。师傅，你永远都是我的师傅。在这种情况下，听到这一声声师傅，萧青雨感到无比羞耻，但也有一些别样的刺激感。明月悬空，这一夜婉转之声回荡夜空。接下来几晚，体会过剑仙美妙滋味后，叶浪一直拉上萧青雨，深夜嘿嘿嘿。每当看见萧青雨被包了个精光，如羊脂玉一般的肌肤露在外面，面带桃红春意时，叶浪内心的冲动便无法压制。她实在太美丽了，是世间绝无仅有的美人儿。而萧青雨似乎也接受了叶浪，
每晚只是象征性的拉几下衣服，然后任由叶浪将他压在身下。第5天晚上找到旅店后，叶浪直接扔出一锭银子，干脆道：“开一间房。”萧青雨张了张嘴，最终羞涩的低头，没有多说什么。二人已经来到青虎州的边界，明日便能进入中州。今晚叶浪并不打算睡觉，掌柜领着叶浪和萧青雨上楼。这时旅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伙人，随意瞥一眼后，叶浪突然眼前一亮，这一伙修士的胸前都纹着3头鹰的图案，而这正是玄冥魔宗的标识。叶浪立即停下上楼的脚步，不着痕迹地朝玄冥魔宗弟子那边靠近。哎，这青虎州真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也不知道宗主抽了哪门子风，非要带我们来这里，还不是为了找擅长接胳膊的医道宗师。妈的，那妖族护法也是个废物，堂堂合体境大佬，居然连断臂都无法修复，废物！什么？铁拳豹当初被他用龙魂剑斩断一臂后，断臂竟然无法修复，那他的实力必定大损特损，这是上天恩赐的大好复仇机会啊！叶浪心中顿时兴奋起来。回到房间后，叶浪将这件事说给萧青雨听。师父，不如明天我们去报仇，将那铁拳豹和魔宗一网打尽。萧青雨猛拍一下床榻，豁然起身。君子不报隔夜仇，我等不了明天了，今晚就去。铁拳豹重伤，为师现在又有龙魂剑在手，那两货不过土鸡瓦狗。走！说完，萧青雨拉上叶浪，追上了还未走远的魔宗弟子，偷偷跟在他们身后。叶浪心中不由叹息：哎，这么好的夜晚，本该聆听师父的婉转娇喘，现在没了。想到这，叶浪对铁拳豹和魔宗的怒火上升到了极点。今晚谁不死，你们都得死！魔宗据点很隐蔽，位于城外的一处荒地之中。来到地方后，萧青雨没有任何废话，直接释放出无数剑气。下一秒，一股股凌厉的剑气如翻江怒龙，纵横四海，睥睨四方。嗖嗖嗖，剑气划破空间，从四面八方轰向这座府邸。而在萧青雨的剑气下，方圆百里的建筑物轰的一声倒塌，沦为一片废墟。这巨大的动静一下子惊动了所有人。从废墟之中，两道身影一前一后的急速飞出。为首的男人身穿黑衣，正是魔宗宗主。他看着地上的一片狼藉，放声怒吼道：“何人敢在我魔宗地盘放肆？魔头，今夜便是你的死期！”什么？你们没死？这怎么可能？看见突然出现的萧青雨和叶浪，魔宗宗主神情惊骇到了极点。铁拳豹也是剧烈动容，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难以置信的大吼道：“你们竟然从虚空中活着出来了！魔宗主，快，我们联手！”话还没说完，一束剑光照彻了天地，仅仅一个瞬间，萧青雨便将铁拳豹斩飞数百米。胸口传来的剧痛令铁拳豹面目扭曲起来，浑身就像散架了一般。这女人怎么能这么强？一剑过后，萧青雨没有就此停手，而是操纵剑气径直杀向了魔宗宗主。该死，他怎么突然变强了这么多？魔宗宗主心中胆寒，急忙运功抵抗，但他一个人又如何是剑仙的对手？几剑下去便已是身体挂彩，被剑气划出了10几道伤疤。豹兄，助我！魔宗宗主大呼一声。闻言，铁拳豹脸色浮现狠厉之色。上次能将你逼进虚空，这次也一定可以。吼！怒吼声中，铁拳豹抬起仅存的左胳膊，一拳轰向了萧青雨。拳风凌厉，霸道至极，给我去死！然而，就在铁拳豹暴起的同一时刻，一道赤焰火红的灵体忽然从天而降，护在萧青雨的身前。砰！那威力不俗的一拳尽数轰在了灵体之上。下一秒，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那灵体竟只是晃动了几下，毫发无伤。这他妈是什么鬼东西？铁拳豹傻眼了。哈哈，小爷的元婴大不大？说话大不大？这时，叶浪的笑声响起。叶浪一脸戏谑地看着铁拳豹，眼神玩味。凭他元婴的防御力，洞虚境下根本无法打破。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看见这一幕，铁拳豹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脸上的神情扭曲到了极点，震惊、疑惑、骇然，难以置信。不远处的魔宗宗主大惊失色，看见叶浪的元婴，脑袋轰的一声，几乎炸开，这他妈是元婴！呆立了几秒，魔宗宗主疯了一般冲向叶浪，强横的力量朝着叶浪死死碾压而去。不管你是什么怪物，老夫先杀了你！面对合体境巅峰的强者，叶浪脸色如常，丝毫不慌，甚至连躲都不躲。意念一动，巨大的道鹰横立在他身前，和魔宗宗主的攻击相撞。叶浪脚下的地面大面积崩裂，而他自身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搞毛啊？有没有搞错啊？
魔宗宗主全身僵硬，瞳孔在收缩中剧烈颤抖。他的攻击竟然伤不到叶浪的一根毛，这让他大感颜面尽失。这一击可是毫无保留的，用的是10×10的力量。他打不过萧青雨也就算了，怎么现在连一个元婴一众的低境修士都伤不了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这一定是巧合。或许他只是在硬撑，实质上已经受了很严重的内伤。魔宗宗主在心中怒吼着，他根本无法接受自己的全力一击竟被一个小小的元婴境修士给接了下来。他大喝一声，抡起胳膊，又是全力轰向叶浪。魔头，你当我不存在吗？萧青雨冷冷笑道。瞧见叶浪的元婴竟然这么强大，他心中既惊又喜。果然，东西越大，威力越大，这可得保护好，要是损坏了，他哭都没得哭去。话落，萧青雨祭出剑音，弥漫空中的剑气更加凌厉，剑鸣声响彻数万米。那一道道恐怖的剑气从四面八方轰向魔宗宗主，无孔不入，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剑网。这是他必杀的一剑，流剑碎空。不，魔宗宗主的瞳孔之中倒映着漫天剑气，恐惧在他心头疯狂蔓延。他想逃，却逃不了，四周皆被封锁。这就是空间法则的恐怖之处。万魔大手印。绝望之下，魔宗宗主轰出了玄冥魔宗的绝学神通。然而，这个被外界吹捧无敌的攻杀神通，在萧青雨的剑气面前显得极为单薄，脆弱的仿如一张薄纸。轰！剑光照彻天地，迎上魔掌。咔嚓！瞬间，魔印破碎。下一刻，剑气轰击在身。噗嗤！魔宗宗主一口鲜血吐出，身体犹如遭受到了重击一般，猛地倒飞出去，而后重重地砸在了后方的雕像之上，修为尽毁，再无一丝战力。这时，叶浪跳上前去，掌心泛起火焰，一掌轰出，直接将魔宗宗主焚杀。魔宗宗主的元婴从火焰中跳出，朝着远方拼命逃跑。砰！叶浪一指点出，瞬间将其湮灭。至此，魔宗宗主魏阴阳彻底生死道消。这位合体境巅峰的强者永远都不会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如果时间能重来，打死他都不会再去招惹叶浪。可惜没如果。铁拳豹看见这一幕，内心骇然到了极点。这诡异的一幕直接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让他如处噩梦之中，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脑海中始终回响3个字：不可能，不可能。旋即，他转身就跑。想跑？跑得掉吗？萧青雨随意伸手一划，剑气立即封锁了铁拳豹所有退路。接着又是隔空轻点了几下，铁拳豹顿时跪倒在地，全身抽搐，整张脸因为痛苦而扭曲变形。啊！我的腰丹碎了。铁拳豹嘴唇发白，用带着深深颤抖的声音道：铁拳豹本就断了一臂，战力大减，萧青雨都不需要动用全力就能轻易击杀对方。师傅，让我来，我要亲手杀了他。叶浪大喊一声，朝着铁拳豹慢慢走去。你不能杀我，我乃10万大山的妖族护法，你若是杀了我，山主是不会放过你们的。铁拳豹身体已经无法动弹，他倒在地上，仰头大吼。他的心跳越来越快，一抹越来越深的恐惧在他内心深处滋生。呵呵，那你可要记得晚上托梦的时候，告诉你们山主，杀你的人叫叶浪，要怪就怪你自己，非要来招惹我。如果当初你不埋伏我和我师父，我又怎会对你下手？叶浪站在铁拳豹的面前，一脸的冷笑和傲然。他就是这样的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杀之。轰！叶浪运足灵力，一掌轰向了铁拳豹的脑袋。砰！血液飞溅，那颗圆滚滚的脑袋如西瓜一般爆炸，霎时4分5裂。妖族4大护法之一，合体境巅峰的强者，竟以如此憋屈的方式死在了叶浪的手下。而叶浪又多添了一件震撼世人的光辉战绩。那年我元婴一掌拍碎合体巅峰大佬的脑瓜子。魔宗宗主已死，不远处的长老和弟子们惶恐不安地远远看着萧青雨和叶浪，一个个四散而逃。叶浪见状，想追上去斩草除根。萧青雨懒得追这些小鱼小虾，对叶浪道：不用追，我已经联系到宗了，想必马上就会来人，不必理会他们。叶浪停步，随即邀功道：师傅你说我厉害吧？他元婴的防御力可是立了大功。萧青雨心情大好，拍着叶浪的肩膀，浅浅的笑道：厉害，这次多亏有你。瞧见萧青雨开怀大笑，叶浪眨了眨眼：嘿嘿，徒儿这么努力，师傅是不是应该给点奖励啊？你又想要啥？太过分的不可以。萧青雨瞥了一眼叶浪，弱弱的问道。叶浪抬手擦了擦嘴：我的嘴唇有点干，师傅能不能帮我润润？闻言，萧青雨立即明白了叶浪的意思，雪白的脸颊上飘过一团绯红。
剑仙贝齿轻咬红唇，神情似乎犹豫不决，双手紧紧揪住衣角，最后小声道：“你闭眼。”叶浪欢喜地闭上了眼，顺势嘟起嘴巴。萧青雨深吸一口气，拍了拍自己发烫的脸颊，缓缓靠近叶浪。不，动作如蜻蜓点水，柔软冰冷的唇瓣碰到叶浪的嘴唇，下一刻便闪电般的缩回。好了。萧青雨声音颤抖，像是做了坏事一样，心脏砰砰砰的飞快跳动。可我的嘴唇还是很干哎。叶浪的眼睛缓缓睁开，入眼是那张美得无可挑剔的脸，正羞涩地看着自己。他的鼻息缓缓加重，鬼使神差地靠近，慢慢地和他的冰凉唇瓣贴在一起，很软很嫩，然后下意识地挽住他的腰，两人身体紧紧贴在一起。萧青雨猛然睁开眼睛，娇躯颤抖起来，刚想推开叶浪，但随着牙齿被撬开，他的脑子瞬间宕机。1分钟后，叶浪才恋恋不舍地饶过他，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模样尽显满足。师傅，感觉怎么样？萧青雨红着脸低头，不敢去看叶浪，默默擦着口水。你喜欢就好了。叶浪心中乐开了花，心想找个比自己大的道侣就是爽啊，太会疼人了。圣女，叶浪师弟。就在叶浪想再亲一次师傅时，突然远方传来了极为激动的喊声，一艘飞船急速飞来。很快，一个身穿青衣的男人跳下飞船，脚步飞快地朝叶浪跑来。叶浪师弟，我就知道你不会死，可想死师兄了。来人正是王安师兄，他身后还有上百位道宗弟子。天空之上，2位道宗长老缓缓降至地面。王安师兄，你们来的可真及时啊。叶浪不由吐槽道。圣女，那魔宗宗主呢？我们这次带足了人。2位长老问道。死了。萧青雨2位长老说起了刚才发生的经过。嘶。当听到叶浪已经突破元婴，并且元婴可以挡住合体境的攻击时，所有人都是狠狠倒吸了一口凉气，惊得面目扭曲。魔宗宗主可是合体境巅峰啊，这太不可思议了。道宗长老连连大喊，心头掀起了惊涛骇浪。浪爷，尿性！王安更是兴奋的大喊，仿佛人是他杀的一样。真不愧是叶浪师兄啊，牛逼极了！道宗弟子更加崇拜地看向叶浪，激动的身体颤抖。2位长老，魔宗宗主已经死了，先派人回去掌控魔宗要紧。萧青雨缓缓说道。圣女说得对，这样吧，我们先带路回去，抄了魔宗宝库。至于魔宗弟子吗？金丹以上的弟子废其修为，这是修行界常用的方法。当一个宗门覆灭后，宗门积累的资源都会被夺走，同时门下的长老和弟子也会被废除所有修为。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留下祸根，免得日后生出不必要的事端。而魔宗的长老和弟子为了活命，也不会抵抗，主动束手就擒。叶浪师弟，当时你突然跳下飞剑，真是吓坏我了。王安看着叶浪，还有些后怕道。我们回到道宗后，立刻将情况告诉大长老，然后12长老全部出动，等到了地方，才发现那里已经是一片狼藉。大长老又去了魔宗，那位阴阳说，你们掉入了虚空中，已经死透了。当时吓得我魂差点都没了，这段时间天天思念师弟，我是吃不好饭，也睡不着觉啊。王安的话满是真情实感，叶浪能感受到这位师兄是发自内心的关心自己，心田当中不由划过一道暖流。哎呀，在这儿说干嘛啊？师弟走，咱们回道宗，师兄给你点10个烤腰子。叶浪，道宗派来的飞船速度很快，3个时辰后，飞船抵达了道宗上空。从高空看下去，山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待飞船停稳后，叶浪跳下地面，刚落地，叶浪的耳边便响起了一阵阵清脆激烈的掌声，众人齐声欢呼，发出一声声恭贺。先前当他们听说叶浪坠入虚空时，心中都悲痛不已，不过此刻看到叶浪安然无恙的回来后，都是重重的松了口气。叶浪师兄没事就好，心中也是更加崇拜叶浪，不仅从虚空中活着出来，还突破了元婴，还灭掉了魔宗。什么叫天骄？这才叫真正的天骄。圣女，叶浪，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大长老站在人群最前面，爽朗大笑。他重重拍了拍叶浪的肩膀，道：叶浪，你真是让老夫刮目相看啊。大长老，这段时间道宗没出什么事吧？萧青雨问道。放心，啥事没有。那就好，魔宗善后的事就由你来负责吧。说完，萧青雨往自己的庭院走去。见状，叶浪嘿嘿一笑，跟了上前。等远离众人视线后，叶浪迅速从后面搂住萧青雨的细腰，笑道：师傅，以后我们睡一起，好不好？哼！萧青雨瞥了他一眼，师傅你答应了。看到萧青雨这副模样，叶浪心中大喜。可就在这时，
一只软柔无骨的冰凉玉手轻车熟路地来到他腰间，微微用力，接着啊一声惨叫。叶浪松手捂住自己的腰子，一本正经道：师傅，你不能掐我的腰，这关系到你未来的幸福。这样吗？萧青雨若有所思，那我换个地方吧。哎呦呦，师傅你也别掐我屁股啊，咱俩是不是反了？萧青雨回到房间后，二话不说直接去洗澡。叶浪不由暗叹，果然女人永远都是爱干净的。很快萧青雨从浴室中走出，因为刚洗过澡，俏脸微微红润，显得无比娇艳。师傅你真美，回你的落魄楼去。萧青雨白了他一眼，没好气道：我不，我就睡这儿。看着窈窕多姿的师傅，叶浪心中宛若有无数只蚂蚁在爬，心痒难耐。叶浪走了过去，从后面抱住萧青雨的纤腰。师傅，晚上我不在你身旁，难道你不会感到空洞吗？萧青雨并未挣扎，哼道：才不会。真的吗？叶浪突然袭击，嘴角掀起一抹坏笑。萧青雨耳垂浮现一抹绯红，这个逆徒又开始使坏了。这是白天，白天咋了？叶浪不以为意，接着推倒师傅。许久之后，萧青雨俏脸微红，一把推开叶浪。好了，今天就到这吧。好，那我晚上再来。叶浪嘿嘿一笑，飞快地将衣服穿好，然后转身看着拿着被子轻眼玉体的萧青雨，坏笑道：师傅，你怎么不穿衣服？要不要我帮你穿衣服？滚！萧青雨白了他一眼，气哼哼地将头埋进被子里。听到关门声后，他又迅速地钻出被窝，床单都湿了，根本睡不下去。都怪那逆徒，气死了。离开萧青雨的小居后，叶浪神清气爽，走路都带飞。想到晚上还能继续，他就忍不住嘿嘿嘿地笑。突然一道疑惑的声音自他身后传来：你傻笑个啥？话说你和师姐在房间中待1个多时辰，都干啥了？叶浪被吓了一跳，回头看去，只见于小婉拎着一把木剑，正满眼好奇地打量着自己。于师姐，一段时间不见，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叶浪笑道。于小婉扬起下巴，哼，就只是变漂亮了吗？身材也变好了。于小婉啐了一口，呸，色胚子，我问的是这方面吗？你仔细看看，我的剑道已经小成了。是吗？那师姐真是太厉害了。听到夸奖，于小婉的下巴扬更高了，直接拿鼻孔朝着叶浪。羡慕吧，只用了3年时间。你呢？你的剑道呢？叶浪笑不说话，这让于小婉内心确定叶浪的剑道还只是入门。他最近一直都在闭关，所以并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于小婉踮起脚尖，拍了拍叶浪的肩膀，老气横秋道：不要伤心了，你剑道比不过我也是很正常的，谁让你师姐我天赋惊人呢？再者你才开始修炼1个月，日后多多努力，说不定有机会看见师姐的屁股。哈哈哈哈。对了，师姐在闭关时领悟了许多剑招，今天我心情好，就勉强教你几招吧。说着，于小婉后退几步，将木剑抬起，对准叶浪。师姐，你该不会想趁机教训我吧？废话，当初你弄坏了我的宝剑，我闭关就是为了报仇。臭叶浪，今天我要叫你知道大陆第2剑仙的实力。于小婉气势十足道，旋即剑气释放，直射叶浪而去。对此，叶浪摇头一笑，然后随意点出一指，咔嚓，于小婉的剑又断了。这一幕发生的太快，以至于这位小师姐都没反应过来，低头看着手中的断剑，两眼中透着茫然无措意。我剑呢？怎么成2截了？几秒过后，于小婉忽然惊觉，指着叶浪，声音颤抖道：你的剑道圆满了。是啊，修炼1个月，剑道才圆满，未能出神入化，比起师姐来说，资质的确有些差哦。叶浪开口道：啥？修炼1个月，剑道圆满了？于小婉懵逼了。叶浪，你胡说些什么？我剑道圆满了呀。叶浪两手一摊，憋笑着问道：师姐，你说我的资质是不是很差？这番话在于小婉耳中显得极其刺耳，但刚才叶浪释放的剑气纯粹度的确达到了圆满之境，也就是说，在他闭关的这段时间内，叶浪的剑道达到了圆满。有没有搞错？你才练了多久？有1个月吗？你就能剑道圆满？你还管这也叫资质差？那我于小婉呢？算什么？渣渣灰吗？自我怀疑了几秒后，于小婉还是有些不信。你再释放一道剑气，让我看看。叶浪笑道：好啊。旋即抬手再次点出一指，轰！随着一道极其凌厉的白光闪过，于小婉眼前一白，
下一秒，俏脸剧烈动容，没有错，真是见到圆满。他彻底傻眼了。这一刻，于小婉的脸上没有任何一丝笑容，甚至肌肉出现了僵硬。于师姐，于师姐，叶浪喊道。啊，咋了？于小婉回过神来，你怎么不笑了？于小婉心中郁闷，哪里还能笑得出来？心中都快哭出了一条大河。她好想一个人静静啊。本以为自己闭关半月，出来后能报一箭之仇，没想到却成了小丑。1个月见到圆满，这种事他连晚上做梦都不敢这么做。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却摆在了他面前，而他居然刚刚还在教育人家要努力修炼。想起刚才的话，于小婉羞得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哎呀，丢死人了！难道这就是人和人的差距吗？任你万般努力，终究仍抵不过天才的随意摆烂。我先走了。于小婉想硬着头皮笑几声，但她发现自己根本笑不出来，她仿佛失去了微笑的能力。此时此刻，她站在叶浪面前，心中莫名升起了一种自卑感，深深感觉眼前的叶浪简直就是一座高不见顶的高山，而她在叶浪面前连坨烂泥都算不上。离开后，于小婉迫切想搞清楚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不过才闭关半个月，又不是闭关100年，她怎么感觉已经和时代脱轨了呢？于小婉随即拦住一个弟子，问道：你知道叶浪吗？于师姐，你这问题好智障哦。整个道宗谁不认识叶浪师兄啊？你看他的画像我还随意携带呢。于小婉嘴角一抽，你认识就好，那你快和我说说，他最近都发生了什么事？叶浪师兄做的事可多了，他领着我们找到了魔尊宝库，还帮助圣女斩杀魔宗宗主和妖族护法。叶浪师兄还突破了元婴境，简直神了。于小婉，突破元婴，斩杀魔宗宗主，这一件事听起来也太假了吧。于小婉以为这弟子是个傻子，于是他又找了另外几个，而回答出奇的一致。最后于小婉绷不住了，1个月的时间见到圆满，突破元婴，覆灭魔宗，这是人吗？于小婉如同游走的孤魂般走在道宗内，最后他走到一处悬崖前，他取出那把被叶浪弄坏的断剑，眼眶当中含着泪水。我为了替你出口气，特意闭关半月。半月啊，不吃不喝不睡不玩，好不容易见到小成，本以为能一雪前耻，没想到叶浪却见到圆满了。他不是人啊！剑啊，你跟了我这么久，我不能帮你报仇了，所以你安息吧。说完，于小婉手一松，啪嗒，断剑从悬崖上掉了下去。于小婉坐在崖边，郁闷极了。主要是今天的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试问你勤勤恳恳努力了大半月，结果却比不过一个天天躺平的人，你难受不？于小婉想哭出来，但还是将眼泪憋了回去。从此以后，这件不练也罢。天色渐暗，山崖上的身影依旧还在。于小婉的薄衣被晚风吹得猎猎作响，山崖上地凉，风凉，心更凉。她的内心飘起了雪花，隐隐有一道凄凉的声音在回荡。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不知过了多久，于小婉突然笑了起来。她想起了萧青雨曾经对她说的一句话：无论何时何地，保持微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你真正要比的人只有你自己，你真正要战胜的人也只有你自己。想到这，于小婉忽然有些开心起来。她站起身，拍掉裙摆上的尘土，小手一举，坚定道：闭关1年，笨鸟先飞，我不信我比不过你。于小婉为了超越叶浪而选择闭关的事，叶浪这个当事人自然不知道。此刻他正猫着腰偷偷来到了萧青雨的房门前。夜晚降临，又到了运动的时间。推开房门，看到萧青雨坐在桌前整理仪容时，他不由感叹：师傅真是贴心啊，知道他要来还提前收拾一下自己，待会儿不多扎几次都对不起师傅这番打扮。叶浪走了过去，从后面抱住萧青雨那柔软的细腰：师傅，能不能不要喊师傅了？可你就是我师傅啊，我是说平时你喊，做事的时候就不要再喊了。萧青雨脸颊红扑扑道：雨儿来，我们床上切磋一下。萧青雨白了他一眼，劝道：叶浪，你不能沉迷享乐，虽然你已经是元婴了，但元婴之上还有化神，还有合体，还有洞虚，甚至洞虚之上还有更高的境界，你还需要继续努力，懂吗？叶浪点了点头道：那明天我多喝一缸水。萧青雨真想抽自己一巴掌，他也是被冲昏了，怎么和这家伙谈努力修炼？他喝水就能突破啊？叶浪嘿嘿一笑，揽住萧青雨的肩膀，
向着床边走去，边走边笑道：“师傅，该歇歇了，你不来，我才能歇歇。”可嗨嗨，叶浪不好意思的干咳，这真不能怪他，谁让师傅长得这么美丽，是真忍不住啊。这样吧，师傅，医诀中记载了一门按摩手法，不仅能放松心神，还能促进灵力流动，要不要我帮你按按，放松一下？有用吗？萧青雨面露狐疑。当然了，这可是医道仙诀中写的，那还能有错？那你给我按按。那你给我按按吧。萧青雨将蓝色绣鞋蹬掉后，缓缓躺到了床上，身材的完美曲线真是一览无余。开始吧。师傅，把手臂张开，保持住这个姿势。叶浪忽悠道。萧青雨乖乖照做。师傅，闭上眼睛，一定要全身心放松，我要开始了。随着萧青雨闭眼，叶浪邪恶一笑，这算光明正大占师傅便宜吗？不对，也不能这么说，毕竟师傅身体的每个部分他都熟悉得很。他的双手向上按住师傅的肩头，轻轻捏动。萧青雨睫毛微颤，咬着嘴唇发出一声声魅惑的鼻音，五指继续用力，指腹隔着衣服又揉又捏地推搡着皮肤。师傅，力度怎么样？刚好。感觉呢？挺舒服的。听到这话，叶浪满意一笑。萧青雨越来越放松，呼吸渐渐平稳。但是很快他发现了不对劲。等等，按摩需要脱衣服吗？那当然了，脱衣服按摩，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师傅，你听我说。你别说了，按吧。好嘞。叶浪心中窃喜，一边为萧青雨按摩放松身体，一边欣赏这具艺术品一般的玉体。无论是肤质还是身材，身上的每一寸地方都是那么的完美无缺，让人赏心悦目。这一夜，圆月高悬，中州境内，嗖，一艘飞船缓缓行驶在高空之上，有一黑衣青年站在船头，仰起头静静地观望星空。圣子，到中州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一见那个叶浪了。圣子不必在意，您是高贵的轮回圣子，无论是血脉还是资质，都不是那个卑微的宗门弟子能比的。他在您的面前最多就是一个大一点蝼蚁，抬手可灭。可来的路上，那些人都说道宗叶浪天赋异禀，乃是九州大陆最强天骄，这话我听得真刺耳。黑衣青年也就是轮回圣子语气冰冷地说道，他的眼眸深处随之闪过一抹阴冷闻言。轮回圣子身后的老者不屑嗤笑道，关于那些传言，老夫敢100%保证，全都是假的，而且假到了极致，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喝水就能突破，真是搞笑。还400米的元婴，哈哈，这种话居然也能编出来。至于防御力能挡住合体境的攻击，就更是天方夜谭了。谁不知道元婴境的元婴异常脆弱，稍有不慎就会受损，挡住同境界的攻击都不可能，又怎么可能挡住合体境的攻击？是啊，那叶浪本圣子要亲自拆穿他的谎言，让他知道何为真正的天骄。放出消息，通知所有宗门，明日我将降临道宗，我要当着中州所有宗门的面，让他名声扫地。是。次日一大早，轮回圣子到来的消息便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州，所有宗门都是动起了小心思。要知道，轮回圣地可是圣地之首，也是九州大陆公认的最强势力。光凭这一点，天下的宗门就没有一个不想搭上这条大船的。因此，当他们听说轮回圣子要拜访道宗时，所有宗门全都沸腾了。撼天全宗，轮回圣子竟然来了，还特意去道宗，这是什么意思？全宗宗主感到不解，难道是想打探道宗宗主闭关至今有无突破那个境界吗？不管怎么说，老夫都得亲自去一趟，以示尊重。而其他宗门的宗主也都抱有这样的想法，带着门下弟子奔赴道宗。另一边，道宗内，昨晚替师傅按摩一会儿后，叶浪便顺理成章地将萧青雨覆盖，开始了更深入的按摩。一晚上基本没睡，不过他的精神依然旺盛。至于萧青雨嘛，则身子软得下不了床，体内的水分仿佛已经全部流干。此刻，叶浪坐在广场上，嘴里咀嚼着黄瓜。数十位道宗弟子围坐在他身旁，眼神都是敬畏地看着他。师兄，你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大元婴？我还从没见过如此巨大的元婴，400米大的元婴，好想摸摸看。叶浪师兄的大元婴摸起来是什么感觉呢？几名小师妹心中小鹿乱跳，眼中泛着星星看着叶浪。元婴可不能随随便便给人看，以后有机会你们就能看到了。好吧，众人都是面露遗憾。那师兄，你再讲讲你是如何从虚空中活着出来的呗？刚才不是都讲过了吗？叶浪咬着黄瓜道。可是我们还想再听。叶浪师兄的事迹
哪怕听上10000遍都不会腻的。对，叶浪师兄，你就再讲一遍吧。是呀，叶浪师兄，求求你了。我还想听你一掌轰杀妖族护法的事迹，听起来真是太爽了，太牛逼了。道宗的弟子们都是看着叶浪，眼中充满了期待。这些都是叶浪最忠心的粉丝，他们看向叶浪，就像在看神明，心中崇拜的不要不要的。哎，既然这么热情，那我就再讲一遍吧。当时的情况那可真是万分凶险。于是叶浪又讲了3遍，可即使这样，这帮弟子还仍纠缠着他，让他再多讲几遍。叶浪心中气的骂娘：你们故意的，是不是？回答我。叶浪师兄，你不要走啊，我们还想听你讲故事。见叶浪要走，一众弟子立马围住叶浪，苦苦哀求。叶浪很无奈，你看，人太出名的后果就是这样。哎，叶浪想了想，说道：这样吧，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闻言，所有弟子立刻竖起了耳朵。话说小浪的上一世，一睁眼就看见自己出现在天庭，那叫一个霸气。他身披紫玄铠甲，脚踏追云流彩靴，手持长缨枪，威风凛凛。众弟子的脑海中已经勾勒出了这样一位威风凛凛的神将形象。有弟子吃惊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无敌神将吗？当然了。小浪兴奋之余回头一看，哦豁，好家伙，足足有10万个和他穿的一模一样的人。我去，10万个神将！弟子震惊。叶浪师兄，那接下来呢？叶浪摸了摸下巴。接下来嘛，小浪看见前方有一个3只眼牵了一条狗，正在和一个猴子打架。众人，小浪感到很好奇，于是想去凑个热闹，然后他就被飞来的棍子给敲死了。叶浪师兄，要不你换个情节吧，这也太扯了吧，猴子还能上天？再说了，哪个傻子能跟猴子打起来啊？叶浪白了他们一眼，那猴子可不简单，他可是齐天大圣。齐天大圣又是谁？你们不认识，那是我家乡的英雄，也是我的偶像。叶浪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说道：我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想告诉你们一句，没事别瞎飞升，很容易被敲死。什么？飞升？我们也能飞升？我们也配飞升？开什么玩笑？故事讲完了，你们修炼去吧。说完，叶浪施展闪转腾挪，眨眼消失不见。待叶浪走后，众弟子不由佩服道：不愧是叶浪师兄啊，看得真远，已经将以后飞升计划都想好了。这眼界，我佩服死了。离开广场后，叶浪回到了萧青雨的房间，床榻上家人还在安睡。叶浪笑着走到床边，轻轻捏了捏他的鼻子。起床了。萧青雨睁开眼睛，睡眼惺忪。师傅，你说你一个合体境强者，怎么还睡上懒觉了？叶浪调侃道。闻言，萧青雨翻了个身，趴在床上，没好气道：你还好意思说？都怪你昨晚折腾那么久，害我累够呛。叶浪看着萧青雨一动不动地趴在床上，美臀上翘，不由起了玩心。他弯下腰说道：师傅，咋了？萧青雨仰起头来。这时叶浪伸出手，啪！萧青雨愣了几秒，随即：逆徒，你敢打我？你是想和我打架吗？我揍死你！萧青雨目露火焰，起身就要和叶浪拼命。叶浪一把将他搂在怀中，抚摸那柔软的细腰，笑道：师傅，你是不是忘记昨晚的求饶了？你色鬼！萧青雨气哼哼骂了一句，推开叶浪，开始穿衣。没错，他还是光着的。可叶浪又岂会让萧青雨这么轻易地穿上衣服？他再次上前抱住萧青雨。呜！萧青雨鼻腔里发出声音，表示抗议，但叶浪却丝毫不为所动。他挣扎了一会儿后，便不再挣扎，任由这个逆徒对他索取。片刻后，二人松开了。叶浪含情脉脉地看着萧青雨那双春意盎然的眼睛，笑道：师傅，你脸红的时候真好看。萧青雨傲娇冷哼：为师的美貌还需要你夸？真是便宜你了。是啊，师傅真是便宜我了。不过师傅你也很享受吧？我才没感觉。萧青雨脸颊微红，死要面子道。看着师傅这副娇羞模样，叶浪心中开心极了。他摸了摸萧青雨的嘴唇，道：这么软的嘴唇怎么就这么硬呢？是不是我亲少了？说完，叶浪低头吻住红唇。萧青雨举手表示抗议，想推开叶浪，然而却被叶浪固住了胳膊，动弹不得。太欺负人了，晚上来，白天还要来。他睡着的时候来，他刚醒的时候也来，还有人管吗？明明我才是师傅啊，我怎么能被他宰割，被他牵着走？不行，必须要立规矩。
我还能被你欺负了？想得美！于是萧青雨红着脸，突然出手，快若闪电。嗷呜！叶浪惨叫一声，痛痛痛！师傅，你松手！逆徒，还敢对为师不敬吗？萧青雨挺着小肚兜，趾高气扬地说道：“不敢了，不敢了！”命脉被拿捏，叶浪哪里还敢多说一个不字，只在心中暗暗记下小本本。小小师傅，可笑可笑！今晚就叫你喊哥哥，直求饶！哼，这才像话吗？萧青雨满意的松手，然后开始穿衣。叶浪坐在地上，疼得龇牙咧嘴。万一真出了毛病，你以后就哭吧。正当叶浪打算报复萧青雨之时，道宗上空突然响起了一阵轰鸣之声。轰！什么情况？难道有人踢宗了？不清楚，出去看看。萧青雨脸色忽然严肃起来，衣服穿戴整齐，飞往了山门方向。叶浪施展闪转腾挪，紧紧跟在身后。道宗山门处，以往极为空旷的一片地方，此刻却出现了数百名修士，而且这些人全都是各宗的宗主和弟子，身份不低。道宗的守门弟子见此一幕，脸色大变，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里。乖乖，今天这是什么日子？你们这是嫩啥呢？我道宗今日并无重大宴会，你们来此干嘛？这时道宗大长老率先带人赶到，从空中缓缓降至地面，面带疑惑地问道：道宗大长老，难道你们道宗没收到消息吗？某一宗门的宗主道：什么消息？轮回圣子今天要来拜访道宗啊？这么大的消息，你们道宗居然没收到？什么？闻言，大长老内心一惊，眉头立刻皱了起来。真假？轮回圣子为何会来？难道晚辈来，大长老不欢迎吗？忽然，天空中落下一道爽朗的笑声，紧接着，众人就见一艘飞船悬停在高空之上，他们内心顿时激动起来。轮回圣子来了，这可是距离飞黄腾达最近的一次了。只要能入了轮回圣地的眼，今后的大道将会无比宽阔。参见轮回圣子！许多势力仰视高空，躬声喊道。赶来的萧青雨和叶浪看见这一幕，脸色变得凝重。我感觉待会儿要出事，局面太乱，我不一定能顾上你，你一定要小心，听到没？师傅，我的保命手段，你还不放心吗？叶浪淡淡的笑道。他看着高空之上的飞船，他听着众人口中的话，他的内心不由升起了一抹不安。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个轮回圣子来者不善。男人的直觉有时候也极为准确。叶浪敢断言，这个轮回圣子是冲他来的。不过令叶浪疑惑的是，他从未见过轮回圣子，和对方更是毫无交集，他为何要不远万里找来呢？这实在令人费解。不过叶浪也并不害怕，虽然他只有元婴一众的境界，但凭借双道阴的战力加成，再加上各大神通的辅助，即使面对元婴9众的修士，叶浪也有100%的信心能赢。恭喜萧剑先荡平魔宗，我本是单纯代表父亲前来探望道宗的凤宗主，没想到竟然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更是有幸见到了道宗的天才弟子崛起，这一趟真是没白来啊。那人一边说着话，一边从高空的飞船上缓缓降落，脸上笑盈盈的，可虽然在笑，却让人感觉不出舒心。同样的，说出的话虽然是恭维祝贺，但他的脸上却充满了高贵傲然与几分不屑。看着这个缓步而出的人，四周一瞬间鸦雀无声。轮回圣子，在轮回圣子出现后，所有人的目光都是不由集中在了他的身上，而每个人的脸上都出现了若有若无的巴结之意。轮回圣地传承数万年，据说曾经还诞生过2位飞升上界的先进强者，如今在九州大陆是当之无愧的顶级霸主势力，而轮回圣子本人天资也是极为妖孽，刚满50岁便已经是元婴境9重，这等天资放眼天下几乎无人可敌，甚至还有算命的说轮回圣子有仙人之姿，1000年之后必定飞升。总之，关于轮回圣子的事迹在九州大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虽然叶浪这段时间名声很响亮，事迹也到处流传，但是他的光辉也终究无法和轮回圣子相比。仅一个轮回圣地圣子的身份就足以压叶浪一头，而轮回圣子突然降临，无疑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大长老走向前几步，笑道：多劳轮回圣主和轮回圣子挂念，我家宗主至今还在闭关，不过情况好得很，应该马上就要出关了。轮回圣子点了点头，身上散发出一股惊人的无形气势，声音也让人听不出任何情绪。那就好，如果凤宗主突破时需要什么天才地宝，你们尽管开口，我轮回圣地只要有，那就一定会送来。毕竟如果凤宗主真能突破那个境界，也是我九州大陆的福气啊！哈哈，那真是多谢圣子好意了。
大长老客套地笑了笑，接着轮回圣子的目光一一从在场所有人的脸上扫过，最后停在了叶浪的身上。他抬起脚步朝叶浪走去，而这一幕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早有听说轮回圣子喜欢与各大天骄切磋，难道说他想和叶浪切磋？不对，这不可能，因为双方的境界相差太大了，两人也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以轮回圣子的傲气和地位，又怎么会自降身份与一个元婴一众的人交手？但如果是不这样，那轮回圣子又想干什么？轮回圣子的主动走出，而且目光一直停留在他身上，这也让叶浪心生诧异。他当下礼貌笑道，语气不卑不亢：轮回圣子，你有何事？20岁的元婴境真是如传闻一样，十分不凡啊。轮回圣子怪异一笑，他们都说你是九州大陆的最强天骄，本圣子想知道你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吗？轮回圣子，传闻归传闻，当不得真。轮回圣子脸上笑意更盛，那就是假的了。我还听说你的元婴族有400米大，而且能硬抗和体境强者的一击，这是真的吗？如果是，那能否请叶浪师弟将自己的元婴唤出，也让我们长长见识啊？叶浪在心中冷笑道，你以为我是傻子吗？一上来就把底牌露出来给你看。叶浪语气平静道，都是传言，当不得真。轮回圣子点了点头，随即大笑道，好好好，本圣子很欣赏你，正好本圣子打算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给你个机会，来追随我吧。轮回圣子看着叶浪，神态倨傲，说话的语气也透着一股天然的高贵，此话一出，全场的人都惊呆了，众人的心脏都开始狂跳起来。轮回圣子，这位九州大陆身份最尊贵的2代，居然向一名道宗弟子抛出了橄榄枝。其他宗门的人无不满眼羡慕嫉妒地看向叶浪，心中的醋坛子都打翻了上百次。这可是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奇遇啊！然而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轮回圣子的邀请，叶浪竟然摇起了头。只听他说道，这个机会我不需要。什么？他拒绝了？他拒绝了轮回圣子？叶浪的拒绝无疑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虽然叶浪最近风头成起，隐隐有道宗最强天骄之势，但是在众人的眼中，他的光环还是无法与轮回圣子相比。毕竟人家可是有仙人之姿的绝世天才，再者两人的身份也是差了巨大一截。如果叶浪答应，人们还不会感觉奇怪，但是叶浪拒绝了，还是直截了当的拒绝，这让众人心中忍不住怒骂叶浪不知好歹。但是叶浪为什么要答应呢？因为轮回圣子天资惊世，叶浪认为他的天赋更高更强。因为轮回圣子出身高贵，叶浪觉得30年河东30年河西。叶浪无视众人异样讥讽的目光，他的表情始终平静，仿佛任何事都无法扰乱他的心境。他看着露出困惑表情的轮回圣子，淡淡的道，我拒绝。哈哈哈哈！轮回圣子大笑起来，紧紧盯着叶浪，缓缓道，道宗天才还真是个个都傲气得很啊。这话叶浪听不懂，但周围有人听懂了。100多年前，萧青羽以无敌剑仙的姿态横空出世，当时轮回圣地也抛出了橄榄枝，而萧青羽也像如今的叶浪一样，果断拒绝了邀请。而剑仙的理由比起叶浪来，那是更加轻狂。圣地也就那样。萧青羽的原话，既然你拒绝了，那本圣子也不强求。突然轮回圣子话锋一转，不过传言你擅长攻杀神通，巧了，本圣子也擅长攻杀，不如我们切磋一下，找找各自不足，共同进步。轮回圣子这番话一说出，周围瞬间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就连叶浪都愣了一下。轮回圣子居然主动要和叶浪切磋，这不科学啊。是呀，虽然这叶浪也很厉害，但轮回圣子和他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轮回圣子为什么要和他切磋呢？而且两人的境界也差距太大，这怎么想也不合理啊。难道说刚才轮回圣子被叶浪拒绝，恼羞成怒了，要让叶浪知道什么才叫做天才？叶浪没有立刻回答，神色怔怔地看着轮回圣子，那模样就像被吓傻了一样。但是叶浪的内心却无比的冷静，他在思考轮回圣子到底想干什么，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叶浪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轮回圣子的身上，此刻轮回圣子距他不过5米远，温和安逸的气质下又露出高人一等的高贵气息。叶浪能感觉到面前这微笑的男人，那平和的外貌下藏在一头凶猛的野兽，不动则已，一动便是惊天动地。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叶浪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在轮回圣子的眼眸深处，叶浪更是看到了一抹极致的阴冷。经历过铁拳豹和魔宗宗主的围杀，他对这种气息可太熟悉了。这个轮回圣子想废了我。
想到这，叶浪的眼神逐渐冷淡下来，内心更是冰冷一片。自己之前明明没有得罪过他，今天更是第一次见面，他为什么要如此阴险？难道就因为自己刚刚拒绝了他，所以他想扼杀我，想让我付出惨痛的代价？要是这样，那这轮回圣子可真是个十足的畜生啊！识破对方心思后，叶浪没有第一时间答应，而是故作惶恐道：“圣子不要开玩笑了，你我足足差了9个境界，我哪里会是圣子的对手？放心，既然是切磋，那自然要保证公平公正，我会压境与你切磋，你现在放心了吧？”轮回圣子面带微笑，说得极为公正大方。叶浪如果不是看透了他内心所想，恐怕还真以为对方是个好人。这也不行，轮回圣子乃是万金之躯，万一我不小心打伤了圣子，岂不是闯了天大的祸？除非圣子愿意当众和我立下契约，切磋中拳脚无眼，刀剑无情，误伤了圣子，也不能追究我的责任。叶浪的这番话说出口，直接惊呆了众人，因为只要不是聋子，都能听出来叶浪话中的轻狂和傲气。这个叶浪是傻子吗？居然觉得自己能打伤轮回圣子？听说他才刚刚进入道宗修炼，以为有点天赋就无敌了，呵呵，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敢打赌，待会儿轮回圣子不用1分钟就能把他狠狠踩在脚下。你们是没妈吗？没人叫你们说话时不要乱喷屎吗？听着这些嘲讽的话，王安率先怒了。他转头看着那些外宗的人，指着他们鼻子怒骂道：“一群鼠目寸光的怂货！我叶浪师弟战力强得可怕，联合体境强者都能灭杀，轮回圣子算个屁！师弟加油，师兄力挺你！”王安冲叶浪大喊道。这些话也正是道宗长老和弟子们的心声。叶浪，萧青羽秀眉紧皱，低声提醒道：“这个轮回圣子实力很强，你一定不要。”放心啦，师傅。叶浪却是直接将他打断，毫不在意道：“我了解自己的实力，没事的啦。”可是萧青羽还想再说什么，却见叶浪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然后便走向轮回圣子。圣子，你同意吗？同意的话，我就和你切磋。见状，萧青羽只能在心中叹息一声，默默退后，让开场地。轮回圣子笑了笑，任谁都能看出他的笑容有些僵硬。或许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在他面前敢狂妄的人。他微眯双眼，缓缓说道：“我同意，看来你等不及了，那现在就开始吧。等等，轮回圣子，你确定要压境和我打吗？如果你不行的话，可以使用全部修为。”叶浪的这话一说出，吓得道宗长老们脸色一白，大长老更是出声喊道：“叶浪，不要大意，压境才有机会赢啊！”而其他宗门的人却是直接哈哈大笑，笑出了声。元婴一重挑战元婴9重，这人的脑子是不是缺了一半？听到叶浪的话，其他宗门的弟子直接笑倒了一半，甚至有几人笑得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而道宗这边却是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担忧。如果可以，他们希望能收回叶浪的话。轮回圣子深深看了一眼叶浪，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傻逼。既然叶浪兄弟这么自信，那我就占个便宜，动用全部境界，免得被叶浪兄弟打伤打残。哈哈哈！轮回圣子笑着说道。不过他眼中的怨毒阴冷，丝毫没有逃过叶浪的眼睛。此刻叶浪已经无比肯定，轮回圣子想彻底毁了他。既然这样，那小爷就先废了你。叶浪让轮回圣子动用全部修为，这并不是狂妄之举，而是叶浪的算计。因为对方一旦动用了全部力量，叶浪再将其打废，便能以境界相差太大，无法控制力量为理由替自己辩解。同时这样做也能让轮回圣子放松警惕，自负大意。总之，在叶浪看见轮回圣子眼中的阴毒的那一刻，便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叶浪摆好架势，装作如临大敌的模样，一脸警惕地看着轮回圣子。反观轮回圣子气定神闲，面带笑意，显得异常平和。他提出和叶浪切磋，并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他眼里容不得沙子，更见不得别人高他一头。虽然叶浪如今的境界只有元婴1重，但叶浪不过才20岁，修行时间更是不足半年，而他从1岁就开始修炼，20岁时才堪堪步入高阶金丹，未能突破元婴。光凭这一点，轮回圣子便对叶浪生起了妒火，他要亲手毁掉叶浪。九州大陆最耀眼的巨星，只能是他，只能是他一个人。一念至此，轮回圣子摊开双手，对叶浪假意笑道：“你先出手吧。”那姿态极其高傲，丝毫没有将叶浪放在眼中。也对，在他看来，一个才元婴境1重的修士，又能爆发出多大的力量？他抬手可灭。叶浪自然不会客气，身影一闪，瞬间来到了轮回圣子的面前，接着一掌轰出。叶浪没有爆发全部力量，也没有动用神通，只是先试探一下轮回圣子的虚实。呵呵，轮回圣子笑了笑，
目中闪过一抹不屑，显然也看出了叶浪的意思。他左手随意抬起，与叶浪的掌锋相撞。砰！只听一声闷响，轮回圣子站在原地丝毫未动，而叶浪的身体则直接向后滑退5米之远，险些倒地。叶浪抬头，目露惊骇，不愧是轮回圣子，实力竟然如此之强。呵呵，轮回圣子眼中的不屑越发明显，冷冷笑道：叶浪兄弟的这一击很是无力啊，我只用了1成功力就差点伤了你。啧啧啧。闻言，叶浪哈哈笑道：是吗？其实刚刚我只用了半成力。这话惹得众人一阵嘲笑，都这个份上了还装逼呢。叶浪的话在他们听来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叶浪年轻气盛啊。待会儿轮回圣子肯定要教他好好做人，让他知道何为真正的天才。轮回圣子嘴角勾起一抹不屑，再给你一次机会，用尽全力向我进攻。好。叶浪脚步后撤一步，右手重新抬起，凝眉道：不过接下来这一招圣子可要小心了，如果硬接的话可是有可能受重伤的。听到这话，轮回圣子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看着叶浪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屑与讥讽。叶浪兄弟，你尽管出手，哪怕你一掌轰死我，本圣子也不怪你。好啊。这时叶浪也笑了起来，一瞬间他目光变得格外凝重，体内的灵力更是疯狂沸腾了起来。轮回圣子，接我这一招！叶浪沉声低喝，狠狠一掌重重地轰向轮回圣子的胸口。这一掌显然凝聚了叶浪的全身灵力，气势骇人，所释放出来的威压比起普通的元婴一众强大了数倍。以元婴一众的修为爆发出这样的力量，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但是最多也只是元婴2、3重的力量，对于轮回圣子压根不可能造成任何伤害。感受着一股弱小的灵力气势扑面而来，轮回圣子的眼中闪过一抹不屑的冷笑。他此刻认定叶浪就只是这种水平了，耐心全无，一拳轰出。虽然只用上5成力，但却是动用了神通，轮回圣地的羽阶神通轮回灭世拳，被无数人奉为9州大陆最为刚猛的神通。3成力便足以将叶浪逼退，而5成力再加上神通，他自信足以废掉叶浪。蠢货，死吧！轮回圣子心中一声冷笑，目光阴冷，似乎已经看到了下一秒叶浪重伤昏迷，修为全废的画面。然而就在这时，就在2人攻击即将相撞的那一刹那，叶浪的眸中陡然闪过一抹鬼光，接着心中疯狂大吼：无敌道音出！轰！叶浪的体内忽然释放出一股恐怖的气息，如狂躁的深渊巨龙，缓缓睁开他那暴戾的眼睛。霎时，叶浪的身后浮现出一尊足有400米高大的赤红色灵体，其威势震慑八方，鬼神接近叶浪的力量也在此刻急剧上升，以惊人的幅度疯狂膨胀着。萧青雨曾对叶浪提到过，道音之所以比普通元婴强大，就因为它能提升修士的力量，而且是数10倍的疯狂提升。这便是他一直以而未发的最后底牌，是他故意示弱后突然发动的一击绝杀。而当轮回圣子察觉出不对劲时，已经彻底晚了。轰！叶浪掌印杀至，发出的竟然是震碎天穹般的轰鸣之声，一股股狂暴到了极点的力量从叶浪的手掌中如巨型火山般喷发而出。轮回圣子的拳芒立即被无情撕裂，攻击相撞而爆发的冲击波朝周围瞬间蔓延，数百米的土地大面积崩碎，无数碎石被掀飞出去。砰！下一秒，一道人影如炮弹一般倒飞出去，猛地砸在道宗的山门牌匾上。随着轰的一声，足有30米高的牌匾一阵激荡，无数的裂缝在牌匾上蔓延，撞在牌匾上的人影却奇迹般的没有跌落地面。哦，原来是因为他的脑袋直接被那股恐怖力量给轰得深深嵌入了牌匾之中，拔都拔不出来。咔嚓咔嚓，几秒后，牌匾再也支撑不住，裂成了无数碎石，簌簌地砸向地面。他的身体才终于从半空中啪的一声砸在了地面上，全身是血，人事不省，生死不知。他胸前的衣服已经被完全震碎，露出的整个胸膛血肉模糊，隐约可见森森白骨。左臂更是被轰成血雾，直接蒸发消失不见。而这个人不是叶浪，而是轮回圣子，他已经被废了。四周顿时一片死寂，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瞪到了最大，脸上的神情复杂到了极点，震撼、惊讶、疑惑、难以置信。他们疯狂揉着眼睛，都在竭力的确认是不是自己的眼睛出现了毛病。稳占上风的轮回圣子怎么突然就被叶浪一掌轰飞了，直接秒杀了。好大的原因。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声颤抖的吼声，只见某个宗门的宗主手指剧烈颤抖，缓缓指向叶浪身后的灵体。
而他的表情就像是普通人见了鬼一般，充满了惊诧和恐惧。这怎么可能？天哪！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原因？这气息，丝丝，可怕，可怕啊！死一般的沉寂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颤声喊道，整个身体都狂颤起来。他们敢说，这是他们做梦都无法梦见的一幕。400米高大的原因，扯淡啊！视众人的疯狂震惊如无物，叶浪抬手将倒音收回，接着他扭头看向轮回圣子的方向，嘴角不自觉地咧起一个微笑的弧度。呵呵，想不到吧，小爷我还有这一招，你才是那头真正的蠢猪。其实，如果轮回圣子不这么大意，第一时间就祭出元婴，动用全部力量同叶浪拼杀，那么叶浪绝不会赢得如此轻松，也绝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将他废掉。要怪，只怪你的狂妄，你的自以为是，你的高人一等毁了你。叶浪在心中默默说道。而他先前的故意示弱，故意狂妄，这一切不过是用来麻痹对方的手段。他玩的就是脑子。圣子，跟随轮回圣子而来的圣地长老看见这一幕，脑袋空白了10几秒后，终于反应了过来。他急忙跑到轮回圣子的面前查看伤势，1秒过后，他的脸色骤然大变，表情变得无比狰狞。你这小畜生，老夫杀了你！他身上散发出无比浓厚杀气和戾气，一声暴喝，猛然冲向了叶浪。这长老是化神境9重的高手，他的一击，叶浪根本躲不开，也不可能接下来。放肆！就这时，一声大喝，一道身影如猛虎般凶悍，飞扑向圣地长老。人未至，爆裂的掌风已轰了过去，直接将圣地长老逼退。这个人影在叶浪面前落下，正是道宗大长老季伯达。他满脸怒容，喝骂道：“敢在老夫面前动我道宗弟子，你他妈活腻歪了！”听着这熟悉的声音，叶浪不由笑了出来。论护犊子，大长老可是和萧清宇不相上下。随着大长老出手，很快道宗的其余长老以及弟子们纷纷祭出武器，摆出了战斗姿态。一时间，双方的气氛变得剑拔弩张。被轰飞的圣地长老一脸阴沉，怒吼道：“你们道宗想被灭宗吗？这杂种居然敢废了我家圣子的元婴，你们就等着承受我轮回圣地的怒火吧！”什么？轮回圣子被废了？我的天！此话一出，所有人的心脏都是猛地颤抖一下，一片哗然。他们还只当轮回圣子身负重伤，没成想竟然是元婴被废了，被叶浪一招废了。元婴被废，也就意味着他不再能修炼，他傲人的天赋将化作泡沫，他未来将成为一个废人。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望向叶浪，眼眸中透着深深的震撼和害怕。一个元婴一众，竟然一招废了一个元婴9重，废帝还是轮回圣地的圣子，这个9州大陆最耀眼的天骄，这他妈简直就是怪物啊！但在震惊之余，所有人也立马意识到了一点，那就是9州大陆将迎来一场惊动天地的大地震。这个叶浪算是闯上了天大的祸事，接下来他将面对来自轮回圣地的恐怖怒火，连道宗都无法护住他，甚至还会受到牵连。与众人的惊诧和恐惧不同，叶浪显得很是平静，脸上不见一丝波澜。那一掌，叶浪本来就是奔着对方元婴去的。据他估计，此刻轮回圣子的元婴怕是已经碎成了渣渣。而叶浪也知道，他这么做会惹得轮回圣地疯狂报复，但乃又怎样？难道一味的忍让就能保全一切吗？这绝对是最蠢的想法了。人家不就是觉得你会一忍再忍，才这样对你的吗？听到圣地长老的话，大长老也愣住了，他也万万没想到，叶浪刚才的那一下，竟然直接废了轮回圣子。那这事可算是彻底闹大了。圣地长老怒吼道：“把这畜生交给我，这件事还有商量的余地，否则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们知道的。”大长老尚未答话，他身后的叶浪已经冷笑出声：“真是搞笑！在切磋之前，我们明明说好了，拳脚无情，即使重伤了也别赖我。当时圣子可是痛痛快快答应了。再者，出手之前我已经提醒过他，让他务必小心。现在他被废了，明明就是自己实力太弱，空有其表，怎么能怪在我身上？难道你们轮回圣地说的话全都是放屁吗？”叶浪的这番话一出，圣地长老的脸色顿时一变，但马上就变得阴沉下来，低声吼道：“你闭嘴！你不过一条贱命，有什么资格和我家圣子比？纵然你100条命，也抵不过圣子的一根手指头！你这该死的畜生，老夫是要杀了你！”圣地长老怒吼一声，双手拍出，一股狂暴的灵力直轰叶浪而去。他刚出手，在一旁始终未发一言的萧清宇便弹出一道剑气，将对方掀翻在地。你！圣地长老怒气横生：“你们道宗真想和我轮回圣地开战吗？你不过是一个圣地长老，在道宗的地盘上，
还轮不到你撒野。萧青雨冷冷一笑，俏脸上布满寒霜。叶浪是我的徒弟，你一口一个畜生，你这是在羞辱他，还是在羞辱我？萧青雨每说一句，身上散发的剑气便凌厉几分。剑气刺骨，圣地长老顿时感觉到有一股冰冷的气息从脊梁骨处涌入，快速蔓延至全身。你想干嘛？他声音颤抖道。叶浪，去扇他2耳光，让他以后常常记性。萧青雨自威严道。从一开始，萧青雨一直表现得很低调，以至于让人们忘记了这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合体境巅峰剑仙啊！除非有洞虚境强者出手，否则在场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他的一剑之敌。好的，师傅。叶浪嘿嘿一笑，有师傅撑腰的感觉就是好。啪啪啪，叶浪上前直接给了那圣地长老3个大耳光，善2赠1，尽显大度。偏偏圣地长老还不敢还手，因为他清楚这样做的后果，自己只要有任何异动，下一秒悬在他头顶的霸道剑气就会毫不留情地落下，将他无情斩杀。圣地长老脸色变得无比难看，他的这张脸已经被叶浪扇肿，而他身为圣地长老，何曾被人如此对待过？再回头看着轮回圣子的凄惨模样，全身一阵发抖。圣地长老颤声道：你们道宗好得很，今天的事我全记下了，你们等着迎接我轮回圣地的怒火吧。我们走。几名随从立即小心翼翼地抬起昏死的轮回圣子，坐上飞行灵器，快速离开。轮回圣地的人走后，周围陷入了一片死寂，一些小宗门直接就跑了，根本不敢再待下去。现在道宗就是一处是非之地，谁沾边谁就得死。轮回圣地肯定不会就此罢休，天下第一宗和第一圣地的大战一触即发，而大战的结果将会彻底影响整个九州大陆。临走前，不少人都深深看了一眼叶浪，眼神中透着惧意，因为这个男人将会是接下来大战爆发的导火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浪此举直接搅得九州大陆天翻地覆。全宗宗主没有第一时间离开，而是走到叶浪面前，神情复杂。你可真是个灾星，先是废了我弟子的元婴，现在竟然连轮回圣子也被你废了。抛开一切不说，我挺佩服你的勇气。轮回圣地是一头吃人不吐骨头的恶虎，这下你正好给了他们吞灭道宗的理由。呵呵，祝你们能活下去。全宗宗主说的这话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但却并没有夸大其词。因为轮回圣地是一个真正的庞然大物，九州大陆不可挑衅的存在。轮回圣主是洞虚境巅峰的绝世强者，除此之外，轮回圣地还有2名洞虚境6重的供奉长老，3位洞虚境足以踏灭道宗，更别提道宗宗主还在闭关中。如今道宗连一位洞虚境强者都没有。大长老也预料到了后果，看向叶浪，愁容满面。哎呀，这下连老夫都护不住你。一想到叶浪即将被轮回圣地灭杀，大长老的神情流便露出几分悲伤。大长老，给你惹麻烦了。这时叶浪开口道，声音有些低沉。我知道我这么做有些莽撞，但刚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不是他被废，就是我被废，我当然要反击。大长老你放心，我可以离开道宗，这样哪怕轮回圣主要报仇也不会迁怒你们，我只需要半年，我就能无惧轮回圣地。大长老摇了摇头，不，这不能怪你，老夫也看出来了，你只不过是为求自保，如果你不废掉轮回圣子，他就会废了你，可惜老夫没本事，无法替你挡住接下来轮回圣地的报复。大长老的话中充满了自责和无奈，并没有一丝责怪叶浪的意思。他对叶浪给予厚望，他非常相信叶浪日后会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强者。但此刻叶浪即将面对夭折的生死危机，而身为宗门大长老的他却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无法保护宗门的弟子。大长老的内心开始痛恨起自己的无能。大长老，有我在，道宗不会有事，叶浪也不会有事。这时一直沉默的萧青雨突然开口，语气满是坚定，他是目前道宗的支柱，是仅次于道宗宗主的最强战力，这个时候他必须要站出来。同样的，他也没有怪叶浪，怪他不计后果废掉轮回圣子。在他看来，轮回圣地本来就是找事的，即使叶浪退让了，对方也一定会找其他理由对道宗下手，倒不如像叶浪这般直接废了对方来的干脆。圣女，你现在有何办法？大长老怀着希冀问道。我要使用天机盘。萧青雨道，借助天机盘，我便能提升一个大境界，短时间内获得洞虚境巅峰的力量，哪怕轮回圣主来了，我们也有一战之力。天机盘作为道宗的镇宗之宝，除了推演天机外，还有一个无比逆天的作用，那便是无限制的提升修饰一个大境界的力量。听到这话，原本绝望的众人内心瞬间燃起了希望。好，
大长老眼神一凛，语气无比坚决：大不了和轮回圣地拼了！我道宗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随着大长老一声令下，道宗立即进入了全宗戒备状态。入夜，天边忽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随之道宗的护宗大阵被轰碎，一声震天般的愤怒咆哮从远处传来：马上交出夜浪，否则今夜本座便踏平你这道宗！来了！轮回圣主亲至，洞虚境巅峰的无双气息弥漫在道宗每个角落，吓得所有人都是脸色一白。这已经是九州大陆最顶级的战力了，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洞虚境巅峰的强者完全能一灭整个道宗。守在山门的道宗弟子平时见到一个普通的圣地弟子，他们都要低头，今夜轮回圣主亲自前来，他们早已惊得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大长老带着众多长老终于赶来，朝向天空拱手道：轮回圣主，你这是什么意思？少他妈装糊涂！你道宗的夜浪竟敢恶意重伤我儿子，让我儿元婴尽毁，这等仇恨，纵然灭了道宗，老夫也犹不解恨。看在凤宗主的面子上，只要把夜浪交出来，老夫便放你们道宗一马，否则老夫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洞虚一怒，伏尸百万。听到此话，大长老沉声道：对于轮回圣子的事，我代表道宗表示诚挚哀悼，但是夜浪和圣子之间是公平切磋，双方也立下了誓言，无论结果如何，事后绝不追究对方责任。既然有协议在前，轮回圣主现在上门问罪又是什么意思？难道堂堂第一圣地竟是不讲信誉之辈吗？这番话大长老说的铿锵有力，一点不虚轮回圣主。道宗弟子听见这话，看向大长老的眼神中不由充满了浓浓的崇拜。大长老牛逼啊，不愧是道宗最有种的长老，你一个化神境居然敢和洞虚境强者这么说话，哪怕你待会儿被一巴掌拍出屎来，我们也敬你只是屎多。感受到来自弟子的崇拜，大长老的气势更足了，大不了就是一死，至少老夫的面子没丢。哈哈，好个道宗啊！轮回圣主气急反笑，身上散发的杀意近乎凝聚成了实质。废子之仇岂是一个口头协议就能随意抵消的？我儿子的命和未来比你们重要上万倍，既然你们不交人，那本座便铲平了你们，给我杀！轮回圣主的最后一丝理智彻底被怒火冲破，他大手一挥，身后的20位圣地长老当即发动最强一击，朝着道宗轰去。这20人中有5位合体境，其余15人皆是化神境。一时间，恐怖的灵力攻击宛如天降陨石，铺天盖地袭来。道宗众人本能的恐惧起来，而他们被轮回圣主那栋虚境气场镇压，甚至连反抗都做不到。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新月绽放于道宗之上，那是一道剑光。轮回圣主抬起眸子，瞳孔被剑光照得雪亮。一剑天上来，那是萧青羽的剑，是九州大陆剑仙的剑。轮回圣主的脸上第一次出现惊容，因为他在这一剑上感受到了深深的压力。洞虚境，你突破了！这一刻，剑光炸裂，宛若天降银辉，天地剑落如雨，一道道凌厉的剑气肆意攻杀万物，极尽无敌。霎时，轮回圣地的一切攻击皆被剑雨粉碎，就连轮回圣主这位世间最高峰也不得不后退3步，撑起灵力护罩，格挡剑气。萧青羽左手托着天机盘，右手执剑，剑势邪剑龙魂。这一刻，他修为达到了鼎盛，洞虚9重，他的剑气更是一丝不留，尽情地宣泄而出，直接将所有人逼退。原来是天机盘的缘故。瞧见这一幕，轮回圣主心中松了一口气。天机盘最多能让你保持半个时辰的洞虚修为，半个时辰后，你又能拿什么阻挡我？轮回圣主看着萧青羽，一阵冷笑。半个时辰也足够了。萧青羽双目如剑，朝着轮回圣主递出一剑。满脸得意的轮回圣主忽然眉头一皱，飞速撤动身子，在空中毫无规律地变换影子。但是那剑光犹如龙游9天，划过一道又一道雪白华丽的弧线，绕着他周身飞快旋转。噗嗤，轮回圣主再也无法躲闪，胸膛被剑气刺穿，整个人朝后方倒飞数百米。怎么可能？你怎么能这么强？轮回圣主捂住伤口，双眸之中闪过一抹深深的震惊。从刚才简单的交手中，他甚至感觉自己不是萧青羽的对手。胸膛处传来的痛感让轮回圣主恢复了一丝理智，当即说道：先撤，等半个时辰后再来。萧青羽却不依不饶，他不可能等半个时辰。当他决定使用天机盘的那一刻起，他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兴许是和夜浪待久了，他的想法也变得极为大胆起来。他要剑斩洞虚。不过就在这时，高空之上忽然出现了另一股气息，丝毫不弱于萧青羽和轮回圣主。众人的耳边都是响起了潺潺流水声。接着
2道人影横踏虚空而来。忘川圣主，一个紫衣女子凭空而出，面纱遮脸，但依旧能看出她的美丽。那紫衣女子的身旁还站着一个人，正是忘川圣女。再加上刚才轮回圣主惊讶的声音，叶浪立马意识到，那紫衣女人就是忘川圣地的圣主。忘川圣主，不过忘川圣主为何会突然降临道宗？忘川圣主，你来干嘛？轮回圣主心中忽然升起一股不安，喝问道。只见忘川圣主轻笑一声，轮回圣主能不能卖我一个面子，这件事就此作罢。轮回圣主冷笑，呵呵，原来是这样，不可能，他废了我儿，我今天必须要他死。那么如果我与萧剑仙联手，你觉得你能占到几分便宜呢？忘川圣主笑呵呵道，旋即缓缓摘下面纱，露出了那绝美的容颜。但所有人都无暇欣赏，因为一股强大的洞虚境巅峰威压随着面纱的落下瞬间充斥这片天地。众人脸色一变，被忘川圣主散发的气息狠狠惊到了。毫不夸张地说，忘川圣主的实力即使和轮回圣主相比，也绝对差不了多少。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忘川圣地是想我和开战吗？轮回圣主的脸色一沉。闻言，忘川圣主不屑一笑，哪怕开战也是你先挑起的战争。我笑话，老夫什么时候得罪过你？呵呵，你以大欺小，公然出手对付我女婿，难道这还不算得罪吗？忘川圣主冷喝道。什么？你女婿？叶浪是你女婿？忘川圣主的这话一出，不仅轮回圣主傻眼了，就连当事人叶浪也两眼茫然，一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模样。畏畏，我可是黄花大男孩，你不要平白无故污我清白啊！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转移到了叶浪身上，他们齐齐惊呆，嘴巴大张，下巴都差点砸到地上。大长老捶了一下叶浪的肩头，感叹道：行啊，你小子有老夫当年几分风范，竟然拿下了忘川圣女。对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叶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萧青雨拧起眉毛，沉着脸问道。师父，我自己都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啊。叶浪嘴角狠狠一抽，平白无故多一个媳妇，还是圣帝圣女，你说这闹不闹心？接着他抬头看向空中的忘川圣女，大喊道：我什么时候成你丈夫了？忘川圣女莫瑶一张脸红霞直漫到雪颈，她扯了扯一旁的忘川圣主，娇羞无比道：娘，你当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干什么？哎呀，这么多人都在看我，好害羞啊。莫瑶羞到跺脚脚，反正都是要说的，还不如趁早说了。忘川圣主美眸微眯，盯着前方的人道：轮回圣主，现在叶浪也算是忘川圣地的人了，你若动他，那我必然要对你出手。轮回圣主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有忘川圣地插手，他知道今夜不能如愿灭杀叶浪了。他来时匆匆，只带了20个长老，本以为自己亲自出马区区道宗，还不乖乖把一个弟子交出来，没想到道宗竟然以死相拼，而萧青雨的实力竟和他不相上下。此刻忘川圣主这个女人又横插一脚，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难办。他无法同时对付2个丝毫不弱于他的洞虚巅峰强者，可他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尤其想到自己儿子的惨相后，轮回圣主不由攥紧拳头，咬牙切齿道：让我放过他也行，只要他能接我一掌，老夫今后便不再对他出手。轮回圣主，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竟然如此之厚？你堂堂洞虚境强者，竟扬言要一个小辈接你一掌，这种话你都能说出口，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忘川圣主讥讽道，看着轮回圣主的眼神中充满了鄙夷。哼！轮回圣主脸色铁青，老夫怀疑先前比试中他使用龌龊手段才战胜了我，老夫要亲自试试，如果他真有实力，自然能从我的一掌下活下来，这已经是老夫的底线了。如果你们还不同意，那老夫就算拼了这条老命，赌上轮回圣地的一切，也一定会让你们付出最惨痛的代价。听到轮回圣主如此坚决的话，众人一时间都是眉头紧锁，连忘川圣主都沉默下来。这时叶浪从人群中缓缓走出，冷冷开口道：我同意了，不过既然你怀疑我在比试中偷偷用了龌龊手段，那你便将境界压制元婴9重，看看我需不需要使用手段。不是我狂妄，是你儿子太弱了。好，你有种。轮回圣主气急反笑，整张脸充满了狠戾。他气息一顿，下一秒将境界压在了元婴9重。轮回圣主无比自信，哪怕压制了境界，但凭他数千年的积累以及对神通的领悟，一掌也足以将叶浪灭杀。见叶浪竟然答应了，萧青雨俏脸上立刻闪过一抹不安，焦急道：你疯了，他可是洞虚巅峰的强者，就算压制境界，也不是你能对抗的。你这是在找死啊！放心师父，
我对自己的实力有清晰的了解，相信我，我最多吐一口血，不会有什么大事。对了，师傅，把邪剑龙魂给我一用。叶浪转过头，对萧青雨露出一抹微笑。这，你一定要小心啊！萧青雨将剑抛给叶浪，叶浪接过龙魂，旋即摆出战斗姿态，全身灵力沸腾。即使面对洞虚境强者，面对轮回圣主这个号称九州大陆最高峰的人，他也丝毫不惧。来吧！叶浪喝道。轮回圣主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恨意和杀意，低吼道：小畜生，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轮回灭世拳，轰！遮天的巨大拳印撕裂虚空而来，携带煌煌权威，猛然轰向了叶浪。这是叶浪第二次看见这个拳道神通。同样的招数，轮回圣主施展出来的威力比轮回圣子不知强大了多少倍。叶浪眼神变得凝重，直接祭出元婴。瞬间，一尊400米高大的元婴横空出世。这他妈是什么鬼？轮回圣主瞳孔猛然一缩，惊吼道。叶浪随后左手五指张开，轰出一击出神入化的赤火焚天掌，紧接着右手握紧龙魂，灌注全身剑气，一道惊天剑光照彻夜空。轰隆隆一声巨响，双方攻击相撞，产生了一束耀眼白光，闪得众人下意识闭上眼睛。叶浪的掌印和剑气霎时被轮回拳印击溃，但同时拳印也消散一大半，仅剩的一丝力量轰至，直接被元婴接下。叶浪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这一刻，所有人脸色大变，眼中闪过一抹深深震撼，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叶浪竟然真的无伤，接下了轮回圣主一招。叶浪师弟，好样的！王安兴奋的原地蹦跳，放声大吼：叶浪，你是这个！大长老冲叶浪竖起了大拇指，大笑道：哈哈，老夫果然没看错人，这家伙的实力真是无法理解啊！萧青雨悬着的心放下，不由得惊讶道：叶浪师兄，永远的神！无数道宗弟子呐喊，兴奋的全身颤抖。见此一幕，一向被轮回圣地打压的道宗弟子心中直接爽翻了天。牛逼！女儿，你看上的男人真是一点不简单。忘川圣主眯着双眼，看着叶浪的眼神中流露出欣赏以及震惊未来，他将征服整个九州大陆。一击过后，轮回圣主没有再接着出手，他不是因为一掌约定，而是被叶浪震惊的以至于大脑出现了空白。高空之上，轮回圣主瞪大眼睛看着叶浪以及叶浪身后那巨大的赤红色元婴，道婴，而且是双道婴，这是连他都没有凝练出来的强大元婴。他是个怪物吗？轮回圣主剧烈动容，此刻他彻底相信叶浪的确有一掌废掉他儿子的实力。光凭那绝无仅有的道婴，化神境下，叶浪无敌，此子断不可留。震惊之余，轮回圣主心中仅存的一个念头便是扼杀叶浪。如果说先前他是为了报仇，那么现在他想铲除叶浪更多的是害怕。没错，这位轮回圣主，九州大陆当之无愧的最强者，大陆修行界的最高峰，此时此刻竟然对叶浪产生了恐惧，这是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到的事。轮回圣主身为当世强者，眼光自然不差，在他看来，最多100年，叶浪必将潜龙出渊，叱咤整个九州大陆。到那时，天上地下将再无人能和他一战，而轮回圣地也必将遭受灭顶之灾。不行，他绝不允许这一切发生。轮回圣主心中对叶浪的杀意在此刻已然到达了顶峰，但是今夜他对付叶浪的计划已经失败了。他亲口立下的约定又有忘川圣地的干预，他无法再对叶浪下手。轮回圣主定定地看了叶浪一会儿，然后缓缓开口道：算你小子命大，但是你活得了今晚，活不过明天。走。轮回圣主也是心急轮回圣子的伤势，既然今夜无法手刃叶浪，他也不再多浪费时间，一声令下，转身就走。圣主，我们就这么走了吗？一旁的长老满脸不甘心道：哼，忘川圣地不太好得罪，再加上还有萧青雨那女人，而我今晚带的人又少，硬碰的话肯定会吃大亏。轮回圣主冷哼道：就让他多活几天又能怎样？等他离开道宗，就是他的死期。可万一又出现了什么变故怎么办？笑话，这么短的时间能出现什么变故？难不成这小子几天时间就能突破洞虚？呵呵，不可能。找几个机灵的弟子，日夜守在道宗门口，一旦发现叶浪外出，立即通报我。是。待轮回圣主离开，天边已经渐渐出现金灿的晨曦，所有人的心中都是松了一口气。这一夜实在艰难。忘川圣主，今夜多谢了。大长老向忘川圣主拱手感谢。都是一家人，不必这么客气。忘川圣主从空中飘落地面，一脸微笑道。大长老面色怪异，心中暗自惊讶，不会吧，
难道叶浪真成了忘川圣地的女婿？叶浪，不错不错。忘川圣主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叶浪，这让叶浪十分的不自在。按照你刚才展现的实力和天赋，说不定真有希望成功。忘川圣主满意的笑了笑，接着他对大长老和萧青羽道：你们也看到了，轮回圣主并不会就此罢休，不如让叶浪随我去忘川圣地避避风头，正好也省得我女儿日日相思。大长老皱起眉头，沉思几秒后缓缓说道：忘川圣主能保证叶浪的安全吗？这是自然，轮回圣主敢闯到宗杀人，可他不敢闯我忘川圣地，除非他想死了。忘川圣主的这番话一出，大长老点了点头，一脸郑重。那这段时间叶浪就拜托忘川圣主照顾了，等宗主出关，我道宗再去接回叶浪。大长老的这话意在提醒忘川圣主，叶浪始终都是道宗的弟子。圣女，你觉得呢？大长老向萧青羽询问道。萧青羽的神情有些复杂，他想拒绝，但是他心中知道让叶浪前往忘川圣地才是最安全的选择。最后红唇微张，萧青羽无奈道：让他去吧。忘川圣主微笑着点头，那即刻出发吧。叶浪，你需要和你的师父和师兄弟告别一下吗？需要。王安突然喊道：师弟，你跟我过来一下，师兄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大的礼物。说着，王安拉着叶浪快步离开。不一会儿，一个3米高的巨型水缸出现在叶浪的视线之中。师兄，这就是你送我的礼物。叶浪的嘴角不由抽搐了一下。王安嘿嘿一笑：这是师兄对你的一种督促吗？到了那边一定要记得每天喝水啊，千万不能懈怠，早日突破洞虚，灭了那帮狗日的。放心，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他们付出最惨痛的代价。叶浪眼神猛然变得狠厉起来。王安重重地点头，忽然又声音低沉下来，道：师弟，你到了忘川圣地，万事一定要小心点。师兄看人很准的，那忘川圣主看你的眼神中明显透着一股阴谋。老话也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和他无缘无故的，他为什么要冒着得罪轮回圣地的风险将你救下来？他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其实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叶浪抬眸，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道：据他所说，忘川圣女应该看上了我，可我和她并没有过多的接触。是啊，那就更奇怪了，他对你一定别有所图。王安猛然击掌，担忧道：师弟，要不咱还是别去了。叶浪摇了摇头，我在忘川圣主的身上并没有感受到敌意，而忘川圣女看我的眼神确实有那么点暧昧，让我想想，这是为什么呢？爱情这东西谁也说不准。师兄，你说会不会忘川圣女对我一见钟情了？啥？王安嘴巴大张，差点没被叶浪的猜测惊掉下巴。果然，无论到了哪个世界，都改变不了这个看脸的时代，长得帅是一种资本，而我资本雄厚。而且忘川圣女又有点小怪癖，应该是我把她骂爽了。叶浪摸着下巴，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咧嘴笑了起来。叶浪此刻的笑容，王安怎么看都有一种淫荡的意味。他瞪着双眼，结结巴巴道：是师弟，可是你已经有圣女了，难道你要抛弃圣女了吗？放屁！追求另一个女人和我爱着师父之间有什么矛盾吗？有吗？完全没有。王安。叶浪花费了一些时间与道宗众人一一告别，最后他来到萧青羽面前，眨了眨眼，试探着问道：师父，你不会怪我离你而去吧？萧青羽微笑着摇了摇头，动作很轻，表情轻柔而坚决。放心好了，为师不会怪你，我只怪我自己还是不够强，不能保护好你。你走后，为师也要开始认真修炼了。我突破洞虚后，一定接你回来。丢下这样一句话，萧青羽向叶浪柔柔一笑，将背影冲向他，脚步轻缓地离开。只是在脚步迈动，一个人走向前方的那一刹那，萧青羽的心中突然泛起了一股难受的空荡荡的感觉，就像是身边一下子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东西。他明白这种空荡感是什么，因为从此刻开始，他的身边便没了叶浪。意外相遇，师徒相处，共同患难，共同生活。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已经不知不觉间接受了叶浪的存在。他加快了脚步，他害怕再待下去就会忍不住落泪。他堂堂剑仙，怎么能在众人面前哭泣呢？萧青羽准备一个人回房间，偷偷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哭。叶浪看着萧青羽越来越远的背影，轻声道：师父，我很快就会回来了。为了节省时间，忘川圣主直接开辟出一个虚空隧道。等叶浪再睁开眼时，便是已经到达了忘川圣地。圣地之内云雾缭绕，隐约可见其中宫殿屹立，仙影缥缈。就算是用仙境来形容，
也丝毫不为过。三人落在忘川圣地的山门前，忘川圣主盈盈笑道：“你们慢慢聊，我去处理点事。”说着便消失不见。叶浪伸了个懒腰，接着用胳膊肘戳了戳一直沉默的忘川圣女，嘿嘿笑道：“圣女，一段时间不见，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害羞了？难不成看见我让你不好意思了？”“嗯哼，我没有。”忘川圣女低着头，声音嗫嚅道。从叶浪的视角看过去，甚至能看见忘川圣女的耳朵根子都红了一片，这让叶浪不由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测，这女人还真迷上了自己。“叶浪师兄，我带你逛一逛圣地吧。”忘川圣女俏脸红润，说话时声音都在颤抖，足见她单独和叶浪在一起时内心是有多么紧张。叶浪也看出了忘川圣女的异样，轻轻一笑：“好啊，不过圣女你最好把头抬起来，要不然走路会撞到柱子上的哦。”“不会的。”“哎呀！”忘川圣女抬脚就往前走，结果话还未说完，脑袋就撞在了某个东西上，虽然有些硬，但脑袋却并不疼。忘川圣女抬起头，扑闪着疑惑的大眼睛，鼻尖萦绕着淡淡的男人气息。她这才发现，原来她一头撞进了叶浪的怀中。“你看看，这不就撞上了？还好我速度够快，不然你脑袋就要肿起一个大包了。”忘川圣女的正前方是一根白玉雕柱，幸好叶浪提前用身体挡了一下，否则忘川圣女的脑袋就要砰的一声撞上去了。忘川圣女退后几步，摸了摸自己的脑门，变得更加害羞：“谢谢。”“嘿嘿，圣女你说我的胸膛是不是充满了温暖？”看着忘川圣女一脸娇羞的模样，叶浪忍不住就想逗她几下。先前他对忘川圣女心有戒备，所以压根没有仔细打量过对方。此刻他才发现忘川圣女确实美得令人心颤，一双美目流盼，樱唇含贝，秀眉宛如新月。最重要的是，忘川圣女还自带些 M 属性，这种属性加成极为致命。圣女，你真是一个美丽的女孩。看着看着，叶浪忍不住一声惊叹。虽然忘川圣女的容貌比不上萧青雨，但绝对称得上是万中无一的美人。而她身上的那种宁静以及小女子的娇羞，是萧青雨所不能比拟的。嘿嘿，被叶浪夸赞美丽，忘川圣女很没出息的傻笑起来。其实她也不知道为何，只要站在叶浪面前，她的心脏就会突突直跳。而忘川圣女不敢乱动，就是害怕下意识做出什么不好的动作，然后引发叶浪的反感。不知不觉间，忘川圣女将叶浪对她的看法放在了第一位。叶浪忽然伸手摸了摸忘川圣女的脑袋，温和地笑道：“圣女，我不是吃人的老虎，在我面前用不着这么紧张，哪怕你做错了什么，我也不会怪你的。”她好温柔。果然，听到叶浪的话，忘川圣女放松不少，恢复了一些往日的活泼，浅浅笑道：“叶浪师兄，随我来。”说到这里，忘川圣女的声音戛然而止，而他们前方，一个身穿白袍的青年男子正快步走来。“师妹，你终于回来了。你昨夜拉着圣主匆忙离开，我以为你出什么大事了呢。现在看到你没事，我也就放下心了。感谢师兄挂心。”忘川圣女不冷不热道。“对了，这位是……”白袍男人显然习惯了忘川圣女对他的冷淡，转头看向叶浪。忘川圣女介绍道：“叶浪师兄是道宗的天骄弟子，这段时间都会待在圣地里。叶浪师兄，这位是徐清师兄，原本是个宗门弟子。切。”徐清目光在叶浪身上停留了一下，便移开，眉宇间挂着深深的傲然以及不屑，这让叶浪感觉有几分不适。他不明白，这些圣地弟子怎么一个个都是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样。徐清忽略叶浪，对忘川圣女殷勤道：“莫瑶师妹，我爹前段时间外出，捕获了一头化神境的赤牙豹，骑上去老舒服了。你要不要跟我去试试？”“不用，我还要带叶浪师兄参观圣地，没有时间。”忘川圣女的这句话一出，徐清脸色猛然阴沉下来，两眼一眯，看向叶浪的目光一下子变了，那目光犹如俯视一个卑微的下等人。紧接着，叶浪的耳边便响起了一道充满戾气的神识传音：“你叫叶浪是吧？虽然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段混进我们圣地的，但有件事我得提醒你，既然进了圣地，就给我好好学着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免得到时候吃了苦头遭罪。还有，离莫瑶师妹远点，越远越好，再让我看见你和她待在一起，我有的是办法要你的命。现在快滚！”听到这些话，叶浪斜过目光，淡淡的瞥了徐清一眼，果断无视对方的警告：“你散的尖儿！”旋即，叶浪牵起忘川圣女那柔和的小手，轻轻的笑了笑：“圣女，先带我去你的房间吧，以后长夜漫漫，我一个人睡不着的时候，就能直接去找你。”忘川圣女一张脸红霞直漫雪景，她羞涩的点了点头，嗯了一声后，拉着叶浪离开。而叶浪这句话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并没有压低声音。徐青听得清清楚楚，让他惊呆，嘴巴大张，下巴差点砸到了地上。什么？这家伙刚刚竟敢说晚上睡不着觉就去找莫瑶师妹？孤男寡女大晚上独处一室，能干些什么？徐青的胸口一阵起伏，盯着叶浪的后背，双目通红，恨不得活活生撕了对方。他并非因为叶浪的话而被激怒，而是忘川圣女竟然没有拒绝叶浪，甚至可以说是欣然接受。不可能，莫瑶师妹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宗门弟子？而且莫瑶师妹冰清玉洁，这绝不可能。徐青呼吸粗重，整个人都癫狂起来，极为怨毒道：这家伙一定在胡说八道，我不信，我要玩死他，我要让他为自己的胡言乱语付出惨痛的代价。我徐青乃是圣地长老的儿子，血脉高迈，又岂是你一个宗门弟子能比的？徐青攥紧拳头，恶毒地看了一眼叶浪的背影，然后转身去了演武场。叶浪师兄，你要小心那个徐青，这人不仅心眼小，还极其自负，你一定要留意他。忘川圣女提醒道。嘿嘿，有你这位圣女保护，难不成他还敢对我下手？叶浪无所谓地笑道。哎，徐家在圣地的势力很大，即使是我娘出面，有时候他们也不买账。师兄，你一定要小心。那这段时间圣女会一直陪着我吗？叶浪捏了捏掌中肉乎乎的小手，不由坏笑道。我住的地方就在那儿，你随时可以过来找我。一下子忘川圣女脸蛋变得通红，指着前方的阁楼说道。那晚上也可以吗？晚上也行吧。那圣女希望我晚上去找你吗？你欺负我？忘川圣女的心脏突然砰砰砰的加速跳动，她气恼地掐了一把叶浪的胳膊，一跺脚逃也似的跑开。真是一个有趣的女孩子。叶浪摇头失笑，转身返回自己的住所。深夜，2缸水下肚，叶浪的气息变得浑厚不少。叮，恭喜宿主突破，宿主目前境界元婴2重，真是轻轻松松啊。叶浪伸了个懒腰，正准备睡觉，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道阴恻恻的声音：里面有人吗？闻言，叶浪双目一缩，心中瞬间警觉起来。这个时间来的人，用屁股想也知道来者不善。很快，叶浪便回想起了白天遇见的徐青，难道是他派来的人？叶浪双眼微眯，心中冷笑，敢得罪我，那你算摊上大事了。打开门，他看到了一张长得跟驴似的大长脸，身上穿着忘川圣地弟子的服饰。你是？叶浪装作不解。驴脸男皮笑肉不笑道：小子，徐师兄托我给你带个话。哦，什么话？叶浪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驴脸男呵呵冷笑，下辈子机灵点，惹不起的人你就不要惹。你一个破宗门弟子，侥幸进了圣地，竟敢得罪徐师兄，你知道徐家有多强大吗？徐家老祖可是圣地的太上长老，洞虚境巅峰的绝世强者，随便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你。你说你一个小宗门的废物，好死不死的去得罪徐师兄干什么？所以徐青让你来杀我了。叶浪看着眼前元婴4重的驴脸男，一脸淡定道：不，徐师兄说了，让我不要杀你，要我好好折磨你，先废了你的阳根，让你一辈子当太监。你不是想抛圣女吗？哼哼，就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我可是忘川圣主带来的人，你这么做，难道就不怕圣主怪罪？呵呵，再过几天，忘川圣地就要改姓徐了。圣主算个屁！如果你不想遭罪，自己乖乖把裤子脱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叶浪点了点头，同时心中叹了一口气。哎，他就是想安安静静的修炼，怎么就这么难？驴脸男阴笑一声，一掌向着叶浪打了过来。叶浪也不再伪装，祭出邪剑龙魂，灵气灌注剑中。刹那间，一股极其暴力的剑气出现，驴脸男感觉自己的动作都迟缓了。在他眼中，叶浪快得像是一阵风，眨眼间便来到了自己的面前。而后，驴脸男便感觉自己胸口一痛，低头看去，一把无比锋利的黑色长剑已经进根没入了他的胸口。你怎么会？你明明才元婴2重，为何会有这种力量？驴脸男口吐鲜血，难以置信地看向叶浪。叶浪抽出长剑，淡然说道：对，我是废物，但你连我这个废物都不如。驴脸男颓然倒地，瞪大了双眼，当场死去。叶浪面无表情，随手打出一道火焰攻击，将驴脸男的尸体烧成灰烬。他关上房门，开始思考接下来该如何破局。眼下他已经彻底得罪了徐青。徐青并不可怕，只是一个元婴2重的小修士罢了，但是他背后的家族势力很大，甚至连忘川圣主都不放在眼中。徐青已经让人来对付他了，驴脸男没杀得了他，以后肯定还会让其他人来对付他。叶浪现在面临着危机，但是他又能怎么做呢？算了，还是先喝水提升修为再说吧。一夜过去，
叶浪的修为晋升到元婴3重，仅一夜间便是突破了2个小境界。这种突破速度，如果被外人看见，恐怕他们的下巴都会惊掉。叶浪发现，拥有火麒麟血脉后，他喝水提升修为的速度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他不得不感叹一句：血脉真是个好东西啊！同时，身具火麒麟的他，不需要学习任何术法神通，便能施展出世间最精妙绝伦的火系攻击，这又是一大战力提升。清晨，叶浪出门去找忘川圣女，想打听一下徐青的背景，提前做些准备。他来到忘川圣女的住所，是一个红色的3层阁楼。只是在这个门前，他见到了一个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徐青。徐青站在阁楼外面的院子门口，正跟门口的侍女说话。徐师兄，真不是奴婢故意阻拦你，现在圣女还未起床，你还是不要进去了。徐青此时眉头微皱，似乎是在为无法见到心上人而感到恼怒。没关系，那我就在这等着。想来莫瑶师妹也快起床了，要不要多长时间？谢徐师兄体谅奴婢。徐青点了点头，正要扭头看看风景，这一回头不要紧，看到了一个让他最惊讶的人。你竟然还活着！徐青眼睛微眯，开口问道。叶浪叹了口气，这个徐青的脑子真是蠢到家了，一见面就问这话，不是此地无银300两，不打自招吗？徐师兄这话真奇怪，我当然还活着，并且活得好好的。闻言，徐青的眼中流露出几分疑惑，按照昨天找的人真是一点不靠谱，效率这么低，居然让这小子又活了一天，这对徐青而言简直是一种耻辱，因为他信奉的就是仇不隔夜，有仇当天必报，而他当然不知道驴脸男早就被叶浪反杀，尸体都化成了灰。你来这儿干嘛？这里是圣地核心，岂是你一个毫无背景的宗门弟子能来的？徐青一脸不屑道：是吗？可昨天忘川圣女和我说，我想什么时候来就能什么时候来啊。叶浪摊开双手表示很无奈，接着他径直走进了院门，而门口的侍女也并未阻拦。看见这一幕，徐青当即大为恼火，怒喝道：给我站在！还有你个臭奴婢，为什么不拦着他？侍女弯腰解释道：圣女吩咐过，不管这位师兄什么时间来，都必须放他进来。什么？徐青脸色阴沉下来。莫瑶师妹，这是什么意思？他是在故意针对我吗？他明知道我对他的爱意，这些年一直苦苦追求他，视他为痉挛，他这不是打我脸吗？一想到这儿，徐青便捏紧了拳头，暗暗咬牙。他似乎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了，准确来说，应该是极度生恨吧。你给我等着，你活不过今晚。就这时，阁楼的门打开，忘川圣女从里面走了出来，看向了这边。莫瑶师妹，你睡醒了，要不要一起去吃饭？我爹给我了1盒月桂糕，都是用年份100年以上的月桂花制成，香气浓郁，口感极佳，对修炼也大有裨益。徐青立刻换了一个面孔，笑呵呵地对忘川圣女道。然而，忘川圣女一眼也没看他，自他从房中出来，那双眼睛就像长在叶浪身上，一刻也不愿离开。叶浪师兄，你这么早就来找人家了，对不起，我起得太晚，让你等久了。旁边的徐青听到这话，嘴角狠狠地抽了一抽，对不起，久等了。忘川圣女简简单单的话，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听出对叶浪的好感，而他徐青明明来的比叶浪还早，等的也比叶浪更久。你怎么不对我说这种话？没事，不过下次你再让我等你，我可就要惩罚你了。叶浪调侃道。听到惩罚2字，忘川圣女心脏猛然加速跳动，不知为何，她内心突然期待起来。明天一定要比今天起的还要晚。徐青气得差点脑袋没冒烟，他大声道：师妹，要不要和我一起吃？不要，徐青师兄自己去吃吧。忘川圣女淡然道。对了，叶浪师兄，你们刚刚在聊些什么？听到这话，徐青想挽回一下形象，立即抢先回答，抢笑道：师妹，方才偶遇叶浪师弟，我与他相谈甚欢，指导了一些他修炼上的困惑。闻言，一旁的侍女面色古怪：你真当目睹了全过程的我是瞎子聋子吗？忘川圣女看着叶浪问道：叶浪师兄，是这样吗？不是，他想杀我。叶浪淡然道。此话一出，在场的几人全都愣神地看向了他。不是，咱这么坦诚了吗？徐青眯起眼睛冷笑道。叶浪，说话可要讲证据，你敢在师妹面前污蔑我，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好了，徐师兄，你没事不要再来打扰我和叶浪师兄了，我和你之间没有什么要讲的话。没等徐青回应，忘川圣女就朝叶浪挥手，2人准备离开。见状，徐青傻眼了，紧接着双目喷出怒火，自己居然被师妹嫌弃了，还是因为一个男人，真是岂有此理。呼呼，徐青呼吸粗重，双目赤红，忽然他手上一闪，亮起汹涌的烈焰，猛然轰向叶浪。你这混蛋，卑微的宗门弟子，
竟敢染指我看上的女人，我要杀了你！住手！瞧见徐青的举动，忘川圣女怒斥道，却来不及阻止。叶浪不闪不避，动作很是散漫地伸出左手，径直迎向徐青那赤焰环绕的一掌。这个举动让徐青大喜，敢用肉体去对抗我的火焰，找死！我可是有着元婴二重的实力，施展的也是荒阶神通烈焰掌。然而，砰！在叶浪的手掌接触到徐青火焰的那一刹那，徐青的狞笑还未来得及露出，便已经凝固了。因为自己的赤焰在碰到叶浪的瞬间就鬼一般消失。徐青大惊，忘川圣女也完全愣住。而就在这时，忘川圣女突然注意到叶浪的修为，一声带着浓浓不可思议的惊呼声脱口而出：元婴境3重！叶浪师兄，你突破了！他昨天见叶浪才是元婴1重，而这过去一夜居然已经是元婴境3重，这样的速度只能用天方夜谭来形容。叶浪左手前伸，抓住徐青的手腕，猛然一拧，强横的灵力迸发，直接让徐青手腕断裂，惨叫着后退。旋即，叶浪松开他的腕部，手臂一甩，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了徐青的脸上，将他直接扇翻在地。徐青趴在地上，半张右脸高高肿起，鲜血淋漓。叶浪居高临下，俯视着他，冷冷开口：你迟早有一天会死在我手里。你！徐青捂住通红的右脸，已是全身发抖。从小到大，他都是在别人的吹捧中长大。他的老爹是圣地大长老，他爷爷更是圣地的太上长老，洞虚境巅峰的强者。哪怕是忘川圣主都不敢轻蔑他，巴结他的人多如过江之鲫，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而让他受此侮辱的人，不仅比他年轻，比他帅气，比他修为高，甚至还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绝美师妹。你会后悔的，不用太久，我就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徐青从地上爬起，怨毒地嘶叫着：我要叫你明白，有些人是你注定生下来就得罪不起的。徐青在癫狂吼叫中踉踉跄跄地离开，犹如败家之犬。你尽管来试试。看着徐青的背影，叶浪心中冷笑：叶浪师兄，你没受伤吧？忘川圣女走过来，担忧道：放心，就他那实力，我一根手指就能打他100个。叶浪淡淡的笑道：忘川圣女眼神一阵飘忽不定，神色复杂至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都是我的错，害得师兄平白无故多了一个敌人。徐青仗着有太上长老撑腰，平日高傲自负，今天的事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叶浪师兄，你跟我去找我娘，我娘出面的话，说不定可以阻拦他。可我觉得他似乎并没有将忘川圣主放在眼里。叶浪想起昨晚吕脸男的话，过不了几天，忘川圣地便会改天换地，将成为徐家的天下。这其中必然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不过此刻叶浪既没有证据，也没有头绪，所以并不打算告诉忘川圣女，想再等几天看看。这时，一名侍女突然跑来，出现在了叶浪和忘川圣女的视线之中，说道：圣女，驯兽会快开始了，圣主吩咐过，所有弟子都要参加这次的驯兽会，您快去吧。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忘了？听说这一次的妖兽是一只具备龙族血脉的龙马，叶浪师兄，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叶浪点了点头，好啊。此刻演武场已经聚集数千名弟子，众人围在一个宽阔的空地旁，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而空地的中央囚禁着一头体态修长、毛发雪白的骏马，鬃毛随风摆动，散发出一股不屈的野性。尤其是那2颗睁圆的马眼，正极其凶狠地看着四周的众人。这龙马长得是真俊，收服当坐骑，出去的时候绝对倍有面子。是啊，就是境界有些差，只有元婴境。你可别小看他，几天前有一个化神境的长老想驯服他，却被他甩飞了数十米，骨头当场摔裂了4根。思思，这马的性子竟然这么烈，那可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人能降服他。说话间，这人的声音戛然而止，而他们的前方，一个身穿白袍的男子和一身青色裙子的少女正并肩走来。2个人如从画中走出的金童玉女，一出现就夺走了天地间所有的光彩。女孩一直在男人旁边说着什么，不断侧目看着男人的反应，而男人始终一脸微笑，举手投足间尽显气质不凡。圣女来了，众人立即弯腰行礼，同时他们的心头升起了浓浓的疑惑：圣女旁边的帅气男子是谁？而圣女竟然对对方这么热情。叶浪师兄，你看，那就是今天驯兽会的主角白龙马，外表是不是特别威武？忘川圣女先是礼貌地向周围弟子回礼，然后拉着叶浪去观赏这匹外貌不俗的妖兽。确实不凡。仅看上一眼，叶浪便不由点了点头，内心暗道：真是一匹好马。叶浪师兄，要不你去试试看？如果你降服了他，这匹马以后就是你的坐骑。呵呵呵。一个宗门弟子
有什么资格驯服这头龙马？忘川圣女的话还未说完，人群后传来一道极其不屑的声音，接着便有2道身影从人群中缓步走出。徐清师兄，徐天师兄。周围弟子恭敬喊道：“徐清，怎么哪都能遇见对方？”叶浪在心中想到：“就你叫叶浪，废物也配进入我忘川圣地？”呸！那名为徐天的男人看着叶浪，语气不屑道。叶浪面色不变，淡然道：“没错，我就是你爹。堂哥，不要跟这小子废话，一掌拍死他，替我报仇！”看见叶浪，徐清顿时面目狰狞地吼道。闻言，叶浪哑然一笑，嘴角微微扬起。徐清师的脸皮真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厚，被我扇了一巴掌，居然还能说话，看来是我下手轻了。什么？徐清师兄被眼前的男人扇了一巴掌？听到这话，周围的弟子都是一愣，眼中闪过了一抹震惊。你闭嘴！老子那是大意了，否则我一巴掌就能轰杀你。徐清脸色涨得通红，咬着牙死死盯着叶浪。徐清师兄说的对，就是你的这张脸怎么看都不太对称啊。叶浪十分无奈地摊了摊手，指了指徐清，你们看看徐清师兄的脸是不是一边大一边小？都怪我没有多扇一巴掌，害得徐清师兄的脸都歪了。闻言，周围的视线齐刷刷地看了过去，仔细一看，直呼卧槽！卧槽！还真的是，徐清师兄的脸真被人扇肿了，好像半个猪头。一群弟子宛若发现了新大陆，心中震惊不已。徐清的脸色变得铁青，气得肺都快炸了。他死死盯着前方，恨不得杀了叶浪，但他不敢，也做不到。徐清用求助似的目光看向身旁的堂哥，堂哥，帮我报仇。真是一头十足的蠢货，以为元婴三重就能肆无忌惮嚣张了吗？徐天不屑地笑了笑，走向叶浪。20岁能迈入元婴三重，的确是极高的天赋，哪怕在圣地势力中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但仅凭这一点就敢如此狂妄，在他眼中简直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因为他是元婴6重的修士，虽然比叶浪大了10几岁，但超越了叶浪3个境界。他觉得自己可以轻松将叶浪捏碎。把脸伸过来，让我堂弟扇到满意为止，否则的话，你今天必死无疑。听见徐天的话，周围众人立即嗅到一股剑拔弩张的气息，他们迅速后退，让出空地。同时，忘川圣地的众多弟子面带好奇地偷偷打量叶浪。这人是谁？不知道，不过他既然惹到了徐天师兄，看来是活不久了。是啊，徐天师兄的天赋和实力在圣地之中足以排进前3，才50岁就已经是元婴6重，而且听说徐天师兄已经将焚天竹海这门羽阶神通炼至了小成，战力直逼元婴7重。徐天在叶浪前方5米处站定，掌心噗的一声，升腾起一道火红色的烈焰。看来你是不打算接纳我的意见了。既然这样，那本少就好好教你一下该怎么做人。哦，是吗？叶浪眨了眨眼，毫无惧色。旋即，他转头看向忘川圣女，问道：“圣女，忘川圣地允许弟子私自斗殴吗？”当然不允许。忘川圣女挡在叶浪身前，黛眉紧皱，冲徐天冷喝道：“徐天，他是我好朋友，你敢对他下手，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师妹，我只是想和他切磋一下，不会下死手的。徐天大笑道：“小子，有本事就别当缩头乌龟，你敢不敢和我一战？”叶浪叹息了一声：“哎，可拳脚无情，刀剑无眼，万一我伤了你，那怎么办？除非徐天师兄当众立下誓言，切磋过程中不管受了多重的伤，都与我无关。狂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别说你能伤我，哪怕你杀了我，老子也认。”徐天气急反笑，朗声大喊道：“那好，既然这样，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和徐天师兄切磋几招吧。”叶浪的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这叶浪师兄，你不能答应啊！忘川圣女的脸上布满焦急之色。放心，我只用一只手就能轻松虐败他。这句话让周围所有人都剧烈动容，这完全就是狂妄之言，而且狂妄到了极点。他一个宗门弟子，境界也不过才元婴3重，哪里来的底气敢去蔑视圣地天骄？徐天阴沉着脸狰狞笑道：“不知天高的小子，你即将要为自己的言行付出最惨痛的代价。”话落，徐天的身后陡然浮现一个赤火燃烧的元婴，随之他的气息攀升到了极点。是火元婴。徐天师兄这是想一招胜敌啊！火元婴再搭配火系神通，徐天师兄完全能爆发出元婴7重的力量。这叶浪才元婴3重，他拿什么抵挡？众人无不惊叹，叶浪心中却是呵呵冷笑：“在我面前玩火，
你不知道我万火不侵吗？见叶浪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徐天以为叶浪已经被他的气势吓傻了，心中越发不屑。看来你也就会耍嘴皮子了，今天就让你体验一下葬身火海的感受吧。焚天逐海，狂笑声中，徐天的双手猛然挥动，霎时一股灼热的气浪蔓延开来，空气中陡然浮现出漫天的火焰，形似龙卷风，席卷数十米，而火焰的高温更是直接将地石融化。围观的众人根本受不了火浪的侵扰，纷纷后退数十米，面露骇然。焚天逐海，竟然是徐家祖传的绝世神通焚天逐海，这可是最强的火系神通啊！徐天师兄才元婴境，竟然能使出小成的焚天逐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种程度的赤焰，就算是元婴境9重都难以招架，这个叶浪才元婴3重，估计瞬间就会被烧成灰。堂哥弄死他，弄死他！徐清狰狞狂笑，无尽的火焰疯狂旋转，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温度，从四面八方燃起，如同一个牢笼，迅速朝叶浪挤压而去。叶浪迅速闪身，想从火海中脱身，但这些火焰好像是具有灵智一样，叶浪往哪边移动，哪边的火焰就立即疯狂燃烧。叶浪似乎失去了耐心，竟直接闷头冲向了火海。哇靠！他想死啊！直接冲进火海之中，他怎么敢的？哼，估计他已经没招了，最后打算搏一把，飞蛾扑火罢了。这下除了徐天师兄网开一面，放他一马，否则他必死无疑。看到叶浪的举动，徐天心中忍不住狂笑。竟然敢硬闯我的焚天逐海，这是你自找的，现在就算是圣主来了，也救不了你了。忘川圣女俏容巨变，但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根本来不及反应，也来不及做出任何动作。而这时叶浪已经一头冲进了火海中，所有人在这一刻集体屏住呼吸，一些女弟子甚至闭上了双眼，不忍看见接下来的一幕。但是肉体灼烧的呲呲声并没有响起，叶浪的身上也没有冒起任何的黑烟，相反，那熊熊燃烧的火海在接触到叶浪的那一刻，直接噌的一声熄灭。什么？看着那恐怖火海莫名其妙的被叶浪整消失，所有人都是一脸诧异。徐天更是瞪大了双眼，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模样就像是凡人见了鬼一般，无比震惊。这怎么可能？这可是羽阶神通焚天逐海啊！据说炼制出神入化，抬手便可焚灭天地。这怎么会被这叶浪一触即灭啊？众人震惊大吼道。在场几名徐姓长老更是大惊失色，几乎以为自己的眼睛出现了问题。他们徐家最引以为傲的绝世神通，竟然被叶浪随手就破了。叶浪挥动一下左臂，笑呵呵道：“徐天师兄，你这学艺不精啊，火海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也不对，至少看着挺唬人，去街头杂耍应该会吸引不少人看。不如以后你和徐清师兄，一个表演胸口碎大石，一个表演喷火，一天赚顿饭钱，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哈哈！叶浪似乎不掩饰话中的嘲讽和不屑，他在笑，但眼中却尽是冷意。叶浪心中比谁都清楚，那火海远比看上去的更加可怕。如果没有免疫火系神通的火麒麟血脉，他处理起来都极为费力，而那一下更足以轻松烧杀一个元婴3重的修士。也就是说，徐天根本就是奔着杀他来的。既然这样，叶浪也不会再留任何手。那句你以后只能街头卖艺，可不是一句玩笑话，因为叶浪准备废了他。叶浪的嘲讽让徐天怒不可遏，他阴沉着脸，狂声吼道：“你别嚣张，刚才我只是随便出了一下手，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焚天逐海。臭小子，好好享受被火焰炙烤的痛苦吧。”口中说着狠话，但徐天已经没了之前的从容和自信，他面容凝重，这次直接祭炼元婴，随着恐怖火海一同攻向叶浪。瞧见这一幕，叶浪心中乐得直笑，还挺上道啊！小爷正愁找不到理由毁掉你的元婴，既然送上了门，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次叶浪连动都没动，火海环绕的赤红火元婴快速逼近，火焰如巨蟒般缠上了叶浪的身体。在火元婴的加持下，火海的威力再次提升了一个大档次，空间被焰浪烧得扭曲变形。徐天顿时心中狂喜，刚要引爆火焰，却忽然看到了让他怀疑人生的震撼一幕。只见扑在叶浪身上的火焰，在叶浪无比随意的轻轻挥手下，竟然瞬间熄灭。这怎么可能啊？该我了，这才是真正的火系神通。叶浪低吼一声，旋即左臂猛然探出，火焰环绕的赤红掌印，裹挟煌煌之威，直击那蹦跳的火元婴。徐天已是骇然无措，心神慌张到了极点，他想收回元婴，但为时已晚，只能眼睁睁看着叶浪那声势浩大的掌印狠狠轰向自己的火元婴。顿时元婴4分5裂。啊！
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声在演武场上响起。徐天在惨叫声中跪到了地上，脸色苍白，身体剧烈颤抖，而他身上的灵力正飞速流逝。徐青大惊失色，一个闪身冲到徐天面前，看着眼前痛苦到面目扭曲的堂哥，他慌张地喊道：哥，你这是怎么了？啊，我的元婴被废了。徐天双目赤红，声嘶力竭地吼道：什么？徐天师兄被废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猛地怔住了，大脑霎时一片空白。确实，元婴碎了一地。一弟子小声道。忘川圣女也极为震惊，杏眼瞪圆，看向叶浪的美眸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叶浪到底已经废了多少天骄的元婴了？而这种做法无疑比直接杀了他们更加折磨，更加残忍。叶浪摇了摇头，无奈道：那个徐天师兄，真是不好意思，我一下子没收住手。哎，我也没想到，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元婴三重，一击竟然直接毁掉了你的元婴，也太不经打了吧。这是赤裸裸的嘲讽。听到这话，徐天心中犹如遭受了重击，胸口憋着一股气，噗嗤，一口鲜血直接从他口中喷了出来，然后脑袋一歪，被叶浪活生气地昏死了过去。哥，徐青脸色煞白无比，抱着徐天疯狂大吼：都是你敢废了我哥，我爹和我爷爷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这畜生！徐青的骂声戛然而止，他的瞳孔猛然放大，眼中流露出了一种极致的恐惧，因为叶浪掐住了他的脖子。你怎么不继续说了？叶浪嘴角上翘，淡淡的笑道，而这笑容落在徐青的眼中，简直比魔鬼还要恐怖。不，你不能！徐青艰难地滚动喉咙，断断续续道：什么？你也想和我比试？那好啊，徐青师兄小心了，我要出手了。叶浪忽然狞笑一声，轰！毫无预兆的一掌精准地轰在徐青的丹田处，咔嚓，元婴应声碎裂，无法形容的剧痛突兀地袭来，传遍身体的每个部分、每个器官、每个毛孔。徐青张大嘴巴，却痛到连惨叫声都无法发出，接着两眼一翻，彻底昏死了过去。这一幕发生的太快，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他们甚至还没从徐天被废的震惊中缓过神来。现在徐青也被废了，短短几秒内，忘川圣地中地位最高的2位天骄弟子就这么被眼前的叶浪给废了，这简直就是疯了！无数人心中呐喊：这男人是魔鬼吧？一时间，每个人都仿佛感觉到有一股冰凉的气息从脚底涌入，快速蔓延全身。他们看向叶浪的目光彻底变了，犹如再看一个怪物。不仅实力逆天，以元婴3重的修为轻松废掉了元婴6重的徐天，而胆子也是大破了天。你难道不知道人家的爷爷是洞虚大佬吗？你废了人家2个孙子，还能活着离开忘川圣地吗？叶浪师兄，快跟我去找我娘！忘川圣女的声音急促，她迅速意识到叶浪的这一举动将会引发多么大的地震，说不定连忘川圣地的未来命运都会发生质的改变。啊！忘川圣女的话刚落下，浩瀚苍穹之上突然传来了一道蕴含极致愤怒的吼声：我的儿啊！叶浪眉头一皱，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他的视线中。男人穿着黄袍子，两鬓微白，端庄的五官此刻却是扭曲在了一起。青儿，天儿！看着昏迷不醒的徐青，男人大惊失色，他迅速向前，伸手探向了徐青的丹田，刚一触碰，他就闪电般缩了回来，一张端正的面孔在瞬间变得无比狰狞，他怒视全场，如一头暴怒的雄狮，疯狂怒吼：谁？是谁？这是谁干的？这男人是忘川圣地的大长老，也是徐青的父亲徐雄霸。见他发怒，在场所有弟子无不心头狂颤，纷纷摇头退后数十米。瞬间，宽敞的空地上只站了3个人：叶浪、徐雄霸和忘川圣女。忘川圣女柳眉皱在一起，神情中透露出担忧和焦急。她挡在叶浪的身前，对徐雄霸开口道：大长老，此事给我滚开！小子，老夫要将你挫骨扬灰！暴怒下的徐雄霸根本听不进忘川圣女的话，咆哮间，一道恐怖的攻击轰向了叶浪助手。突然，天边降下一道充满威严的冷喝声，紧接着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轰然撞向徐雄霸，将他掀飞了出去。圣主，你这是什么意思？徐雄霸站起身子，咬牙低吼。此刻，忘川圣主身袭一件灿金华袍，悠悠落在了叶浪的身前，对徐雄霸道：事情的经过我已了解，双方在切磋前早已定下约定，事后不追究任何责任。徐长老你冲动了。放屁！他让我儿子沦为废人，老夫一定要他死。圣主，你袒护这小子
是想与我徐家彻底决裂吗？徐雄霸阴沉着脸吼道。闻言，忘川圣主的眸中闪过一抹寒光，冷冷道：你是在威胁我？老夫没有这个意思。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照在自己身上，徐雄霸死死咬着牙说道。忘川圣主瞥了他一眼，声音悠然，既然是切磋，难免会受伤，叶浪也并非有意的。这件事到此为止。徐雄霸愤怒的身体剧烈颤抖，双目猩红。那你说我儿怎么办？他害我沦为废人，此等大仇，老夫不杀了他，不足以解恨。忘川圣主冷笑，那你便试试看，别忘了，现在我还是忘川圣地之主。好，好得很。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徐家把事做绝了。等等，圣主，能否让我说句话？我有个更好的提议。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叶浪的突然开口，瞬间吸引所有人的目光看向他。他从人群中缓缓走出，面容平静冷酷，将心中想好的计划缓缓说出。我听说这匹龙马无人能驯服，不如来打个赌。如果我驯服了他，此事作罢；如果不能，我愿意当场自裁。这个方法看似很幼稚，但在徐家和忘川圣主实力对等，且双方不愿掀翻桌子的前提下，的确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他相信徐雄霸会乐呵呵答应。此话一出，众人皆是一怔。忘川圣主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开口道：叶浪，你可知这匹龙马就连那些合体洞虚的强者都无法驯服？你同意？老夫同意了。哈哈，圣主，这是他自己说的，不能反悔。徐雄霸突然大吼道，他激动的身体剧颤，脸上的喜色怎么都无法忍住。徐雄霸看向叶浪，狞笑道：哈哈，这匹龙马是老夫亲自从10万大山中抓来的，为了活着捕获它，折损了10几名精英弟子。老夫活了1000年，还从未见过具有这般野性的妖兽。既然你提出了这个条件，老夫就与你赌。老夫还真就不信了，你这小畜生能将龙马驯服，简直是异想天开。徐雄霸答应的毫不迟疑，因为在他看来，叶浪根本不可能驯服龙马，而他就可以在不得罪忘川圣主的情况下替子报仇。尽管他徐家已经掌控一半圣地，丝毫不怕和忘川圣主翻脸，但有最简单的方法报仇，谁会不乐意呢？叶浪师兄，你别去，我娘会保护你的。忘川圣女紧紧抓住叶浪的胳膊，死活不松手，一双美眸中充满了浓浓的担忧，甚至还有泪花打转。龙马的烈性，整个忘川圣地没有人不知道。叶浪驯服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好害怕叶浪会离他而去。没事的。叶浪伸手摸了下忘川圣女的额头，轻声说道：一头妖兽而已，我还不放在眼里。此番话落，不少人面露嘲讽，心中开始冷笑，按道叶浪这个外来人哪里懂得龙马的厉害，待会儿你就等着被龙马一脚踢飞，然后被徐长老一掌轰杀吧。但是叶浪真会把自己的命交给上天吗？那是绝不可能的。叶浪早在废掉徐天和徐清之时，就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而降服龙马就是他对徐雄霸下的一个圈套。或许对其他人来说，野性十足的龙马根本无法被降服，但叶浪是谁？麒麟血脉一开，龙马也得变成牛马。在众目睽睽之下，叶浪缓缓走向那匹浑身散发野性的白色龙马。近距离下，叶浪甚至可以看清从龙马鼻子中呼出的热气。龙马健壮的四蹄重重地跺踩地面，看向叶浪的马眼中透出一股不屑。定，触发随机事件，降服龙马，奖励500能量点。这感情好啊，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自己这运气简直逆天了。叶浪没有墨迹，纵身一跃，直接踩在龙马的背上。吼！龙马立即躁动起来，四蹄狂甩，拼命地晃动身子，妄图将叶浪甩飞。然而就这时，叶浪眼神一凛，左手五指伸开，揪住龙马背上的白色鬃毛，同时双腿发力，夹紧龙马肚子。呵！随着叶浪力量爆发，龙马立刻被锁住，无法动弹。你只是用灵力禁锢了他，这不叫降服，小畜生，滚过来受死吧！徐雄霸仰头狂笑，此刻他的心中已经想好了10000种折磨叶浪的法子，他要让叶浪在绝望中痛苦死去，只有这样才能解他心头之恨。你确定？叶浪嘴角掀起一抹弧度，冷冷笑道。下一秒，麒麟血脉爆发，刹那间，一股最精纯的火系元素从叶浪的丹田处迅速流向四肢百骸，他的身体燃烧起一团夺目光彩的赤焰，同时一股强横的妖族至尊威压如狂海怒涛一般猛然轰向龙马。龙马惊了，马眼中浮现出恐惧和震撼之色，瞬间老实下来。他是妖族至尊，还不乖乖臣服？
叶浪喝道：“啾啾！”龙马嘶吼2声，然后竟直接4蹄跪地，做成符状。什么？看见这一幕，周围顿时响起大片惊呼声，一道道比方才震惊了数倍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了叶浪的身上。他降服了龙马，这是真的吗？不会有错。龙马4蹄跪地，这就是妖兽认主的仪式。天哪，他真降服了龙马，可他明明什么也没做。此刻所有人都彻底傻眼，谁也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一幕。他们早已在心中认定叶浪必定会被龙马甩飞出去，然而现实却是叶浪不费吹灰之力便降服了所有人都无法降服的龙马。一时间整个演武场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一直狂笑的徐雄霸也愣在原地，两眼紧紧盯着叶浪，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可能？徐雄霸全身僵硬，瞳孔在收缩中剧烈颤抖，他都已经想好怎么杀死叶浪了，结果龙马被降服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这只是一个巧合。徐雄霸大声狂吼，接着又朝着龙马怒骂道：“你给我站起来，甩飞他！你这头畜生，站起来啊！”徐长老，叶浪已经降服龙马，看来这就是天意了。我辈修行，当知天命不可违，这件事到此为止。忘川圣主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开口道：“不行，徐长老这是想出尔反尔。”忘川圣主冷笑，语气中透着一股冰冷：“老夫自然不会出尔反尔，而是，老夫觉得他并没有降服龙马。”徐雄霸双目赤红，大喘粗气。龙马说不定只是累了，如果他能驾驭龙马，从圣地出发，绕行赤霞山脉一圈，老夫才相信他真正降服了龙马，否则老夫就不认这赌约。徐雄霸怒吼道。闻听此言，忘川圣主的眉头不由皱了起来。赤霞山脉虽在忘川圣地的管辖范围内，但却是徐雄霸的地盘，这让他不由得怀疑对方此举暗藏心机。好啊！可叶浪不等忘川圣主拒绝，直接一脸笑意地答应了下来。他轻轻拍了拍龙马的屁股，轻喝道：“飞起来！”下一秒，龙马4蹄生风，冲向高空。好快的速度！这龙马的飞行速度简直堪比合体境了。看到这一幕，不少人都是瞪大双眼，目光惊愕，同时心中也泛起酸溜溜的羡慕和嫉妒。毕竟拥有一个速度堪比合体境的坐骑，这无疑是战力的一个巨大提升。徐雄霸看着叶浪逐渐消失的背影，面露冷笑：“小子，你能从赤霞山脉中活着出来，算老夫这几千年白活了。”高空之上，一道雪白的影子飞快地划破天穹，在云间穿梭而过。白龙马，不要去赤霞山脉，直接绕道走，走得越远越好。叶浪吩咐道。开玩笑，他是傻子吗？明知道赤霞山脉有埋伏，还特意跑过去找死。至于他答应徐雄霸的要求，不过是为了脱身的权宜之计。如今忘川圣地是待不下去了，他准备找个深山老林、狗衣镇子等鹤城洞虚境后，再强势回来报仇。原本按照叶浪的计划，废掉徐青和徐天后，忘川圣主必定会出面力保他。他看出忘川圣主和徐家暗中的矛盾，知道他这么做，忘川圣主心中肯定也是赞同的。有忘川圣主的保护和震慑，他自然不用担心徐家的疯狂报复。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但是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猜到一切会发生的事。叶浪万万没想到，忘川圣主竟然如此忌惮徐家，这样的话，他就不得不另谋出路。不过这一次倒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而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就是他胯下的这匹龙马。骑上龙马的那一刻，叶浪便感知到龙马体内蕴藏着一丝微弱的龙族血脉，而他正好可以利用鬼仙医诀中的血脉提纯术，帮助龙马激活血脉。一旦龙族血脉激活成功，龙马的战力将获得巨大提升，到那时碰上合体境，说不定都有一战之力。而就在叶浪思索接下来去哪里的时候，他耳边的风声突然出现了异样。直觉敏锐的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回头，一眼看到后方数千米之外，几个黑点正在急速靠近着。哇靠，这么快就追来了！白龙马，飞快点！从叶浪发现到他出生不过几秒的时间，而在这极短的时间内，视线中的黑点已经变成了一群模糊的黑影。合体境，而且还是4个。合体境的速度恐怖如斯，眨眼间便将数千米的距离拉近至几百米。白龙马，飞快点！你还想不想提升血脉了？叶浪喊道。听到血脉提升，龙马瞬间像打了鸡血一般，4蹄猛地一跨，速度骤然加速，掠起一道长长的白影，直射北方而去。而他身后4个合体境修士也加快速度，死死跟在后面。小子，乖乖受死吧！你今天插翅难逃！为首的那中年人隔空大喊，说话间朝着叶浪
轰出一道气势十足的火球攻击。感受到背后骤然上升的气温以及强烈的灼热感，叶浪想也没想，掏出邪剑龙魂，斩出剑道圆满的一剑。砰！借助龙魂的力量，叶浪的剑气更加强大，一剑竟直接斩灭了合体境的攻击。什么？本宁笑着准备轰碎叶浪头颅回去交差的中年人顿时大吃一惊，身体下意识地出现1秒的停顿，他的脸色更是因为震惊而扭曲起来。他可是合体境2重的大修士，放在外界就是一流宗门宗主级别的强者，可他的一击竟然被叶浪给挡了下来，双方足足差了2个大境界啊！中年人面色变得极其凝重，这小子就是一个怪物，如果放任他成长下去，不出100年必定举世无敌。我们既然得罪了他，就绝不能放他活着离开，留下祸根，哥几个都用尽全力杀了他。好！其余3人也意识到叶浪日后的危险性，疯狂朝向前方轰出一道又一道强横的攻击，而叶浪根本无法招架，只能不断给龙马打鸡汤，让他飞得再快点，再快点。好在龙马很给力，始终与那4个合体境修士保持500米的距离，就连身后的许多攻击也被他利用身法躲开。1个时辰过去了，天空已经暗下来，上万里在呼啸的风中横空而过，叶浪已经不知道身处何方，但无数次回首，每次都能清晰地看到那4个模糊的黑影。白龙马，加油，挺住，飞快点！坐在白龙马的背上，叶浪能清楚地感觉到他身体的痉挛，保持合体境的速度，全力飞行1个时辰，这对目前只是元婴境的龙马而言，几乎是一个奇迹。同样的，身后那4个合体境修士也好不到哪里去。叶浪回头时，看见他们脸色开始变得苍白，速度也逐渐慢了下来。全力飞行1个时辰，这巨大的灵力消耗，就算是合体境修士也吃不消。现在的追逐和逃亡，就像是一场拉力赛，就看谁能撑到最后了。嘶！龙马嘶鸣一声，声音中透着一股疲惫和痛苦。龙马的身体痉挛得越来越厉害，就连身姿都已不再是那么平稳，变得摇摇晃晃，速度更是越来越慢了下来。他快要撑不住了。这时，一道狰狞的声音从他后方传了过来：“小杂种，飞不动了吧？竟然害老子追了这么久，待会儿老夫非要用赤焰将你活活烧死！”叶浪猛然回头，这才发现那4名合体境修士已追到了100米之内，必须要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叶浪手握邪剑龙魂，心中思绪万千，眉头深深皱在了一起。这一次追杀的危险，远比他上次被魔宗宗主和铁拳豹还要凶险万分。上次好歹还有萧青羽这个剑仙在身旁，而此刻他是孤身一人，以元婴3重的境界去对抗4名合体2重的大修士，这无疑百死无生。然而就在这时，前方他的视线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身姿飘逸的少女，正驾驶着青莲朝他赶来。忘川圣女，叶浪师兄，快上来！忘川圣女一声娇喝，随之眸中闪过一抹惊喜，但下一秒他看到了后方4个合体境的修士，俏脸立即凝重起来。他迅速朝伸出玉臂，拉住叶浪的胳膊，一把将他拽到青莲之上，同时也将快猝死的龙马收进青莲的空间之中。这青莲乃是一件骤阶至宝，不仅能载人飞行，还具备空间储物功能。忘川圣女，你早就在这里等我了。叶浪踩在青莲上，松了一口气后问道：“我发现徐雄霸暗中使坏，便去求我娘，让他帮我开辟了一个虚空隧道。我见叶浪师兄离开的方向是北面，便想赌一把运气，看能不能在这里碰到你，没想到还真被我赌对了呢。”忘川圣女扬了扬下巴，欣喜地笑起来，笑颜就如百花盛开般明艳。哈哈，忘川圣女，你真是机灵啊！这次要没有你，我可能就逃不掉了。叶浪抚了抚额头，多少有些心有余悸。如果不是忘川圣女突然出现，他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被那4人抓住了。被叶浪夸奖，忘川圣女那双狭长的眸子笑眯了起来，乐呵呵道：“嘿嘿，能帮到叶浪师兄，我很开心。”听到这话，叶浪心中不由泛起一阵感动，一时竟是语塞。他与忘川圣女才见了几次面，一点过硬的交情也没有，可对方居然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专程赶来救他，而且还不求回报，这简直就是生命中的天使啊！而遇见一个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女人，无疑是命运给予你最好的馈赠。忘川圣女伸手在叶浪的眼前挥了挥，莞尔一笑，问道：“叶浪师兄，你怎么不说话了？”叶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道：“忘川圣女，我在想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什么问题？能说给我听吗？忘川圣女眼中闪过疑惑之色。嗨嗨，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叶浪看着对方的眼睛，和忘川圣女的视线不由交汇在一起。圣女的眼中立马浮现出一抹惊慌，俏脸霎时红了起来，接着整个脸蛋
耳朵和脖子都染上了一片鲜艳的红晕。感受到叶浪视线中的温度，忘川圣女心脏砰砰的加速跳动，以至于快喘不过气，大脑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她低下头，轻轻咬着嘴唇道：“叶浪师兄，我……”就在这时，叶浪忽然感觉到身后的空气变得炽热起来，温度瞬间疯狂上升。直觉极其敏锐的叶浪几乎是下意识地扑向忘川圣女，将她压在身下。嗖！也就在这一瞬之间，一团炽烈的火球从后方呼啸而来，几乎是擦着二人的头皮飞过。险之又险，忘川圣女心中一颤，随之发出一声惊呼：“糟了，他们追上来了！可他们的速度怎么会变这么快？燃烧精血！他们竟不惜自毁修行大道，通过燃烧精血的手段来提升速度杀我！”叶浪眉头紧锁，这事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合体境修士燃烧精血后，不仅战力会在短时间内飞快提升，速度也会提升数十倍。呵！忘川圣女眼神一凝，迅速站在青莲的前方，双手捏诀。瞬间，二人脚下的青莲速度骤然加快，化作一道轻影飞向天边。然而，却还是在几秒间被那4名合体境修士追上。他们的速度太快了。这时，一道狰狞的声音从后方传来：“圣女，真对不起了，今天你就陪着这小子一起死吧。”叶浪猛然回头，这才发现他们竟然已经追到了100米之内。圣女，不要管我了，你先走，我来替你争取。叶浪的话刚说到一半，忽然停止，因为一股极致的危险感突然从他背后传来。他几乎是闪电般回头，一眼看见正在双掌合十蓄力的中年人。叶浪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便看见中年人掌心处一条火龙骤然喷出，霎时一道足以致命的强大攻击以比声音还要快的速度飞射而来。而攻击的对象竟然不是叶浪，而是忘川圣女。原来他们耗费精血追上来，真正想杀的人是忘川圣女。圣女，小心！闻声回身的忘川圣女完全没有感觉到危险的降临，等她有所察觉的时候，已经根本来不及做出闪躲。她的瞳孔放大，漆黑明亮的眸中转瞬被耀眼的火焰覆盖。下一秒，被飞扑过来的叶浪身体牢牢地遮挡住。砰！火龙结结实实地轰在了叶浪背上。虽然炽热的火焰能被麒麟血脉化解，但合体境强者的凌厉攻击却不是叶浪能承受住的。噗嗤！叶浪的肩膀处破开一个血洞，血花飞溅，5脏6腑险些移位，他差点就见到了太奶。叶浪师兄！忘川圣女的眼睛瞬间泛起水雾，看着叶浪血肉模糊的肩膀，凄厉喊出一声，内心宛若被插进了上万把匕首。跑，快跑！伤口的剧痛令叶浪精神出现了涣散，他脸色苍白，艰难开口道：“不要！哈哈，你们谁都跑不了，都给我死！”为首的中年人见叶浪已经奄奄一息，兴奋地吼叫一声，索性直接落在了青莲之上。轰！死吧！他抬手释放出火焰，狞笑间朝着叶浪轰去。忘川圣女目含水雾，但眼神却是无比坚定，她紧紧抱住叶浪的身体，旋转间将叶浪护在了身后。这一刻，她要用身体替叶浪挡下这道攻击，哪怕他会在这一击下灰飞烟灭。面对死亡，忘川圣女恐惧的紧闭双眼，娇躯本能的颤抖起来，而双臂却是将叶浪抱得越来越紧。然而，意想中的疼痛并非出现，而忘川圣女的耳边突然听见了一道尖利的吼声。啊！怎么会？她睁开双眼，看见了那中年人的胸口，不知何时竟插入了一把漆黑的长剑。死！这时，原本气息奄奄的叶浪猛然低吼，血红的眸中透着一抹疯狂，他全身的剑气尽数而出，以意念操纵龙魂剑斩碎合体境防御，将中年人的身体搅成碎肉。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剩余3人神魂颠倒，他们硬生生止住脚步，不敢登上青莲。大哥，怎么会这样？他一个元婴境怎么能攻破大哥的防御？那把剑，是那把剑的威力。那3人脸色惨白，瞳孔发生剧烈地震，震惊狂吼道。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奄奄一息的叶浪居然能在最后一刻成功反杀一个合体境2重的强者，这已经超乎了世间的定律。圣女，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信我的。下面是火山口，我们跳进去，说不定有一线生机。叶浪强撑着身体，断断续续地说道。方才的那一剑已经耗光了他身体中全部灵力。他先是假装力竭，骗对方与他近距离接触，然后再出其不意地利用龙魂剑将对方斩杀。但是这种招数只能使用1次。等剩下3人回过神后，那他和忘川圣女就真成了待宰的羔羊，只能任人屠戮。好，我相信师兄。忘川圣女用力抱紧叶浪的身体，毫不犹豫地从高空之上一跃而下，而下方
正是令所有忘川圣地修士都闻风丧胆的境地。火山崖，叶浪和忘川圣女就这么跳了下去，那三人完全始料未及。他们不再追赶，而是低头看向万米之下的火山口，下方呈现着一片缓缓流动的红色景象，岩浆翻涌，巨大的熔浆泡接连爆炸，迸发出冲天的火焰。他们疯了吗？下面可是火山崖，里面的火焰乃是天外一火，足以焚杀动虚境强者。他们是怎么赶下去的？别管这些了，反正他们肯定死透透了。我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了，走，回去找大长老领赏。哎，就是可惜大哥死了，那小子真是不简单。一个元婴境杀死了一名合体境修士，若非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要知道，元婴境和合体境之间可是足足差了2个大境界啊！虽然叶浪耍了心机手段，但这也足以说明叶浪的战力已经远超元婴境层面，达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三人的脸上依旧布满深深的后怕之色，有些心有余悸地说道：“如果方才是他们先登上青莲，那么死的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了。”说话间，三人原路返回忘川圣地。别看之前叶浪飞行了数万里，但是他仍然还身处忘川圣地的范围内，而火山崖便是赤霞山脉的最深处。叶浪会让忘川圣女抱着他跳下火山崖，绝不是莽撞之举，而是只有这样才能博得一线生机，因为他有火麒麟血脉，万火不侵。就在二人即将坠入岩浆的那一刻，叶浪的意识变得无比的清醒，他疯狂催动麒麟血脉，一道道火红的赤焰从他体内窜出，将忘川圣女和他自身紧紧包裹。扑通，炽热的岩浆表面泛起一层层涟漪，二人的身体唰的一下落入岩浆之中。忘川圣女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双眼紧闭，不敢睁开，任由耳边的风声呼啸而过。砰！直到身体砸在地上，后背传来剧烈的疼痛感，他才疑惑地睁开双眼。咦，怎么死了还会感觉到疼？我没死。忘川圣女愣了几秒，呆滞的目光中渐渐恢复了一丝神采。我活下去了。死里逃生的刺激简直快要把他爽晕过去。叶浪师兄，我们没死！忘川圣女激动的大喊，却发现叶浪倒在他身旁不远处，没有一丝动静。叶浪师兄，叶浪师兄！忘川圣女歇斯底里的吼道。这一刻，他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整个人的身体因为害怕，因为悲伤而剧烈颤抖起来。他如疯了一般跑向叶浪，跪倒在叶浪的身侧，眼泪如决堤的河坝，很快打湿了他的脸颊。忘川圣女用力地捂住嘴唇，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抑制自己的哭声。叶浪师兄，你醒醒，你醒醒！他用力推搡眼前男人的肩膀，发出一声又一声凄厉的呼喊。他对叶浪早已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愫，先前他一直都想弄懂这是为什么。而就在刚刚，叶浪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替他挡下那致命一击。他终于明白过来，这是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男人。他爱他，但是他现在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这个男人此刻已经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再也无法醒来。泪水模糊了忘川圣女的视线，她哭不出声音，喉咙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而悲痛之中，她完全没发现叶浪的嘴角突然向上翘起了一抹弧度。是的，他没死，刚才只是昏过去了。在他身受重创的那一刻，鬼仙医诀便开始在体内自行运转，修复伤势。叶浪缓缓抬起手掌，轻轻放在眼前少女的脸颊上，替她抹去泪水。别哭了，一点也不好看。正哭得伤心欲绝的忘川圣女，她的脸上忽然多出一抹温暖的触摸。那一刹那，她全身剧颤，一下子瞪大了美眸。在她模糊的视线中，看见了不知何时已经睁开眼的叶浪，心情直接从地狱飞到了天堂。可她哭得更凶了，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抽泣着说道：“叶浪师兄，原来你没死啊？那你为什么刚才不回应我？我都快哭死了。圣女，我也是刚苏醒，早知道你为了我哭得这么伤心，那我就是死了也要从地府跑出来，替你擦干眼角的泪水。你骗人，死人怎么能重新活过来？”忘川圣女伸出小手，很用力地把脸上的泪珠擦掉，十分委屈地撅起嘴巴说道：“怎么不能？如果有一天你为我流泪，哪怕我葬身九幽，也会冲破一切阻碍来到你的身边。”叶浪淡淡地笑道，接着他话锋一转，一本正经道：“要不圣女你亲我几下，就算我给你的补偿了。别哭了，再哭眼睛都要。”叶浪的话音戛然而止，因为有一双柔软温湿的唇瓣印上他的嘴唇，将他的嘴堵住。哇靠，你真亲啊！此刻忘川圣女紧闭双眼，小手绕过叶浪的后脑勺，托起叶浪的脑袋，低头亲吻叶浪轻微跳动的睫毛，显出他此时内心的紧张不安。
叶浪甚至能清晰地听到他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在他的视线中，忘川圣女的那张俏脸已经布满绯色烟霞，她的鼻息缓缓加重，鬼使神差地坐起身子，双手慢慢搂住忘川圣女的腰肢，拥她入怀。忘川圣女的身体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接着便也抱住了叶浪。一直等到舌头有麻木的前兆，忘川圣女才恋恋不舍地松开叶浪，舔了舔嘴唇，媚态尽显。叶浪擦了擦嘴，看着忘川圣女的眼神发生了变化，这也太热情了吧，差点亲嘴亲到嘴抽筋啊！而且看她的样子好像还没有亲够，叶浪心中直呼顶不住，连忙起身道：圣女先别亲了，再亲嘴就秃噜皮了，还是想想怎么离开这里吧。叶浪转头看向四周，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火红的景象，脚下踩的地面四处分布着一簇簇火苗，而头顶上方则是如海般浩瀚的岩浆正缓缓流动漂浮。这里甚至连吹进来的风都是灼热的，空气的温度更是上升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程度，也难怪连动虚境强者都不敢贸然进入。不过对叶浪来说，这里的一切都让他倍感舒适，甚至他觉得这里就是专门为他准备的修炼福地。然而就这时，突然有一道陌生的声音在岩浆滚动的沸声中突兀地响了起来。没想到都几千年过去了，这里竟然还有人能来。两个小娃子，你们是殉情跳下来的吗？什么？火山崖的底下竟然还有活人！听到声音，叶浪瞬间警惕起来，瞳孔下意识收缩，看向声音传来的那个方向。只见在那一片炽热的岩浆中，一个红胡子老头缓缓从岩浆底下冒了出来。没错，他是从上万度的岩浆底部走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叶浪之所以不惧岩浆，是因为身怀鬼仙改造过的最强火麒麟血脉。那这个老者又是为什么能不惧岩浆？敢问前辈大名？叶浪心中警惕，表面仍礼貌地拱手问道。那火胡子老头呵呵一笑，脚踏岩浆，如履平地，缓缓走向叶浪，笑道：小伙子，不要紧张嘛，老夫宇文刚，我要是想对你们出手，那你们早就死了。眼珠子转一圈，叶浪随即满脸崇拜道：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宇文刚前辈啊！晚辈对前辈可是敬仰至极，天天做梦都想亲眼见一次宇文前辈，今天终于得偿所愿了。叶浪的这番话一出，宇文刚和忘川圣女两人都是一愣。宇文刚不自信地摸了摸额头，心中暗自怀疑自己在外界有这么出名吗？忘川圣女拉了拉叶浪的袖袍，小声问道：叶浪师兄，这前辈是谁啊？我哪知道，我随便夸的。叶浪嘴角抽了几下，嗨嗨，那小子，你说你敬仰我，那你说说老夫最擅长什么？宇文刚怀疑地看着叶浪道。叶浪面色如常，极尽恭维道：前辈的威名早已远播四海，各大神通都已达到出神入化、登峰造极之境，晚辈实在佩服。停停停！哼，老夫最讨厌溜须拍马之辈了。你巴巴了半天，老夫到底擅长什么？你倒是说啊！前辈乃是火道宗师，自然最精通火系神通了。我辈修行火道的修士见前辈，就如蜉蝣见前天，井底蛙见月。叶浪肯定地说道。蛙槽！宇文刚惊了，这句话让他微微一震。蜉蝣见青天，井底蛙见月，有点意思哈。很好，够装逼，我喜欢。从前往后，这句话就是我的了。哟呵，原来你真知道老夫啊！宇文刚看向叶浪的眼神顿时变得柔和不少。好，很好，这小子真上道。哇塞，叶浪师兄，你真认识这位前辈啊？忘川圣女一脸惊喜。认识个屁，他能在火山中生活，当然最精通火系了。叶浪继续吹捧对方。宇文前辈，实不相瞒，晚辈自幼苦练火系神通，一直是前辈为偶像，对前辈的敬仰之情绝对真心，可表日月。呵呵，不爱听马屁，那就是没拍进屁眼里。听着叶浪的这些话，宇文刚倒显得害羞起来，手搓着胡子，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哎呀呀，也没有这么厉害了，哈哈哈！老夫的火系神通也就一点点强，天下无敌罢了。说着，宇文刚似乎有些技痒，忽然抬手轰出一击迅猛火龙，直接搅得大片岩浆沸腾，整个火山崖都在剧烈晃动，宛如地震一般。叶浪赞叹地说道：前辈的掌法精妙绝伦，既迅猛刚烈，又不失美感，简直天下无双。除了像前辈这样的绝顶天才能学会外，还有谁能领悟？没有一个。哎，宇文刚看着自己的手掌，叹息一声：你果然是个识货的人。就是因为老夫的掌法领悟难度太高，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找到能继承我一生所学的徒弟。哎，我这一身本领非是绝世天才，无法参透其中奥妙啊。听到这，叶浪的眼中
瞬间迸射出一抹比钻石还要耀眼的亮光。他大喊道：宇文前辈，你可以将神通传给我呀！实不相瞒，我就是你口中的那个绝世天才。你……宇文刚白了叶浪一眼，就是个马屁精。叶浪没有否认，反而认真的点头道：我确实是马屁精，但我修炼的天赋比拍马屁的功夫还要高。如果前辈不信，可以给我几本秘籍，我用实际行动来证明。闻言，宇文刚若有所思，问道：那你说说，火道的极致有多强？火道极致有多强？叶浪微微皱眉，他压根就没见过火道大能施展过神通。这个问题还真是触碰到了他的知识盲区，不过仔细思考一番，没见过难道还不会瞎编吗？叶浪开口道：晚辈以为火道的极致应该是一火出，万物焚。声音不算太大，主要是因为底气不足。只是这话一出，宇文刚整个人愣在了原地。好在的是，他表面上依旧高冷，所以看不出来有太大变化。但实际上，宇文刚的内心早已经翻江倒海。这位火道大佬被叶浪的话给惊到了。他修行火道数千载，打娘胎里就开始玩火，可尽管如此，也不敢说能一火焚尽万物苍生，当然更是从未见过一火出，万物焚，这得有多装逼啊！这个画面他都不敢去想。装逼？太装逼了。很好，好的很。这句话也不错，以后所有权也归老夫了。哎，老夫怎么就没想出过这么装逼的话呢？暗自震惊一番后，宇文刚表面保持镇定，重新看向叶浪，目光中透着几分欣赏。看来这小子和自己是同道中人啊，都是万年不遇的装逼小能手。但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要问世间的逼王是谁，那只能是他，宇文大逼王，而不能是其他人。他不允许有比他还会装逼的人存在。哼，小小年纪竟说些大话，好高骛远，如何能进步？宇文刚开口，语气中透着几分责备。叶浪讪讪一笑，知道他在这位火道大佬面前说这话有些班门弄斧了。前辈，我一时失语，以后不会再说了。宇文刚摇了摇头，也不能不说，年轻人嘛，世界是属于你们的，有点雄心壮志也很正常。不过不要对外界说，而且下次说之前记得先说给老夫听一遍。这么装逼的话，以后怎么能不说？你不说，我怎么积累装逼语录？老夫的逼格还要不要提升了？行了，老夫瞅你小子挺有眼缘的，就教你一招半式吧。学会后，保管你火道之内寻无敌手。听到这话，叶浪心情瞬间激动起来。请前辈赐教。宇文刚也不废话，掌心凝聚出一团小火苗，随之抛向空中。他指着火苗，缓缓道：那我已经将绝世神通融进了这团火焰之中，你好好领悟吧。说完，宇文刚拂袖离开，潇洒如风，心情大好的走路都飘忽忽的，只留下一个懵逼的叶浪。宇文刚脸上洋溢着无法遮掩的笑容。今天真是个好日子，他很开心，不仅听到了久违的马屁，而且还白嫖到2句那么装逼的话，爽了。至于那团小火苗吗？嘿嘿，其实啥也没有，他就是要让叶浪无法领悟，然后他明天再过来，这样就能再次听到让人心情愉快的马屁了。哈哈，更爽了。叶浪愣在原地几秒，带着审视的目光看向那团火苗。就在这时，叮，检测到神级神通炎辉耀日，是否花费200能量点简化？叶浪眨了眨眼，简化成功。炎辉耀日等于泡岩浆，宿主目前能量点530。哈哈，天助我也！叶浪没有犹豫，直接一个大跳，跳入了滚烫的红色岩浆之中，开始修炼。这突然发生的一幕，把一旁安静偷看叶浪的忘川圣女吓出了表情包。她的嘴巴张成 O 型，美眸瞪圆，担忧的大声喊道：叶浪师兄，你快上来，那可是岩浆。圣女放心，我就泡个澡，没事的。什么？用上万度的岩浆泡澡？叶浪师兄，你该不会走火入魔了吧？忘川圣女看着叶浪，一脸紧张。毕竟哪家正常人会想到用岩浆泡澡？我好得很，我马上就能领悟这门神通了。叶浪整个人都进入岩浆中，只露出一颗脑袋，对忘川圣女淡淡的笑道：那你小心一点。看见叶浪的确像没事的样子，忘川圣女稍稍松了一口气，叮嘱道。叶浪闭目仰躺在岩浆中，而他对火道的领悟越发深刻。炎辉耀日熟，炼度加1+1+1。1个时辰后，随着岩浆中的火系元素进入体内，叶浪突兀之间感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赤焰灼热，有一种极致爆裂的感觉。他忽然觉得他的火焰真的可以焚尽万物。叮，炎辉耀日入门。下一秒，叶浪的身体像是打开了一道阀门，
这方天地的火系元素都争先恐后地涌进叶浪的体内，随之整个火山崖的岩浆沸腾。这巨大的动静直接把刚回去睡觉的宇文刚给吓醒了，他急吼吼地冲出洞府，脸上写满了不知所措。咋了吗？咋了吗？宇文前辈，叶浪师兄好像领悟火道了。忘川圣女欣喜地欢呼。宇文刚，你唬我，这也能领悟火道？当我没练过火道吗？宇文刚根本不信。小女娃，做人要诚实，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就能欺骗老夫。他要是能参悟老夫的火道，老夫当场把这些岩浆全喝了。忘川圣女哼道：我才没骗你呢，不信你自己看。看什么？我操！宇文刚本是随意的瞥一眼，但当他看见叶浪身体表面泛起的那一团赤焰以及散发而出的恐怖气息后，他下意识地吼了出来。不对，老夫一定还没睡醒，这是梦。宇文刚使劲揉了揉眼睛后，再定睛一看，叶浪的气息变得更加强大了。有没有搞错？这踏马也行？我不理解。宇文刚整个人陷入了迷茫状态。他很猛，非常的猛。一开始他还以为忘川圣女在吹牛，可现在叶浪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彻底惊呆了宇文刚的认知。炎辉耀日入门的气息，他熟悉得很，绝不会认错。也就是说，叶浪仅用了1个时辰就学会了他最引以为傲的绝学。这世间真有这种绝世天才吗？宇文刚倒吸了3口凉气，他还是觉得自己在做梦，掐了一下大腿，哎呦喂，疼死了！这意味着自己真的没在做梦。而这小子真是一个绝世天才阿可关键是那团火苗中什么也没有，他怎么领悟的？不对，宇文刚眼神突然变得凝重起来。他虽然没有在火苗中留下什么火道感悟，但那火苗却是他用炎辉耀日的法诀捏出来的。难道说叶浪仅凭这个便推理出了炎辉耀日的修行之法，并在1个时辰内练到了入门？这他妈是我吃啊！宇文刚越想越心惊，最后整个身体都不由颤抖了起来。世间怎会有此等妖孽之才？这哪里是火道天才，这是火神转世吧？主要是这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啊，可偏偏还就发生了。而震惊之余，宇文刚剩下的就是酸了，酸的牙差点掉了。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他宇文刚几千年前也是享誉世间的旷世之才，精心研习火道数百年，也不过是将炎辉耀日练到了入门之境。可眼前这小子居然只用1个时辰将炎辉耀日练到入门。抱歉，生而为人，我想重生一次。宇文刚羡慕的面目扭曲，整张脸成了痛苦面具。为什么？老夫风流倜傥，长得这么有男人味，火道天赋却比不过他。为什么？他长得也就比老夫白一点，火道天赋居然如此恐怖。宇文前辈，你怎么哭了？这时忘川圣女凑到宇文刚的身旁，眨着大眼睛好奇地问道。没事，就是风大，岩浆吹进眼里了。宇文刚死撑面子道。将炎辉耀日修行之入门后，叶浪便从岩浆中游了上来，看见宇文刚也在，他当即面露感激，多谢前辈指点，晚辈悟了。你悟个蛋哦！可为了面子，宇文刚脸上挤出一丝勉强的微笑，说道：老夫的苦心你领悟了就好。对了，你施展一下，老夫帮你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直到此刻，宇文刚心中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他要亲眼看着叶浪完整施展一次才肯罢休。好，晚辈献丑了。叶浪深吸一口气，气沉丹田。下一秒，叶浪整个人的气势陡然一变，一瞬间，叶浪收敛一切杂念，脑海中一轮耀日浮现，耳边响起岩浆翻腾之音。不远处，宇文刚瞳孔微缩，不自觉地露出一抹金色。毕竟叶浪这气势看起来的确有那味了，竟比他出手时的逼格还高。此时，叶浪的身体燃起一道耀眼的赤焰，通红的火焰释放着惊人的高温，在剧烈的翻腾着，并且翻腾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剧烈，最后竟形成一轮半径数十米大的灼日。真入门了！宇文刚无比震惊。仅仅是起势，宇文刚便明白叶浪的确掌握了神通，而且是完美掌握。轰！一声巨响，耀日爆裂，大片火红炽热的岩浆之水猛烈冲开，漫天洒下，狂暴至极的火系元素激荡四方。仅一瞬间，前方的空地竟被轰成了虚空。宇文刚彻底傻眼了，愣在原地，震撼到窒息。这威力居然比他当初还要厉害数倍，这简直是怪胎啊！随着演练完炎辉耀日之后，叶浪自己也没想到居然威力这么大，方才那强横的攻击完全超越了元婴境的范畴，甚至叶浪觉得他现在完全可以灭杀一个化神境3重的修士，无敌。不过
叶浪并没有表露喜色，因为他知道他的对手是洞虚境巅峰的强者，是九州大陆修行界的最高峰，是那个轮回圣主。他还需要变得更强。前辈，你看出我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吗？叶浪看着宇文刚问道。远处，宇文刚还处在懵逼状态，没有回过神。宇文前辈，叶浪再次呼喊一声。下一刻，宇文刚回过神来了。嗨嗨，宇文刚轻咳几声，缓解尴尬。他看向叶浪，神色依然平静，但内心还是止不住震惊啊！有没有不足？简直完美！说你是绝世天才，都是在侮辱你啊！可宇文刚不敢夸，这要是说了，他逼格不就降了吗？切记，无论何时何地，逼王只能被别人夸，绝不能夸别人。想到这，宇文刚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道：“一般般吧。”这番话说出来后，宇文刚觉得自己的脸都红了。就这叫一般？那全天下修行火道的修士都可以去死了，都去死得了。但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这样说啊，不然高手的形象没了，以后还怎么愉快的听叶浪拍他的马屁？宇文刚退隐数千年，太久没听到马屁声，以至于叶浪先前恭维他的话，让他深深上瘾到无法自拔。一秒不听，浑身发痒。原来只是一般啊！叶浪叹道：“确实一个时辰才入门，效率低了点。看来我得更加努力修炼才行。”尼玛累个！宇文刚气得咬牙切齿。大家都来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神级神通啊！一个时辰入门，你还嫌慢？那老夫这种钻研数百年才入门的，还要不要活了？但很快，宇文刚眉头一皱，觉得叶浪话里有话，难不成这小子就是在点我？没错，他在装逼。他敢在老夫面前装逼啊？他这是要和老夫打擂台，抢夺我第一逼王的宝座吗？好一个心机 boy 啊！好啊，是你先装起来的，那就别怪老夫拆你台了。宇文刚吹胡子瞪眼，气呼呼地看着叶浪，咬牙切齿。而叶浪十分不理解，这老前辈咋了？怎么跟狗一样看着自己磨牙呢？自己也没做错什么吧？小子，老夫接受你的挑战。哼，你可知老夫为什么一直待在火山崖吗？宇文刚哼道：“不知，但想必以前辈的智慧，一定是发现了其他人无法发现的秘密，晚辈佩服。”叶浪直接一击马屁暴击，他早就看出来了，这前辈就爱听人拍他马屁。说得不错，不错。果然，宇文刚重新大笑起来，摸着胡须道：“其实这火山崖中的火焰来自天外，我称之为上界。而炎辉耀日这门神级神通，就是随这些岩浆而来的。”什么？竟有此事？还得是前辈，哪怕是天外的秘密，也瞒不过前辈的慧眼。叶浪一脸钦佩道：“那是。”宇文刚露出得意的笑容。老夫发现异常后，第一时间便深入火山崖深处。你猜怎么着？老夫发现了一处石壁。什么？石壁？区区天外石壁，如何能难住前辈？以前辈的智慧，只需几眼就一定能识破石壁的玄机吧？叶浪惊呼道：“哈哈哈哈！没错，老夫当然识得。石壁上记载了两门神通，一门便是炎辉耀日，另一门则是身法神通。老夫懒得学，是学不会吧？”叶浪心中吐糟，脑子飞快消化宇文刚说出的信息。炎辉耀日是神级神通，那另一门身法神通必定也是神级神通。如果他能学会，以后再跑路不就方便多了吗？想到这，叶浪拱手道：“前辈乃是火神灵士，神通广大，自然不需要身法型神通。但是晚辈不像前辈这般无敌，嗨嗨，得学一门方面逃跑。前辈能不能？嗨嗨，你懂的。没出息，竟想着跑路。”宇文刚白了叶浪一眼，哼道：“跟我来，那神通老夫都懒得学，你还当得宝，真是没眼看了。那是，晚辈哪里能比得上前辈？在前辈面前，小子就是荧光，而前辈便是9天之上的皓月。”哈哈哈！宇文刚的心情极为愉悦，大笑不止，爽了。在笑声中，宇文刚将叶浪引进他居住的洞府中。走入洞府的深处，一面火红的墙壁出现在叶浪的视线之中。看上一眼，叶浪便深深感受到这面墙壁的不凡气息，不愧是天外来物。石壁中央有一条笔直的细线，将石壁分为了2大部分。右边记载的是炎辉耀日，那左边记载的便是那门身法神通了。定，检测到神级功法神火分身术，是否花费200能2点简化？神火分身术，有点意思。简化，叶浪心中默默说道。简化成功，神火分身术等于喝岩浆。宿主目前能量点330。闻言，叶浪的嘴角不由得一抽。得，
看来这段时间要和岩浆一起过了。好在叶浪有火麒麟血脉，岩浆对他而言就像是水一般平常，否则还真没办法了。小子，你可看出这石壁有何玄机吗？宇文刚装作漫不经心道，实则内心紧张的不得了。毕竟石壁左边记载的神通，他到现在都没瞧明白。要是叶浪领悟了，那他以后面子往哪搁？叶浪淡淡的笑道：“晚辈愚钝，看不明白。看来我与这门神通是无缘了。”闻言，宇文刚眼睛顿时明亮了几分，心中松了一口气，道：“那就好，哈哈哈。”他拍着叶浪的肩膀，说教道：“不过，你也不要太灰心，毕竟你不是老夫，没有老夫逆天的悟性，2大神级神通能领悟其中一种，也很了不起了。好好修炼颜辉耀日，争取100年之内大成，到那时跨一个大境杀敌，都是轻轻松松的事。多谢前辈指教，晚辈这就去修炼。”神通简化成功后，叶浪不想耽误太多时间，拍了几句宇文刚的马屁后，便重新回到岩浆中开始修炼。很快，叶浪发现了一个漏洞，他的身体泡在岩浆中，颜辉耀日的熟练度会提升，而他喝岩浆神火分身术的熟练度会提升，同时修为也如坐火箭般快速提升。岩浆中虽然不含有液态水，但上空浮悬的水蒸气却能助他修炼。也就是说，叶浪只需待在岩浆中泡澡，时不时喝上几口岩浆，便能一举3得。2个时辰后，神火分身术熟练度+1+1，定。神火分身术入门，颜辉耀日熟练度+1+1，颜辉耀日小成，定。修为+1+1+1，恭喜宿主突破，宿主目前修为元婴4重。叶浪缓缓从岩浆中站起身子，从修炼状态中退出，旋即施展神火分身术。下一秒，嗖，整个人化作一团火焰瞬移，速度几乎与化神境巅峰相当。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叶浪惊讶地发现，当他化身火焰时，似乎一切招数神通都无法攻击到他，也就是无法选中。见识到神火分身术的厉害，叶浪也不由被这门神通给惊讶到了。不愧是传说中的神级神通，就是牛逼。虽然现在才入门，火焰形态只能维持10秒钟，但是当神通小成后，时间便能延长至10分钟，大成是半个时辰，圆满便是1个时辰，而达到出神入化境后，就能随心所欲，任意施展，毫无拘束。无疑，这又是战力的一大提升。小子，你干甚去了？刚才啥动静？老夫怎么感知到一股极其玄奥的火道气息？方才觉察到奇怪的气息，宇文刚离开洞府，朝叶浪走来，面露疑惑道。叶浪摆了摆手，笑道：“前辈，没什么事。”“没事，那就我也就将颜辉耀日练到了小成，神火分身术入门了而已。”宇文刚的声音戛然而止，嘴巴还保持着张开的状态，双目呆滞地看着叶浪，久久无语。几秒过后，他掏了掏耳朵，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声音颤抖地问道：“你刚才说什么？”“颜辉耀日小成，神火分身入门。”叶浪简洁明了道。“这绝不可能！”宇文刚双手捂脸，放声尖叫：“你怎么可能这么快？你一定在欺骗老夫，对不对？颜辉耀日也就算了，可神火分身，老夫都没有领悟，你怎会领悟？”说到这，宇文刚忽然住嘴，完蛋，说漏嘴了，逼格掉了。宇文刚心虚地看向叶浪，却是发现叶浪只摇了摇头，然后说道：“宇文前辈，晚辈花费半天的时间才有如此收获，实在惭愧啊！前辈无需安慰我，晚辈都懂。凭前辈的资质，恐怕只要几秒就能领悟，我怎么能和前辈比？”啊！宇文刚愣了，这马屁当真拍得他猝不及防啊！没办法，逼瘾犯了，宇文刚索性也不要脸道：“嗨嗨，你能理解老夫的意思就好。虽然比不上老夫，但还是有点天赋的。切记，一定要安心修炼，不要妄自菲薄。”说到此处，宇文刚双手背在身后，45度仰望天空，逼格十足地说道。叶浪嘴角不由得一抽，这老头夸他几句，他还真装上了。我妄自菲薄个屁！小爷的天赋有多高，难道我自己还能不知道吗？不过为了逗宇文刚开心，叶浪自然地顺着对方说话：“那个啥，你演练一遍，老夫帮你看看有没有问题。”宇文刚说道。倒不是他怀疑叶浪撒谎，而是想亲眼见识一下神火分身的厉害，毕竟他自己都还没学会啊。前辈，请看。叶浪退后几步，嗖，下一秒，火焰缠身，身化赤焰，精纯到极致的火系元素，烧得周围的空间都出现扭曲变形。刹那间，宇文刚愣住了。此刻他心头只剩下了一个想法：强到离谱。
这一招堪称无敌，进可攻，焚杀万物；退可守，无法选中目标，就等于同时开了几跑加免控。宇文刚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叶浪的天赋了，唯一知道的是自己跟他比，简直就是一个废物中的废物。凭什么？自己堂堂一个飞升境的大能，耗费千年光阴都无法领悟，而叶浪一个小小元婴，居然能在半天时间内领悟。还有没有天理了？还有没有王法了？我好酸啊！回过神来，宇文刚酸气冲天，他真没想到叶浪竟然在短短几个时辰内就领悟了神火分身术，他又气又酸啊！10秒过后，火焰消失，叶浪看向宇文刚问道：“前辈，如何？”“一般般吧。”宇文刚轻描淡写道，可内心极其难受，他不想说话了，直接离开，太伤人自尊了。“前辈，你放心，我一定努力修炼，争取有你的1%强。”叶浪大声喊道，而宇文刚差点一个踉跄摔在地上。“有我1%？你是在羞辱我吗？杀人诛心吗？”“好好好，老夫，算了，被怪胎羞辱就算了吧。”宇文刚已经被叶浪惊得再无一丝脾气，而看着宇文刚离开的背影，叶浪嘴角微微上扬，内心笑道：“小样，装逼，我让你飞起来。”“叶浪师兄，你又突破了。”忘川圣女小跑来，他感知不到火道气息，但清楚地察觉到叶浪的修为又提升了一截。“是啊。”叶浪笑着点头，下意识地摸了摸忘川圣女的额头，动作亲昵，这可把圣女激动坏了。忘川圣女傻傻地笑着，宛如小猫般用脑袋蹭了蹭叶浪的手掌。叶浪将接下来的打算说出：“圣女，这是一处宝地，我想在这里修行一段时间，等实力提升了再出去。如果圣女想离开的话。”“不，我想和叶浪师兄在一起。”忘川圣女语气坚定。话落，她忽然脸红起来，随即上前搂住叶浪的腰，然后抬起下巴，目光渴求地看着叶浪，红唇微抿，说不出的娇艳。这是求欢。叶浪心神微微一动，低头吻住了那片湿润的阴唇。波姬，舌尖缠绕，忘川圣女感受到自己的舌头正在被叶浪轻轻咬住，她的身体下意识微微颤抖起来，身子骨更是如棉花般酥软下来，站立不稳，一头倒在了叶浪的怀中。躲在洞府中的某个老头哭得更伤心了。没天理啊！天赋逆天就算了，他还有女朋友，还那么漂亮。宇文刚的心已经凉透透了。同样都是人，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老夫要重开，重开。对了，叶浪师兄，你的马好像出事了。忘川圣女突然想起某事，唤出青莲，将先前收走的龙马放了出来。一眼看去，叶浪的眉头立马皱了起来，因为龙马的生命正在飞速流逝。先前为了摆脱合体境修士的追杀，龙马飞得精疲力竭，甚至最后开始透支生命。如今龙马已是命悬一线。放心，你是为了救我才导致这样，我一定会救活你，并且按照约定帮你提纯血脉。闻声，龙马抬头看向叶浪，眼眸中流露出欣喜之色。血脉提纯。叶浪取出随身携带的银针，迅速扎在龙马身上的几处大穴上。叶浪师兄，原来你还懂医术啊！忘川圣女的眼神稍微恍惚了一下，因为那银针在叶浪的手中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感，就像是长在叶浪手上一般。如果不是医道高深之辈，根本无法做到这种程度。而忘川圣女只是愣神了几秒，可等她回过神来后，却发现龙马的背上已经被扎上了数百根银针。叶浪出针的速度快到了极致，快到了让人根本无法反应过来。忘川圣女呼吸一顿，一阵动容，这实在太快了，而且更是达到了一种惊人的娴熟程度。他曾见过圣地长老施展医术，但与叶浪一比，简直就是云泥之别。叶浪屏气凝神，手中动作不断，等最后一根银针也没入龙马穴位后，开口道：“催动你的血脉。”龙马从鼻子中喷出一口气，配合着叶浪运转血脉之力。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浑身血液沸腾起来，而血脉深处一股可怕的力量似乎正在苏醒，顿时数百根银针之上分别升腾起一缕缕缓缓而逝的黑烟，这是龙马血脉中的杂质。黑烟升腾数分钟之后才完全停止。叶浪在这时忽然伸手，两手齐晃，指若幻影，一瞬间刺在龙马背上数百根银针已全部回到了他的手中。龙马，我已激活你的云龙血脉，你今后便不再是普通的龙马，而是追云龙马。叶浪沉声道。方才他使用医道仙诀记载中的血脉提纯法时，发现龙马体内蕴藏的那一丝龙族血脉正是云龙血脉。云龙的战斗力不强，但速度却是世间的极致，与传说中的金翅大鹏不相上下。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叶浪看着紧闭双眼的龙马问道。龙马从地面缓缓站起，四蹄坚实地踩在大地上，
白色的皮毛更加耀眼，充满神韵，而它的气息正在疯狂上涨。元婴7重，元婴8重，元婴9重，化神境1重。吼！这时追云龙马仰天嘶吼，四蹄生风，冲天而起。因为速度过于快，四周的空间都出现了阵阵涟漪。嘶！忘川圣女和叶浪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二人都没想到追云龙马血脉提升后竟强大到这种地步。照这样下去，追云龙马的境界提升至合体境后，便能直接横渡虚空了啊！什么？这小子还有这等神奇？宇文刚看见这一幕，震惊大吼，再次流下了羡慕的眼泪。他独居火山崖数千年，本来日子过得无比惬意，谁知突然来的一个毛小子，居然把他比得一无是处。他又酸又恨啊！没事，至少老夫境界比他高。宇文刚自我安慰。然而就在这时，火山崖轰的一声剧烈晃动起来，紧接着深埋地下的岩浆疯狂涌起，火系元素开始暴动，几秒间温度上升了数千倍。这是发生了什么？叶浪和宇文刚同时看向火系元素最暴躁的那个方向，只见一颗通红如血的火珠从炽热岩浆中缓缓升腾而起，即使相隔数百米，却仍然能让人感觉到其中蕴藏的强大力量。火凤血珠，这是火凤血珠啊！宇文刚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吼道。他没想到火山崖的下方竟然埋藏着一颗火凤血珠，也就是说千年以前降落九州大陆的天外异火，实际上是一颗价值不可估量的火凤血珠。应该是追云龙马体内的龙族血脉觉醒，使得火凤血珠也随之苏醒。而这颗火凤血珠在宇文刚震惊的吼声中缓缓飘向叶浪，看样子他貌似选择了叶浪。宇文刚彻底傻眼了，看着朝自己飞来的血红色珠子，叶浪试探性的伸手将火凤血珠握在掌心，入手炽热，立即有一股狂暴的力量涌向四肢百骸。呼！叶浪的身上一瞬间升腾起赤红色火焰，火苗足足窜起5米多高，将他的身体完全包裹。与此同时，他全身的毛孔大幅度扩张，灵力更是如狂风下的海浪，剧烈翻腾。叶浪惊喜地发现，他的修为正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疯狂上涨。想到这，叶浪立即收敛心神，专心炼化这枚火凤血珠。宇文前辈，我师兄他没事吧？忘川圣女看着全身被火焰紧紧包裹的叶浪，面露担忧。他好得很，火凤血珠中蕴含惊天的力量，不仅能让他修为飞升，还能将他的火道领悟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小子的运气怎么能这么好？宇文刚羡慕的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地喊道：哇，叶浪师兄真厉害！听完宇文刚的话后，忘川圣女的眼中冒出小星星，看向叶浪的目光中崇拜之意更加明显。半个时辰后，叶浪睁开眼睛，火凤血珠已在他体内被炼化了超过1/1000，而借助火凤血珠，半个时辰内他的境界便完成了连续2次的突破，一举进入到元婴境6重。这等恐怖的突破速度，如果被外界的人知道，他们恐怕直接会被惊晕过去。半个时辰连续突破2个境界，毫无疑问，叶浪此举已经打破了九州大陆的修炼准则。但这还不是他的极限，因为火凤血珠才炼化了1/1000。不敢想象，如果将火凤血珠彻底炼化完，叶浪的境界会提升到一种何等恐怖的地位。这就是天外的宝物吗？果然不同凡响。叶浪暗自感叹一声，旋即继续闭目炼化，提升境界。叶浪保持盘腿而坐的姿势，漂浮在岩浆上空，一动不动。1天过去，3天过去，7天过去，15天过去，10几天等下来，忘川圣女的心情渐渐变得烦躁不安。她每天问宇文刚最多的话就是：叶浪师兄真不会出事吗？这一天，忘川圣女继续问道：宇文前辈，叶浪师兄他快醒了。宇文刚预判了忘川圣女的问题，然后走到叶浪的不远处，沉声道：这小子的气息越来越强大，我估计他能一举突破化神。15天的时间，从元婴4重突破化神境，老夫活了数千年，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怪物，真不是人啊！宇文刚的语气中透着一股深深的震撼和难以置信。就在这时，叶浪猛然睁开了双眼，2束璀璨金光从他双目中射出，直冲云霄。这一刻，他气息大变，元婴6重，元婴7重，元婴8重，元婴9重，化神。你以为到这就停止了吗？不，还在疯狂上升。化神2重，化神3重，化神4重，化神5重，逆天了。即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当真正感受到叶浪气息变化的那一刻，宇文刚还是难掩震惊，两眼圆瞪，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轰隆隆，这时劫雷声响起，火山崖的上空大片黑色结云凝聚，散发可怕的气息。这一异常
迅速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纷纷赶赴而去。其中就有忘川圣地的诸多强者。看着这漫天雷劫，所有人的心中都掀起了惊涛骇浪。难道说有一宝要出世了？走，我们快去看看，说不定能捡到至宝。很快，火山崖的周边聚集了上百人，他们揣着撞大运的心思在火山崖静静等着。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雷劫其实只是夜浪突破化神境的雷劫。轰！雷鸣声响彻云霄，接着一道道数十米粗壮的惊雷狠狠地劈向火山崖内部。火山崖看着眼前的一幕，宇文刚面露惊容。乖乖，这雷劫堪比当年老夫突破洞虚时的雷劫了。这小子真是哪哪都透着古怪。宇文前辈，别说风凉话了，你快出手替夜浪师兄挡一下。忘川圣女紧张无比地说道。放心，有老夫在，这小子不会有事。这雷劫虽然恐怖，但在老夫眼中也就那样吧。宇文刚大手一挥，极为装逼道。轰轰！这时一道道粗壮的雷劫霎时穿过火山崖上空的岩浆。看老夫的！宇文刚伸手打算出手阻拦雷劫，顺便再装个逼。然而就在此刻，雷劫下方的夜浪忽然抬头，瞳孔之中燃烧起赤焰，随之他直接化作一团火焰迎向那劫雷。夜浪师兄，不要！忘川圣女花容失色，尖叫起来。姓叶的小子，你想死啊！宇文刚也震惊地吼道。以化神境的修为，硬抗威力堪比洞虚境的雷劫，这怎么可能做到？但是下一秒，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数十道雷劫像是演戏一般，竟诡异的直接从夜浪化身的火焰中穿过，而夜浪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神火分身术大成！看见这一幕，宇文刚惊声大吼。没有错，确实大成了。也只有神火分身术大成，他才能免疫洞虚境雷劫的攻击。这一刻，宇文刚深深感受到了夜浪的恐怖天赋，可怕，可怕至极。半个月的时间，既突破了一个大境界的修为，又将神级神通修炼大成，这还是人吗？亲眼看着夜浪这一件件逆天的操作，宇文刚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他又酸又气啊！雷劫来得快，去得也快。持续一炷香的时间后，雷劫终于消失，夜浪撤去神火分身术，恢复本体。他握了握拳，感受到了一股非凡的力量。他觉得他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和合体境修士一较高低，而且这还不是他的极限。夜浪将自己的元婴释放出来，400米高大的元婴出现后，顿时周围出现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令人不由心生畏惧。而瞧见这一幕，宇文刚心中更加难受了，内心悲呼：他怎么能这么大啊！百道元婴，容！夜浪看向自己的道婴，低吼道：之前他的道婴只包含掌道和身法道，现在他要将剑道和火道也融入其中，一举成就4道婴，这样他的战力便能提升4倍。夜浪有信心，凭借4道婴再配上2大神级功法，足以轰杀合体3重内的对手。面对合体巅峰，他虽不敌，但依然能从容逃跑，这便是他闭关15天的成果。随着夜浪的低吼，道阴神诀自行运转，2股道运从他体内涌出，缓缓进入道阴之中。他还会道阴神诀，宇文刚彻底傻眼了。他抬头注视着夜浪400米高的元婴，显得无比萧条。宇文前辈，是岩浆又吹进你眼睛里了吗？忘川圣女在为夜浪实力大增感到兴奋的同时，忽然注意到泪流满面的宇文刚，问道：这岩浆有点烫。宇文刚抹了抹眼角的泪花，咬碎后槽牙道：半个时辰过去。轰！突然道阴巨大的灵体猛然一震，随之燃起了红色火焰，同时道阴的手中还出现了一把赤焰形成的巨剑，散发凌厉剑气。4道阴成！呼！夜浪呼出一口浊气，抬手间将道阴收回体内，然后缓缓落至地面。夜浪师兄，你好强！10几天未和夜浪亲热，忘川圣女早已心痒难耐，直接一头扑进夜浪的怀中，脑袋使劲蹭着夜浪的胸膛，像是寻求安慰的小猫。夜浪伸手轻轻抚摸忘川圣女的脑袋，淡淡的笑道：一般般吧。接着他看向宇文刚，郑重道：前辈，多谢你传授我绝世神通，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徒弟，反正我认你是我第3个师傅。嗨嗨，你的资质勉强凑合当我徒弟吧。宇文刚开口，依然显得高人风范，但明面上如此，可心中却难受得很。不，准确点来说，不是难受，是特别难受。自从知道夜浪领悟了炎辉耀日和神火分身术后，宇文刚的心情就没好受过，总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所以说做人不能太攀比啊。不过好在夜浪的态度不错，
让宇文刚心中还留有些许温度。叶浪开口道：“是啊，晚辈资质愚钝，足足用了15天的时间才彻底掌握2大神技，真是惭愧。”听到这话，宇文刚的嘴角不由抽了几下。这叫资质愚钝吗？那我是什么？废物灭！15天的时间，2大神级神通大成，你还想怎样？我修行了几千年，也不过是将炎辉耀日练到了圆满，你半个月就掌握了，你还想怎样？宇文刚心中悲愤不已，莫名之间心情更加难受了。他总觉得叶浪这么说是故意在他面前装逼，可他没有证据。行了，你快走吧，老夫不想再见你了。宇文刚气得感人。叶浪脸上保持微笑，他这么说当然是故意的，因为这个才叫装逼。老前辈，你好好学去吧。嘘嘘。叶浪吹了一声口哨，嗖，随着一股劲风袭来，追云龙马瞬间出现在了叶浪的面前。圣女，我们该出去了。忘川圣女点了点头，说道：“我们失踪了这么多天，娘亲估计担心死了。带本圣女回去，一定要处死那3个恶人。”忘川圣女口中的那3人，便是半个月前追杀叶浪的那3个合体境修士。这件事，叶浪自然没有忘。对待仇人，他信奉的只有一个字：杀。叶浪冷冷地笑道：“圣女，那3人交给我。”叶浪师兄，可他们都是合体境，区合体，蝼蚁罢了。叶浪不屑道：“这小子怎么这么会装逼？”还未走远的宇文刚听到叶浪的话，心中又酸了起来。可不得不承认，这小子的装逼技术的确远在他之上啊。想到这，宇文刚停下脚步，挥手间将一枚红色晶石抛给了叶浪：“看你算我半个徒弟的份上，以后遇见麻烦，捏碎它，老夫出手救你。”接住晶石，叶浪心中不由划过一丝暖流，笑道：“多谢宇文师傅。其实，你的逼格比5层楼都要高。”在叶浪的笑声中，追云龙马腾空而起，鬃毛闪耀雪白的光辉，蹄下隐隐有羽毛拖尾。一瞬间，追云龙马冲破火山崖上方的岩浆，带着叶浪重返外界。有动静了，有动静了！难道一宝要出事了？这一宝是老子的，谁都不许抢！能引发这么大的动静，老夫断言，这一宝至少是羽阶至宝。被雷劫吸引来的众人聚在火山崖的上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片火红的岩浆，内心充满了期待和好奇。突然，缓缓流动的岩浆表面泛起一层层涟漪，在万众瞩目下，一道快到了极致的白色身影嗖的一声从岩浆中飞出。这是什么？好像是一匹马。等等，马背上是不是有人？场中几名合体境的修士凭借惊人的目力勉强看清了这一幕。搞鸡毛啊！顿时他们两眼一黑，彻底傻眼了。等了半天，原来这么大的动静竟然是这2人一马搞出来的，那他们岂不是白白等了这么久？但很快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更让人难以置信的事：火山崖被称为禁地，怎么会有人能从中活着出来？想到这，所有人心头一震，瞪大了双眼，极力想看清马背上坐着的到底是何方神圣。是忘川圣女和那个叶浪，他们居然没死，这不可能啊！这时人群中爆发出了一声极度震惊的吼声。本来叶浪准备驾驭龙马直接返回忘川圣地，但是当听到这声音后，叶浪立即让龙马停了下来。真是冤家路窄！叶浪冷笑一声，他听出了那声音正是半月前追杀他3人中的其中一人。合体2重，搏一搏，应该能灭杀他吧。下一秒，追云龙马原路返回，缓缓降落在人群之前。这一刻，众人都是看清马背上的人，一群人激动地喊道：“圣女，你们都没事，真是太好了！这半个月你去哪里了？害我们担心死了。”“是啊，圣女，这些天我们找你都找疯了，你怎么从火山崖里飞出来了？”几名忠心的长老看见忘川圣女，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面带欣喜道：“圣女快和我们回圣地，圣主这些天都担心死你了。”感谢长老们挂心。忘川圣女礼貌的一笑，接着她目光冰冷下来，视线穿过人群，落在了一直低头不敢说话的那人身上。徐家旁支的一名长老徐成，半月前追杀他的其中一人。徐成见本圣女还活着，是不是很遗憾？忘川圣女冷冷地说道：“圣女，你这是什么话？你能活着，我当然高兴的不行。那个，我先走了。”徐成笑容有些僵硬，他用力挤开人群，看样子是准备逃跑。这时叶浪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双手抱胸，淡淡的笑道：“这就想走了？你们怎么可能从火山崖中活着出来？”看见叶浪，徐成瞳孔收缩，再也控制不住的大吼，表情就像见了鬼一般震惊。“哼，
我能活着出来，我倒想看看你能不能从火山崖中活着出来。叶浪嘴角掀起，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笑话，你以为你从火山崖活着出来就能是老夫对手了吗？合体境的力量是你永远无法想象的。徐成呼吸粗重，狰狞大吼，忽而他身影一闪，手掌泛起赤焰，猛然轰向叶浪。老夫亲手宰了你！住手！徐成，原来是你暗害圣女。徐成的举动，一旁的长老都猝不及防，再加上徐成距离叶浪太近，他们除了发出一声厉喝，根本来不及出手阻拦。叶浪不闪不避，右臂主动抬起，也轰出一击，与徐成硬碰掌法。这个举动让所有人都大惊。什么？硬碰硬？徐成可是有着合体境2重的修为，叶浪这是不想活了吗？砰！掌印互撞，徐成脸上的狞笑还未来得及露出，便已经完全凝固了。从叶浪的掌印中，他感受到了一股丝毫不弱于他的力量。这怎么可能啊！徐成被掌风逼退10几步，反观叶浪站在原地，稳如泰山。这一下，所有人都惊呆了。而在这时，忘川圣地的诸多长老才终于注意到叶浪的境界，一声声带着不可置信的惊呼脱口而出：化神境5重！天哪，这怎么可能？他们上次见叶浪，他才是元婴境啊，而这才半个月过去，居然已经是化神境5重了。这样的速度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逆天。什么？化神境5重？他是化神境5重了？徐成两眼圆瞪，愣在了原地。不可能，这不可能啊！接着，徐成双目赤红，吼道：哪怕你是化神，老夫也能将你灭杀！焚天逐海！怒吼声中，他浑身燃起火红炽热的烈焰，双手汇聚全部灵力，烈焰龙卷风朝叶浪直直的轰去，威力远比徐天施展的强大上千倍不止。但此时的叶浪早已今非昔比。叶浪冷冷地笑道：呵呵，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今天小爷就让你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火系神通。炎会耀日，最后一个字节声落下，随之空气中的水汽被瞬间蒸发，周围的温度也在一瞬之间达到了上千度。圆日状的赤焰高高悬在叶浪的身后，仿如这世间的第2颗太阳。这是……众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一招的威力已经完全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这是世间绝无仅有的一招神级神通。惊吼声此起彼伏的响起，肆虐狂暴的火焰龙卷风忽然停滞了，叶浪像是一块坚硬的石块，面对赤焰巍然不动。那一轮高悬的耀日正把那些火系元素牵引过来，充当爆炸的原料。一抹浓浓的恐惧自徐成的内心深处莫名升起，他害怕了，面对叶浪，他胆怯了。一个合体境2重的大修士，竟然对叶浪产生了恐惧。叶浪双目平静，眼波之中看不见一丝波澜，他嘴唇微张，吐出一字，如最后的审判：爆！轰隆隆，耀日炸裂，积压已久的火系元素犹如冲出牢笼的猛虎，咆哮着摧毁这一片天地。耀眼的火光霎时遮蔽了太阳的光辉，众人下意识闭眼，心中胆寒到了极致。炎辉耀日的攻击范围在一瞬之间覆盖数千里，火焰肆虐，焚杀万物。若非叶浪最后有意控制了一下，那这一招足以灭杀在场所有人。而徐成没有这种待遇，火焰扑面而来，沸腾的岩浆声在他耳边不断嘶吼，而他的眼睛看不见任何景物，蔓延的火焰遮掩了全部视线。没错，他被叶浪轰下了火山崖。扑通，岩浆溅起几点炽热的浪花，转瞬将他吞没。叶浪一击过后，换来的却是无声的寂静。在场众人都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叶浪身后缓缓消失的耀日。传说中的神级神通，所有人做梦都没想到他们能在有生之年见到神级神通。而更令他们震惊的是，这等威力逆天的神通竟然被一个只有20岁的少年掌握。妖孽，不，准确的说是绝世妖孽。他们震撼的几乎昏厥过去。叶浪的天资，他们根本找不出词语能形容。用天才妖孽去形容叶浪，众人都觉得这是对叶浪的一种侮辱。20岁就领悟了一门神级神通，简直创造了9州大陆的历史。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逆天之举。击杀徐成后，叶浪慢慢收敛气息，乐得眉毛的挑在了一起，脸上涌现抑制不住的喜色。他自己也被这招的威力给惊讶到了。他没想到炎辉耀日出神入化后，威力竟然强大到这种地步。叶浪紧了紧拳头，心中爽快无比，他终于变强了。现在他终于不再惧怕合体境的大修士，他可以光明正大地以碾压之势统统灭杀，甚至面对洞虚境的顶级强者，哪怕打不过他也有绝对的自信逃走。轮回圣地
很快你们就会知道得罪我的下场了。叶浪心中冷笑，叶浪师兄，你好帅啊！忘川圣女双手居在胸前，两眼泛起星星，一脸崇拜道。哈哈，叶浪大笑几声，并不反驳。圣女，先回忘川圣地吧，去给忘川圣主报一声平安。追云龙马听到指令，四蹄下生风，一跃数万里，只几个呼吸便载着叶浪和忘川圣女回到了忘川圣地。地面上的众人看着叶浪消失的方向，内心的震惊依然强烈无比。一名合体境长老声音颤抖道：他将会是大陆第一人。呵呵，叶浪这种纵观历史都找不出的绝世天骄，大陆又岂是他修行的终点？另一位长老开口，话中洋溢着浓浓的震撼。对了，你们有没有看出圣女的关系貌似和叶浪很亲密？说不定我们有机会抱上大腿。有道理，走，快回去让圣主将圣女嫁给叶浪。老夫断言，叶浪以后一定是件抢手货。说到这，一群长老立刻急匆匆地离开。忘川圣地，娘，我回来了。才刚进大门，忘川圣女便抑制不住激动，大喊起来：瑶儿，我的女儿，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听见这熟悉的声音，忘川圣主脸上的愁容一扫而空，人妻感十足的脸上出现一抹狂喜。娘，是叶浪师兄救了我，女儿没受任何伤。忘川圣女冲过去，紧紧抱住忘川圣主，泪花闪烁。她和叶浪一同坠入火山崖，那时她真以为自己要死了。如今再次见到自己的娘亲，感受到深深的母爱，忘川圣女不由喜极而泣，哭了出来。都是娘的错，娘没想到徐雄霸现在的胆子竟然大到敢对你下手。忘川圣主心疼地摸了摸圣女的额头，又看向叶浪，感激道：叶浪，谢谢你救下小女。哈哈，叶浪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圣主，其实是圣女救了我，当时要不是圣女及时出现，我恐怕早被徐雄霸的人抓住了。对了，圣主，徐家你打算怎么处理？叶浪问道。如果忘川圣主还不打算与徐家翻脸，那他可得快点收拾东西跑路。虽然他实力大涨，但河动虚境的强者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差距。闻言，忘川圣主纠结地皱起眉毛，无奈至极道：徐雄霸倒好对付，但徐家的那位太上长老，他的实力与我不相上下，再加上圣地的2名洞虚境供奉都偏向徐家，这让我很难办啊。难办？那就都别办了。叶浪心中吐槽道。接着他转身就往外走，边走边说道：那啥，我先溜了，我再回火山崖避避风头。叶浪，你等等！忘川圣主喊住叶浪，其实我一直想让你帮我一个忙。猜到了。叶浪停下脚步，回头看向忘川圣主，说道：如果我能帮上的话，圣主直说就好。我想让你带我去一趟无极城。无极城？叶浪微微一愣，在他的印象中，无极城貌似位于大陆的最南方，四面环海。因为海妖肆虐，所以很少会有修士主动定居在无极城中。他不理解忘川圣主此局想干嘛。听瑶说，你已经猜到他的身世了。她是我和道天魔尊那死鬼生下的女儿。忘川圣主幽怨道：也怪我当时年少无知，被他花言巧语给骗了。这剧情好熟悉啊。花季少女惨被黄毛哄骗，然后生下孩子独自抚养长大。不过圣女这年纪不对啊，忘川圣女比她还小，按理来说应该1000年以前就出生的啊。似乎瞧出叶浪的疑惑，忘川圣主叹息道：我用天玄冰魄冻住了胎盘，直到19年前才解封，让瑶儿出世。嘶，这么狠。叶浪看向忘川圣女，眼中出现一抹心疼之色。这娃的命运也是凄惨啊，小蝌蚪刚找到家的时候就被无情冻到了现在。不过天玄冰魄是一件有价无市的异宝，能够提升胎儿的资质和修为。忘川圣女19岁就已经是元婴2重，倒可以解释通了。圣主，那你让我去无极城又是为何？这二者有联系吗？无极城主曾经受过我和那死鬼的恩惠，他发过誓言，如果我今后遇到麻烦，他会助我一臂之力。我希望你将忘川圣地的情况告诉给他，我和他联手就能彻底铲除徐家。原来是这样，徐家的野心昭然若揭，现在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圣地，能信得过的人只有你一个了。忘川圣主恳求地看向叶浪，叶浪，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帮了。叶浪当即道，毕竟他与忘川圣主算一根绳上的蚂蚱，帮他也就等于帮他自己。我现在就去。娘，我也想去。忘川圣女抱着圣主的胳膊摇晃，娇声道：女大不中留啊，那你也去吧。忘川圣主无奈道：多谢娘亲。忘川圣女举手欢呼，就像是一只开心的小麻雀，蹦蹦跳跳地跟在叶浪屁股后面。
二人坐在追云龙马的背上，叶浪轻轻拍了拍他，说道：“一直往南飞。”嗖，下一秒，追云龙马起飞喽！高空之上，追云龙马踏空而行速度比和体境9重的大修士都快上好几倍。或许只有洞虚境的顶级强者才能追上龙马。叶浪估计，按照追云龙马的速度，最多半天的时间就能横跨半个大陆，抵达无极城。但这时，娇滴滴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叶浪师兄，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歇一晚上啊？”随后就感觉到背后贴过来一具温暖的娇躯，感觉快被压扁了。哼，这是暗示吗？忘川圣女突然从后面抱住叶浪，下巴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纤细的玉臂紧紧环住叶浪的虎腰，贴得严丝合缝。我晚上喜欢睡在床上，他低声道。叶浪抬头看了看暗沉的天空，已是傍晚。那找个旅店住一晚吧。叶浪拍了拍追云龙马的后背，龙马会意，速度放缓，平稳落地，落在一座小城外。很快，叶浪与忘川圣女来到一处旅店。这次叶浪开了2间房，躺在床上，叶浪忽然发现自己很久没有睡过觉了。虽然精神充沛，但他还是选择像个普通人一样睡觉。睡觉，人生的一大美事。可到半夜，他突然惊醒，他察觉到有人站在自己的门口，看气息判断是忘川圣女。深更半夜，对方来做什么？一瞬间，叶浪联想到了2个硬盘的刺激画面，但他并没有出声，静静地躺在床上，直到忘川圣女来到他的床边。他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随即一个温软的身体钻进了他的被窝。这一下子，叶浪瞬间不想睡觉了。他睁开眼，看着怀中的圣女，雪白的肌肤透着粉红，脸颊更是宛如红霞般绯红。圣女你，叶浪师兄，一起睡好不好？忘川圣女语气害羞，但害羞中又带着一丝坚决。说完，她不敢睁开眼睛，鼓起勇气抬起头，嘟起鲜艳的红唇，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叶浪微微一愣，没想到这丫头竟然主动提了出来，这让他好难办哦。待会儿该使用什么姿势呢？哎呀，挺纠结的。看着眼睫毛轻轻颤抖的绝色少女，以及微微翘起的樱桃小嘴，被引动的欲火一下子压不住了。他伸手扶住忘川圣女的香肩，凑上前，低头吻了上去。只感觉触感软糯，像是果冻一般，让人忍不住轻轻舔舐。虽然也不是第一次亲吻，但这种感觉依然具有一种诱人的魔力，让叶浪爱不释嘴。而忘川圣女也紧张且享受地沉浸在这种感觉中，脑袋出现空白，心脏砰砰地跳个不停。而亲吻许久后，却不见叶浪有进一步的动作，他不由微微掀起一点眼缝。瞧见叶浪也是闭着眼睛，只顾着亲，而没有摘花的意思，不由暗怪叶浪一点也不主动。圣女正失落着，忽然感觉到有一双火热的大手不安分地游走着。开始了。忘川圣女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她嗯了一声，声音妩媚入骨。圣女，你想好了吗？我喜欢叶浪师兄，而且我觉得叶浪师兄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叶浪师兄，从你为了救我而放弃自己生命的那一刻起，我心中就认定了今生非你不嫁。忘川圣女毫不犹豫地点头，轻声说道。叶浪微微动容，心中涌出一道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本能的欲望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神圣的庄严。他知道今后这个女孩将是他要用生命守护的存在。圣女，把你胳膊给我。哎呀，不要再叫我圣女了，那喊你什么？我娘喊我什么你就喊我什么呗。叶浪想了想道，乖女儿啊。忘川圣女轻轻叫了一声，她还挺激动的。叶浪笑道，瑶儿，把你胳膊给我。叶浪师兄，你抓我胳膊干嘛？当然是将你捆起来了。说话间，叶浪从床单上扯下一块布料，3下5除2地将忘川圣女的胳膊牢牢捆在床头。瑶儿，这种感觉怎么样？你应该很喜欢吧？叶浪坏笑道。好奇妙。他的眼神透着恳求和兴奋，似乎这个举动激发了他埋在最深处的欲望。叶浪的动作很轻，很温柔。忘川圣女只痛嗯了几秒，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声音之大，使得叶浪不得不布置一个隔音墙。大半夜扰民啊！翌日，叶浪睁开眼，看着怀中脸上带着泪痕的忘川圣女，不禁满意一笑。这段时间的枸杞和腰子可不是白吃的。很快，忘川圣女也醒了过来，她抱住叶浪的腰，脑袋埋在他的颈窝里，鼻子嗅了嗅，叶浪的身上有一股特别的气息。起床嘛。不起，我爱赖床。忘川圣女撅起嘴巴嘟囔道。可你一直抱着我蹭来蹭去，我快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忘川圣女偷瞥了一眼，俏脸绯红，声音柔柔道。
那要不再来一次？睡一觉后，我感觉没那么疼了。等的就是这句话。叶浪翻身压住少女，一阵折腾到下午，二人才穿戴整齐地离开旅店，骑上追云龙马，朝无极城飞去。而无极城的城主梅佐，就是忘川圣主托叶浪前来拜访的对象。南华州南海畔，一处恢宏的城池城门前，大量的修士聚在一起，这些都是想进入无极城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无极城前有一块巨大的石碑，石碑高9丈，为青黑色。此刻正有修士手持刀剑在石碑前劈砍，但纵使他们用尽全力，也难以在石碑上留下痕迹。有砍不动石碑的人想偷偷地溜进城，但却被一名老者提溜着扔了出来。无极城不养闲人，唯有在石碑上留下痕迹之人方可进入。那老者声音淡漠道：快看，那个人是南华州第一天骄许胜天。此时有人惊呼着看向一处方向，只见一个被剑的青年人缓缓朝无极城城门的方向走来。没想到连南华州第一天骄都来了，他也想进入无极城吗？他突破元婴境了。50岁突破元婴，这天赋哪怕去中州也绝对能挤入天才行列吧。在众人的议论声中，许胜天来到了城门口，在听闻进城的条件后，他微微颔首，手指转动，一道剑气从他的指尖激射而出，落在石碑之上。那任由旁人刀劈斧砍都无法出现任何痕迹的石碑，在这一道剑气下浮现出一道剑痕，剑痕3尺，剑气胜人。众人惊呼，看向许胜天的眼神瞬间变得崇敬起来。我能进去了吗？许胜天眼睛看向老者，说道：可以。老者并未多说什么，但就在许胜天即将进城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阵惊呼，接着吼，一道龙鸣之声响起。他不由好奇地转过身去，只见云端之上，雪白龙马踏云而来，冲着无极城门落下。那是化神境的坐骑，好帅的龙马！天哪，这一定是圣地的天骄，咱南华州可没这样牛逼的存在。看到那匹追云龙马，所有人都是瞪大了眼睛，有些羡慕。毕竟在九州大陆内，圣地是最顶尖的势力，不是他们这些出身普通的小修士能比的。好强的剑气！许胜天看向龙马上的那道身影，瞳孔一缩，似乎看到了什么不敢相信的事。这人的剑道竟不在我之下。几秒后，追云龙马缓缓落地，众人看去，发现是一男一女。少女绝美，男的也帅，可为什么那男人看起来这么眼熟呢？那是叶浪，是那个废了轮回圣子的道宗天骄。我去，真是他！哎，我在轮回圣地的通缉榜上看过他的画像，我竟然见到真人了，我要不要去找他要签名啊？要啊，万一他以后无敌了，他的一张签名说不定值上万灵石呢。周围不少人都是议论纷纷，毕竟如今的叶浪可谓声名鹊起，传奇事迹不绝于耳。光凭他废掉轮回圣子，却能潇洒活到现在，这事就让无数普通修士佩服至极。可以说，在座的各位，这件事谁能做到？叶浪简直就是个奇迹。我现在这么出名了。叶浪摸了摸脑袋，然后走向石碑，旋即一指点出，砰！剑气深入石碑。四周众人看着剑痕，再看向叶浪，眼中充斥着浓浓的震惊与不可思议。这，我的天啊！不愧是能废掉轮回圣子的绝世天骄，这么深的剑痕，差点捅穿了石碑啊！城门老者看着叶浪，也不自觉露出几分赞许，果然厉害。小小年纪，不仅是化神境5重，竟然还将剑道练到如此高深境界，你果然如传言中那么妖孽，老夫佩服。你可以进城了，多谢前辈。叶浪微微一笑，在他的感知下，这位看似不起眼的守门老者，居然是一位合体境巅峰的强者。叶浪牵着忘川圣女的小手，刚走几步，突然有一道人影出现，挡在了他的前方。道友，你这是干什么？叶浪眼睛微眯，切磋一下吧，看看谁的剑道更强。许胜天缓缓取下背上的青色长剑，一脸郑重道：你的境界太低了。叶浪摇了摇头，他没想到他也会有机会对别人说出这句话。许胜天的境界才元婴1重，与他相比，天壤之别。许胜天不依不饶，我只比剑道，不比境界。那你出剑吧。叶浪饶有兴致地打量起对方，这是一个剑痴啊。好，许胜天说着，手中的长剑已然出鞘，寒光绽放，数道耀眼的剑气飞出，直奔叶浪而去。短短几息间，许胜天已经挥剑上百次，剑如惊鸿，在空中划过道道残影。不过这些剑气连叶浪随意撑起的护罩都没能轰破，有本事撤掉护盾，同境界比试一下剑法。许胜天喝道：
好啊，叶浪轻笑道。接下来，你可看好这一剑了。叶浪说着，双臂突然伸展开来，自体内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剑意，凌厉无比的剑气将脚下的地砖搅得千疮百孔，漫天的剑气让数百米内的众人呼吸都有些不顺畅。好恐怖的剑气！所有人眼神之中满是惊惧之色，竟然是道宗的羽阶神通天地一剑，他还将其领悟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可怕啊，可怕啊！守门老者眼神凝重，被叶浪震惊。融，叶浪轻声道：“继而剑气融合，汇聚成最终一剑，冲天而起。天地一剑，一时间，天穹之上的太阳都被掩盖住光辉。而后，此一剑携带恢宏的气势，直奔许胜天而去。此刻，许胜天目光所及之处，全是白色的剑气，再无其他。面对这样毁天灭地的一剑，许胜天心中惊骇不已，右手握住长剑，因为过于紧张，手指关节处已经微微发白。他以为自己和叶浪之间的剑道差距并不大，然而事实证明，二人之间是云泥之别，甚至他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不过，能死在如此惊艳的一剑下，许胜天并不后悔。正当许胜天闭眼坦然受死之际，忽然漫天剑气消失。服了不？许胜天下意识的点头。你的剑气太恐怖了。叶浪淡淡的笑道。呵呵，接着练吧。闻言，许胜天低下头，心生惭愧，既叹服叶浪的强大，又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我在他的手上竟然没能撑过一招，而他的确是以元婴一众的境界施展的剑招。现在想来，许胜天仍然觉得不可思议，这才是真正的妖孽啊！许胜天向叶浪拱手抱拳，极为恭敬道：“叶浪师兄，能否请教一下，你平日是如何修行剑道的？”又来，掰树枝掰出来的最强剑气，你信不？看着目光灼灼的许胜天，叶浪只得瞎说道：“无他，坚持而已。”坚持。听到叶浪的话，许胜天眉头深陷在一起，露出了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叶浪师兄是想说，每天都要坚持练剑吗？可每天练多少次剑才能达到叶浪师兄的这种境界呢？胜天不太理解。叶浪张口就说道：“我吗？一天10000次起步，日夜不歇，剑不离手。”厉害！许胜天剧烈动容，看向叶浪的目光更加崇拜。这才是真正的妖孽啊！不仅天赋超人，就连毅力也远比常人强大。一旁的忘川圣女面色古怪，撇了撇嘴，心中想到：从认识你到现在，就没见过你修炼过一次，全是天赋，哪有一点点努力？完蛋，这人要被忽悠瘸了。果然，下一秒，许胜天掷地有声道：“我要向叶浪师兄看齐，我要一天练10000次剑。叶浪师兄，你说，如果我一天练10000次剑，需要多久剑道才能圆满？100年吧。那我一天练20000次剑呢？”许胜天激动道：“300年。怎么会这样？叶浪师兄，那我练30000次剑呢？”叶浪淡淡道：“那一辈子都不行。”许胜天皱起眉头，面露不解：“为什么？你卷你马啊？”叶浪没好气道：“最烦这种卷王了，要是人人都不卷，那生活该有多美好。”许胜天被骂懵了，呆呆地看着叶浪，一下子变得拘谨起来。叶浪咳了咳，说道：“嘿嘿，那个，我没骂你啊，我的意思是，欲速则不达。练剑次数的多少不是关键，重点是你要从中体会剑意，认知到自己不足，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次数。如果你练1次就能领悟，那就不要练10000次；如果你练10000次还是不能领悟，那就不要再练下去了。你大概率是方向找错了，方法用错了，再努力也是白费。多出去走走，多想想自己到底想干什么。要知道，方向大于努力。”叶浪每说一句，许胜天的脸色就越严肃一分。等叶浪说完，许胜天已是满脸凝重，喃喃道：“方向大于努力。”突然，许胜天抬起头，双目之中迸发出兴奋的光芒，激动的声音颤抖：“叶浪师兄，我悟了。”你悟啥了？我瞎说的呀。叶浪心虚的拍了拍许胜天的肩膀：“好样的，你得明白我的苦心就好，加油。”我一定不辜负叶浪师兄今日的教导。许胜天一脸坚定。叶浪笑了笑，转头看向那守门老者，拱手道：“前辈，我受忘川圣主所托，想见一下无极城主，没走前辈。”“哦，是忘川圣主吩咐你来的？”守门老者微微一愣。叶浪点点头：“对了，我这还有一封忘川圣主亲笔写的信，不过只能由无极城主打开阅览。既然这样，那2位请随老夫来。”路上，叶浪了解到，守门老者姓黄，无极城的人都喊他黄老。
曾在一处秘境中遇险，最后被无极城主所救。为报救命之恩，甘愿在无极城当一个守门人。无极城内的街道一片寂静，街道两旁有商铺林立，但却无人看管。这里的一切物品可任由修士按需申领，这让叶浪不由对还未谋面的无极城主产生了几分佩服。敢立下这个规矩，绝对是一个钢铁般的人物。很快，走过一排排街道，叶浪来到无极城中央，进入了一处府邸。城主府。叶浪刚进大门，视线之中便出现了一个身穿黑袍的中年人。中年人长相普通，平平无奇，属于那种扔进人群中也不会引起任何注意的那一类人。但叶浪不敢大意，从他身上，叶浪感受到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压迫感，甚至他有种错觉，面前站着的人比那轮回圣主还要可怕。城主，黄老朝中年人恭敬道，他们是忘川圣主派来的人，这位是鼎鼎大名的道宗天骄叶浪，另一位是忘川圣女。叶浪不错。无极城主赞许地看了眼叶浪，爽朗笑道，刚才城外那道冲天剑气就是你的手笔吧？叶浪拱手笑道，哈哈，晚辈献丑了，请前辈勿怪。无极城主摆了摆手，那道剑气的确强大，看来你是学会了萧剑仙的真传啊。莫师姐让你找我，可有何要事？叶浪取出那封信递给无极城主，接过信，无极城主看了几眼后，脸色突然凝重下来。没想到忘川圣地的内部矛盾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忘川圣主想请前辈去往圣地，助他一臂之力。无极城主摇头叹道，莫师姐早年对我有救命之恩，他此次向我求援，我本应该立刻动身助他除贼，但是现在我走不开啊。这段时间海妖夜夜袭扰无极城，我一离开，无极城必定会被海妖占领，届时整个南华州都会沦为地狱，亿万百姓将失去生命。无极城主整张脸都皱在了一起，纠结无比。叶浪一直在观察无极城主的表情，发现对方的纠结懊悔并不是装的，而是真情实感，这也说明他是真的脱不开身。叶浪刚想开口劝无极城主不要太在意，突然一道急促的警报声响彻天空，无极城主脸色大变，海妖又来入侵了。轰砰，远方传来一声声巨大的海浪拍打岩石的声响。叶浪循声看去，瞳孔猛然收缩，只见漫天海水倒灌，天空忽然间阴沉下来，妖风袭来，妖气森然。无边无际的海水中，密密麻麻的黑点不断涌动，宛如亿万只蚂蚁在爬行。叶浪的目力何其敏锐，他一眼便看清，那些不是弱小的蚂蚁，而是一只只海妖。这是一股极其可怕的力量，足以让任何一个州都陷入劫难之中。这么多，无极城怎么可能守得住？叶浪面色凝重起来。黄老叹息道，你有所不知，我们能撑到现在全靠城主。吼吼吼，海妖发出的暴力吼声如雷鸣般响亮，天边白云碎成柳絮，一下子暗淡无光。梅佐，我看你能挡住我海妖大军几次进攻。小的们，给我冲！尖锐的声音如钢铁摩擦般响起，巨大的黑色八爪鱼在妖物中舞动触角，展露它的威武。洞虚境巅峰的大妖，而在战力方面，一个大妖可以匹敌2个同境界的修士。叶浪彻底惊了，他就跑来送个信，怎么还能遇上洞虚境巅峰的大妖啊？叶浪扭头对忘川圣女道，瑶儿，待会儿跟紧我，情况不对咱就跑。这种情况下，连叶浪都不敢出风头了。面对洞虚境巅峰的大妖，不跑还在等什么？等死吗？记住，逃跑并不可怕。丑东西，有老夫在此，你休想踏上岸边半步。无极城主断喝，全身泛着一层金属光泽，朝着海妖王激射而去。那霸道的气息让沿途的空间都仿佛要炸开，冲在第一线的无数海妖顷刻间被这股力量给压成血雾。本座拦住他，你们去屠了无极城。海妖王对手底下的小妖们吩咐一声，接着那蛟龙般巨大的身体向着无极城主撞了过来。神魔炼体诀，无极城主掐诀，暴喝一声，整个身体变得无比坚硬。轰！悬浮在空中的身体与海妖王撞击后，被他抵着不断后退。海妖王原本幽蓝的眼睛此刻一片赤红。你以为你能挡下我几次？无数冰冷如枪般从空中落下，他毫不掩盖自己的杀机。下方的海水之中同样浪花翻涌，惊骇爆炸的乱流一波又一波的暴起，冲天而起的水柱高达数百丈。趁这个机会，海边环伺的无数海妖奔腾向前，从海面冲上岸边。嗖嗖！此刻居住在无极城中的修士纷纷现身，站在城墙上，手持刀剑迎向那一波波海妖。叶浪、忘川圣女，你们自便，老夫要去帮忙了。黄老话语急促而简单，身影一闪，
朝着岸边战场激射而去。这一刻，叶浪犹豫了。正如无极城主所言，无极城的背后就是南华州。无极城失守，海妖大军顷刻间就会占领南华州，那时南华州的亿万百姓必会被屠戮殆尽。他该退吗？几秒间，叶浪想到了很多，或许会死，但不会后悔。叮，小小海妖，可笑可笑。我乃铁血男儿，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逃跑，能量点加500。战斗，每杀一海妖，能量点加1。呵呵，自然是战斗了。浪涛声裹挟着血腥味扑面而来，叶浪缓缓取出龙魂剑，他望着千米外的海岸，赤红的海水翻腾，海妖的血染红了这片海域。海妖大军步步紧逼，无极城的守军一退再退，已经无路可退。有些人开始逃跑，逃出无极城，逃出南华州。九州大陆这么大，总会找到一处海妖族不敢入侵的地方。叶浪嗅了嗅鼻子，闻到了浓浓的腥味，眉头一皱，真是难闻的味道。他在人潮中逆行，迎风挺进。赤焰在此刻燃烧，先是一团小火苗，随后轰的一声，疯狂朝四面八方蔓延。空气中的温度在这一刻上升了数千倍，水汽被蒸发，海雾被驱散。无极城的守军满脸震撼地看着这一幕，不受控制地为叶浪让开了路。都退开，误伤了别怪我。叶浪大吼一声，举起龙魂剑，在头顶悬停3秒后，猛然插进大地之中。炎辉耀日的领域迅速张开，那是一个表面流动着火焰弧光的球形空间。仅一瞬，狂暴的火焰力量疯狂释放，海妖们体表的鳞片被流动的火光照得流光溢彩。水与火的暴力碰撞一触即发，浪花拍打海岸，溅起无数光点，空气中充斥着震耳欲聋的磨牙声。那是海妖恐惧时下意识的动作，他们疯狂后退，却为时已晚。耀日已经形成，在暗沉的天空中缓缓上升，一束束刺眼的深红色光束刺透妖雾。数以亿吨的海水正被耀日蒸发，海妖那坚硬的鳞片在叶浪这里根本没用。砰！终于，叶浪引爆了耀日，积压已久的狂暴力量彻底没了束缚，以叶浪为中心，肆虐地席卷四面八方。无与伦比的力量和无与伦比的霸道，数不尽的海妖在火海中焚灭，炽热的火焰成了主宰一切的存在。这是什么鬼？高空之上的海妖王惊呼道，硕大的瞳孔瞪大到了极致。无极城主也是呼吸一滞，内心震惊万分。好可怕的神通！化神境的修为施展出来，就能爆发这么恐怖的力量。以后他若是动虚境，这一击天下谁能接住？无极城的守军更是目瞪口呆，身体激动的剧烈颤抖，大吼道：牛逼！太恐怖了，还好我不是海妖，不然就被烤熟了。你们还真别说，现在的空气中确实有一股烤海鲜的味道，真香啊！叮，宿主杀了，本系同属不过来了。算了，直接奖励10万能量点。宿主目前能量点100330，漂亮。叶浪一击过后，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体内灵力也出现空虚。炎辉耀日虽然强大，但需要的灵力太多，目前短时间内叶浪只能施展一次，但这一次也够了残存的海妖纷纷退回深海，不敢再出来。一双双幽蓝的眼睛中充满了恐惧。该死啊！海妖王勃然大怒，分出一只巨大触手，从高空落下，裹挟巨大威势，狠狠地抽向叶浪。无极城主冷喝道：丑东西，你当老夫是摆设吗？说话间，身后浮现一尊神魔之像，一拳轰出，直接轰飞触手。有老夫在这里，你休想动叶浪半根毫毛！该死！若没有这门神通，你又岂是本座的对手？等着，等老夫集结完所有海妖大军，势必踏平无极城，本王还会回来的。海妖王不甘地吼道。见大势已去，他不想浪费时间，说完后直接退进深海之中。见海妖大军退去，无极城主心中松了一口气，从高空落下，来到叶浪的面前，一脸郑重，拱手道：叶浪，我代表无极城向你表示感谢。这次如果没有你，无极城恐怕已经沦为了一片废墟，这恩德老夫没齿难忘。听说你得罪了轮回圣地，如果老夫能活下来，我便亲自去轮回圣地挑战轮回圣主，力保你无事。闻言，叶浪摆了摆手，笑道：多谢城主好意，不过我还从未将轮回圣地放在眼中，他们只是我前进路上的一颗磨刀石，这多半年我会亲自上门拜访。果然霸气，不愧是当时第一天教。叶浪说的这话听得无极城主一阵热血沸腾，拿九州大陆的最强圣地当磨刀石，这份气魄试问有谁敢？而无极城主丝毫不觉得叶浪在吹牛，因为叶浪的妖孽资质和修炼速度配得上这句话。
无极城主看叶浪的目光由欣赏慢慢变成了尊敬，在他看来，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人不是一个画神经的晚辈，而是不久后的九州大陆第一人。想到这，无极城主忽然起了爱才之心，问道：叶浪，你可知神魔炼体诀？神魔炼体诀？叶浪不知，但听名字就知道是绝世神通啊，否则怎敢以神魔为名？而且无极城主与海妖王战斗时使用的就是神魔炼体诀，叶浪看得清清楚楚，竟然能以肉身硬扛妖族肉身，身后的那道神魔之象更是霸气侧漏。难道说……叶浪呼吸微微急促，城主，你打算教我这门神通吗？老夫教不了你，都练几千年了，却刚刚入门。无极城主苦笑着摇了摇头，这门神通是我年轻时游历某处秘境所得，我并不清楚它的来历和品阶，但威力极强，领悟难度也极高。不过我相信凭你的天赋一定能将这门神通发扬光大。说话间，无极城主直接将一本秘籍交给叶浪。叶浪接过秘籍，秘境上赫然是5个大字：神魔炼体诀。听听这名字多么狂拽炫酷吧，不用脑子想，叶浪都知道这绝对是一门神级功法。这本秘籍送你了，全当你刚才出手杀退海妖大军的报酬。无极城主拍了拍叶浪的肩膀，随后一脸郑重地说道：叶浪，带着圣女离开无极城吧，下一次海妖大军来袭，无极城可能就守不住了，麻烦你回去替我向莫师姐道个歉，是我食言了。闻言，叶浪喜悦的心情消失大半，不解地问道：前辈为何不走？按理来说，凭无极城主的修为，天下何处去不得，为什么偏偏要待在无极城，与海妖僵持到现在？我走了，无极城怎么办？南华州又怎么办？无极城主叹息，声音有些凄凉。我在南华州出生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家，哪怕是死，我也不能逃。死在家乡，总比死在外面好。听到这话，叶浪内心动容，不由升起一抹敬佩之意。城主放心，我也不会走。他一脸认真道：在我看来，无极城还有一线生机，只要城主能拖住海妖王，我叶浪有信心一个人挡住所有海妖大军。什么？这番话让周围所有人剧烈动容。这太霸气了，所有人呼吸都开始急促了。人得有多大的气魄才敢说出这句话来？一时间，众人都对叶浪产生崇拜之意。当然，如果是其他人说出，众人肯定1万个不相信，只当对方吹牛。但叶浪说出这话，所有人都没有怀疑，因为就在前不久，他真做到了。那一轮海上耀日，以无上之姿逼退海妖大军，这震撼的一幕，在场所有人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无极城主向叶浪拱手致意：叶浪，我敬佩的人不多，但你算一个，不是因为你的天赋，也不是因为你的实力，而是因为你的责任和担当。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哈哈！无极城主仰天大笑，笑声爽朗。笑声停止后，他对叶浪语重心长道：有你这句话足够了，至少证明我这双眼没看错人。但你还年轻，你未来的路还很长，死在这儿不值当。听我一句话，走吧。闻言，一股暖流缓缓划过叶浪的心田。他当然知道无极城主的好意，但他不会走。他苟，他摆，但绝不会苟且偷生。该轮到他登场时，他会握紧手中的剑。叶浪笑了，声音显得轻松。为了让城主安心，说道：城主，我会见机行事的，一旦情况不对，我便会离开。我的逃跑手段，那才是天下第一。那就好。深夜，叶浪一个人站在院中，他取出神魔炼体诀，借助月光翻看起来。秘籍的边页泛黄，显得十分古旧，流露出古朴的气息。这纸张也是珍贵的宝物，不然也不会保留到现在。打开第一页，秘籍正文前有几行小字：体修之道，可手握日月摘星辰，可肉身横渡九重天，可一拳崩坏天地法。此法领悟圆满，便能内化神灵内脏，真魔之躯，成就神魔之体。然而修行此法，必定要遭受万般苦楚磨练，非等闲之辈可学，唯有大意志、大智慧者方可学会。你准备好了吗？看完这开篇，叶浪内心动容。不是，搞这样牛逼吗？他忽然有种错觉，这门神通比颜辉耀日还要厉害。叶浪深吸一口气，我准备好了，立即简化。定，检测到炼体仙术神魔炼体诀，是否花费10万能量点简化？叶浪懵了，多少？你说多少？狗系统，有种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抢劫啊！宿主没有听错，就是10万。记住，这是一门仙诀。叶浪咬着牙道：简化。
定，简化成功。神魔炼体诀等于挨打。宿主目前能量点330。挨打，还真是炼体啊！叶浪嘴角抽搐了一下，但转念一想，这可是炼体仙术啊！何为仙术？不知道，但是肯定牛逼哄哄。他转身去了忘川圣女的房间。瑶儿，打我！叶浪师兄，可我才是 M。忘川圣女面色古怪道。此刻她膝盖弯曲，半跪在床上，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叶浪，目光中透露着疑惑。叶浪师兄，要惩罚也是你惩罚我呀！嗨，叶浪被狠狠呛了一下，伸手敲了敲圣女的脑袋瓜子，没好气道：“你这脑袋一天天都想些什么？”“想你啊！”忘川圣女甜甜笑道，然后一头钻进叶浪的怀中，用脑袋轻轻地磨蹭叶浪的胸膛，很是亲呢。嘿嘿嘿，叶浪摇头失笑，轻轻抚摸圣女的发丝，内心既好气又好笑。这话真是无法反驳啊！叶浪耐着性子解释道：“瑶儿，我让你打我，并不是你想的那样，而是我要你帮我修炼。你会帮我的，对吧？”忘川圣女仰起头，眼神更加疑惑。“叶浪师兄，你又在骗我吧？哪有挨打就能修炼的？你不用害羞，就算你和我一样有怪癖，我也不会嫌弃你的。”叶浪的额头冒出几条黑线，这他妈还真解释不清了，在那浑圆挺翘的臀上拍了一下。听话。忘川圣女娇躯一颤，像是有一道电流划过全身。叶浪师兄，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工具。啥？还有工具？忘川圣女去拿工具，叶浪坐在床边，他抬手给了自己一巴掌，啪，疼，很疼。但神魔炼体诀并没有提升，也就是说自己打自己没用，只有挨别人的打才能修炼神魔炼体诀。叶浪师兄，我来了哦！就在这时，忘川圣女略显激动的声音传来。叶浪抬头看去，只见他双手背在身后，鬼鬼祟祟的，脸上还充满了兴奋。等等，这好像不太对劲啊！啪啦啪啦，小皮鞭划过空气，留下一连串的响声。忘川圣女既紧张又兴奋地走向叶浪，呼吸微微粗重，那眼神像极了痴汉。叶浪师兄，这是我第一次抽别人，要是疼的话，你记得喊出来啊！叶浪的嘴角不由抽搐几下，心中暗道大事不妙。要不，等等。话还没说完，皮鞭已至，啪！第一鞭抽在了肩膀上，啪啪啪，2、3、4鞭抽在了胸口上。无论是落点还是力度，都掌控得极为精妙。你管这叫不熟？叶浪想喊停，但是忘川圣女貌似上瘾了，抽的一鞭比一鞭狠。靠腰的，叶浪准备制裁这个弄混自己属性的女人。你装什么 S 啊？然而，定，神魔炼体诀熟练度+1+1。算了，看在先决的份上，你尽情抽吧。最后，叶浪还半趴在床上，方便忘川圣女发挥。该说不说，抽着抽着，还真是有些习惯了。小皮鞭的啪啪声，很悦耳啊。另外，这鞭子也不简单，声音抽起来巨响，但落在身上其实并不疼。不错，定，神魔炼体诀入门。随着系统声轻飘飘的响起，在叶浪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宇宙的景象，无边无际，无时无刻不在扩展。在宇宙之中，又有一尊无双神魔出现，抬头注视着星空。这尊神魔气息强大到可怕，有多可怕呢？非常可怕，不可观望，不可直视。即使散发出来的一丝丝气息，都让宇宙轰鸣。而那神魔之躯如同神铁铸造而成，无坚不摧。神魔横立宇宙之中，手握阴阳，脚踩武道，震烁八方。这就是神魔。叶浪心中一惊，旋即开始尝试利用灵石与对方沟通。3秒过后，沟通上了。一瞬间，那尊神魔朝着叶浪的身体疯狂传输力量。叶浪唯一的感觉就是硬，硬如坚石。不仅身体，就连细胞、血液、元婴，人体的任何一个构成都变得坚硬无比。不过令叶浪有些难受的是，太硬了，老是翘起来怎么办？趴在床上的叶浪微微抬起屁股，调整一下姿势后，继续感悟神魔炼体诀。他的脑海中出现大量相关知识。首先，这是一门仙诀，其实很牛逼。入门之境，无惧和体境的攻击；小成之境，无惧动虚境的攻击。至于更高的层次，威力根本想都不敢想。而除了防御力外，攻杀之力也是无与伦比的。施展神魔之象后，可与天地融为一体，凝聚天地之力，一拳一式皆蕴含了天地伟力。将神魔炼体诀练到极致后，
一拳足以碎裂星辰。神魔之体恐怖如斯。体会到神魔炼体诀的强大后，叶浪只恨鞭子抽得不够狠。瑶儿，搞快点，搞快点！啪啪啪啪！神魔炼体诀熟练度+1+1。一夜无眠，清晨的阳光照进屋内，叶浪将八爪鱼一样缠在他身上的忘川圣女推开，从床上爬起来。他的神魔炼体诀已经入门，再挨几碗鞭子，估计就小成了。叶浪伸了个懒腰出门，轰！突然，城主府上空雷声滚滚，大白天打雷，哪个渣男发誓被雷劈了？叶浪施展闪转腾挪，一瞬间来到城主府的演武场。只见一片空地上，无极城主盘腿而坐，那雷劈的就是他。这是什么情况？叶浪对身旁的侍卫问道。叶浪师兄，城主正在修炼神通。城主说，如果能将神魔炼体诀突破小成，他就能战胜海妖王。轰隆！天地之间，一道雷声响起，雷霆之力宛若一把神锤一般，轰击在无极城主的身上。无极城主的身体遭到了恐怖打击，头顶冒起黑烟，身体剧烈抽搐起来。他咬紧牙，大吼道：“雷来！”轰隆隆，一时间几十道天雷劈下。这残忍的一幕看得叶浪心惊胆战。无极城主是个狠人啊！他知道修行神魔炼体诀的方法就是引天雷轰顶，挨天雷劈的越多，就越接近神魔肢体。看着无极城主这么努力，叶浪也被感染了。不行，他要回去挨鞭子了。城主，不要啊！而就在他转身之际，一旁的侍卫突然大吼起来。叶浪猛然回头看去，只见无极城主的身体布满伤痕，摇摇欲坠，体力已经到达极限。正常来说，这时候应该停手，而无极城主却仍然在召唤天雷淬体。他不要命了！轰！天空之中，一道天雷轰然落下，直至无极城主的眉心。无极城主面露惨笑，难道还是不行吗？雷，你劈死我吧！无极城主闭眼，心中不再抱有希望。肆虐的雷鸣声在他耳边响起，如龙如虎般嘶吼，震慑人心。自己被劈死了，果然死人是没有痛觉的。你看，雷声轰轰的，可这雷劈在身上，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无极城主心中惋惜，死得有点憋屈了，枉他英雄一世。哎，但是就在这时，他的耳边响起了一道比雷声更大的吼声，听起来异常愤怒：“你妈的，撤销天雷啊！老子快被劈焦了！”闻言，无极城主猛然睁开眼睛，视线之中出现了一道背影，是叶浪。叶浪站在他的身前，双手展开，就像母鸡护小鸡仔一般，将他牢牢护在身后。而那一道天雷全轰在了叶浪身上，原来不是不疼，而是雷没劈到他。无极城主大惊失色，迅速掐诀撤掉天雷，而后他难以置信地看向叶浪，声音颤抖道：“叶浪，你能抗住这天雷？这雷他都顶不住。”叶浪不过化神境5重，竟然能抵抗这么多道天雷，真假的？无极城主傻眼了。等等，叶浪身上的气息怎么这么熟悉呢？这不正是神魔肢体的气息吗？无极城主剧烈动容，眼中闪过一抹极度的震惊之色，脑瓜紫嗡嗡的，比被雷劈来的都要晕乎，几乎要震惊的晕厥过去。你神魔炼体诀入门了？这怎么可能？卧槽！卧槽！卧槽槽！此刻无极城主的脑子里只剩下了一个声音 WC。 瞧见无极城主一副见了鬼的模样，叶浪出声解释道：“昨晚晚辈闲来无事，练了几下，勉强入门，速度有些慢，让城主见笑了。你他妈说的是人话吗？凡尔赛，变着法子骂我是废物。老子几千年才入门，结果你一夜入门，你还嫌慢。”无极城主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不过这话叶浪还真没说错，如果后半夜他能忍住不和忘川圣女做切磋运动，一晚上的时间的确可以小成。哎，可惜忍不住，扎针多舒服啊，一动起来就再也停不下来。你不是人啊！无极城主面容僵硬，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这是一场梦，但被雷劈的痛感又是那么真实，这就很离谱哈。一夜的时间就达到了他一辈子的高度。一开始无极城主还对传闻中叶浪的天赋有所怀疑，觉得叶浪天赋惊人不假，但远没有传得那么神。可现在看到这一幕后，无极城主只想说一句：传闻的确是假的，这叶浪何止是天才啊，明明是绝世天才。不，这还不足以形容他的天赋，应该是无敌绝世天才。这太离谱了，无极城主这辈子都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而震惊过后，他心底莫名涌现了一抹沉沉的悲伤。
自己练了一辈子的神通，到头来却比不过只练了一夜的人。无极城主的心中悲伤逆流成河。城主，你不舒服吗？怎么脸皮一抽一抽的？叶浪关切地问道。以为无极城主被雷劈伤了。叶浪，你接着练，老夫先回去休息一下。无极城主不想再待在这里了，他现在就想快点离开。他心里好难受，他想一个人静静，他想关上门，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哭一场。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城主，千万不要太勉强自己啊，你刚才的举动实在太危险了。叶浪不放心道。老夫不练了。无极城主头也不回地离开。回到房间，他再也绷不住了，戴上了痛苦面具，心中飘起了漫天雪花。叶浪一夜入门的事比杀了他还要难过。没左啊没左啊，你怎么这么废物啊？3000年，3000年，你修炼了3000年，神魔炼体诀才勉强入门，而人家叶浪才练了一夜却已经入门。到底是你太废物，还是……老夫是废物。无极城主自言自语，疯疯癫癫，这是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丝毫不亚于无极城沦陷，而换做任何人也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试想你几千年的努力，却不如人家一夜的努力，不如就算了吧，人家一夜的成果还比你几千年的苦修更加扎实，更加厉害。这一刻，无极城主嚎啕大哭，撕心裂肺。叶浪是谁生出的怪胎？这都是什么人啊？无极城主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哭泣是什么时候，但这一次的哭泣他将永远记得。就这样，一直到了深夜，无极城的海边多出了一道身影，是无极城主的身影。他一袭黑袍，迎着海风被吹得猎猎作响。海风很冷，却远不及他的心冷。海风吹来深海之中的咸味，却也不及他泪水的咸味。夜晚巡逻的侍卫经过海边时，看到了海边的人影，是城主大人。一个人静静地凝望海面，显得无比萧条。海妖族入侵，城主大人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是啊，焦虑的晚上睡不着觉，一个人跑海边吹风。城主大人真是太辛苦了，如果没有城主大人的坚守，简直无法想象无极城会成为什么样子。城主，我心目中的第一偶像，我将与城主大人共存亡。侍卫的话传进无极城主的耳中，这让他多了几分宽慰，千疮百孔的内心得到了一些修补。是老夫钻牛角尖了。无极城主摇头叹息，他想明白了，他和叶浪不是一类人。人家是万年不遇的天才，人家的终点是遥不可及的万千宇宙，而他呢，他的终点就是无极城。他要守护好无极城，守护好无极城中的百姓，不惜一切代价，这也就够了。想到这，无极城主的心境豁然开朗，甚至境界久违的出现了一丝松动。我要守护好我的世界。另一边，房间内和昨晚一样，叶浪躺在床上，四肢大开，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忘川圣女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套黑色的皮衣皮裤，穿在身上，身材凸显得不要不要的。忘川圣女站在床前，手持小皮鞭，居高临下道：“准备好了。”看着忘川圣女这模样，叶浪微微一愣：“瑶儿，你今晚打扮成这样干嘛？叫主人！”啪嗒，皮鞭声响起，忘川圣女重重地抽在了叶浪身上。叶浪傻眼了，不是，这对吗？不好意思，刚才入戏了。忘川圣女冲叶浪吐了吐舌头。什么？你还真当我是 M 啊？小妮子，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想翻天不是？叶浪脸一黑，今夜换你。他从忘川圣女手中接过皮鞭，指着床道：“趴好。”忘川圣女激动极了。叶浪师兄，人家需要把屁股撅起来吗？叶浪的额头不由浮现几道黑线。他刚想起来，这小妮子就好这一口啊，他这惩罚对他来说就是奖励啊。算了，反正抽着也挺舒服的。啪嗒，啪嗒，鞭子一边接着一边落下。这感觉很不错。可是抽着抽着，叶浪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忘川圣女的脸红了起来，呼吸也有些粗重，而且有那么一会儿，她整个身体全都绷直了，然后像小猫叫春一般叫了起来，整个人都软成了棉花，瘫软在床上。这把叶浪吓了一跳，心想难道自己抽太狠了，伤到对方了？可他昨晚体验过，这鞭子并不会对人造成伤害啊。叶浪丢下鞭子，搂住忘川圣女的肩膀，小心地将她扶了起来。瑶儿，你没事吧？是不是我抽中了？叶浪师兄，我难受。全体防御，放箭。城墙之上，弓弩密布，一根根箭头散发的寒光让人不禁心生畏惧。这些灵弓都是特制的灵器，
对海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随着命令声响起，霎时剑雨漫天，一根根锋利的剑矢射穿海妖的躯体，血腥味混合着雨水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吼吼吼！剑齿吼道：“这次谁都不许退！”随本将冲锋。下一秒，他显化剑齿鲨的本体，数百米庞大的身躯上面布满坚硬的鳞片，冲锋在前，竟挡住了剑雨。该死！这海妖是合体境的大妖，普通攻击根本伤不了他。你们守好城墙，老头子我亲自下去会会他。黄老抽出腰间的长刀，刀身是鱼骨刺的形状，刀锋凌厉，气息不凡。这是一件红阶宝剑，算是品阶不凡的法宝了。黄老一跃而下，朝着剑齿鲨当头劈下。吭！一道金属声相撞的声音在双方吼杀声中响起，但转瞬又被淹没。鱼骨刀劈在剑齿头顶的正上方，巨大的反震力震得黄老虎口一痛，身形暴退数十米。该死！老夫的刀居然伤不了你！嘿嘿，你是在瞧不起我的肉身吗？想破我的鳞片，只有洞虚境的强者才拥有这种力量。老东西，你瘦巴巴的，肉想必很有味道吧？看沙爷一口吞了你！哈哈！剑齿不屑大笑，你这鳞片，我看未必吧。这时，叶浪跳下城墙，按住黄老的肩膀，道：“前辈，让我来吧。我说过，我会一人击退所有海妖大军。这话我不是在吹牛，而是我真的可以。”说话间，叶浪一人走向海妖大军，他看向剑齿，冷冷道：“你敢让我劈一剑吗？”你，不行不行，你太强了，我不敢让你劈。不过你也不要嚣张，我们有几十万大军，你一个人就想挡在我们所有？你以为你是谁？你仙人下凡吗？叶浪笑了，声音有些冷，道：“是吗？那我可就要试试了。”炎辉耀日，叶浪面对汹涌而来的海妖大军，展开双臂，就像是一个献祭者，但他不是，他是一个审判者。那4个字是他对海妖大军下达的死亡命令。无数道火系元素朝他汇聚而来，炽热无比。一轮赤红发亮的圆日缓缓从海面升起，周围的温度瞬间升高了上万度。此刻就连海风也散发着灼热的气息。无极城的守军纷纷朝后方暴退，以免被这极强的一招波及。他们见识过这轮耀日爆炸的威力，就像是神灵天谴惩罚人间。叶浪站在耀日的正下方，前方是深海，他耳边却响起岩浆翻腾的声音，那是炼狱之魔的狰狞咆哮。他站在火焰中，极端沉静，如火神临世。所有人都下意识屏住了呼吸，等待着那一道响彻云霄的轰鸣声。耀日储存的能量已近饱和，但叶浪并不急着引爆，他信步前行，一步数千米，朝着深海漫步而去。那一轮耀日紧紧跟随，火焰烧进了海洋，蓝色与红色交相辉映，照亮了半边天。凡是触及耀日边缘的海妖，转瞬化成雪白的灰烬，被海浪淹没。此刻的叶浪就像是行走人间的死神，随心所欲地焚杀世间的一切生灵。海水不断蒸发，海妖大军在这股死亡萦绕的领域下一退再退，他们的瞳孔倒映出烈焰，体内的水分仿佛都被抽干，剑齿和金枪汗如雨下，庞大的身躯颤抖不止。终于，他们再也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大叫一声：“逃啊！”说完，这2位大妖再次带头逃跑，慌不择路，逃回深海。其余的海妖也猛然惊觉，纷纷转身就跑。高空之上的海妖王看见这一幕，气得差点没吐出一口血来。废物，都是废物！他分出2根100米长的巨大触手，狠狠抽向叶浪。叶浪不躲不闪，巍然不动。爆！他声如巨龙，咆哮起来。早已吸够能量的耀日终于等到了这一声命令，他的吼声比他的主人更加狂暴。他不再压抑，他要焚杀万物。轰的一声巨响，耀日如烟花般炸裂，无数火星流萤漫天洒下，轰向深海。大片的海浪翻涌，溅起的不再是水花，而是岩浆。此刻的深海仿佛成了岩浆炼狱，被烤熟的海妖尸体从海洋深处飘上了海面。哪怕他们躲进深海也没用，因为深海也无法阻挡耀日的攻击。这怎么可能？他是怪物吗？海妖王彻底被惊呆了，瞳孔猛然放大，看着叶浪，上百只触手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一人一击，真杀进了海妖大军。这种攻击已经超越了他的认知。海妖王身为洞虚境巅峰的大妖，虽然也能做到，但远不及叶浪这般干脆利落。一击啊，几十万的海妖大军就这么没了。哪怕是几十万头猪站着让你杀，你也得杀上1天1夜吧。仙法，这是仙法。海妖王心中震惊，认定了这是仙法。其实不然，炎辉耀日只是神级神通，远没达到仙诀的程度。而威力之所以这么强，全因叶浪已经将其领悟到了极致。
再搭配上4道阴的战力加成，这才爆发出了恐怖的杀伤力。而且炎辉耀日本就是范围伤害，就论杀伤力而言，也只能灭杀合体境以下的海妖。如果叶浪将耀日轰向海妖王这个洞虚境大妖，可能只会造成轻伤，连重伤都谈不上。一击过后，叶浪体内的灵力再度空虚，他毕竟才华神境5重，能完整施展出一次已经是极限了。趁众人震惊之际，叶浪正慢慢的从深海中往回后退。叶浪面色如常，心中却忍不住暗骂：妈的，杀机动了，怎么跑到深海正中央了？万一有几个大妖还没死透，自己不就完蛋了？快溜！但让叶浪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高空上的海妖王突然大吼道：他没灵力了，还有活着的没？上啊！剑齿、金枪，大王，我俩跑得快，还没死透。这时海面上露出了2个头，那你们还在等什么？杀了他！上啊！大王，我们不敢。废物，他都没有灵力了，你们怕啥？你们不上，本王就杀了你们！叶浪，快回去，我帮你打掩护。无极城主吼道。说话间，他唤出神魔之象，一拳轰向深海。砰！然而拳印刚出，就被几道触手给截停下来。老东西，本王还在呢！叶浪，快跑！叶浪脚步加快，朝着岸边狂奔。剑齿和金枪相视一眼，点了点头后，朝着叶浪追去。小子，你在嚣张啊！杀了我那么多手下，你杀爷今天就要活吞了你！在深海之中，剑齿和金枪的速度很快，眨眼间追上叶浪。他们化作人形，催动妖力，向着叶浪迅速杀了过来。真当小爷好欺负是吧？叶浪脸色一冷，立刻拿出了自己的龙魂剑，转过身去，一剑劈向了冲在最前面的金枪。此刻的他体内灵力的确匮乏，但并不代表没有。同样的，他施展不了炎辉耀日，也并不代表他没有其他的手段。出神入化的剑意，再搭配上羽阶至宝，请问阁下如何抵挡？叶浪一剑劈砍了出去，那金枪显然没有把灵力透支的叶浪当一回事。面对这平平无奇的一剑，他不躲不闪，任由那一剑刺在自己身上。哼哼，我的防御那可是强到爆表的。然而下一秒，他却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只见叶浪手中的那把龙魂剑轻而易举的便刺穿了他的胸膛。你怎么能破我的防？金枪很震惊，震惊到都忘记自己的胸口还插着一把剑，鲜血噗呲噗呲的往外冒。可叶浪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用力一脚将对方的五脏六腑全部给搅碎了。下辈子见到我注意点！干脆利落的干掉了金枪后，叶浪扭头看向另一个剑齿。那个剑齿震惊的看着这一幕，而后双眼微眯，毫不犹豫的对着叶浪跪了下去。扑通！大侠，您看小鱼跪的标准吗？剑齿毫无大妖包袱，一脸谄媚的跪在了海边，朝着叶浪拜了拜。叶浪愣住了，海妖王、无极城主傻眼了，无极城的所有守军集体蒙圈了。这是什么情况？挺利索的。叶浪下意识道。剑齿赶紧拱手再拜。大侠，给我一次机会。怎么给你机会？剑齿苦笑一声，脸上写满了无奈。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条好鱼。实不相瞒，大侠刚刚的那番话说到我心坎中去了。海妖王就是个傻逼，放着好好的南海不带，非要上岸干嘛？我们是鱼类啊，哪有鱼类跑岸上生活的？我数次都想弃岸投明，但奈何没有门道。好在这次我抓住了机会。大侠饶命啊！我剑齿一直是身在妖营，心在大侠这儿。剑齿重重的叩拜着，肥胖的脸上肃然起敬，看起来要多认真就有多认真。别看他外表憨，脑子机灵着呢。逃跑，他跑得了吗？搏一搏，搏得过谁啊？再说叶浪这持剑而立的身影，一看就是妥妥的天命之子，未来的大主宰。海妖王那没脑子的货怎么能是人家的对手？几秒钟的深思熟虑下，他选择重新站队。剑齿，你个怂货，到底在做些什么？给本王站起来，否则定你死罪！海妖王看着剑齿的行为，忍不住尖声咆哮了起来，彻底失去海王的风度。他心中升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面对海妖王的咆哮，剑齿装作没听见，只是将头抵在地上，保持磕头状。叶浪眉头一皱，目光看向高空上的无极城主。无极城主微微点头，示意可以收下他。路走宽了。既然这样，叶浪刚开口，忽然感觉到耳边刮过的风变得迅猛起来。他猛然抬头，只见一根粗大的黑色触手从高空上猛地朝他砸下。给本王死！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容不得叶浪思考。他手握龙魂，高举双臂，对着落下的那根触手狠狠一剑劈去。吭！
剑身落在触手上，就像劈在了坚不可摧的陨石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触手稍稍停顿一下，紧接着继续往前，轰的一声砸向叶浪。他的肌肤在此刻裂开，一瞬间鲜血流满了全身。再来啊！叶浪紧咬牙关，死死瞪着海妖王，半步不退，应接对方的攻击，硬生生将触手逼停。那凌厉的眼神让海妖王竟是心头一跳。叮！宿主被挨打出了暴击，神魔炼体绝熟练度加9999，神魔炼体绝小成。天不亡我！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叶浪欣喜若狂。本王不信杀不死你！海妖王彻底怒了，竟舍弃了无极城主，俯身杀向叶浪。空中悬浮的数百道触手狠狠地朝叶浪砸去，哪怕不要无极城，本王也要将你碎尸万段。霎时，妖威滚滚而来，叶浪周遭的空间都被震塌，数百只触手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下包围了叶浪，每一只都携带了万钧之力，每一下仿佛都可以轰灭高山。这种程度的攻击，简直比他和无极城主战斗时还要强大。这是真被气急眼了！救命啊！大侠，你快召唤太阳，让光来制裁这只八爪鱼！剑齿的牙齿打颤，脚步飞快地躲在叶浪的身后，面对海妖王的攻击，瑟瑟发抖。叶浪，快躲开！无极城主大吼，俯身向下，急速冲去，想阻拦海妖王，甚至他想用自己的身体去替叶浪挡住这一击，但是以他的速度却根本来不及。一下子，无极城的守军集体屏息，满眼担忧，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甚至还有人闭上了眼睛，不忍去看接下来叶浪的惨状。但叶浪并没有被拍死，就在触手快要接近叶浪时，叶浪缓缓抬起了左手，霎时他的身体绽放出璀璨无比的光芒，紧接着神魔之像出现在了叶浪身后，这巨影有无穷之大，仿佛一吞一吐之间便可毁灭天地。他的眼神极为恐怖，光是看一眼都会让人魔怔。随着神魔之像出现，海妖王落下的威压顿时荡然无存，那些触手被抓在手中，就如一扯就断的面条般，在神魔手中直接断裂。什么？啊！触手被扯断，海妖王发出了一道凄厉至极的嚎叫声，响彻海面。神魔炼体绝小成！无极城主瞪大了眼睛，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2天的时间，他竟然将神魔炼体诀修炼到了小成，这怎么可能啊？这一刻，无极城主的心中骇然无比，这比叶浪一招屠尽海妖大军更让他觉得难以置信。现在攻守一行了。叶浪笑了，声音有些冷，道：神魔之象，给我轰！他握紧拳头，隔空朝着海妖王一拳轰杀而去。刹那间，以叶浪为中心，周围数千里的灵气风了一般涌来，天穹之上，灵气漩涡凝聚，叶浪周围凝聚灵气风暴，如同龙卷风一般席卷着海量的灵气。这些灵气如同汪洋大海一般涌入神魔虚影之中，这尊神魔仿佛活了过来，散发出恐怖的气息，充斥这片天地。神魔举拳模仿着叶浪的动作，一拳轰向海妖王，时间仿佛被冻结，海妖王直接被困在了原地。这不可能，你一个化神境怎么能爆发这么强大的力量？海妖王眼中已满是惊慌，身体不断颤抖。完了！这一刻，海妖王心中几乎绝望。轰！刹那间，天地震动，整个天地都为之色变，天空忽明忽暗，在神魔之威下，天穹震颤，大地颤抖。仙诀，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多的仙诀？看到这一幕，海妖王身体猛地一颤，眼神中充满了绝望。面对仙诀，他的心中提不起半分战意。虽然他的境界比叶浪高2个大境界，但是仙诀中带了一个仙字，那便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修炼了仙诀还不能跨越2个大境杀敌，那仙诀的多垃圾啊！我闪！海妖王暴喝一声，急速朝深海逃去，闪避那惊天一拳。想走？哼，逃得了吗？给爷死！叶浪咬着牙，气息猛地一震，那神魔气息瞬间朝着四周席卷开来。轰！神魔威压瞬间将海妖王笼罩，海妖王脸色巨变，眼中充满了绝望，身体已然是动弹不得。而那从天而降、撕裂空间杀至的一拳，裹挟煌煌天威，轰然砸向海妖王。砰！下一刻，海妖王那庞大的身体被一抹耀眼的拳芒笼罩。啊啊啊！本王不甘啊！惨叫之声不断从其中传来，海妖王的气息越来越弱，直到最后彻底湮灭。深海之上，一大片的面积被轰出了虚空，海水蒸发，海岸线倒退数千米，周围充满了死气。海面上那海妖王的尸体
已经是四分五裂，神魂消散，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这位叱咤南海数千年的大妖王，可能做梦都无法想到，他的结局会是这样。他会死在一个化神境的手中，他会死在无上仙诀之下，愿下辈子不会再遇见叶浪。这小子，他开挂啊，好强大，太强大了！我日，怎么能这么强大啊？无极城主震惊大吼，激动得浑身颤抖。能以化神境的修为轰杀一位洞虚境巅峰的大妖，这放眼整个大陆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接着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内心十分不解，万分不解。明明都是同一门神通，威力的差距怎么那么大呢？难道他修的是盗版？叶浪牛逼，太强了！你拯救了无极城，帅爆了，简直比城主还要帅！无极城的众人纷纷开始大声喝彩，看向叶浪的目光中充满了崇拜、感激和敬畏。大侠牛逼啊！剑齿已经躲到了城墙之上，兴奋地大声喊道：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但我赌对了。叶浪大侠，哦不，叶浪主人，我选择你，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决定了。哈哈哈哈！天空重新恢复了平静，那一尊横立天穹的神魔之像渐渐地开始消散。叶浪脸色有些苍白，衣袍上的鲜血已经风干，灵力透支外加先前受的伤，让他情况很不好，就连运转鬼仙一诀都无法缓解体内的伤势。毕竟他先前应接了洞虚境巅峰妖王的一击，所受的内伤极为严重。叶浪师兄，忘川圣女从城墙上飞快跑来，紧紧抱住叶浪的身体，你还好吗？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瑶儿，我需要疗伤，给我找些好一点的疗伤丹。说完，他再也坚持不住，倒了下去。真软啊，可千万别被我压扁了。这是叶浪失去意识前的最后念头。叶浪师兄，忘川圣女扶住叶浪，美眸中闪过一抹紧张。快将他扶回城主府，老夫那儿有丹王山的疗伤宝丹。这时无极城主飞来，神情凝重地看了一眼叶浪，说道：好。城主府。忘川圣女将叶浪背到了一间卧室之中，屋内还有放好热水的大木桶。忘川圣女小心翼翼地将叶浪身体抬起，为他脱去衣服。看着叶浪身体之上的伤口，胸膛凹陷，肌肤皲裂，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顿时泪如雨下，眼泪犹如决堤的洪水，很快打湿了他的整张脸颊。他恨不得替叶浪去承受这种痛苦。叶浪师兄，你一定会没事的。旋即忘川圣女深吸一口气，拿起一旁的毛巾，用温水打湿，开始擦拭叶浪身上的污血。忘川圣女擦得极为用心，每一处都没有放过。期间她害怕叶浪的某处也裂开了，特意翻开仔细检查一番，发现只是有些软，并无其他大碍，这才放下心来。过了一会儿，忘川圣女已是将叶浪的身体擦拭得干干净净。咚咚咚，此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忘川圣女给叶浪盖上被子，看向房门道：可以进来了。无极城主和黄老推门而入。圣女，我这有一枚羽阶回天丹，你快给叶浪服用。无极城主将手中的玉瓶递给忘川圣女，打开玉瓶，一股浓郁的药香味顿时弥漫房间。一颗珠圆玉润的绿色药丹静静地躺在瓶底。丹药，你一定要救回叶浪师兄啊，我求你了。忘川圣女对着丹药拜了3拜，旋即玉手掰开叶浪的嘴，将回天丹给塞了进去。这丹药即使不能直接治好叶浪的全部伤势，但保住他的性命应该无忧。圣女，你照顾好叶浪，老夫这就去一趟丹王山，看能不能多求几颗回天丹来。城主，等等。这时忘川圣女喊道，她从怀中取出一枚蓝色令牌，这是我忘川圣地的令牌，你拿去，如果丹王山愿意几回天丹，就算我们圣地欠他们一个人情。圣女放心，如果他们敢不给，那老夫就直接抢，全给抢来。无极城主哼道，拜托城主了。当回天丹进入了叶浪体内后，药效开始发挥作用，只见叶浪身上的伤痕渐渐地开始恢复。这时叮，检测到羽阶丹药回天丹，宿主是否花费100能量点简化。咦，原本宿主已经昏过去了，那本系统做主了，免费帮你简化了。简化成功，回天丹等于大日丸。回天丹进入了叶浪的身体后，几秒钟过去，只见叶浪的气息渐渐稳定下来，原本凹陷的胸膛竟在此刻恢复如初，破裂的肌肤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缝合。看到这一幕，忘川圣女心中松了一口气，这说明回天丹对叶浪的伤势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时间流逝，叶浪身上的伤已经好了一大半，看来他性命无忧了。现在只等城主要来回天丹，让叶浪再吞服一颗。
接着休养几个月，伤势就能彻底康复，而且也不会留下任何的隐患。一直守在门口的黄老看见叶浪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开口道。这时叶浪陡然睁开了眼睛，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嘶嘶，好痛！可下一秒他便龇牙咧嘴起来，身体更感觉像是散架了一般，特别的痛。叶浪师兄，你快躺下，你的伤还没痊愈，不能乱动。忘川圣女面露欣喜，她上半身前倾，扶着叶浪的肩膀，将叶浪的身体小心翼翼地再次放平。哦，瑶儿，无极城主呢？叶浪躺好后问道。城主去找回天丹了。叶浪师兄，这次多亏有回天丹，不然你的伤势还好不了。回天丹，宿主简化完了，回天丹等于大日丸，多吃点，保管你身体硬邦邦的。闻言，叶浪眼中闪过一抹惊愕，旋即歪头看向门口的黄老，询问道：黄老，你听说过大日丸吗？黄老面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你问这个做甚？我突然想起有一个朋友，拜托我问一下，他说他想试试。叶浪留了个心眼子，万一这丹药不正经，他至少能保住一世英名。机智，是吗？那你可得告诫一下你那朋友，大日丸虽然能让男人一夜金枪不倒，但吃多了会导致元阳大损，到老很有可能一蹶不振。男人嘛，切忌量力而行，不要往死了更。叶浪听完脸色一黑，卧槽，修仙牌伟哥，还好他说了是帮朋友问的。接着他与黄老又闲聊了一会儿，便打发黄老回去休息了。待门关紧后，叶浪轻轻握住忘川圣女的玉手，说道：瑶儿，去帮我买一罐大日丸。啊！忘川圣女的嘴巴直接张成了 O 字形，俏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叶浪师兄，刚刚黄老不都说了吗？大日丸不能吃太多，而且叶浪师兄你也根本不用吃，我很满意你。叶浪百口莫辩，心中欲哭无泪。他没办法啊，他必须要吃啊，不然这伤还要不要好了。他笑容僵硬，摸了摸忘川圣女的额头，道：乖，偷偷买一罐，不要让人发现。好吧。忘川圣女拒绝不了叶浪的吩咐，脸色通红地跑出房间，像受惊的兔子一样，一路上更是警惕到了极点。为此他还特意蒙上了一层面纱，看不见我。无极城的最东边某个药店，忘川圣女在踏入店门前，小脑袋四下望了望，见无人注意她，这才稍稍安心地走进药店。你好，有大日丸吗？忘川圣女紧张的说话都结巴。太羞耻了，大日丸。伙计愣了一下，随即眼神古怪地看了忘川圣女一眼。一个女人要这个干什么？难道是哪家公子哥身子不行了，又不好意思出面，所以派了一个丫鬟来买药？想到这，伙计贴心道：有的，除了大日丸，我们这还有十全大补丸，不仅药效更猛，副作用也小一点，姑娘要不要也买点？每样都来，20粒吧。我去，得虚成啥样？至于这么补吗？一般喂给肿瘤吃，一次也就3粒。我去给你拿。说着，伙计从柜台下拿出2大瓶药丸，一共是30两白银。给你。忘川圣女不敢久待，将那2瓶药揣进怀里后，急匆匆地跑开。姑娘，你给的是零食啊？伙计看着柜台上的30颗零食，直接看傻了眼。这也太好了吧！回到城主府，忘川圣女取下面纱，低头看着手中的药丸，心脏不由加快跳动起来，脑海中开始浮想联翩。叶浪师兄平日里不吃药，他都快受不住了，现在吃了这些药丸，那他岂不是要被……不行！忘川圣女甩了甩脑袋，这些药丸吃多了会伤身体，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劝叶浪。忘川圣女推开房门，看到叶浪正依靠在床上，慢慢走了过去。瑶儿，大日丸呢？快给我！叶浪迫不及待道。叶浪师兄，你还年轻，我觉得还是要节制一下，大不了我以后不压榨你了。忘川圣女脸颊变得通红，叶浪嘴角抽搐了一下。瑶儿，你真误会我了，算了，你先把药给我，我吃1颗你就明白了。啊，叶浪师兄，你现在就要吃？可你的伤还没好，你都动不了。忘川圣女被吓了一跳，都动不了了，还想动？那只能是他动啊，可他也不怎么熟悉上位姿势。放心，没事的。叶浪拍了拍忘川圣女的手，然后接过药瓶，取出2粒大日丸，一起吞进口中。忘川圣女彻底害怕了。什么？吃1粒不行，还要吃2粒？你要干死我啊！吞下大日丸后，叶浪闭上眼睛，慢慢等着药效发作。3秒过后，回天丹简化后的大日丸，那磅礴药效瞬间爆发，一阵强大药力疯狂涌进4肢百骸，
七经八脉，体内传出咔咔的声音。在2枚回天丹的影响下，所有内伤统统修复，甚至原本亏损的灵力都渐渐的充盈起来。他的身体再次充满了力量。呼呼，叶浪睁开双眼，砰的一声跳下床，满心欢喜道：瑶儿，你看，我已经没事了。我吃大日丸是为了治伤，你不要想歪了。瑶儿，你衣服呢？你脱光了干嘛？看着前方，叶浪怔住了，一下子瞪大了眼睛，移不开目光。昏暗的光线下，雪白的胴体醒目，他的双腿微微内合，双手放在胸前，双目不解。啊，不需要脱衣服吗？不，脱了也好。那一抹光滑白嫩暴露在空气之中。此刻叶浪要是再无作为，那可真太不解风情了。叶浪走了过去，将忘川圣女抱在怀中，轻轻抚摸着。大日丸的药效随之上头，那一刻宛若干柴遇烈火。嘤嘤，3个时辰一下子就过去了，已近黄昏，天色暗淡。叶浪给熟睡中的忘川圣女盖上被子，穿好衣服走出房间。叶浪一出门，便看到黄老正在不远处的地方来回走动。一看到叶浪，顿时面露惊色，快步迎了上来，略带训斥道：哎呀，你怎么下床了？你的伤还没好，快回去休养。不对，你的气息，你的伤已经好了。察觉出此刻叶浪的气息平稳强大，黄老不由心中大惊，震惊无比道。叶浪笑着点了点头：黄老，我的伤已经无碍，麻烦你联系一下城主，让他回来吧。如今海妖王已死，无极城再无一丝危险，那么无极城主便可以和他前往忘川圣地，帮助忘川圣主铲除徐家，甚至还能帮他对抗轮回圣地。这一趟无极城之行，叶浪可谓收获满满，不仅白嫖了一门炼体仙诀，还结识了一位洞虚境巅峰的大佬。此时此刻，叶浪敢说，哪怕他站在轮回圣主的面前，对方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同时叶浪心中隐隐觉得，如果他借助神魔之象的力量，轮回圣主也未免能奈何得了他。叶浪，你真是个怪物啊，受了那么重的伤，竟然1天时间就痊愈了，气息还比之前更加强大。这若非老夫亲眼所见，根本不敢相信啊。黄老吃惊无比，看向叶浪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思议。哈哈，可能是我比较抗揍吧。叶浪淡淡的笑道。抗揍？再抗揍也不能这样吧？你是打不死的小强吗？果然，天才的世界不是他这种人能够理解。黄老内心苦笑，转身离开，去给无极城主发消息。眨眼间一夜过去，海妖大军全军覆没，海妖王死亡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南华州，并且正在以飞快的速度迅速传遍九州大陆。南华州全都沸腾了，洞虚境巅峰的大妖竟然死了，而且还不是被无极城主灭杀，而是被叶浪杀死了。这一刻，整个南华州都沉默了，众人内心惊骇到了极点。有没有搞错？一个化神境5重的少年，竟然一人全歼了所有海妖大军，还强势镇杀了海妖王，要不要这么逆天？说书人都不敢这么编啊！但这消息是从无极城中传出来的，这意味着哪怕再离谱，这件事也绝对是真的，而且真的不能再真。一时间，叶浪的名气在南华州达到了顶峰，就连3岁小孩都知道有一个绝世天骄，他的名字叫叶浪。而南华州的百姓和修士更是将叶浪视为了心中的偶像，因为如果没有他，海妖大军攻破无极城后，那他们这些南华州的人就将过上地狱般的生活。清晨，无极城主匆匆赶了回来，他看见叶浪一副生龙活虎的模样，大笑道：好小子啊，你这身体可比我想象中结实多了。这都是城主回天丹的功效，叶某人感谢城主。叶浪拱手道：哎，要说谢也是我谢你，如果没有你，无极城早就沦陷了。无极城主一脸严肃道：叶浪，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可能这辈子都还不上，但是只要你有麻烦，不管麻烦有多大，我都愿意帮你，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发誓。闻言，叶浪心中一抹暖流划过，感动不已。城主，有你这句话，那我可要硬刚轮回圣地了。轮回老贼，咱俩对掏，谁怂谁孙子。叶浪朝无极城主拱手笑道：城主，你先随我去趟忘川圣地吧，圣主还等着你支援呢。正好，老夫这几百年一直待在无极城中，好久没去过中州了，借此机会也去看看。那我去喊圣女起床。叶浪转身回了屋内。由于昨天战况异常激烈，导致忘川圣女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叶浪轻轻晃了晃她的胳膊，道：瑶儿醒醒，我们该回去了。哈欠，身子好酸，腿也软。忘川圣女睁开双眼，
秀眉皱起道：“他感觉身子骨已经快被掏空。真是的，为什么只有给男性服用的大日丸，而没有给女性的呢？他觉得自己也需要补一补，不然根本遭不住。太可怕了！”回想昨天的战况，忘川圣女的娇躯都下意识地颤抖起来。忘川圣女穿好衣服，跟在叶浪后面，心中暗暗道：以后绝不能再让叶浪服用大日丸。这不是为了叶浪的健康着想，而是为了他自己。叶浪服用药丸，副作用晚年才会出现，而他很可能都活不到晚年成主。我和圣女准备好了，可以走了。叶浪牵着忘川圣女的手，站在无极城主的身前道：无极城主点了点头，旋即动用洞虚境的力量，开辟出了一个虚空隧道。走吧。另一边，忘川圣地情况不容乐观。自从得知叶浪和忘川圣女从火山崖活着出来后，徐雄霸立刻请出了徐家太上长老，同时联合圣地的2大洞虚境的供奉长老，与忘川圣主彻底撕破了脸皮。此刻圣地大殿之中，忘川圣主坐在首席的宝座上，而他前方站了4个人，为首的是一个身材佝偻的老者，穿着白色布衣，头发花白稀疏，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但是任何人都不敢轻视他，因为他的境界乃是洞虚境巅峰，是站在这世间修为巅峰的无双强者。徐家太上长老，徐家的定海神针也是忘川圣地的重要门面。数千年前，凭借一手出神入化的火系神通，威名响彻九州大陆。徐家太上长老开口，声音有些沙哑，道：师妹，我对你向来尊敬，但那个叶浪废了我徐家天骄，你却百般袒护他，老夫必须要讨回一个公道。忘川圣主冷笑，基于圣主之位直说就好，何必再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徐家太上长老也不解释，直白地说道：看在师父的情面上，师妹，你自废修为，我便留你一命。你真以为你吃定我了？忘川圣主豁然起身，大笑间释放出恐怖威压，紫色长裙飘动，风韵犹存的脸上多了几分杀意和霸气。徐家太上长老抬起左臂，同样释放威压。师妹，你本来就不是我的对手，如今我又有2位供奉相助，你又何必再挣扎下去？难不成你也有援军？徐家太上长老轻笑道：这怎么可能？你的性子早就把所有洞虚境强者都得罪了一遍，这个时候你又能请来谁呢？乖乖束手就擒吧。说着，徐家太上长老率先出手，朝忘川圣主轰出一拳。砰！他身后的那2名洞虚境6重的供奉也紧跟着出手。砰砰！3道攻击齐至，忘川圣主脸色阴沉，反手拍出一掌。轰！巨大的灵力波动直接将整个大殿震塌。我就是死也能拉你们做垫背。忘川圣主飞向高空，黑发散落披肩，裙摆随风狂舞，气势疯狂攀升。垂死挣扎罢了，各位一起上，务必助老夫杀。而徐家太上长老的话还未说完，忽的，天边云层突然传来一阵阵奇异的波动，原本平静的风声也变得迅猛起来。除此之外，3道人影从天而降，直奔徐家太上长老而去。哈哈，谁说我莫师姐没有帮手？老夫来也！无极城主。徐家太上长老愣了一下，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抹忌惮，显然他听说过对方的名头，知道无极城主并不好惹。海妖之祸未除，你跑来中州就不怕无极城被海妖占领吗？徐家太上长老沉声道。无极城主笑了，声音有些冷，道：呵呵，原来你知道海妖入侵的事啊。老夫先前发了那么多求援消息，却迟迟等不来一个援兵，这仗该算了。老东西，今天老夫倒要看看你这骨头有没有我拳头硬。说完，无极城主大喝一声，施展神魔炼体诀，整个人的气息大增，杀向徐家太上长老。狂妄，真当我怕你不成？徐家太上长老怒吼，衣袍霎时膨胀鼓起，瞳孔倒映出赤焰，而他的身后一片火海浮现，焚天逐海。刹那间，天空变色，风起云涌，原本晴朗湛蓝的天际瞬间被无尽的火海所吞噬。眨眼间，无数道火焰龙卷风密密麻麻的，以惊人的速度朝着无极城主狠狠轰去。老夫的焚天逐海已经圆满，同境界下谁是我的对手？徐家太上长老放肆大笑，掌握一门圆满的羽阶神通，确实可以傲视同境界的敌人。不过他不知道的是，无极城主修炼的神魔炼体诀那可是仙诀啊，虽然只有入门，但威力也极为强大。面带狂暴无比的赤焰，无极城主面色如常，不闪不躲，神魔之象加持肉体，直接冲进火海之中，一拳砸向徐家太上长老。老东西，吃我一拳！
什么？你这是什么神通？老夫的火呢？徐家太上长老瞪大了眼睛，心中震惊，身形朝后急速暴退，同时还不忘喊道：两位供奉，速来助我！太上长老，我们来了。那两栋虚境的供奉随即联手朝着无极城主的后背攻击，发动偷袭。大胆，当本圣主不存在吗？没师弟，师姐助你一臂之力。忘川圣主冷喝一声，立即加入战场，与两名洞虚境的供奉站在一起。砰砰砰，5名洞虚境的强者同时出手，各种绚丽的光芒映照天穹，大战余波传播数万里，整个圣地宛若地震一般剧烈晃动，山崩地裂。一时间，圣地的修士人人自危，迅速逃离出去，心中充满了恐慌。而叶浪则拉上忘川圣女躲到了一边，乐呵呵的看戏，丝毫不慌。叶浪师兄，我娘她会出事吗？放心，那两人不过洞虚境6重，根本不是圣主的对手。之所以现在打得难舍难分，完全因为他们燃烧了精血，提升了实力，等时间一到，他们必死无疑。那就好。忘川圣女心中松了一口气。叶浪摸了摸对方的脑袋，安慰道：放心，徐家死定了。畜生，我徐家就算灭亡，老子也先杀了你再说。叶浪正说着话呢，忽然瞥见一道人影急速冲来，直奔他而来。徐雄霸，都是因为你，老子杀了你！徐雄霸面目狰狞的扭曲，宛若疯癫了一般，抬掌便狠狠地向着叶浪轰了过去。就你，呵呵，小爷连洞虚境巅峰的妖王都杀了，还怕你一个合体境的小蝼蚁？叶浪心中冷笑不止。瑶儿，离远点，别让血溅到你身上。叶浪说完，抽出龙魂剑，猛地朝徐雄霸斩了过去。火麒麟血脉、神魔炼体诀和天地一剑同时发动，这一剑的威力强得可怕。徐雄霸见状大惊，立刻抽身后退，但那一道剑芒还是狠狠地撞到了他的身上。这怎么可能？他身上的赤焰顿时被斩灭，随即合体境的护罩立刻破碎，那道剑光将他劈飞了出去，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痕。你的实力怎么会变强这么多？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徐雄霸眼中满是震惊，吼道：老东西，你记住，你儿子是我废的，你的命是我收的。叶浪冷笑，身形朝前暴冲，犹如猛虎一般，势不可挡。一剑当前，剑气荡灭一切。此刻的徐雄霸脸色苍白，被吓得魂都快飞走了。这一切他根本无法相信，十几天前自己视为蝼蚁的人，现在却成了需要仰望的存在。这么短的时间，叶浪是如何做到修为和战力都成几何倍增长的？他想不明白，难道自己修的是假仙？剑气逼近，徐雄霸来不及思考，生死关头之际，他燃烧精血，迅速凝聚出一片炽热火海，想抵挡住叶浪的攻击。但他高看了自己，那片火海如同洪荒巨兽，向着叶浪袭杀而来。灼热的焰浪，异常的高温，足以焚杀任何一个洞虚境以下的修士。但叶浪不一样，他免疫火焰。只见叶浪直接施展神火分身术，身化火焰，直接穿过火海，而后诡异的来到了徐雄霸的身后，一剑狠狠的劈出。这突如其来的一剑把徐雄霸吓了一大跳。这是什么神通？怎么莫名其妙的来到了自己身后？他根本躲不开。噗嗤！啊！龙魂剑刺穿了他的胸膛，徐雄霸惨叫起来，接着重重的摔倒在了地上。叶浪一把抓起他的脚腕，将他当鞭子一样疯狂地往地上抽，以出那日之气，以报那日追杀之仇。不要，老夫不追究，你废我儿子的事了，和平相处，怎么样？徐雄霸声音颤抖，凄惨无比，哀嚎道：我和你麻痹！叶浪随口骂了一句，旋即一剑刺向他的丹田处，废了他全部修为。啊！又是一声惨叫，徐雄霸脸上毫无血色，钻心的痛感传遍四肢百骸，疼得他直翻白眼。叶浪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声音平淡：我从不欺负别人，也很少杀人，记住了，今天的情况都是你徐家自找的。你儿子想杀我，所以我废了他。你不分青红皂白对我下手，所以今天我也废了你。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徐雄霸双目赤红，额头青筋暴起，声嘶力竭的大吼道：你这畜生，老子做鬼都不会！砰！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叶浪便一拳打歪了他的嘴巴。死吧！又是一拳，叶浪轰碎了徐雄霸的头盖骨。而这一幕深深刺激到了徐家太上长老，他悲吼道：我的徐家，我要你们所有人都死！轰！这一刻，徐家太上长老的气息攀升到了极致，甚至隐隐有了突破洞虚境的迹象。他燃尽了所有精血，他想和我们同归于尽。所有人快退，快退！
无极城主见状，暴喝一声，接着转身就跑。叶浪，我带你跑。哎，人呢？已经跑了。无极城主抬眼看向天边，发现有一团燃烧的火焰，正如流星一般在高空中飞驰而过。没错，正是叶浪。早在徐家太上长老燃烧精血的那一刹那，察觉到不对劲的叶浪便直接抱起忘川圣女开溜了。开玩笑，逃跑这事我还需要你教吗？哥是专业的。太上长老，快停手！他们都跑了，就剩我们了。自己人，别炸！看着想自爆的徐家太上长老，那2名供奉面露惊恐，身体剧烈颤抖，大吼道：“啊，我不干啊！”随着徐家太上长老最后的怒吼声落下，他的身体急速膨胀，砰的一声轰然爆炸。那巨大的威力直接是将一大半的忘川圣地给轰成了废墟。高大的山脉，无数的宫殿都瞬间消失，有的只是一片深渊，已经化为灰烬的供奉。不是，想杀我们直说啊！闹了半天，合着你是冲我们来的？这场爆炸持续了将近1个时辰，空气中狂暴的火系能量才渐渐平息。动静彻底平息后，忘川圣地的弟子们才敢小心翼翼地返回来查看。看着眼前的废墟，一个个流下了眼泪。这炸的是他们的家啊！我藏的私房钱全没了，我刚斥巨资买的充气女神啊，才用了1次，这就没了。圣地是我们大家的圣地，不是你徐家的圣地，你打不过就自杀嘛！你炸圣地干嘛？无耻徐家！徐家老祖，我草泥马！我干你徐家18代祖宗！忘川圣地的弟子群情激愤地放声大吼，怒斥徐家老祖不要脸。这时，忘川圣主从虚空中走出，看见这一幕，心中也是悲痛不已。好好的一个圣地，瞬间就变成了一大堆废墟。他心中叹了口气，随即向众弟子开口道：“肃静，这件事我也有责任。为了弥补大家你们所有的损失，圣地都会如数赔给你们。圣地遭此大难，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看见的，但事情已经发生，懊悔、悲伤、愤怒，这些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齐心协力，尽早让圣地步入正轨。我与你们共建圣地。”此番话落，众多弟子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朝着忘川圣主拜了下去。圣主圣明，我们愿誓死追随圣主，与圣地共存亡。好好，忘川圣主欣慰一笑。虽然圣地已成废墟，但庆幸的是，大部分弟子因为早早的就躲离出去，存活了下来。这样子，忘川圣地仅仅只是损失了一些资源，弟子还在，则根本还在。作为传承久远的圣地，会缺资源吗？忘川圣主相信，只需几个月的时间，圣地便能重新建好。你们先去登记一下损失，然后听从长老安排，开始重建圣地。是。所有弟子齐声喊道。这时，叶浪牵着忘川圣女的手，慢慢从天边飞了回来。嗨嗨，打完了，那老东西死了吗？无极城主嘴角一抽，哭笑不得道：“叶浪老弟，你跑的是真快啊！”哈哈哈，一般般啊。叶浪摸着后脑笑道：“叶浪，这次多谢你了。”忘川圣主忽然朝着叶浪深深鞠了一躬，紫衣飘飘，那股子成熟女人的韵味无处安放。叶浪哈哈一笑道：“圣主不用这么客气，我帮圣主也是在帮我自己。”忘川圣主柔然一笑：“你放心，轮回圣地的事，我和梅师弟联合施压，轮回圣主绝不敢再对你下手。”叶浪目光冷淡下来，语气中满是自信：“现在已经不是他要我命了，而是我要他死。甚至整个轮回圣地，这个九州大陆公认的最强势力，他也想毁了。”闻言，忘川圣主长长的睫毛忽地颤抖了几下，这话实在太霸气了。叶浪居然想灭杀轮回圣主！这几千年来，轮回圣主一直都站在修行的巅峰，实力强大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纵然是他和无极城主联手，也不敢说有10成的把握能击败对方，更别说击杀了。更何况轮回圣地传承久远，隐藏的底蕴无数，绝非外界看见的那般简单。叶浪，你要小心，圣地势力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忘川圣主出声劝道，却被一旁的无极城主打断。莫师姐，海妖王都死在了叶浪的手上，再多个轮回圣主那老贼的命又有何难？叶浪老弟，老夫陪你闯一闯那轮回圣地，看看这九州大陆第一圣地到底有没有传言中的那么强大。什么？海妖王死了？还是死在了叶浪的手上？忘川圣主美目下意识瞪大，一脸惊容，这怎么可能？海妖王的实力，哪怕是他都无法与其对抗。你说叶浪杀了对方？你不要吓我啊！忘川圣主有些发懵，看着叶浪，眼神中透着难以置信，这样的结果让他久久瞠目结舌。叶浪点点头，轻描淡写道：“
运气好了一点。忘川圣主差点一个踉跄摔在地上。啥？运气好？你是说你凭运气杀死了一头有着洞虚境巅峰修为的妖王？好好。忘川圣主深吸一口气，傲人的胸脯上蹿下跳，好不惹眼。叶浪本着男人的习惯，眼珠子也跟着上蹿下跳，然后默默移开目光。既然这样，那你想什么时候回道宗？忘川圣主也没发现叶浪偷看他，反而凑近他几分，问道：明天吧。叶浪道：有一段时间没见师傅了，也不知道他咋样了。轮回圣地大殿内，啊，可恶啊！一道暴怒的声音席卷了整个轮回圣地。轮回圣地的长老和弟子都是一脸惊恐地看向中央的那道人影。看来圣主的心情很不好啊，毕竟自己的儿子被废了，凶手还抓不到，颜面尽失。众人叹息，不敢多说话。叶浪去了无极城，还灭了海妖王，这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怎么可能会变得这么强？他总不能1个月的时间突破洞虚吧？轮回圣主眼中闪过一抹震惊和难以置信，一拳重重地砸在了石柱之上。轰！虽未动用灵气，仅仅凭借肉身力量，大殿的墙壁都是猛地一震。叶浪，我一定要杀了你！轮回圣主眼中闪过寒芒，话语中暗藏杀机。欧阳老哥，谁惹你生这么大的气了？告诉我，弟弟替你出这口恶气。这时，大殿外突然传来了一道大笑声，接着一个穿着蓝袍、剑眉星目的男子缓步走了进来。苏百川，苏老弟，你怎么来了？轮回圣主先是皱了皱眉，随即快步迎向那男人，极为亲切道：老弟，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你的侄子被人废了，你可不能不管啊。哦，岂有此事？那小子是谁？我玄天大陆扛把子苏百川，教他做人。名为苏百川的男人闻言当即皱眉怒吼，洞虚境巅峰的气势霎时弥漫了开来。轮回圣主道：那小子叫叶浪，老夫本想灭了他，却被道宗阻拦，老弟你看。懂了。苏百川抬手，无需多言。欧阳大哥，明天我和你去一趟，道宗如果敢不教人，我直接一巴掌轰灭了他们。哈哈哈哈！轮回圣主大笑，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这苏百川在玄天大陆也是一方大佬级的人物，有他相助，轮回圣主顿时信心百倍。老弟，有你真好，今晚老哥与你一醉方休。苏百川点了点头，朝着大殿中央那块空地一指：此间可有武姬乎？轮回圣主一愣，点头道：有。那还不快将他们交出来？没有武看，谁稀罕喝酒啊？苏百川皱眉吼道。众人一个机灵，连忙喊来了几十个武姬，望着那搔首弄姿的武姬，苏百川的脸色才缓和下来，衣服一脱，光着膀子上去，一起跟着扭了起来，姿势妖娆，表情风骚。九州大陆的女子果然水润，老夫就好这一口。你们几个妞过来，负距离侍奉老夫，其他的接着奏乐接着舞。道宗后山修炼之地，一位女子盘坐在大石头之上，周身剑气四溢。她穿着白色和淡蓝色的流仙裙，淡雅而又不失气质。那张青成绝世的脸颊洁白无瑕，无比的完美，美得让人窒息。3000青丝柔顺地束在身后，同时一只天蓝色的玉簪斜插在秀发之中。她缓缓睁开双眼，目光如刀，瞳孔中映照着凌厉的剑气。自叶浪走后，萧青雨便开始闭关，感悟突破洞虚境的契机。他本就是通灵剑体，天赋远超常人，在九州大陆内是顶尖的存在。这一次闭关虽然时间不长，但让萧青雨真抓住了那一抹契机。至多1年，待为师突破洞虚，就接你回来。萧青雨红唇微张，喃喃说道。轰！然而就在此时，天穹户的风云际变，接着2股强横至极的气息，如恶虎一般，霎时笼罩了整个道宗。萧青雨俏脸动容，面色大变，迅速飞向高空，声音清冷：轮回圣主，你又想作甚？叶浪在哪儿？交出来，否则今天老夫踏破道宗。随着吼声响彻天空，2道人影踏空而来。轮回圣主和苏百川联手杀至，可怕的洞虚境威压直接朝着萧青雨猛地轰去。砰！萧青雨挥出一剑格挡，剑气却在瞬息间被击溃，整个身体朝后方倒飞了数千米。轮回圣主，我道宗也不是任由你欺负的。这一突发变故惊动了道宗所有人，大长老立即从大殿中飞出，对着高空大吼，接着向轮回圣主冲去。化神境又能怎样？给本座滚开！轮回圣主一掌探出，直接将大长老轰飞。大长老狠狠地撞在了一座阁楼上，伴随轰的一声巨响，阁楼塌陷，大量沙尘飞扬。大长老胸膛凹陷了下去，胸骨断裂，整个人都瘫软了下去。
萧青羽见状，立即转身朝着一个方向击射而去，又想使用天机盘，可惜这次本座不会给你这个机会。轮回圣主看穿了萧青羽的意图，立即五指伸开，威压轰了过去。萧青羽身形一顿，感觉压力山大，整个人都仿佛深陷泥潭之中，移动速度更是慢到了极致。耳边的风声仿佛都静止了，他死死地咬住银牙，抬头看向空中的那道身影，目光之中怒火燃烧。轮回圣主狂笑道：那日你不过是侥幸伤了老夫，你还真以为你是老夫的对手吗？现在去死！轰！巨大的拳印从天而降，狠狠地朝着萧青羽轰去。流剑碎空。萧青羽皱眉，握剑的手一拧，剑气注入剑身，一剑斩向那拳印，快如闪电，不知死活。轮回圣主不屑冷笑，他的攻击同境界下的人都无法接住，一个合体境的人又如何能接下？哪怕你剑法再高超，也不可能弥补一个大境界的巨大差距。萧青羽的剑气凌厉至极，漫天的云霞顷刻捣碎，撕扯成絮。但即使这样，在那拳印面前，仍显得极为无力。砰！拳印落下，剑气顷刻间被轰散。萧青羽身子一颤，他娇弱的身体直接被轰飞出去，嘴角缓缓滑下一丝血迹。看着正缓缓擦去嘴角血迹的萧青羽，轮回圣主一步一步向前走近，冷笑道：你的徒弟废了我，那我就先废了他的师傅，再取他的狗命！哈哈哈！萧青羽从地上站起来，美目冷凛，心中却是涌出一抹悲凉和无力。没有天机盘的加持，凭他如今的境界，根本不可能是轮回圣主的对手，更别说一旁还有伺机而动的苏百川，这也是个货真价实的洞虚境啊！现在他只祈求叶浪在忘川圣地能安全无恙，可惜他没有机会亲自接他回来了。心中深深叹息一声后，萧青羽没有说话，御剑横在身前，准备做最后的殊死一搏。还想反抗？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轮回圣主大笑，步步逼近萧青羽。剑鹰出！萧青羽低吼一声，旋即雪白色的剑鹰从他眉心之处飞出，霎时剑气纵横万里。轮回圣主显然没料到这一幕，猝不及防下，衣袍被剑气划破，皮肤之上出现了血痕。萧青羽清秀的眉目变得幽邃，脸上决意之色一闪而过。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剑意节节攀升，一瞬之间达到了最高峰。轮回圣主面露异色，忽然神色大变。你想自爆道音？道音的自爆威力远超普通元婴的自爆，而合体境巅峰的道音自爆，其威力足以重伤洞虚境。萧青羽这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轮回圣主一边抽身暴退，一边施法凝聚护盾，喊道：苏老弟，助我压制住他！闻言，苏百川迅速出手道：一个合体境还能翻天不成？给我震！圣女不要啊！圣女不要管我们，你快跑！看见这一幕，道宗的长老弟子们发出了一声声悲怆的吼声。自爆剑鹰，这就相当于放弃了修行大道，从此沦为废人。砰！一道巨响，响彻云霄，数不尽的剑气汇聚成海，如洪流，如天降神威，冲刷着世间一切。浩大的云海硬生生被斩成了两半，轮回圣主和苏百川被劈飞，胸前绽放血花。二人心中疯狂震惊，这么强，师父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剑鹰爆炸的最后一刻，他带着微笑。萧青羽自知他杀不了轮回圣主，但只要能重伤对方，那叶浪就能更安全几分。他的修为飞快流逝，眼皮越发沉重，他缓缓闭上了眼。师父！就在这时，一声愤怒中混杂着悲怆的吼声忽然从他的耳边传来，竟盖过了爆炸的轰鸣之声。萧青羽艰难地歪头看向那个方向，全身一颤，暗淡的眸光死灰复燃般亮了起来。逆徒，你回来干什么？他真是懊恼叶浪回来送死，但也欣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人。而这一声吼引得所有人都看向了那个方向，便看到一个巨大的神魔之影猛地冲杀而来，带着暴怒降临了这方天地。等等，这是什么东西？轮回圣主的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嘴巴大大的张开。叶浪看见重伤的萧青羽，双目赤红，如雄狮般狰狞吼道：都给我死！他轰出一拳，牵动天地之力，神魔威压袭杀四方。此刻的叶浪真如神魔临世，其威势让人无法直视。轰！拳印落地，大地震颤。轮回圣主、苏百川还有附近所有的轮回圣地的长老弟子，全部被权威给轰飞出去。轮回圣主胸口激荡，五脏六腑险些移位，他狼狈起身，愤怒吼道：谁？是谁？是谁敢对我出手？他刚喊出声，眼睛便忽然瞪得老大，因为随着拳芒散去，他发现
他的周围躺满了一具具尸体，他带来的所有人都死了，10几个合体境的长老全死了。这怎么可能？苏百川捂住胸口，慌张无比。老哥，你坑我啊！你不是说道宗没有背景吗？这一击除了飞升境的大佬外，还有谁能爆发出来？这背景也太大了吧！漫天灰尘缓缓散去，叶浪搂着萧青雨的腰，以最轻柔的动作抱着她虚弱至极的身体。他的身体上还罩着一层神魔之力，暴力气息不减。看着他脸上的惨白和嘴角的血迹，感受着他体内的虚弱，叶浪心中抽痛，虎目之中泪花闪烁，道：师父，我来晚了。看着忽然出现在眼前的叶浪，萧青雨的眼神一片朦胧，他怔怔地看了好几秒，才确定这不是梦，不是死前的回光返照。他嘴角勾起一抹轻轻的微笑，气息极致虚弱的他无法再张嘴说话，只好将脑袋缩进叶浪的怀中，慢慢闭上了眼睛。师父，坚持住，我不会让你死的。叶浪吼道。他掏出银针，指若流星，1秒间给萧青雨扎了上千根银针。索命针，这可是失传已久的绝世针法，哪怕受了再重的伤，也能锁住生命，起死回生。随着最后一根针扎进穴位，萧青雨紊乱的气息渐渐平稳了下来，身体开始回暖。见状，叶浪松了一口气，他在萧青雨的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然后动作轻柔地将她放在地上。师父，你安心睡一觉，这些人交给我。另一边，轮回圣主看见使出这一招的人竟然是他心心念念的叶浪，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打死他也不相信一个化神境的修士能释放出那样恐怖的攻击，他一定是动用了某种特殊法宝。对，一定是这样，那法宝肯定只能使用一次，他已经穷途末路了。没错。于是他向前一步，对叶浪怒吼道：畜生，我看你这次往哪里跑！跑！叶浪放声大笑，笑声响彻四方，笑声极其狂霸。该跑的应该是你，但我不会让你活着跑掉。叶浪满含杀意道。笑话，你一个化神境也敢大言不惭，就是你废了我侄子是吧？老子要亲手弄死你！苏百川一脸不屑，先前那一道攻击让他以为是飞升境大佬来了，现在看见叶浪只是化神境5重，他心中产生了和轮回圣主一样的想法，他一定是借助某个至宝才能释放出那一招。那加上我们呢？轮回圣主，你死期已到！轰！刹那间，天地灵气暴动。什么？忘川圣主，无极城主，你们居然来了！二人脸色大变，只见天空之上2道人影飞来。老哥，你坑我啊！你不是说这小子没有背景吗？他背后有2个洞虚境巅峰的强者啊！苏百川惊恐地吼道。2对2，你怕啥？轮回圣主哼道。你拖着无极城主，我解决掉那女人后就去帮你。那好吧，不过这种安排叶浪可不乐意，他要亲手杀死轮回圣主，只有这样他心中的恨意才能消减。叶浪朝无极城主吼道：城主，替我拦住另外一个人，轮回圣主交给我，我自己杀了他。好，叶浪老弟，那你小心点。无极城主目光中有些担忧，却选择相信叶浪，他转身朝着苏百川发动了进攻。杀了我？是谁带给你的勇气？轮回圣主狞笑，本座一招就能将你轰成渣。洞虚境的威压涌现，脚下一踏地面，身体朝着叶浪爆射而去，他轰出一拳直击叶浪的面门。叶浪脸色如常，全身燃烧起了火焰。神火分身术，拳风霸道无比，轻而易举地砸到叶浪的脸上。但轮回圣主还没来得及露出笑容，脸色便忽然一变，因为明明打到了叶浪，他的拳头却没有因击中目标而停顿，而是直接穿过了叶浪。这不可能啊！叶浪身影一晃，诡异般的来到了轮回圣主的侧方，同样的轰出一拳，狠狠地砸在了轮回圣主的肩膀上。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他如今的神火分身术已经圆满，洞虚境的攻击轻易的就能躲开，而他的每一拳都使上了神魔之力，威力提升数百倍，哪怕是洞虚境也无法抵挡。被叶浪重重一击后，轮回圣主狼狈地倒在地上，左半边身子一阵抽搐，这不可能啊！轮回圣主全身僵硬，瞳孔在收缩中剧烈颤抖，自己竟然被叶浪给打伤了，自己可是洞虚境巅峰的绝世强者啊！不可能，这绝不可能！轮回圣主在心中狂吼着，他无法接受这一切。欧阳老哥，你快点解决那个化神境，过来帮我啊！老弟快被他们打成狗了。另一个战场中的苏百川正在被忘川圣主和无极城主联手围攻，全身都挂上了彩。他对着下方的轮回圣主放声大吼，心中多了几分怨恨。打个化神境，小修你磨磨唧唧的，你是不是在演我？轮回圣主变得暴躁起来，
阴沉着脸，虽然他不想承认，但不得不祭奠道英。拳道英，这一拳，我看你怎么躲！轮回圣主狰狞大吼，一步踏出，皮肤上泛起金光，接着双拳朝着叶浪猛地轰去。那狂风骤雨般的凶猛攻击，带起经久不息的狂风，呼啸不止。在拳道英的加持下，轮回圣主的拳力提升了数十倍，拳印盖过诸天，这已堪称是世间的最强一击。众人脚下的地面早已四分五裂，更多的裂缝也以惊人的速度出现，疯狂蔓延着。而远远观战的各宗长老弟子已经彻底看傻了眼，他们并不是惊叹轮回圣主这一击的强大，而是震惊于对付叶浪，轮回圣主竟然使出了全力。所有人都傻眼了，他们之间可差了2个大境界啊！叶浪老弟快躲！无极城主骇然无比道，但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他就算想拦也来不及。叶浪，你接不住这一拳！忘川圣主大惊失色，面对呼啸而来的拳印，叶浪面色平静如水，没有一丝慌张的模样。在拳印即将轰至的那一刻，他展开双臂，400米大的道英出现在了他的身前，宛若神铁铸就的护罩，坚不可摧。砰！拳印轰击在身，道英纹丝不动。这一刻，全场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屏住呼吸，一个个眼睛瞪得无比之大。轮回圣主脸上的狞笑也完全凝固，就连苏百川和无极城主都是满脸震撼。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刚才叶浪的道英是结结实实的挨了轮回圣主的轮回灭世拳，这是轮回圣地的绝世神通，练成极为困难，但是一旦成功释放出来，其威力足以轰碎万山百海。轰中叶浪道英时，那一声轰鸣声简直震耳欲聋，所有人都以为叶浪在这一击下必死无疑，然而谁也无法想到叶浪竟然毫发无损。四周惊呼声一片。叮！挨打出暴击，神魔炼体诀熟练度加9999，恭喜宿主神魔炼体诀大成。拳印消散，叶浪脸色平静的可怕，表情凛然，他目光宛若看着一个死人般看向轮回圣主，开口道：该我了。你轮回圣主瞳孔放大，看着叶浪，双手竟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叶浪的右拳缓缓抬起，眉心黑光一闪，巨大的神魔之象显化世间，一股沉重而肃穆，如同主神降世的气息笼罩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间，让所有人窒息。